小色猫每天盼着化形，幻想着左一根右一棒的生活，结果却被2只丑陋的猎狗兽人拐走，沦为生育工具。就在小猫顿感猫生无望之际，恰好被孤傲的黑狼族长撞见，不仅帮他赶跑2只猎狗兽人，还要把整个黑狼部落送给他当做聘礼。可当小猫化成人形的那一刻，全星际都被他的颜值征服，各方大佬都争着抢着做他的受父。瑟瑟狐狸想爬床，纯情白虎想贴贴，孤傲黑狼爱调戏，拥有2个鲲的灰蛇。然而女孩刚穿越过来的时候，整只猫都是猛的。前世只不过熬夜看兽式小说，没想到再次睁眼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流浪猫。正当他在思索怎么才能回去的时候，迎面就走出来2个猎狗兽人，不仅把他抓回去关在笼子里，还准备把他当作生育工具繁衍后代。当小猫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发现2个猎狗兽人正被人围在墙角拳打脚踢。你们2个居然敢拐卖雌性还虐待他，简直是不想活了，等着帝国的惩罚吧。说着就吩咐侍卫把他们2个关了起来，接着打开笼子就把小猫抱在怀里。狼一双手温柔地抱着雌性，动作轻微，生怕把它弄疼了。他简直难以置信，这个星球居然这样对待雌性。要不是他发现了袋子里微弱的呼吸，这只雌性恐怕已经见了太奶了。再说是雌性稀少，雌雄比例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比1万，可以说雌性一生下来就是高高在上的。没想到还有人竟敢拐卖雌性。看着怀里奄奄一息的小猫，狼一当即下令返回基地全力救治。与此同时，黑狼族基地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小猫慢慢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名男子。他笑意盈盈地看着小猫道：“我叫狼一，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你放心，这里是黑狼族驻红湖星基地，在这里没有人能威胁到你。”小猫眨了眨眼，这一天的生活简直是太刺激了，穿越、被绑架，然后又被救出来，更别说救他的人还是一个大帅哥。狼一见他不开口，继续道：“你看起来像是猫星的，是被狼星的兽人拐卖到这里的吗？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回去，我也可以帮助你回到家乡。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我去找人调查一下猫族。”闻言，小猫低下头，他想回去，可眼前之人根本没办法帮助他。狼一注意到了他的情绪，立刻慌乱起来：“你别伤心，我不问了。”他情绪紧张，耳朵也冒了出来。小猫好奇地看着眼前高大的兽人，头上出现2个兽耳，可能是天性使然。他不小心咬了一口，尖锐的牙齿不会造成一点伤害，但狼一却单手扶着墙，满脸通红。可以再咬一口吗？小猫此时满脸通红，他居然没有忍耐本性，怎么能咬人呢？没关系，你如果想咬随便咬。狼一直接变成了兽形，并把脑袋放在他面前：“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我都不会生气。”看着面前不断抖动的耳朵，牙齿越来越痒。就在小猫准备把他的耳朵拿来当磨牙棒的时候，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恭喜宿主穿越兽世，生子系统已上线，奖励随身空间1枚，宿主寿命仅剩1天。当前任务每生下1只幼崽可获得相应积分，回到地球重生为人类，积分10亿。”前世作为兽世小说迷的叶简希自然知道系统这件事，但没想到系统这么离谱，居然要怀孕生崽崽获得积分才能重回地球。就在叶简希沉思的时候，系统声音再次响起：“检测到优质基因，请宿主尽快行动。”说着面前出现蓝色屏幕，黑狼族族长狼一 SSS 级精神力，与其生崽可获得生命力和积分。听到系统这话，他小心翼翼地朝下看了一眼，接着吞了下口水。这不行的吧？这一个比他整个身体还大，会坏掉的吧？房间里叶九吸玩够了，趴在床上喘气，而狼一变成人形走到了桌子边，他拿起一根针管扎在胳膊上，将液体注入了进去。叶简希好奇地看着针管，想要近距离闻一闻，狼一却抱着他远离针管，危险。他又没有想吃，只是好奇。叶简希有点生气，跳起来踹了他一脚。这一脚落下，叶简希趴在地上又不动了。结果又不小心看到了一个东西，就算是变成人了，也不可小觑。还是不行，不行不行，会坏的。他躲在角落一动不动，不管狼一怎么喊也不出来。狼一柔声解释：“我没有凶你，那个东西真的很危险，会让你受伤的。”说着说着，狼一突然想起，相处这么长时间，小雌性还是没有变成人形。他逐渐意识到了问题，连忙让医生过来。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有点虚弱，需要多补充营养。狼一依旧皱着眉头，那他为什么还不会化形？医生也不知道，这只雌性身体很差，可能是在外面流浪很久了。狼一心口一疼，如果是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人照顾，他可能不会化形。医生离开，狼一慢慢的用精神力引导他身体里的气流，想让他变成人形。叶简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身体里一股暖暖的感觉，紧接着他就变成了人形，穿着白色的裙子，裙角还有一只猫猫的图形。他身体一软，差点摔倒，狼一把抱住他：“你身体不好，所以站不稳。”狼一把他放在治疗舱上，接着红着耳朵道：“你家是哪里的？我可以帮你联系家人，先报个平安。”“我叫叶简希，我没有家乡了，他们把我扔出来的。”叶简希垂着眼睛，明明是让人伤心的事情，他却忍着情绪，脸上保持着雪山猫的傲气，这让狼一更加无措了。明明遇到了这么坏的事情，他还保持着坚强的意志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以后可以让我保护你吗？”狼一小心翼翼地开口道：“就因为我是雌性吗？”叶简希问：“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想保护你一个人。”黑狼低下头，他作为黑狼族的族长，统领整个星球，就算雌性再少，也不是没有的。有很多人想要往他身边送雌性，但是他都拒绝了。精神力越高的人，暴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需要雌性安抚就好。但是狼一一直不愿意找雌性，繁衍是他的本能，但是对那些雌性，他根本无意。只有看到叶简希的时候，他才明白他的本能是叶简希，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叶简希开口道：“
就算来到了这个世界，他还是不想沦为一个生宰的工具，入乡随俗还需要时间。好吧，狼一垂着脑袋，天生圆润的眼睛像是要哭出来。见他这个样子，叶简熙也有些于心不忍。好了好了，你可以暂时留在我的身边。听到这话，狼一瞬间就精神了。真的吗？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他情绪激动，耳朵不小心都冒了出来。叶简熙看到后，伸手抓住他耳朵，软软的。狼一低头，让他摸起来更顺手，耳朵上的毛发很细，手捏在上面，痒痒的。他忍着本能蹲在他前面，巨大的体型蜷缩在一起，只为了让叶简熙更方便摸。身体里的血液像是要沸腾。狼一红着眼，用力控制着精神力，不能泄露出来一点。雌性现在太虚弱了，只需要一点就能让他受伤。等叶简熙摸完了，他又注射了一针抑制剂。因为抑制剂的盒子和医生的系统连接，所以医生收到通知，立刻就跑了过来。组长，抑制剂1个星期只能用1支，否则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狼一看了后面一眼，见叶简熙正在研究治疗舱，并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松了一口气。我知道，按道理来说，1支抑制剂就可以控制1周了。您这次怎么这么快？医生说。狼一移开视线，喉结上下滑动，雌性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这个味道好像只有他一个人闻到。刚刚注射的抑制剂要失效了，他又拿起来1支。医生惊得差点跪在地上。这么快速的注射抑制剂，您的身体会出问题的。医生求助的眼神看向叶简熙，狼一见医生把注意打到了叶简熙身上，他是真的生气了，愤怒道：“你给我滚出去！”此时的叶简熙叹了口气，听了一会，他也知道了大致情况。他把手搭在他手掌上，开口道：“怎么安抚你？”狼一愤怒的表情瞬间消失，小手放在手心，一点一点的摩擦。他在犹豫要不要说，只需要发生关系就能解决。医生在背后小声提醒道：“让你滚出去，没有听到吗？”狼一将叶简熙护在身后，像是被碰到宝贝的恶龙，只要叶简熙一声令下，就能立刻冲出去把医生撕成碎片。医生见状急忙退出房间。此时叶简熙也愣住，因为系统也在提示他的时间不多了，剩余寿命还剩16个小时。狼一关上门，失落的低着头，是他的失误才会让医生说出那些话。你别生气，我不会那么对你的。你别不说话，如果生气了，你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只要你消气。狼一声音颤抖，早知道他会让雌性这么伤心，就应该早点离开房间。是他太贪心了，忍不住想和叶简熙在一个地方。叶简熙见状，一只手盖在他眼睛上，接着踮起脚尖咬在了他的喉结上，小虎牙在上面用力。狼一的控制力不堪一击，他喘着气跑去浴室，打开冰水，从上往下冲，可是心里的那股火却怎么都消不下去。他看着外面的叶简熙，是他想要的太多了，他不能那么贪心。等狼一出来的时候，叶简熙用手抚摸他结实的胸膛，我都主动一下了，你还要让我继续吗？狼一难以置信，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叶简熙的意思是同意了。房间里的温度上升，顾念着叶简熙的身体，他的动作很轻柔，生怕把怀里的小雌性弄疼了。12个小时后，叶简熙躺在狼一的怀里，狼一就算是变成人形，也比他高大很多，还以为这次的交流会很困难，没想到对方的耐心超出了他的想象。狼一感受着怀里小雌性的温度，保证道：“这次是第一次，所以时间有点短，下次一定不会这样的。”叶简熙盯着天花板，这样就好。此时系统声音响起：“已获取优良基因，增加积分100，优良基因已落实，幼崽出生后可获取基因。”叶简熙松了一口气，可以活100天了，还有9000多万积分，他就可以回家了。不过想到系统说的优良基因，他坐起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应该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吧。想到这，他轻轻推开狼一。叶简熙假装没有看到他受伤的表情，点开治疗舱屏幕。这个怎么用？你身体不舒服吗？哪里不舒服？我帮你调整。狼一上下检查，都怪他太不知分寸，最后还是弄伤了。点开体检的选项，叶简熙躺在里面，透明的盖子合上，一道光从头照射到脚。体检结果很快出来了，屏幕上出现了大大的2个字：已孕，检测到新生命，请选择是否更改治疗舱参数。真的吗？狼一愣在原地，很久没有发出声音，然后低头看向他的肚子，想放上去又不敢放。叶简熙微微抬起头，拉着他的手放在小腹上。你们的治疗舱显示的结果。狼一不敢相信，按下了紧急呼叫按钮，呼叫医生进来。房间外面警报声传播到整个基地，副将连滚带爬的冲过来。来的路上遇到了医生，组长遇到袭击了吗？怎么会响起这个警报？医生抱着所有可以救命的药剂，这个警报从黑狼星正式成立后就没有响过，恐怕事情很严重。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其他赶过来的兽人，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们的族长也没有任何子嗣，如果出现问题，那将不堪设想。到时候其他星球的种族恐怕会趁着他们一举进攻，攻占黑狼星。此时的医生已经来了门口，只见小雌性躺在治疗舱中。医生反应过来出事的不是族长，而是小雌性，于是急忙拿出检测仪器，询问哪里不舒服后，一旁的族长抢先开口：她怀孕了。众人当场石化，医生的治疗仪器没拿稳掉在地上。狼峰副将快跑2步，捡起来塞进他手里，快检查。医生点点头，认认真真做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确实是怀孕了。为了确保严谨，他又做了一次。他激动得快拿不动检测的仪器，只是目前不能确定有几个。确定了事实，在场的所有兽人高兴得要跳起来，这简直是他们黑狼星成立至今最高兴的事情，就应该用最高级别的警报来宣告。太好了，族长也有后代了，我们黑狼星有希望了，以后你就是我们黑狼星的恩人了。狼一单手抱着叶简熙，轻踹了一下治疗舱，给他定制的治疗舱呢。狼峰副将还沉浸在喜悦中，马上就好。借此时机，医生顺便给狼一也体检了一下，波动的精神力已经压制住了，
这个小雌性真厉害，其他兽人都是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压制雄性的精神力。叶简熙不仅治好了族长的精神力波动，而且精神力很可能超过 SS 等级，身上还带着族长的仔仔，一下子跃升成为整个黑狼族最尊贵的人。要知道，在兽人世界，雄性的精神力只能用来攻击，所以有时候会发生暴动。雌性的精神力可以攻击，也可以安抚雄性，因为具有双重功能。雌性的精神力一般较低，再加上雌性稀少，精神力暴动一直是困扰兽人星球的大问题。另一边，狼一手里拿着像牙膏一样的东西递了过来，这是我查到的猫猫最喜欢吃的东西，试试看。叶简熙看着上面写着猫猫专用营养剂，但它的味道好像真的就跟牙膏一样，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我要吃水净血。狼一看向狼峰，后者立刻去查，很快查询的结果出来了，是雪山猫族的食物。雪山猫是最近刚刚出现的种族，还没有自己的星球，一直居住在黑狼星的一个雪山角落里。因为我们很少去那，所以也没管它们。原来小雌性是雪山猫族，原来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扔到这里，同时也懊悔自己为什么不去雪山看看，说不定叶简熙就能过得更好了。叶简熙并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挑选着面前的营养剂，这是所有口味的营养剂。找到水净血需要时间，他需要填饱肚子，最后挑选选，找到了冰淇淋口味的营养剂，香香甜甜，虽然口感像牙膏一样，但是味道很好。这时候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奖励发放，空间技能升级1级，开放10个格子，奖励初级大礼包。叶简熙打开新手礼包，里面刚好10件东西，填满了空间，分别是无痛生子丹、救死扶伤丹、无敌修理手。他松了一口气，有系统辅助，生仔仔的过程会很顺利。经过1天的治疗，他的身体不需要再进治疗舱，但是因为身上有仔仔，治疗舱可以提供更加舒适的温度和湿度，会让他舒服很多。新的治疗舱比原来的小很多，叶简熙躺在上面，垫子的幅度会根据身体情况自动调整。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声巨响，狼一搬着床放在旁边，见到惊醒了叶简熙，有点紧张的开口：“我想守着你，可以吗？”床在治疗舱外面，狼一躺在上面，将治疗舱严严实实的遮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能第一时间保护好他。尽管基地不会有危险，可以叶简熙说完就疲惫的睡着了。这一觉，叶简熙睡得很好，鲜少的梦到了家里的人，梦到他没有去世，和家里人快乐的生活在一起。然而睁开眼，发现所有的都是假的。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时间，狼一也醒了，趴在透明的罩子上观察，发现叶简熙的眼睛红了。怎么了？是不舒服吗？哪里不对？我叫医生来。狼一紧张的手脚不知道放在哪，把他抱了出来。狼一见过很多雌性，没有一个像叶简熙一样惹人心疼。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绝不会告诉别人。治疗舱显示小雌性的身体正常，我没事。叶简熙闭上眼睛。真的吗？狼一又做了一遍检查，除了仔仔有变化之外，没有异常。你不信？叶简熙眯着眼。我信我信。狼一低着头，将头埋在叶简熙脖子上，因为体型的原因，只有半张脸埋着，悄悄的又启动治疗舱，结果还是一样。叶简熙轻声开口询问道：“你知道有一个叫做地球的星球吗？这里的星球很多，就像是沙漠里的沙子一样。”狼一用个人终端查询看到了结果，没有你说的地球，但是有一个地星，在10几万年前，一场灾难袭来，地星陷入了冰川季，接踵而来的灾难，上面的生物全部灭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兽人，上面的条件根本不适合兽人生活，那里没有任何价值，就算是红狐族战败了，要把地星当成赔偿送给我，我也要考虑要不要。系统，这里是10几万年之后吗？宿主，这里无法告知，只能告诉你，任务完成后可以回去。你是想要星球吗？黑狼星可以吗？狼一询问道。叶简熙摇头，打了个哈欠，睡了那么长时间，已经不困了。他想下床清理一下，这时候天已经要亮了。叶简熙趴在窗边，基地里的兽人化成兽形出来训练，狼一也跟着离开了。他没有在意，黑狼的族长一定会有很多事情，不能一直在这里玩耍。没过一会儿，狼一又回来了，这次出现在窗户外面，和训练的兽人一起。巨大的黑狼出现，掩盖其他黑狼的光芒，毛发流光溢彩，黑色上层反射着的自然光，让人移不开眼睛。黑狼一跃而起，比房间还要高，前爪落在战斗机器上，直接把机器拍成了碎片。他回过头，似乎是看着叶简熙的方向，过了一会，又用同样的方法，一次拍了4个。叶简熙打开了一点窗户，听到了旁边的人谈论：“族长今天怎么来了？他来和我们这些新蛋子玩什么？是激励我们更加努力训练吗？是吧？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族长一样？做梦吧！听说族长有雌性了，你想像他一样，10辈子也不够。你说的是那个有了仔仔的雌性吗？谁不知道啊？那可是我们族长的雌性，怀里那个还是未来族长。黑狼这辈子只会有一个雌性，未来的族长一定是他身上的仔仔。”2个黑狼说着，头顶落下一片阴影。族长去训练。狼一冷声开口道。2个黑狼连滚带爬来到训练场，发现所有的训练机器都已经报废了。他们训练什么？你看到了吗？隔着窗户。狼一耳朵尖尖有点红。什么？叶简熙明知故问，我是不是比他们厉害？狼一小声道。叶简熙笑了一下，手伸出去捏着他的耳朵尖，好烫。外面忽然一阵巨响，基地里出事了。叶简熙想要伸出头去看一看，快回去！狼一从外面关上窗户，朝着对面的方向去了。叶简熙回头想休息一会，发现治疗舱停止运行了，他的和狼一的都停止了，房间里的灯也不亮了。他打开门，走廊里的情况一样，基地的能源供应停止运行了。顺着人流方向，叶简熙看到了狼峰。你怎么在这里？看到小雌性狼峰既高兴又紧张，这种时候如果有人攻击小雌性就太危险了。他找了2个人，你们保护好他。发生什么事了？
叶简熙开口询问。我们的能源系统被红狐族攻击了，族长正在带人修复。身边保护他的兽人说。狼峰有点着急，这里太危险了，您快点回去，我去看看。叶简熙跟着他走，可是太危险了，如果族长知道，他会骂死我的，不，他会打死我的。狼峰拦在他面前，叶简熙沉默着，就是要去。狼峰实在是没有办法，为了您的安全考虑，你只负责带我去，剩下的事情我来负责。叶简熙边走边说，他空间里有东西可以解决，正好实验一下系统奖励的东西好不好用。狼峰依旧不动摇，坚定地放在前面。不行，我是族长的手下，到时候他该罚我还是会罚我。叶简熙抿唇，周身冷冷的，他做出的决定没有人能阻止，他敢。与此同时，能源中心所有的高层都集中在这里，修理的兽人蹲在密密麻麻的线路前，满头大汗。族长，他们直接攻击能源的主控，根本没有办法修复，只能更换新的。新的主控要从黑狼星运送过来，最少要3天。3天太久了，没有能源，基地只能陷入瘫痪。如果这时候红狐对他们做什么，他们束手无策。能源中心的主控失效，我们的能源没有办法使用，不管用什么办法，先恢复基地的能源供应。狼一靠在椅子上，那双眼睛十分警惕，他像是想起来什么，皱着眉头。这时候狼峰副将推门进来了，把我房间的雌性送走，用最快的速度。狼一严肃开口。狼峰还没说话，房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叶简熙。狼一的声音立刻变得温柔，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叶简熙摸了摸他的头，没有看到狼耳朵，有些失望。情况怎么样了？没关系，你只要好好休息，其他的不用管。狼一带着他往外走，能源中心汇集了很多兽人，房间里充满躁动。这种情况下，雄性会有精神力波动的风险，他不能让叶简熙处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只要有一个人精神力失控，叶简熙就会被他们击碎。你让我离开。叶简熙有点生气，他特意过来看看情况，这只兽人竟然赶他走。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很危险。狼一有点委屈，声音更加低了。狼峰和其他人已经见惯了他们族长在叶简熙面前的样子。后面修理人员惊讶地回过头，又在狼一凶狠的目光下继续修理。族长，没有任何一个星球修复过能源主控，我们只能从黑狼星再运送一个。修理人员擦了擦头上的汗，西西，你听到了，现在基地很危险，我不能让你陷入危险中。狼一轻轻说，一只手抱着叶简熙往外面走，想要强行送他离开。叶简熙挣扎不得，一口咬在狼一脖子上，猫猫的牙齿锋利，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磨破了黑狼的皮，脖子上挂着4个红点，看不到血迹。狼一笑了一下，甚至侧头让叶简熙更方便咬他。弱小的雌性根本没有伤害别人的能力，锋利的爪子只能留下一点痕迹。你放我下来，我可以修好，别开玩笑了。狼一只当这是叶简熙想留下来的借口。兽人世界，雌性天生就是享受的，所有的技能和战斗人员都是雄性，他们负责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让雌性过上更好的生活。叶简熙也不可能学习过修理，更不可能会修理中控的。叶简熙更生气了，狼一脖子上又多了4个牙印，他用力磨了一下，还是没能咬出血。你如果把我送走，我以后就不理你了，以后一直。狼一脚步一顿，叶简熙抓住这一瞬间变成了原形，敏捷的身体逃脱控制，穿梭在兽人中间，白毛毛的一团，绕过兽人的抓捕，眼看就要到了中控旁边。一只巨大的黑狼挡在他面前，是狼一的原型。两人同时跃起，都要碰到了天花板，眼看就要正面相撞。狼一身体低下，叶简熙也没有想和他撞，踩着黑狼的脑袋，顺便伸出了爪子，越过黑狼，稳稳地落在地上。空气中飘着几根狼毛，落在叶简熙鼻尖，他打了个喷嚏，黑狼立刻趴在他前面，两个眼睛紧张地上下打量。叶简熙还在生气，转身背对他，尾巴不小心甩到黑狼脸上，气消了。你没事吧？黑狼变成人形，双手抱着雌性，翻来覆去，不放过一个角落，转身训斥手下，你们这么多兽人，连一个雌性都拦不住，回去家训。叶简熙也变成人形，拍了拍身上，衣角上留下了一根黑色的狼毛，他摘掉扔下，你不是也没有拦住吗？狼一没有说话，回头看了一眼狼峰，眼神示意他。狼峰不情愿地走出来，替他们族长在雌性面前挽尊。族长刚才在最外面，挤不进来的。叶简熙的目光落在狼峰身上，他也不敢说话了。我会修的，放心吧。好，交给你。狼一不敢不同意，所有人都不会，让叶简熙来也不会有坏处。小雌性还没有中控高，看不到上面的情况。狼一双手托着雌性的脚，稳稳地往上，上面的线路比下面还要复杂。叶简熙跳到中控上面，拿起一根电线，又放下去。他打开空间，点击使用无敌修理手，空间里出现一个空格，无敌修理手消失了，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线。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画进他身体里。叶简熙在抬头，中控里面所有的线路无比清晰，脑海中呈现了一个完美的修理方案。理清楚之后，叶简熙跳下去，半空中，狼一手抱着他的腰，然后稳稳放在地面。他来到中控的操作台，因为是雄性兽人经常接触的东西，上面有一层不明显的指纹印记。叶简熙皱着眉头，熟练地点开后台，弹出了一个窗口，需要输入密码。叶简熙拉着狼一的手掌，按在上面，获取了最高管理权限。半个小时后，叶简熙清理了2遍手掌，这才松了一口气，结束了。修理的人员试探着点击开始，房间里的灯亮起来，空气也开始流通，温度慢慢降低，其他的设施也恢复正常。修理人员两眼放光，看着叶简熙就像是看到了肉，因为激动尾巴也冒出来，要摇出了花。族长，我们研究所就需要这样的人才，能不能？狼一说完，
又带着歉意看叶简熙，他不能替叶简熙做决定。叶简熙点点头，同意了狼医的话，他还要攒积分，没有那么多时间。修理人员有点失望，但是掩盖不住他心里的激动，真厉害啊！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人修理成功过，组长从哪找来的磁性，这么厉害？狼峰也跟着说，是啊，我虽然不知道这中控的程序，但是一听就知道很厉害。他在这方面岂不是没有一个兽人比得上？这下红狐的计划要落空了，他们怎么能想到我们这边有一个顶尖的磁性？叶简熙擦干手，眯着眼，转身看向狼医，嘴唇轻启，我会修理吗？会，没有人比你更厉害了。狼医说，道歉。叶简熙冷冷开口，很抱歉。狼医没有一点的犹豫，生怕叶简熙在意，又补充道，是我小看你了，以后你说的话我全部都信。完成支线任务，积分加10，总积分110分。叶简熙愣了一下，原来使用系统奖励也会增加积分。他剩下的几个格子里还有无痛生子丹、救死扶伤丹以及解毒丹和技能型的书本，有一本书写着星球护理手册。叶简熙丢到了最后面的格子。红狐这次对我们发动袭击，我们不能善罢甘休。组长，我愿意带人去。另外一个兽人说。狼峰也开口，组长，能源危机解决了，那就该分析一下这次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狼一冷着声音，平缓的开口。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敢开口。我先出去了，追究责任。叶简熙不想参与，反正不是他的问题。狼一笑了一下，轻柔地说，水镜雪已经送过来了，晚上记得回来吃饭。叶简熙点点头，带走了房间里最后一点温暖。基地是一个环形的建筑，边缘处是居住和办公的场所，中间是空旷的地带。叶简熙还没有仔细观察过这里。兽人世界发展的很久，黑狼星成立的时间很短，在成熟的世界想要找到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很难，恐怕是从其他兽人手里抢过来的。这个世界弱肉强食，叶简熙不觉得狼医有什么不对。他赤脚走在草坪上，一股水流喷过来，叶简熙快速躲避，手上还是留下一点水渍。他皱起眉头，喷水的地方有一个小洞口，应该是什么打洞的生物，不小心钻破了水管。洞口出现一个圆圆的脑袋，一条小黑蛇滑溜溜地探出洞口，它有一个手指的粗细，刚好能缠绕在人手腕上。叶简熙按了一下蛇脑袋，蛇好像被打懵了，在原地不动。他又轻轻拍了一下，好奇地低下头，近距离观察。这里的蛇和地球上的不一样，每一个鳞片都像是精心排列，露在外面的部分是一个椭圆形，除了头顶的一小块是一个圆形的。叶简熙想起来，他一开始按的就是这块，再想按下去，蛇头的速度居然比他更快，躲开的同时还咬了一口，头也的不回，钻进洞里面。叶简熙一脚踩在洞口，没有碰到小蛇。回到房间，狼医也回来了，见他回来立刻来迎接，饿不饿？叶简熙伸出手指，伤口已经变黑了。狼医面色立刻沉了下来，抱着他放在治疗舱里面，手指微微颤抖，快速调整参数，又叫了医生来。医生简单询问了原因后，皱着眉头严峻道，你遇到的可能是新物种，兽人发展的几十万年里无人发现过的新物种。叶简熙点点头，那会不会很难治？手指已经不流血了，但是黑色的斑块在扩大，身体的数据也在急剧变化，除了他本人很正常，没有一个正常的。叶简熙也就没有当回事。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医生问。叶简熙仔细感受了一下，摇摇头，除了手指上肉眼可见的伤口和一路暴跌的身体数据，一切正常。能治吗？如果医生不能治的话，他就要用空间里的药了，不然能省就省，万一以后又用到了。我尽力。医生深吸几口气，冷静下来开始治疗。几个抗生素注射进去，身体的系数开始剧烈波动。叶简熙额头渗出一层冷汗，身上也湿漉漉的。他皱眉擦了一下，1个小时后再注射。医生说完就离开了。叶简熙刚想去洗个澡，狼医把他又放回治疗舱，盖上透明盖子。叶简熙敲了敲，示意他打开。狼医犹豫了一会，打开了一条缝隙。叶简熙趁机伸出去一只脚，盖子打开了，像一条滑溜溜的鱼。盖上对你的身体好。狼医声音有些委屈。叶简熙心软了，慢慢盖上一半，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不用这么小心。医生刚才也说过了，他体内的蛇毒并不多，只是毒性较强，再加上他兽形太小，无法支撑毒性才会这么严重。如果你是黑狼族的兽人，可以靠自己挺过去。医生在准备接下来的抗生素，我不想用那个了。叶简熙说完，2个兽人都惊呆了。中了蛇毒不用抗生素，那就是在等死。你不相信我吗？抗生素进入身体后很难受，哪里都不舒服，他想一次性解决。我信。狼医有气无力地说。他示意医生离开，房间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叶简熙终于洗了个澡，在浴室里顺便吃了解毒丹，无色无味，像是吃了一口空气。完成支线任务，积分加10，总积分120分。洗过澡之后，身上一片清爽，他变成了圆形，趴在床上。狼医拿着烘干机给他慢慢烘干毛发，温暖的空气驱散寒冷。叶简熙昏昏欲睡，狼医吹到了前爪，小心翼翼拿起来，粉色的软垫前面有一块黑，他低头亲吻了一下，猫爪忍不住后撤却没有成功。叶简熙又被放在治疗舱里面，狼医就在外面坐在床边，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我不会出事的。叶简熙很自信，我相信你。狼医说着关上灯，继续看着他。猫猫和狼在晚上视力都很好，叶简熙实在拒绝不了，只能任由他在床边坐着，身体的机能恢复平稳。他翻了个身，背对着狼医，解毒丹开始起作用。叶简熙打了个哈欠，不小心就睡着了。他中途醒来过很多次，每一次都能看到狼医盯着治疗舱的面板，或者来看看他的伤口。第二天一早，叶简熙睁开眼睛，敏捷跳下床，恢复了往日的活力。他趴在狼医面前，黑狼眼底青黑，昏昏欲睡。1个晚上过去，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的情绪中度过。
这一个晚上比他往常任何一次战斗都困难。他来到床边，碰了碰狼一的额头，没有发烧，应该只是缺少睡眠，你该睡觉了。狼一点点头，没有逞强，去了他的治疗舱里。叶简熙又来到了昨天的洞口，水管已经修好了，洞口也堵上了，不知道小蛇有没有跑掉，都找仔细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狼峰在后面带着人检查，叶简熙走过去看了看他的笼子，一条也没有找到。狼峰打开笼子，真是奇怪，原来我还能见到几条，今天一个也看不到。玩了一圈，回到房间，狼一已经醒了。叶简熙坐在床边，踢着光溜溜的脚，我想要鞋子，狼一早就准备好了，怕叶简熙看到会生气，一直都没有让他穿上。他单膝跪下，鞋子也是白色的，但是仔细看又不全是白色，上面有一些亮亮的金属，指甲敲击时会发出声音，猫猫一般都会很喜欢。叶简熙踩了一下，点点头，我要出去玩了。狼一犹豫着，我能和你一起去吗？不行，你是黑狼族长，不能和我一起。基地里的情况他大致已经了解了，他想去外面看一看。叶简熙没有查看地图，按照记忆里的方向寻找基地大门。走廊尽头，一扇门紧闭。叶简熙左右看看，他分明记得这里是大门的。他看了一眼门禁系统，上面出现识别成功的提示，门打开了。入门处放了一个机器人，人们穿着白色的衣服，有人来回奔走，有人坐在台前。那天的研究人员也在这里。你怎么来了？是想加入我们研究所吗？走错了。叶简熙开口，那以后我有不会的东西可以问你吗？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研究人员祈求着，双手合十。叶简熙摇头，拒绝他的提议，我很忙。研究人员又失望了，这里是整个基地最隐蔽的地方，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不小心。叶简熙正好走累了，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研究人员拿着一个小东西，翻来覆去的看，放在仪器下检测，做了记录数据。叶简熙看着他研究了2个小时一无所获，他不禁开口道，你好笨，研究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研究不出结果。研究人员小声吐槽。叶简熙瞥了他一眼，拿着那块小东西放在机器上，准确的把环境数据调整到了小数点后4位，小块的金属变成液体，连接到了仪器两端，绿灯亮起来，小机器人左右摇摆，实验成功。他微微抬头，看清楚了吗？研究人员张大嘴巴，指了指监控，我可以查这个。叶简熙满意的点点头，离开了房间。终于摸到了基地的大门，叶简熙跑出去，这里距离市区很远，他走了很久才走到人群中。红狐星上大多数是红狐，也有少部分的其他兽人，有些兽人控制能力弱，身上保留着兽形的特征。红色的耳朵在他眼前飘来飘去，叶简熙牙齿有点痒，这是哪里来的小雌性？真好看，好像不是红狐族的兽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他种族的雌性。是猫族吗？他们一族都是这么好看吗？不像是猫族的，他们猫族不是这个味道。也不知道他有几个雄性了，我能不能去推荐一下自己？就在这时，一位长相俊美的人出现在他面前。这位美丽的小姐，请问我是否有幸和您共进晚餐？检测到优质基因，宿主可等待时机。这个世界的女人每个人都拥有9999根绝美兽肤，雌性拥有绝对的优先择偶权。而刚穿越过来的女孩不仅变成了一只小白猫，还绑定了多子多福生仔系统。只要攒够100亿积分就可以重回地球。不想沦为生仔工具的穆简熙还没彻底接受这一现实，适应这里还需要时间。此时离开黑狼族基地的穆简熙来到大街上，遇到了前来搭讪的红狐族美男。这位美丽的小姐，请问我是否有幸和您共进晚餐？此时系统声音响起，检测到优质基因，宿主可等待时机。身体性别雄性，姓名洪墨轩，属性红狐，等级 SSS 精神力，种族红狐族少主。对方穿着白色的长袍，一双漂亮的丹凤眼和叶简熙目光交叉。美丽的小姐，我能否和您共进午餐呢？叶简熙轻笑，吃什么？你们狐狸的饭菜吗？当然不是，我们这种低级的狐狸食物怎么能配得上你们？洪墨轩微微弯腰，叶简熙心情愉悦，走路都轻快了一点。与此同时，红狐星的权贵集中地最中心的一家餐厅里，这是我精心让人准备的东西，希望能入你的眼。洪墨轩单手放在腹部，微微弯腰行礼，同时打开了盖子，是叶简熙昨天刚刚吃过的水晶雪，本身是一个生长在雪山的稀有植物，浑身通白，是雪山猫的特有食物。白色的草摆放成了一个心形，中间还点缀着红色的果酱，外面放了一点绿色的菜当做装饰。叶简熙抿唇看了一眼，又闭上眼睛。这个摆放形式你觉得很好看吗？不好看吗？洪墨轩盖上盖子，换了一个，这一次心形没有了，换成了嘴唇的形状。叶简熙深吸一口气，我吃刚才那个。餐盘摆放在他面前，洪墨轩坐在他对面，面前是肉类撕成条纹，也摆放成了心形，和他的刚好搭配。叶简熙没眼看，3下2下把果酱丢出去，心形搅成一团，松了一口气，勉强能看。这是我特意找的厨师，尝一尝是否合你心意。洪墨轩的筷子伸过来，还想帮他夹一下。叶简熙眼疾眼快，直接挡下。你是第一次主动接触雌性吗？洪墨轩看起来有些惊讶，随后又恢复淡然的样子。当然，只有西西小姐值得。叶简熙真想一爪子拍过去，这每次都能准确戳到他雷点的沟通技巧，实在忍受不了。如果不是他基因优良，早就一走了之了。你想当我的雄性？是的，我能为美丽的西西小姐赴汤蹈火。洪墨轩笑着，我说什么你都会听。叶简熙抬起头，手里的水晶雪拿起又放下。那是当然。好，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到用餐结束，你不要再说一句话，否则我立刻离开。叶简熙说完，洪墨轩微笑着点点头，看来还是个聪明的，知道不能回应他这句话。见他终于保持安静了，叶简熙尝了一口，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天吃多了各种口味的营养剂，感觉水晶穴也不是很好吃了。用完餐后，叶简熙要了他的联系方式，并给他发了几条消息。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回到家的洪墨轩打开终端桌面，他回到主页面，看到了几本电子书，学会说话，让你的人生进步100倍。约会是这样炼成的，如何让你脱离低级趣味，如何勾引优秀的雌性，让他为你神魂颠倒。与此同时，叶简熙回到房间，发现郎一坐在床边，正幽怨地盯着他。你今天一天都没回来，是去见其他雄性了吗？叶简熙忍不住揉着他露出来的耳朵。你什么时候去他那里？记得和我说一声。郎一的耳朵抖了一下。好。叶简熙一口咬上去，小虎牙在耳朵尖尖上摩擦。第二天闲来无事，叶简熙打开个人终端，收到洪湖的消息：美丽的小姐，很抱歉昨天给你造成的困扰，请问今天有时间吗？晚上有一场晚宴，想邀请你一同前往。叶简熙笑了，看来他真的看了他推荐的书，知会了郎一一声后，他便起身前往。刚进闹市区就遇见了等候在这的洪墨轩，两人相视一笑就结伴走进了宴会厅。刚进宴会厅，洪墨轩嘱咐叶简熙玩得愉快，转身就去给家里的长辈敬酒，而叶简熙就坐在位置上无聊的四处张望。这时一个洪湖兽人径直走了过来。美丽的小姐，我叫丽媛，是洪湖族大将军的儿子，能否邀请你一起跳支舞呢？不去。叶简熙头也不回。你要想清楚，这里是洪湖族，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叶简熙嘴角微微上扬，是吗？只要你还在洪湖星，就只能被我玩弄，不管你的雄性是谁，今天晚上我都要让他趴着离开宴会。叶简熙嘴角又上扬一度，我不信。丽媛弯下腰和他平视，小声地说，雌性是很珍贵，但是在我这里只是一个消耗品，我想要的雌性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叶简熙眨眨眼，圆圆的眼睛一片纯真，你不怕我说出去吗？我会在你说出去之前把你关进我的房间。丽媛舔了一下嘴唇，阴邪的目光上下打量，像是在看一个等待挑选的物品。叶简熙坐直身子，拿起一杯红酒敬。丽媛冷笑一声，算你识相。她一边朝着叶简熙的胳膊伸手，一边喝着杯里的红酒。然而在她碰到之前，叶简熙突然松开手，红酒洒在裙子上，绽放出一朵红色的花，酒杯也落下摔碎了。宴会里一片安静，目光全部在叶简熙身上交汇。她低着头紧靠座椅，尽力要把自己藏在里面。白色的裙子也被弄脏，她垂着眼，不敢面对强壮的雄性，脸上尽是慌乱，眼神恐惧，一滴泪水划过。刚敬完酒的洪墨轩回来就看到这样的场面，他挡在叶简熙前面，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笑容，解释，同时也打开个人终端，通知了洪湖的护卫，显然一副不管怎么解释，结局只有一个的样子。误会，都是误会。丽媛笑着绕过他，来到了叶简熙面前，我们都是误会，对吗？叶简熙身体轻轻抖了一下，往洪墨轩旁边躲避，眼神惊恐，不敢说话。退后，洪墨轩再次拦下他，转过身轻轻说，发生了什么事？你放心，我们会保护好你的。叶简熙的眼泪连成串，一颗一颗砸在洪墨轩手背上，要把宴会里所有人都心哭碎了。他声音很小，但又足够让洪湖兽人听到。他说要把我关起来，当他的宠物，整个洪湖星都是他的地方，我逃得越远，他会打得越厉害。他声音颤抖，下意识寻找庇护的地方，我该怎么办？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你的。洪墨轩温柔说。叶简熙微微点头，躲在他后面。外面来了几个穿着制服的洪湖，压着丽媛往外走。他不甘心地甩开，和刚才同样的眼光落在叶简熙身上，眼神轻佻，并不把这场闹剧当回事。我自己走。叶简熙似乎是害怕，眼神落在他身上，手指紧紧地抓着洪墨轩的衣服，一个无比嚣张，一个瑟瑟发抖。今天这件事既然让我看到了，我就不会善罢甘休。如果这位美丽的雌性以后出了任何事，丽媛你都脱不了干系。一个雄性兽人开口，是刚才在门口和他们打招呼的雄性。丽媛冷哼一声，他的父亲是将军，只要洪湖族还需要他父亲一天，他就不会有事。这时候坐在最高台上的兽人洪湖族族长开口，丽媛，明天离开洪湖星，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丽媛心里一震，如果我离开了，我父亲不可能再为你们效力。族长笑了一下，你父亲做了半辈子的将军，如今已经高龄，我给了他多少荣誉，到底有些名过其实了。是他需要洪湖族，而不是洪湖需要他。丽媛一愣，嘴里小声说着，不可能，这不可能。如果他们依赖洪湖族，那他父亲到底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醒过他，让他收敛一点？洪墨轩冷笑，那双狐狸眼里露出锋利的光芒，你出事了，他才好继续享受荣誉。名义上，厉将军为洪湖族做了很多，但是洪湖给他的同样多。如果要继续下去，势必要牺牲什么，而丽媛就是最好的东西。丽媛不敢相信，他这几十年为非作歹，竟然都是别人故意纵容，甚至刻意计划。只等一个机会，让他彻底土崩瓦解。这个机会就是叶简熙，就是因为这个雌性，他凶狠地盯着他。弱小的雌性很害怕，躲在别人身后。忽然，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眼睛也带着笑意。你故意的！丽媛怒斥。叶简熙擦了擦眼睛，站出来。从始至终都是你故意找我的麻烦，你怎么能说我故意的？丽媛又看到了他眼底的笑意，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他一跃而起，化成兽形，弹出锋利的指甲，直冲着他的喉咙。叶简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在他来到面前的时候，洪墨轩挡在他面前，一股准确的精神力把丽媛冲到墙上。他顺着墙壁滑下来，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有两只眼睛还盯着他。那样的目光让叶简熙很不舒服。到了现在，他都没有认为自己错了。丽媛被人带下去，宴会重归平静。大家继续，今晚这场意外由厉将军负责，改日我将他的工资换成礼品送到各位家中。族长打着圆场。另一边，叶简熙今晚受了很大的委屈，所以准备提前离开宴会厅。洪墨轩也连忙跟了出来。
并且拿出一朵粉色的玫瑰。西西今晚实在对不起，这朵花送给你。叶简熙收下了花，打开一看，发现花朵里面包裹着一根银白色的项链，中间有一个可爱的小猫挂饰。洪墨轩微微靠近，帮他把项链戴到了脖子上。穆简熙因宴会搅乱的情绪也好了很多。就在这时，个人终端发来了郎毅的消息：西西要照顾好自己，我今晚有事就不能来接你了。叶简熙意识到郎毅语气有些不对，于是便丢下洪墨轩赶回基地。半个小时后，叶简熙出现在基地，远远的就看到所有兽人全部集中在郎毅的房间外。发生什么事了？郎峰见到他来，先是一高兴，而后又叹气：没什么，组长今天很忙，等下次让他腾出几天的时间陪你玩可以吗？叶简熙眯着眼微微抬头，让开，今天真的不可以。郎峰继续堵着门。说实话，叶简熙的耐心只有这点，他后退一步准备强行进去。组长去找红狐族报仇，没想到他们居然有兽人支援，不小心中招。郎峰低着头，然后补充，他们2个兽人，我们组长只有1个才会受伤。叶简熙抬头意味深长地扫视房间门口的兽人，你们以为郎毅是1个人，对方就只会有1个人，就应该这样，还称自己是贵族，连决斗的精神都没有。郎峰义正言辞，他说的有理有据。叶简熙差点认为黑狼和红狐2族不是有仇，而是过家家了。尊重敌人就是尊重自己，我们才会和红狐下战书，他们竟然这么过分。叶简熙对此不想多说什么，指了指房门。郎峰无奈只能让开身子让叶简熙进去。叶简熙刚进房间就见郎毅坐在椅子上，身上带着白色的治疗仪器，周围的医生正在为他治疗。见叶简熙回来，郎毅笑了笑，你怎么回来了？叶简熙没有回答，而是转头问向医生，情况怎么样？不是很好，那边虽然没有下死手，但是也没有留情。医生继续开口，奇怪，现在我们的医疗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把伤口愈合的药物涂上去，血迹还在继续流出来？他们一贯会用阴险的东西。郎一不把这点伤口当一回事，站起来就想去叶简熙身边，又在他的目光下默默地回到医生身边。那什么时候能治好？医生再次止血，依旧没有办法，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伤口根本止不住。叶简熙抬头，如果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就可以治好了。不一定，组长身上的伤口不止一处，药物根本没用，只能用绳子绑起来，但是可能会肌肉坏死，如果时间太长，可能需要截肢。截肢？门口的郎峰震惊道：医生，你一定要治好他，如果组长被截肢，我们真的就完了。而作为当事人的郎毅并不当回事，而是开口道：我流了好多血，西西陪陪我可以吗？郎毅换了个方向，还要往叶简熙身边冲，被医生再次拦下。尊贵的小姐，除了身上的伤口，组长精神力被受到诱导，有些波动，接触您太久可能会发生暴动。叶简熙明白了，他身上还有仔仔，不能用传统的办法安抚精神，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他不能让仔仔出生就没有爹。他拿出空间里的救死扶伤丹，走到郎毅面前，张嘴。郎毅在他面前像是被驯化后的野兽，不管让他做什么都会听话的做。郎毅躺在椅子上，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房间内外的兽人们惊讶地张大嘴巴，不敢相信。医生揉了揉眼，甚至想扒开伤口看一看。伤好以后，得郎毅大步走过来，想要抱起叶简熙，但又怕身上的血迹弄脏他。叶简熙叹了口气，双手张开，给了他一个抱抱。等叶简熙松开他，郎毅还在抱着，没办法的他只好用力推开他。我得走了，不然会在这影响你。郎毅耷拉着脑袋，声音有些委屈。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叶简熙也不确定，所以没有给出确定的时间，只留下一句会回来的。叶简熙离开后，郎毅看着他的方向很久没有动，也不知道这几天里西西有没有找到其他雄性，如果没有雄性照顾他在外面该有多苦。医生担心他的身体，走过来劝导，组长，连你在他身上都讨不到好处，也许他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弱小。郎毅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如果不是他，西西就不会离开。滚出去！强大的精神力直接把医生冲出房间。另一边，叶简熙来到一处小河边，点开空间找到一本安抚雄性的书籍，将里面的内容全部学会，才再次回到基地。来到郎毅房间门口，发现医生和郎峰正躺在门口睡觉，于是叶简熙变成兽形偷偷溜了进去。房间里面，郎毅人形躺在治疗舱里，大尾巴在身后甩个不停。叶简熙用兽形跳到他面前，爪子按在他鼻子上，把体内的精神力慢慢疏导出来，来到郎毅的体内，带动他的精神力，让原来杂乱无章的精神力规规整整排列。郎毅睁开一只眼睛，虽然不知道小雌性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他的雌性一直都很神奇。郎毅立刻变成了兽形，配合着叶简熙的抚慰。由于身体受了重伤，又失血过多，伤治好之后又精神力暴动，在叶简熙尾巴的波动下出现困意，不到一会就睡着了。为郎毅做好抚慰后，叶简熙忽然感觉到身体上有些不对劲。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警告，预计10分钟内仔仔会降生，请宿主做好准备。系统话音刚落，叶简熙就被强制变成了人形。叶简熙紧绷着身体，因为吃了无痛生子丹，他没有感觉到腹部有任何疼痛。他在治疗舱里翻来覆去，10分钟内并没有给出准确的时间。等叶简熙刚想坐起来的时候，就听到了微弱的声音，低头一看，就发现他和郎毅中间有2个毛茸茸的小黑狼。他快速蹦下去，眼睁睁地看着治疗舱里一大两小，从开始到结束他没有感受，郎毅也睡得死死的。叶简熙将2只小黑狼抱了起来，放在了他的治疗舱里，并找到了黑狼幼崽适用的参数，2个幼崽很快睡着了。叶简熙转身离开。半个小时后，叶简熙来到了红狐族监狱，监狱里的人都已经休息。叶简熙拿着小树枝来到了关押利元德的房门，过了半个小时后才出来。出来后随便找了个酒店住下。第二天上午10点，叶简熙打开房门就看到洪墨轩刚好在门外，手里拿着餐盘走了进来。叶简熙打了个哈欠，擅自闯进来，可不是你们洪湖做的事。西西小姐昨晚没有休息好吗？洪墨轩微笑开口，
穆简熙没有回答，而是神情严肃地看着他。洪墨轩见叶简熙严肃的模样，打趣道：“我和西西小姐一样，昨晚也没有睡好，不知道是谁深夜跑去了监狱，把丽媛的眼睛戳下了。”叶简熙面无表情，2秒钟后转为高兴：“真的吗？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洪墨轩叹气，眼神里都是纵容。西西小姐在宴会上的演技很好，现在在我一个人面前装一下也好。叶简熙看着他一脸无辜，装什么？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洪墨轩保证道。叶简熙当然知道他不是来质问他的，也不是来威胁他。洪墨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彰显一下狐狸的聪明才智。叶简熙拍掌，你好厉害！他的举动并没有让洪墨轩高兴。往日里进退有度的狐狸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不知道在烦恼什么。过了一会，他突然开口：“西西小姐，我想正式追求你，让你成为我的雌性。”叶简熙摊开手，之前的不是正事吗？听到这，洪墨轩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整个人都很精神，双眼发光。请问西西小姐今晚有时间吗？我想正式向我的父亲介绍。不啦，我还有事，改日吧。洪墨轩有些失望。那好吧，丽媛下个星期就会离开这里。叶简熙抬起头，嗯了一声，想想今天晚上要哪个部位，眼睛已经没了，那就守好了。与此同时，黑狼族基地，狼一觉醒来已经快要傍晚了，耳边传来一阵呜咽声，他皱着眉头睁开眼，就看到2个狼崽子正和他对视，2个小狼崽饿得哇哇大哭，但是很听话，没有乱跑。狼一瞪大眼睛，急忙把狼峰喊了进来。狼峰开门，然后站在原地，瞳孔放大。这是什么？给他们找点吃的。狼一把2只小狼崽放回治疗舱，又调整了一下数据，2只幼崽太小了，和当初的叶简熙一样。如果让红狐族知道，一定会对他们下手。狼一时刻保持警惕，和红狐族的问题拖下去不是办法，越早动手对崽崽们就越有利。另一边，叶简熙趁洪墨轩走后又来到了监狱。此时丽媛眼睛上包着一层布，听到声音立刻大喊着：“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不然我父亲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我今天很生气。”叶简熙看着他严肃开口。丽媛吓得脸色骤然变白了，蜷缩在角落里不敢说话。你到底要做什么？我真的错了，你放过我好不好？叶简熙蹲下来。昨天你不是说要我好看吗？过了一会，丽媛倒在地上满手血迹。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你放过我好不好？我马上就要离开红湖星了，我发誓绝对不会回来的。丽媛匍匐在地头垂着祈求。你房间里原来的雌性，你把它们放哪了？叶简熙问道。黑市，但是黑市已经被黑狼查了。丽媛不敢说谎。叶简熙站起来，今天先放过你。说完转身就走出监狱大门，来到了红湖星族长住处。大厅里，族长坐在高高的椅子上，戴着黄金的皇冠，手握权杖，光线从上打下来。你来了。洪墨轩呢？红狐族长叹了口气，今天下午他遭到了黑狼的袭击，黑狼使用了波量的诱导剂，让他陷入了精神力暴动的状态。精神力波动时，雌性可以安抚，一旦陷入暴动，不管是谁接近，都有可能被当成敌人解决。唯一的办法是强行使用药物干预，然后再让雌性安抚。可他是红湖星精神力最高的人，谁能控制他？叶简熙微微点头，那我去看看他。另一边，洪墨轩正在用头撞墙，几个强壮的兽人正在使劲地按着他。叶简熙走到他面前，红狐族长连忙阻止。小心，他现在谁都不认识，会伤到你。叶简熙背对着他，点点头以示回应，接着伸出手准备抚慰一下这只受伤的狐狸。红狐族长和医生以及其他人都紧张地看着，一旦发生异常情况，他们就会立刻保护好叶简熙。就在这时，精神力暴乱的洪墨轩突然恢复了神智，接着对着叶简熙做了一个绅士的鞠躬。美丽的雌性，请问今晚有时间吗？旁边的医生一拥而上，像是要飞起来，趁着洪墨轩还没反应过来，抑制剂已经注入到身体里了。叶简熙也没有反应过来，他都准备好了安抚精神力。太谢谢你了，如果没有你，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办。今晚我们在城堡设宴，向红狐族介绍一下尊贵的客人。叶简熙说，不用，那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向我们寻求帮助，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一定帮忙。叶简熙点点头。栅栏里面的洪墨轩已经安静下来了，只是还在贴着金属感。2只狐狸眼静静地望着他。西西小姐，你还没有回答我，晚上有时间吗？洪墨轩插嘴。叶简熙还没回答，他又说，如果没有时间也可以，这个世界上没有能配得上你的餐厅，不如我亲手为你泡龙烹凤。族长没眼看，用了一个手势让人把洪墨轩隔离在。黑狼做的太过分了，之前的小打小闹也就算了，这次居然下手这么狠，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西西小姐，我一定不会放弃的。你今天没有答应我，还有明天、后天，只要我还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我就不会放弃。洪墨轩的声音逐渐变小，慢慢消失。叶简熙没有顺着族长说下去，按照狼一的性格，不应该只有这一件事。红狐让他吃了大亏，这样轻易的结束，不是他能做出来法。除了精神力被诱导，还有其他的吗？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族长刚刚说完，房顶一声巨响，有人在攻击城堡。叶简熙快速跑去了角落里，身体紧靠墙边，他慢慢放出精神力，遮挡了上方的碎石，又将他的气味隐藏。城堡上方不断掉落碎石，下方红狐族的兽人着急忙慌地往外跑。城堡外部华丽，内部空间很大，一味地追求外表，承重能力本来就差，还好红湖星上地质条件稳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才能保证这么多年没有倒塌。但是没有天灾，还有人祸，碎石不断坠落，兽人大多反应灵敏，不会被石头砸到。叶简熙躲在角落里，藏在石头和柱子后面，只露出2个眼睛。房顶彻底倒塌，一个飞行器出现在视野中，随后是更多的飞行器，它们挂在空中，攻击系统对准了地面的兽人，时刻准备攻击。而飞行器的尾巴部分上面印着黑狼的标志。大门打开，狼一出现在出口，他跳了下来，威风带着他的衣角，
稳稳地落在地上。几个红狐大喊一声，冲了过来。他原地不动，眼神扫过去，敌人就愣在原地，动弹不了。强大的精神力就是兽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低级精神力在高级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几个兽人同时飞起来，落在不远处。3级精神力本来就是少有的，叶简熙目前也只遇到过狼羿和洪墨轩2个人。洪墨轩现在精神力刚刚平稳下来，根本无法抵抗，整个红狐族只能以数量取胜。黑狼族长，你大老远从黑狼星跑来红狐星，就是为了打架吗？红狐族长的权杖重重的落地，发出沉闷的声音。狼羿踩在废墟上，碎石发出清脆的声音，修长的影子打在地上，往上是一个和风衣很像的上衣，只是右肩上的臂章消失了。他冷冷开口，今天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我们2族是时代有仇，但近些年来我们不想参与其他星球上的事情，你们黑狼自成一族的事情，那么多种族反对，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凭我们的关系保持沉默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尊重了，况且是你主动提出要合作，我才让你进入红狐星，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族长生气的敲击权杖，头上的皇冠一抖一抖，胡子都要歪了。狼羿静静地站着，过了一会笑了一声，做了个手势，后面狼风站了出来，带着飞行器上所有的黑狼雄性。红狐向来奸诈，你说的我们一句都不信，如果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红狐族长说。叶简熙听了一会，打了个哈欠，往后靠着，坐在墙角的台阶上。意志技的生效时间很快，如果他没计算错的话，有个兽人马上就要出来了。但是狼羿不会在乎这些，他更想要对方在场，来名正言顺地打败红狐族。当洪墨轩走出来的时候，狼风大惊失色，居然又上当了。狼羿却只盯着身上有点乱的红狐狸，这个味道让他很熟悉。久等了。洪墨轩微微低头，和对手打招呼。不久，既然人到齐了，那就开始吧。叶简熙趁机化成兽形，从城堡的缝隙里跑出来。他对2个星球之间的矛盾没有任何意见，他们之间的矛盾很久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2个星球的人都知道彼此的地位，黑狼星和红狐相互制约，不可缺少，就是受点伤，最多就是伤势比较严重。来到不远的地方，叶简熙爬到墙上，变成人形，这个位置刚好能够看清里面的情况。2人势均力敌，不分彼此，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狼羿在他面前总是没脾气的样，这时候倒是很坚决，瞄准致命的地方冲击。洪墨轩胜在灵活，他以为贵族的战斗会更加死板，要求名正言顺，没想到他比狼羿还要灵活。2个兽人打了半天，只留下了几片衣服以及空气中漂浮的红色和黑色的毛发。叶简熙吹走面前的一根，天色逐渐昏暗，他有点饿了，想先去找一点吃的，正要跳下墙面。远远的地方，狼羿跳起来，爪子直冲着洪墨轩。这时候洪墨轩不知道在做什么，竟然没有躲开，攻击重重的落在他腹部。洪墨轩靠着墙，嘴里流出鲜血。狼羿笑了一下，仇全部报完了。他抬起手，带着所有的兽人上了飞行器，后面红狐族也上了飞行器去追击。黑狼飞行器围绕着城堡的废墟飞行，准确的避开攻击，顺便将红狐的大门击垮。红狐的建筑物多数都是好看没用的东西，轻轻一碰就会碎了。黑狼像是没打够，又冲着里面的几个城堡打了几下，然后嚣张的离开。叶简熙站在墙上，黑狼不可能没有看到他，他跳下去，然后停下脚步，墙角处发出微小的声音，这里不可能有兽人，即使有，被碎石砸中的也是反应迟钝的天生残疾兽人。叶简熙小心翼翼走过去，却从石头后面看到了一条黑色的蛇，和之前咬过他的蛇一样。叶简熙低下头，同时黑蛇也在盯着他，这次他的速度更快，抓着蛇尾巴拽起来，像是玩风车一样，在空中转了一会，速度快的看得到残影。他把蛇放在地上，小黑蛇分不清方向，在地面打滚。叶简熙笑了出来，他看了一眼空间，没有一个和毒药有关的，也就没办法报复回去了。他戳了一下蛇的肚皮，忽然笑了一下，掰开他的嘴巴。蛇本身很小，牙齿更小，轻轻把蛇尾巴在牙齿上放了一下，牙齿很锋利，穿破了蛇皮。叶简熙也惊讶到了，如果再不小心被咬到了，恐怕真的要治疗了。他捏着蛇尾巴拽起来，细长的身体弹了一下，叶简熙吓了一跳，蛇的身体又动了一下，很快就要清醒了。叶简熙往远处用力一丢，开心了，红狐的城堡没有了，他们临时搭建了一个场所，是简易的材料拼接起来做成的，材料是金黄色，边缘处有红色的线条。房间内部很大很高，也很符合红狐族的传统。红色的狐狸躺在治疗舱里，医生正在焦急的治疗。狐狸看到他来，忽然激动起来，兽人留出一部分空间让他走了过去。有人搬了一个椅子过来，叶简熙叹了口气，要做什么？狐狸叫了一声，2个爪子抓着他的手指，毛茸茸的尾巴在他胳膊上蹭来蹭去。狐狸尾巴的毛发更多，摸起来更软，围在手上就像是围巾，软绵绵的触感，围在身上让人忍不住想要抱一抱。叶简熙清了清嗓子，把手收回来，狐狸却忽然开始叫，挣扎着要扑在他身上。叶简熙看着族长，这可不是他想玩你们少主的，辛苦你了，等我们红狐又欠你一个人情。族长说。叶简熙点点头，摸了摸狐狸脑袋，看样子他这次伤得很重，比上一次狼羿有过之而无不及。狼羿还能保持人形，虽然有一点失控，但至少保持清醒。叶简熙捏了捏狐狸耳朵，狐狸高兴地往他身上蹭，又让他一巴掌按回去。族长在后面不堪直视，昔日里他那个有分寸的儿子竟然是这个样子。红狐族受到攻击，外面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他很快离开了。洪墨轩忽然跳进他怀里，软绵绵的毛发蹭过脸颊，痒痒的。叶简熙拽着狐狸脖子扔回治疗舱，情况怎么样？医生推了一下眼镜，目前来看
不会危及生命。也就是说，除了危及生命之外，什么都会发生。医生能操作的空间太少。他检查了一下洪墨轩的身体，在治疗舱上设定了最合适的数值，也离开了。红狐狸更加肆无忌惮，还想扑过来，叶简熙直接按回去。治疗舱没有锁，他找到了旁边的一个椅子，压在盖子上。记得今天的事情吗？叶简熙说。狐狸趴在里面，像是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点了点头。最后一下，为什么不躲开？叶简熙问。以洪墨轩的能力，不会躲不开。红狐狸有些疑惑，抬起头，像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叶简熙叹了口气，在你眼里，是他的速度加快了，对吗？狐狸想了一会，点点头。天色已经很晚了，叶简熙想要离开，红狐狸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强行打开治疗舱盖子，挡在房间门口，一边病殃殃的轻轻咳嗽，一边祈求的眼神望着他。叶简熙抓着他后脖梗，跟着一起躺在了治疗舱里。红狐狸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真玩偶，在叶简熙身边蹭来蹭去，尾巴偶尔动一下。他趴在边上，眼睛里清澈见底，满满的都是一个人的道理。叶简熙单手盖在他头上睡觉，看来今天晚上要失约了，不知道丽媛会不会想他。一连几天，红狐狸都是这样，无法变成人形的状态。医生和组长要急坏了，而当事人还在悠哉悠哉抱着叶简熙睡觉。狐狸的体型小，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以让叶简熙抱着他到处走，而黑狼就做不到。红尾巴高高在上，连狐狸脑袋都翘上天了。他想到了什么，转过身，一口咬到叶简熙腰间的狼族组长臂章，丢出去，又把他送的项链拿出来，让叶简熙戴上。叶简熙把狐狸扔在臂章旁边，冷着脸一动不动。他的东西想要就要，不要就扔了，但是轮不到别人替他选择。红狐狸知道他生气了，爪子夹着臂章想要挂回去，但是两个爪子做不到，用身体蹭了蹭叶简熙。叶简熙拿起来，下次注意。这几天每天晚上他想离开的时候，红狐狸总会挡在门前。叶简熙也怕他出了什么事，拿不到优秀的基因。他在这可以让系统时刻注意着。医生又来例行检查，红狐躺在上面。叶简熙有些饿了，去找了几个果子吃。这种果子他只在洪墨轩身边见过，在外面怎么都找不到。吃了2个，叶简熙终于想到了还在狼翼那边的2个崽崽，把剩下的尝试放进空间。突然发现，原来同样的东西可以放在一个格子里，满满的一盘沙果都被带走了。叶简熙回到房间，他的脚步声一直很小，不注意的话根本听不到，以至于他到的时候，那个正在修改体检结果的狐狸还没发现。这些天吃了很多大补的药品，人形的洪墨轩精神气很好，熟练的更改医生给出的结果。面前落下一片阴影，他抬起头，刚好对上叶简熙的目光。你听我解释。洪墨轩说。叶简熙双手交叉，等着他说。我只是想让你多陪陪我，可以吗？洪墨轩轻声说。叶简熙冷笑，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洪墨轩没有再找其他借口，他低下头，想要去碰叶简熙的手，被躲开了。我很抱歉，这次是我的私心作祟，不会再有下次了。你可以用任何方法惩罚我，请不要不理我。叶简熙转身就走，他还在这里陪了那么多天，都没有来得及看他的崽崽。这狐狸果然是阴险至极，他还在生气，回去恐怕会让狼翼担心，所以他来到了监狱。丽媛面前，我真的知道错了。丽媛躲在墙角瑟瑟发抖，不敢往外移动，但是每一次他都会从角落里被拖拽出去。红狐族普兰监狱号称红狐族最稳固的地方，能防范3级精神力的攻击，但是面前这个雌性来去自如，像是出入无人之地。除了第一次，他见到这个雌性衣服有点乱，估计是为了躲避监狱的防御，但是之后的每一次，虽然看不到，声音却很平静，像是从大门走进来。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了，叶简熙说。我知道，明天我会离开红狐星，以后不会再来了。丽媛声音颤抖。叶简熙推开房门，走了进去。角落的丽媛更加害怕，她走得越近，对方越是害怕，一直走到他面前。叶简熙停下，那就希望你一路顺风。叶简熙转身离开了监狱，他从正门走出去，旁边的2个守门人吹着口哨，假装看不到他的身影一闪而过。2个守门人揉了一下眼睛，他刚才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确实很快，是猫族的特征吧？少主3级精神力也没有他那么快，也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有一个猫族的雌性，他可真好看。守门人刚刚说完，回过头，叶简熙站在他面前，吓了他一跳。叶简熙面无表情，但嘴唇抿着，十分不高兴的样子。对不起，我不要猫族的雌性了。守门人立刻道歉，我不是猫族，是雪山猫，记住了吗？叶简熙说。记住了，一定记住了。叶简熙高高抬起头，转身离开黑狼基地。他刚刚走进来，一个巨大的阴影扑过来，黑狼把他整个人都要盖住。狼翼变成人形，单手抱着他，来到了房间里面。2个小狼崽正在他的治疗舱里打闹，忽然都停下来了。他坐在椅子上，狼翼从前面抱着他，又离开一段距离，鼻子在他身上闻来闻去，这个味道很熟悉。当他知道结果的时候，狼翼心情瞬间低落。是洪墨轩吗？叶简熙点点头。结果虽然难以接受，但狼翼没有说什么，脑袋放在他肩膀上。那你要常回来看看我。叶简熙揉了揉他的脑袋，笑了一下。当然，听话的雄性就是让人这么开心。狼翼终于放开他了。叶简熙来到2个小狼崽前面，拿出了几个沙果，也分给了狼翼一个。狼翼吃下的瞬间，心跳也暂停了一下。甜腻的汁水充满口腔，夹杂着一种对于食肉动物的很不友好的植物味道。食肉的天性隐隐约约在排斥，胃部不由自主地开始向上翻。他用力咽下去。我特意带回来的。叶简熙说。好吃。黑狼狂吃了剩下的几个，留下2个给小狼崽们。打开治疗舱，小狼崽像是感觉到了植物的味道，一个劲地往里面藏，像是闻到了洪水猛兽的味道。
郎毅抓着一个幼崽，将果子掰成2半，硬生生把果肉放进去。你看他吃得多开心！叶简熙皱着眉头，对郎毅抢食物的行为很不满意。好不容易给崽崽们带回来的，他一手抱着崽崽，喂进去一个果子。如果你们喜欢吃，我以后经常给你们带。2个崽崽吃完，趴在他腿上一动不动，像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么小就有心事了。叶简熙不知道困扰他的是什么。为了一颗沙果，这边郎毅也挨个抱着崽崽。2个狼崽子不知道果核能不能吃，他掰着嘴巴硬生生拿出来。还想吃吗？叶简熙问。2个崽子动也不动，后面的爪子勾着郎毅的手，用力踩了一下。他们不饿，你醒之前已经吃过早餐了。郎毅说。叶简熙两眼放光，我可以带他们去消消食，他们出生之后就可以来回跑。叶简熙把他们扔到草地上，这里不会有任何危险。叶简熙躺在椅子上，阳光照射的暖洋洋的，半睡半醒间，有什么东西痒痒的。叶简熙翻了个身继续睡，又是一股湿滑的触感，他猛地睁开眼睛坐起来，身上的2个小狼崽滚下去，眼看就要落在地上。郎毅双手托着，一手接着一个。叶简熙难得有点不好意思，忘记了。郎毅把狼崽子们抱起来，一个个安慰一下，差点被摔了。他们也没有哭，是雄性吗？幼年的崽崽看不出性别，他顺口一问，在兽人的世界，雄性的概率很大，不确定。他们不同于其他兽人，要回到黑狼星，定好地点，并且向所有人公布结果的。郎毅说着，眼神真诚。到时候你会去吗？会的。叶简熙说，过一段时间我想回黑狼星，你要不要一起？郎毅问。叶简熙也不知道结果，他寿命的倒计时还在倒计时，生下崽崽的当天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只差一个机会。第二天一早，叶简熙还没睡醒，朦胧之间看到郎毅，他爬在床边，直勾勾看着，旁边还有2个小狼崽，也非要往他身边，被郎毅一手一个按在原地。外面有人找你。郎毅说。叶简熙点点头，没有动作。他接着睡了一会，等这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快要中午了。来找他的那个兽人还在门外站着，连基地的门都没让他进来。洪墨轩抱着一大束玫瑰，手上拿着各种盒子。西西小姐，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你想尝试一下新的生活吗？叶简熙靠在门上。出去。那我可以把这些东西留下吗？洪墨轩打开，里面是各种果子，还有果子制作成的食物。叶简熙还没吃，就已经闻到了清香的味道。我很抱歉，之前瞒着你，我是太想和你多相处了，希望美丽的雌性能够原谅我。洪墨轩弯腰，双手举着吃的，后面一个脑袋放在他肩膀上。郎毅蹭了蹭，西西，他很坏的，你要小心。叶简熙点点头，他可能是因为我才会找上你。郎毅说。叶简熙还是点点头，从第一眼时他就知道他想要洪墨轩的基因，洪墨轩也不是为了他而来。郎毅，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洪墨轩说。郎毅从后面双手抱着叶简熙，我只是说了实话，你没有这样做吗？洪墨轩有口难辩，这些他还真的做过，我后来不是因为他。西西小姐，我想正式向你道歉。洪墨轩说。叶简熙走进基地内，把他关在外面，可惜了那些吃的，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来的。叶简熙回到房间内，不断往回看看，他查过个人终端，找不到那些果子是从哪来的。洪墨轩在接近他之前做的功课很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喜欢吃那些。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郎毅说。叶简熙点点头。与此同时，也收到了洪墨轩的一条信息，今天上午丽媛离开的飞行器发生爆炸，丽媛已经确认死亡。与此同时，红狐族族长为了安抚老将军，给了许多丰厚的奖赏，包括一座城堡和金钱。所以飞行器是谁动的手脚，叶简熙也不能确定。他低下头看着2个小狼崽子，我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崽崽还不会说话，叶简熙当他们同意了，拿了一个斜挎包放进去刚刚好，只露出2个脑袋。他跳到墙上，反应过来，这次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出去玩，又跳下去。打开大门的时候，一块土从天而降，土块中没有隐藏的精神力，只有纯粹的物理攻击。叶简熙单手放在头上，将自己完美遮挡，低头发现2个崽崽身上都是土，忘记了，下次不会了。叶简熙快速清理干净。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门前的2个正在打架的雄性。洪墨轩大病初愈，身强体壮，和郎毅不分上下。2个人身上不同程度的手上，衣服也乱糟糟的。洪墨轩头顶还有一块土。2个雄性同时看到他，又同时收手。你怎么出来了？现在阳光这么热，会不会晒到你？郎毅轻轻说。西西小姐，你是来看我的吗？叶简熙抬手打个招呼。你们继续。随后离开了。洪墨轩准备跟上来，被郎毅拽着衣服又打了起来。街上人来人往，2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到处看。叶简熙指着面前的一排东西，这些是兽人世界常见的，你们2个没见过，所以才会感到惊讶，这很正常。叶简熙随手拿了一块糕点，翻了翻口袋，忘了他根本没有这里的钱，送你了，小雌性。老板说。叶简熙摇摇头，思考着回去拿钱，再回来会不会天黑？我帮你付了。旁边一个红狐族的人说，也是细长的狐狸眼，那双眼看着他，只觉得深不见底，满满的都是陷阱。叶简熙还是摇头，翻了翻身上值钱的东西，只有洪墨轩送给他的项链。你等我拿钱。他转身就走。刚才的兽人伸手就要抓他的胳膊，崽崽见状张嘴咬下去，兽人大叫一声，脸上露出凶狠的表情，又很快恢复正常。他笑了一下，没想到美丽的雌性会养这么凶残的宠物。叶简熙皱着眉头，不是宠物，不是宠物是什么？后面几个兽人也跑出来，跟着笑。叶简熙把手里的糕点分开，一个崽崽一个，2个崽崽能听懂兽人的话，连糕点都吃不下去了。你说是什么？叶简熙问。恐怕
是不知道从哪捡来的小野兽吧？他大声笑起来，见到叶简熙还不动，便越发猖狂。你不会是想动手吧？我可是2级精神力，这个级别除了狼毅和洪墨轩外，没有人能直接压制。他蹲下来，看着2个仔仔，准备上手碰。这小野兽长得不错，卖给我，开个价。那人刚刚说完，脸色一白，不由控制地坐在地上。他额头流下汗水，左右查看，没有看到3级精神力的人。在场的兽人一个个单膝跪地，甚至爬在地上。除了卖糕点的老板，他们这是怎么了？老板疑惑地说：“做坏事，遭天谴了。”叶简熙回答：“释放的精神力更多了，怎么不说话了？”叶简熙笑着，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高高抬起头。2级精神力很厉害吗？那人说不出话，整个人倒在地上。叶简熙轻轻踢了一脚，让他换个姿势趴着，慢慢收回精神力。他喘了几口气，试探着爬起来。叶简熙再次释放，这次他直接双膝跪下，正对着叶简熙的包。不是说是野兽吗？你怎么还下跪了？叶简熙轻轻抬头，控制着精神力，让兽人也抬起头。他露出一副宁死不屈的表情。叶简熙没忍住，笑出声来，声音清脆，像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但是在他听来，就是地狱的恶魔。后面的几个兽人同样在精神力的压迫下，骨头都要碎了。谁让你们来的？我们一族和黑狼不共戴天，你竟然敢带着2个黑狼来我们洪湖星，那就是对我们的侮辱。叶简熙抿唇，话说的也没错，2个种族之间不共戴天，从族长到平民都互不相容，但是骂别的黑狼可，他的不行。叶简熙一脚踩在他肩膀上，知道错了吗？那人就是不说话，精神力一步一步扩大，很快已经到了承受的顶点。后面的兽人疼痛难忍，又动弹不了，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受。我错了，我不该当着你的面骂他。叶简熙仔细想了一下，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脚收回来。12个小时后，精神力自动消失，这是你又说错话的惩罚。我错了，我真错了，我再也不骂人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叶简熙已经走远了，离开闹市区。叶简熙揉了揉2个仔仔的脑袋，看兽人世界多好玩，以后好好修炼，也可以这么玩。2个仔仔似懂非懂。叶简熙先跑去了洪湖族的城堡，问族长要了一些钱，作为之前帮忙的报答。洪湖族族长送来了一些，叶简熙在空间里塞了一部分，临走之前问了一句：“他还没回来吗？”族长恍然大悟，他儿子是去找叶简熙的，现在叶简熙在这里了，他呢？死了吧？叶简熙说。他想到洪墨轩，又拿了剩下的钱都放进了空间，告别了族长。他准备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前面出现一个兽人，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西西小姐吗？这人上了年龄，头发花白，脸上挤满了皱纹，他拿着一根金黄的拐棍，拐弯处缀着一个丑陋的小狐狸。小狐狸是一个手工产品，是用金色的线一点一点缠绕形成的。很久之前就听说了你的名字，今天中午见到了。他笑起来，嘴角咧到耳朵下面，眼睛眯起来，让人看不清情绪。他在洪湖星上还没来得及闹出什么大事，如果说黑狼族的这么说，还有一点可信度。我是洪湖一族的普通贵族，不值得你知道我的名字。他微微弯腰，向着叶简熙行礼。叶简熙点点头，转身离开了。回到大街上，卖糕点的人还在，他松了一口气，补上了钱。老板挠了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这点东西还让你再来一趟。被他的精神力压制的人已经不见了。叶简熙问了一句：“他们呢？”老板说：“刚才自己爬起来了，不知道往哪去了。”叶简熙点点头，能解开他的禁锢，精神力也不会低。不过惩罚又买了一点，准备回到黑狼基地，给狼一尝一尝。黑狼族除了营养剂就是营养剂，2个小崽崽就不吃了，他们已经吃过了。叶简熙摸了摸2个崽崽的头，摸了个空，整个人愣在原地。他打开斜挎包，整个反过来，还是没有。坏了，什么时候丢的？叶简熙不记得了。如果他带着2个小狼崽去洪湖族的时候，他们也会问，所以在那之前就丢了。叶简熙抿唇，他自从出来后没有爬过墙，也没有从高处坠落，从始至终老老实实的走到闹市区，所以崽崽丢了不是他的问题。叶简熙抬头看到了旁边的2个摄像，他找到了街道尽头的负责人。我要看监控，我下班了，明天。负责人说。叶简熙一拳打在桌子上，大理石桌子碎成2半。我要现在看。负责人椅子往后倒，脑袋撞在地上。你看你看。叶简熙绕过来，他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只能加速往后看，就是他把桌子打坏了。负责人带了另外一个人走过来，那人上下看看他，开出了一个罚单，走之前把钱交了。叶简熙不理会，只看着那时候的画面，2个小崽子从他的袋子里爬出来，朝着另一个方向去。他切换另外一个监控，那个被他用精神力压在地上打人，正躺着。2个崽崽爬过去，一口咬在他手腕。2个崽崽用力撕咬，小狼崽的力气并不大，只流了一点血。过了一会，那个人的精神力解开了，拿着2个狼崽离开。叶简熙冷笑一声，他是谁？我不管他是谁，先赔钱。负责人把单子放在他面前，叶简熙看也不看一眼，把单子扔到负责人身上，抓着他的衣服按在椅子上，脑袋正对着那个人。他是谁？负责人挣扎着看到了面前的人，瞳孔骤缩，明显是认识。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是谁？叶简熙问。负责人就是不说，甚至用上了精神力。叶简熙皱起眉头，精神力味道很臭，他用更大的精神力将对方的压制下去，将负责人死死地压在椅子上。石头的椅子支撑不住精神力的压力，碎裂开来，声音吵到了里面的负责人上级。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还敢在这里闹事？叶简熙又把他拉过来，按着。他是谁？那人化成兽形，爪子直接朝着叶简熙的喉咙，随后他整个人悬浮在空中，
周围的气体慢慢压缩，他快要呼吸不了，掐着脖子张大嘴巴，脸色逐渐青紫色。他是谁？叶简熙又问。那个人张大嘴巴，还是不说。叶简熙把目光放在一开始的负责人身上，他双手抱头，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他一定认识。负责人指着上级，这时候上级已经开始翻白眼了，狐狸的嘴巴张得很大，比他的脑袋还要大。他指了指嘴巴，叶简熙放开他，这是伯爵府的小儿子红宇。上级趴在地上大口喘气，叶简熙转身离开，房间里只剩下2个红狐族。上级转身盯着负责人，你居然敢供出我，我看你是不想在这里混了。我只是实话实说啊，再说了也没有对您产生影响。上级还想说什么，叶简熙又回来了。公爵府在哪？叶简熙说。上级弯着腰，脸上笑出一朵花，从这边走，到了尽头可以让他给你带路。叶简熙点点头。公爵府很近。负责人指了指大门，转身跑了。叶简熙没有再管他，这是一整个的房间，除了窗户和大门，没有其他入口。他爬在窗户上，里面的守门人脸色一红，美丽的磁性，请问你要找谁？红宇是这里的人吗？是的，我去通知一下。守门人偷偷看他，脸色又红了。不用，叶简熙说。你不找他了吗？守门人取消向上级的汇报。不，叶简熙笑了一下，退后一步，我要闯进去。守门人，你冷静啊，这里是公爵府，被抓到的话是要进监狱的。守门人慢慢劝道。叶简熙拖着下巴，听进去了，只要不被抓到就可以了，对吧？他抬起脚踹到大门上，大门上方掉了一些碎石，守门人实在无法阻止，按下警报。城堡里出现许多兽人，一个个排列整齐，围绕着叶简熙。领头的人站出来，一个雌性，你来这里做什么？快回去，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叶简熙没有理会他，直接冲过去，矫健的身姿穿梭在兽人中间。红狐雄性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膝盖一软，单膝跪在地上。领头人满头大汗，他根本没有看清这个雌性是怎么过去。他举起手中的武器，对准了眼前的雌性，而武器怎么都发射不出去，就算是精神力也只能控制兽人。他是怎么做到控制武器的？这时候叶简熙又踹了一脚大门，随着几块碎石掉落，大门轰然倒塌。叶简熙化成一道影子，只冲着最里面的房间。别咬，再咬我宰了你！哎呦，你给我松开，再不放开小心我把你扔出去！你给我住嘴！流血了，流血了，我流血了！叶简熙一脚踹开大门，地板上红宇躺在上面，衣服上面有几个被咬出来的洞，腰带不知道跑哪去了。衣服下面一个活物正在他袖子里，看样子咬得很开心，头发乱成了鸡窝头，里面也藏着一只狼崽子。听到叶简熙的声音，抬起头，摇着尾巴跑过来，后脚还踹了红宇一下，眼巴巴的求表扬。叶简熙闭上眼睛，把2个崽崽抓起来。你们是为了报仇？2个崽崽没有点头。叶简熙又想了想当时的场景，他已经让红宇得到了教训，那就是他说的那句精神力高的兽人可以玩他。崽崽疯狂摇尾巴，叶简熙捂着他们的眼睛放在包包里，这次小心翼翼的锁上，目光放在红宇身上，后者哆哆嗦嗦想要藏起来。不是我的错，是你先弄丢了，我才带回来。他身体轻轻颤抖，头发和衣服像是从角落里捡回来的乞丐。叶简熙冷笑，你觉得我会信？红宇也不装了，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就是为了报仇，你凭什么在街道上那么对我？我堂堂一个公爵府的未来公爵，竟然被你这么羞辱，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叶简熙抬起手，他快速躲避，却没有任何异常。紧接着一根绳子绑着他的手，高高的吊在房顶。外面的兽人也冲了过来，整个公爵府的护卫都在这里了。他们不敢相信，竟然会有兽人这么堂而皇之闯进来，当着护卫的面把小公爵吊起来。你到底是谁？红宇大声喊。叶简熙歪头，你来找我麻烦钱，不去调查一下吗？一股力道推了一下，红宇像是在荡秋千，胳膊拉得生疼。给我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兽人们一拥而上，叶简熙就像是一个滑溜溜的小鱼，穿梭在兽人之间，攻击总是会落后他一步。过了一会，他站在原地，精神力准确打在半空中的红宇身上。他大叫起来，小公爵，这个雌性可能不是普通人，具象化的精神力，目前只有少主能做到，他居然也可以。以我们的能力，可能抓不到他。护卫的领头说，抓住他，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抓住他。叶简熙一边躲避攻击，一边防止有兽人去救红宇。他灵活地从每一个兽人中间传过去，但对方偏偏抓不到他。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露出一副可惜的样子。叶简熙很喜欢他们这个表情。一道道攻击落下，城堡中间的支柱突然出现裂缝。红宇一愣，别打了！叶简熙落在了裂缝上，刚好挡着他们的视线。最后一道攻击下来，叶简熙跳出去，城堡轰然倒塌。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跑着离开了。今天他很开心。叶简熙很快回到黑狼基地门口，一黑一红2道身影纠缠在一起，还打得不分你我。叶简熙找了个观赏性极佳的位置，把崽崽也放在旁边。2个兽人打累了，可能是中途休息。狼一跑过来，玩得开心吗？叶简熙点点头，又觉得不够体现他的高兴，又补充，很开心。玩了什么？这么开心？狼一又问。叶简熙思考了一会，和崽崽们捉迷藏。2个崽崽蜷缩在角落，不敢说话。这时候洪墨轩也过来了，他换了一身衣服，头发一丝不苟，脸上一道红痕，带着微笑，朝着叶简熙微微弯腰。西西小姐，请问您晚上是否有时间，让我邀请您进行一次烛光晚宴？什么烛光晚宴？他居然用那么落后的照明工具，他都不舍得用灯光，根本不把你放在心上。狼一十分生气，叶简熙抿唇，把他往后拉了拉。不管有没有这句话，他的结果都一样。上一次的烛光晚宴，
是他不愿意想起来的记忆。算了，叶简熙说，那今晚湖边有灯光秀场，月光也非常漂亮，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有那个荣幸陪你去吗？洪墨轩说，我也可以。狼一抢着说，他的根本就不好看，我可以举办一场黑狼的比武，你可以看个够。叶简熙闭上眼睛，把2个崽崽塞进狼一怀里，今天照顾他们2个太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是我的错，我忘记了。狼一懊悔不已，当初他带着2个崽崽的时候也是累得不行，每天给他们找适合的食物，还要时刻关注他们的状态，缺水了需要补水，他当然知道照顾崽崽有多累。狼一抱着2个崽崽，回过头来对着洪墨轩冷冷一笑，2个崽崽已经睡着了，看来今天玩的真的很累，送走了。洪墨轩，狼一把2个崽崽扔到了狼蜂房间，他房间里的叶简熙已经睡着了，轻轻地调整了一下温度，狼一弯下腰，在他额头上亲吻一下，做个好梦。另一边，洪墨轩把早上带来的食物放在守门人那，也准备结束一天的安排，但是明天他依然会来的。他登上飞行器，闭上眼睛休息一会，朝着城堡飞过去。路上，他看到了一条街道上，很多人围绕着管理处，不知道又有谁在闹事了。他继续往前走，公爵府变成了一片废墟。洪墨轩皱着眉头，黑狼正在和他打架，应该没有时间偷袭一个公爵，也没有必要。很快到了目的地，洪墨轩打开了个人终端，上面弹出2个通缉消息：报，今日一雌性殴打管理人员，目无王法，无理至极，现通报，见者可提供相关信息。下面放了一张雌性的照片。报，今日一雌性闯入公爵府，殴打小公爵，毁坏公爵府，现通报。也放上了一张照片，而上面的人异常的眼熟。洪墨轩甚至怀疑自己没睡醒，一天过去，怎么就会发布了2个关于叶简熙的通知？他先立刻联系了2个发布的，准备让他们撤销。忽然想到，叶简熙不可能看不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他想要的。正如他所想，叶简熙再次来到闹市，有人突然问他：“你是不是那个雌性？”叶简熙高高抬起头：“是，真厉害啊！从公爵府跑出来，你怎么做到的？”他们很菜。叶简熙说。另外一个兽人走过来，听说公爵府的兽人精神力很高，有人在外面帮助你吗？就算有人帮忙也很厉害。叶简熙眉头皱起来，我一个人，一个兽人，不可能吧？你一个雌性怎么可能跑出来？叶简熙也找了当时公爵府的通报，出示给他们看，重点标注一个雌性。几个兽人还是不愿意相信，一个雌性，如果说打败一个雄性，那还有一点可能，但是公爵府不可能。对，你说的对，我们相信了。兽人憨厚的笑着，抓了抓头发。叶简熙更加生气，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叶简熙转身看到了一个台子，那是一个废旧的比武台，我们来比试，不管多少人，只要能赢过我就认输，如果我赢了，你们以后见到我要喊我祖宗。兽人们笑着，好啊。一个路边的商贩拿了一块红色的糖果，这是我新研究出来的，你先尝尝，一会再比。叶简熙抿唇，根本没有人相信他，奋力拿下糖果。叶简熙用力咬下去，硬硬的果糖里面是水果的汁水，非常好吃，他眼睛都亮起来。好吃吧？再来一个。商贩老板说。叶简熙拿着一块站到台上，下面的兽人没有上来挑战的，你能从公爵府跑出来，就证明还是有实力的。我们上去不是找打吗？一个雄性兽人说。我来吧。小商贩收拾好了糖果，擦了擦手心的糖，一跃而上。叶简熙低着头，我不想欺负你。商贩笑了笑，这算什么欺负？他顺手挑了一个顺手的木棍当工具。怎么比试？你先出手还是我先？叶简熙不想和他打，他只是想证明一下他的能力，只用了一点的精神力，打算直接把商贩送到台下。精神力到了他周围，却逐渐消散。叶简熙一愣，又试了一下。小商贩是一个中年的雄性，在雄性中有点矮，和他一样高，身高和体重1比1，脸色红润，笑起来像是一个弥勒佛。那我们开始了。小商贩同样开始释放精神力，叶简熙连忙抵挡，2股精神力相互抵触，瞬间产生很大的能量。周围的兽人被冲击的往后。这2个兽人到底是什么来？一个没听说过的雌性，一个经常见到的糖果商。这样的精神力放在整个红湖星都绰绰有余。街道上一些护卫出现，把观看的安全范围拉开，避免这群只知道看热闹的兽人受伤。双方势均力敌，商贩的力气大，叶简熙更加灵活，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分出胜负。2人站在两边，叶简熙的精神力快速凝聚，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已经变成了无数的剑士。他终于想起来了在空间里存放的各种长了灰的技能。从到了兽人世界，他基本没有遇到比他更厉害的兽人，所以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以后要重视起来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谁会想到一个卖糖果的商人，精神力能和红湖星的少主有一拼？商贩抬起头，眼神看着精神力凝结成的攻击，他看不到这些东西，只是凭借感觉，精神力同时发起攻击。他变成了兽形，在台子上穿梭。圆形的台子太小，根本放不开手脚，2人还要控制着不能伤害到下面的兽人。一红一白2道身影在台上穿梭，下面的人甚至找了一把椅子，把晚餐也拿了过来，就算是在大街上吃饭，也能吃出贵族的味道。很久没见过这么精彩的对决了，这个小雌性到底是从哪来的？这下要在红湖星出名了。你问雌性，不如问问这个商贩，我买了他那么多年的糖果，都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厉害。上周他的糖果还被人偷了，他故意放跑小偷的吧？我看还是这个雌性更厉害。猫族攻击力本来就弱，在天性的压制下还能势均力敌，就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我能有他一半的精神力就好了。你想什么呢？他的精神力至少3级，1/3还差不多。
大多数的兽人精神力是没有办法测量，根本达不到1级。公爵府到底是怎么惹到他？我听说了，你们别和其他人说。听说公爵府把他的崽带走了。众人拍案而起，什么？竟然偷幼崽，简直是太过分了！只拆了他的房子，这个雌性就是漂亮又善良。如果是我能带着人把他的城堡踏平。善良的叶简熙，他打了半天，精神力损耗很大，对面的人只可能比他更多。如果能让就这样拖下去，他一定会赢。但是他等不及了。叶简熙后退一步，眼睛眯起来，警惕着周围，精神力外放，又凝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攻击力道。就算他能凭借感觉，隐隐约约知道哪里有攻击，但是也无法准确预知。他以为叶简熙剩下的精神力和他一样，这道攻击不会太厉害。然而是他计算错了，商贩跌落高台，叶简熙也紧跟着跳下来。你这个雌性真厉害，他说。你也是。叶简熙没有寒暄，说的是实话。商贩挠了挠头，不一样，你是刚刚成年的雌性，还是意外沦落红湖星？那你呢？叶简熙问。红湖星上许多历史悠久的家族，很早之前隐姓埋名，他们虽然不想参与世事，但是对于下一代的培养从来不会松懈。西西小姐，不要信他的话。洪墨轩来了，他将一束粉色的玫瑰花放在叶简熙怀里。这位是公爵，也就是你昨天拆家的那位公爵大人。叶简熙一愣，红玉的父亲，我那个儿子给你添麻烦了。洪公爵弯腰致歉。叶简熙点点头，回去管好他。旁边的人并没有听到他们说的话。一开始的几个兽人走了过来，顺便拿了一份晚餐。小祖宗，你真厉害，以后你让我往哪我就去哪。叶简熙高高抬起头，接过一份晚餐。少主，他这么厉害，你要给他封一个公爵吗？对啊，这样的人早点就在红湖星，早一点放心，万一让黑狼带走了，多吃亏啊。洪墨轩也想，爵位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叶简熙恐怕不会被一个小小的爵位困住。他就像是一只自由的猫猫，天地之大，任由他到处走。趁着黑狼星还没发现，先打下好感度。叶简熙抬起头，看着天空。那天终究是没有多少人看到他带着2个黑狼崽，下一次还要再带一次。红湖星上的通知已经变成了他的个人介绍。洪墨轩甚至又追加了一条：红湖族少主的追求雌性。叶简熙找了个角落，打开了那一份饭，有点难吃，红湖族的食物不适合你。洪墨轩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洪墨轩说。叶简熙不动，前些日子是我的错，希望你能原谅我。你骗我。叶简熙说。这是这段时间里叶简熙第一次和他说话。洪墨轩激动得无以言表，没有下次了，以后我一定改。洪墨轩保证。可以原谅我吗？他又小心翼翼地说。西西小姐，看你表现。叶简熙说。洪墨轩微笑着打开飞行器门。这一次飞行的时间很久，久到叶简熙都要睡着了。飞行器直接停在了一栋楼的顶部。黑夜里，夜空闪耀，星星布满整个夜空，路面根本不需要灯光也能看到。这里的星球分布密集，甚至能看得到上面的巨大建筑物。卫星从头顶飞过去，反射出一道白光。叶简熙目测一下高度，确认跳不上去。房顶上有山有水，从盆景顶端流下来，一层一层落在最下面。池中有几条小鱼，灯光在水流中闪烁着七彩的光芒。叶简熙蹲在池边，眼神盯着一条鱿鱼，一动不动。这是我精心准备的晚餐，西西小姐要不要尝一尝？洪墨轩说。不知道你喜欢摆放成什么花纹的，所以我每个都准备了一个，如果都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亲自设计。旁边扑通一阵水声，叶简熙抓着一条鱼高高举起来，他除了胳膊上有几滴水，其余一干二净。你想吃鱼吗？我可以让他们去做。吃这个。叶简熙嘴角带着笑意，有些骄傲，这可是他来了之后抓到的第一条鱼。这个好。洪墨轩双手结果，他穿着黑色的袍子，右边胸口带着一个胸针，头发整整齐齐。这时候鱼突然跳了一下，尾巴重重地打在他脸上。洪墨轩带着微笑，没关系，稍等一下，很快就能做好。叶简熙点点头，又看着剩下的几条鱼。红狐族有一个习惯很好，他们保留着原始的烹饪习惯，一个注重精神和身体双重享受的种族。天空中一道流星划过，洪墨轩喝了一杯水。叶简熙站起来，指着天空，流星上面会有兽人吗？会。洪墨轩说。叶简熙两眼放光，他也想上去驾驶流星，穿梭在宇宙中。鱼很快做好了，盘子放在两人中间，服务员弯腰，单手拿起盖子退下了。一条鱼分成了两半，然后摆放成了心形。烹饪好了之后，中间放了一朵玫瑰花，角落里放着绿色的树叶。这个鱼比我的胖。叶简熙皱眉，煮过溪水会变胖。洪墨轩说着，站起来弯腰，将最好吃的一块放在他面前。烹饪过程中已经把刺打碎了。叶简熙尝了一口，很好吃。他又看向剩下的几条活鱼，洪墨轩又给他加了一块。餐厅的鱼禁止外带，只能在这里吃。叶简熙点点头，没关系，他以后还来。鱼味道很香，是他很喜欢的味道，以前做人的时候从来没有尝过的。对面洪墨轩在他的盘子空了之后，会立刻过来帮忙加新的。一整条鱼，大多数都进了他的肚子。这时候天空突然炸裂了一朵烟花，叶简熙一愣，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洪墨轩的手放在他肩膀上，放心，这次不会了。烟花是特别设计的造型，可以看得出来是用了新的，每一朵烟花都是不一样的，它们在天空中转瞬即逝。叶简熙抬起头，这次烟花是一个白色的小猫形状。他笑了一下，他是怎么敢认为洪墨轩真的会有进步？接下来是一个红狐的形状，雪山猫雌性，整个红湖星只有他一个。红狐烟花右边还附带了洪墨轩的名字，谁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红狐族少主在追求一个雪山猫雌性的事情，
整个洪湖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叶简熙也习惯了，竟然还觉得这个烟花放的还挺浪漫。房顶有一个单向玻璃房，洪墨轩打开房门，邀请他进去。你想留下？叶简熙问。可以吗？洪墨轩单膝跪地，拿出一枚戒指，高高奉上。戒指圈是红色的狐狸，尾巴长长绕了一个圈，上面是白色的猫猫。红狐狸围绕着白色的猫猫，把它全部包起来。叶简熙伸出手，红色的圈圈套上去。叶简熙转身进了房间，下一刻戒指就摘下来，放进空间里。你怎么不戴着？洪墨轩问。戒指、项链、手链、玉佩、挂带，叶简熙一一盘点，这些东西戴上，走一步都会掉下去几个，和别人打架都不方便，所以他只戴了一个项链。洪墨轩向前弯腰，双手放在他后背，像是在拥抱他一样，解开项链，房间光线明亮，却生出了一种朦胧的氛围。一只手抚着他后背，轻轻地放在床上。西西，我一定比他更好。叶简熙躺在柔软的床上，才发现房顶居然也是单向透光的，明亮的星星点亮夜空，清晰地看到星球周围的星云，各种颜色交汇在一起，又在房顶的夜空灯下组成一个完美的画面。叶简熙翻了个身，将洪墨轩按下去，让他看看这样完美的夜空，也希望他的审美能够保持平稳，而不是时而巅峰，时而谷底。这个谷底不是他个人的谷底，是全兽人的谷底。西西，明天向洪湖星宣告，我是你的雄性，可以吗？洪墨轩问。一滴汗水落在他脸上，洪墨轩没有听到回答。灯光打在叶简熙脸上，明暗交界。洪墨轩一向进退有度，和别人交流的过程中保持合适的距离，这是他作为贵族少主的必修课。但是今天，什么贵族礼仪，什么社交距离，要时刻保持风度，都可以抛下。西西，可以吗？每一个雌性都可以有很多雄性，连狼裔都能当上你的雄性，我为什么不行？他又问。叶简熙的手心捂着他的嘴巴，手掌比不过他的脸大，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洪墨轩瞬间什么都不想问。叶简熙或许就是喜欢他进退有度的样子，如果这一点都没有了，那他该用什么留在他身边？但是狼裔也是什么都没，一只野蛮的原始黑狼，他有什么好的？如果他不能留在叶简熙身边，那他就要找红狼、白狼、七彩狼送给叶简熙。就在他嫉妒的要爆炸的时候，叶简熙说狼裔也不是。洪墨轩突然笑了一下，那可真是太好了。黑狼族，他们是刚刚形成新的规模的种族，像是一群未开化的野人，吃饭都不知道用桌子。他们说的兽界新秀，不过是看狼裔能打，勉勉强强给黑狼的一个面子，实际上空有虚名。洪墨轩说。叶简熙的手掌放在他脖子上，也不能阻止他疯狂说坏话。或许狐狸的本性就是这样。他微微俯下身，你确定要在这时候说狼裔？洪墨轩恍然大悟，果然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叶简熙的精神力很强，但是体力是他的弱点，各种意义上的。洪墨轩作为一名优秀的贵族，他提前准备好了所有事情，各种意义上的，他甚至连孙子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叶墨轩。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转换成温柔的兽人，这样的冲击力对于一个新手雄性来说，还是有些太过激了。叶简熙就像是一个完美的棉花糖，柔软、洁白、清香、甜美，这是他人生中难得的时光，往前没有，往后也不一定会有了。叶简熙就像是一个抓不住的蒲公英，到处漂泊，也能随时随地扎根生长。他生于天地之间，从来不会被任何事束缚。一双柔弱无骨的手落在他身上，用力抓出了几道痕迹，痒痒的，让他忍不住浑身打颤。他用力翻了个身，两人方向调转。你是真的不怕死？他的身影遮住了天空，黑暗中，叶简熙看不到他的眼睛，他好像窥探到了一点贵族的皮囊下洪墨轩的内里，不管外表装的多斯文败类，也掩盖不住他的侵略性。你可以试试。叶简熙嘴角上扬，他怎么可能会认输？不就是一只小狐狸，再怎么样也不会比黑狼更过分。他可以轻松掌控。天亮了，阳光从左边升起，光线照射在房顶，通过浓厚的雾气折射出无数道彩虹。光线是人为造出来的，雾气也是特意营造的，但是两个科技感十足的物质加在一起，有一种属于大自然的独特美。叶简熙打了个哈欠，确实是早上。第3天的早上，房间已经收拾干净了，门从外面打开，狼裔穿着一丝不苟的衣服，整整齐齐，带着一束花走过来。早餐已经放在旁边了，他将花送到叶简熙身边，打开早餐的盖子。不好意思，是第一次这么久吧？他夹了一口早餐，递到叶简熙嘴边，确实是很虽然中间迷迷糊糊间吃过东西，但是消耗更大。叶简熙一口吞下，你没有经历过这么久的，身体难免不适，我一会去找医生开点药。洪墨轩笑着，叶简熙哪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还在明里暗里和狼裔较劲。他高高抬起头，就算真的不舒服，也不会让洪墨轩知道。这算什么？不用吃药，是吗？洪墨轩笑着，不知道在想什么。早餐很快吃完了，叶简熙躺下接着睡觉。朦胧间，他听到有人进了房间，看到了洪墨轩和一个穿着白大褂衣服的人。又睡着了，确实是有崽了。可是我们昨天是第一次，那就说明雌性的身体很好。我们星球没有测试的机器，如果去了其他星球，可以测试一下，结果一定会出人意料。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两个很合拍，是我们两个太有缘分了，才会一次就有崽？医生沉默了一会，严格来讲，没有这种可能。叶简熙睡了很久，以至于睁开眼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第几天了。洪墨轩坐在床边，惊讶地问：还好吗？叶简熙眯着眼，有什么不好的？那就行。洪墨轩说。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叶简熙起床后，坐在外面的椅子上，不小心看到了外面的大屏幕，屏幕上一半是他的照片，另一半是洪墨轩的照片。随后
一个闪亮的粉红色星星把两人圈起来，周围点缀着粉红泡泡。叶简熙抿唇，转向另外一边，是一个虚空投影，是洪墨轩低下头，亲手为他穿鞋的动态。他直接搬着椅子换到了另一侧，这次不是照片，也不是投影，是一个巨大的几十米高的雕塑，金黄色的雕塑。好在只有他一个人的雕塑，坏在也只有他一个人。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播放屏，热烈庆祝叶简熙成功孕育洪湖族幼崽。小少主将于1个月后举办少主晋升仪式。叶简熙看了很久，小少主是他揣的崽崽，小少主要变成少主，那洪墨轩是要变成洪湖族族长，还是要被踢出去了？从这里到黑狼基地需要10分钟，这10分钟里可能会遇到数百人。叶简熙想在洪湖星打出名声，但不是以这种方式。他记得狼毅前段时间说要离开洪湖星，眼下这种情况，离开这个星球是最好生存方式。所以当洪墨轩亲手打扫房间结束之后，只收到了叶简熙的一封信：走了，别追，追不到。定已获取优良基因，积分加300，当前积分650。街道上，叶简熙要在临走之前购买洪湖星的食物。到了黑狼星，就只剩下营养剂了。你就是那个雌性吗？把公爵府轰了的雌性。叶简熙骄傲抬头，是我。听说你有我们洪湖族的崽崽了，今天早上的通知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叶简熙抿唇，不知道是什么通知，但是听着就不像是好东西。所有人都知道了。叶简熙问，那是当然，今天洪湖星所有的地方，只要能播放的，全部放的你。对啊，在洪湖星上，有人不知道族长是谁，但是一定知道叶简熙是谁。叶简熙快速走过去，他低着头，只想快一点回到基地。街道上热热闹闹，兽人们成群结拜，有些坐在路边。听说少主正在追求一个雌性，好像是我家门口挂的那个雌性。昨天晚上我看到了那个雌性的通知，这可是我们多少年来头一份，比我找到雌性还激动。所以我二话不说，控制了10里8巷的个人终端，在他们的主页放上那个雌性的照片，10天之后自动撤销。叶简熙脚步微顿，原来除了洪墨轩，还有一些人是主动参与进来。路过一个商店，上面的播放屏幕也换成了他的名字，里面还有服务人员举着他的牌子。叶简熙本来还想进去买点东西，见状直接跑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星球？叶简熙到了现在才终于有点了解，原来热情过了火也会让人情难自禁。黑狼基地，叶简熙把2个小崽子塞进背包里。什么时候离开？你和崽崽一起跟我走吗？狼毅飞来横袭，完全没有想到他做的最好的准备是叶简熙偶尔回来看看他。对，叶简熙收拾好了东西，关上房门，不管谁来找他，他都不会出去。那我们马上就走。狼毅说，如今他们在洪湖星上没什么事情。飞行器缓缓升起，叶简熙趴在窗户上，依稀能看到中央大街上他的雕塑，这是唯一一个他希望和洪墨轩一起出现的东西，如今却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几十万年过去后，兽人们看着这个雕像会有什么想法？会不会把雕像修复好，然后放在博物馆里让人们观赏？叶简熙盯着雕塑，下定决心，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要亲手毁了。飞行器慢慢升到高空，洪湖星只有一张桌子那么大，依旧可以看到雕塑。叶简熙闭上眼睛，索性装作看不到。旁边2个崽崽蹲着啃着面前的营养剂，叶简熙心疼坏了，把营养剂换成了果子，等你们吃完，我让人从洪湖星再运来一些。2个崽崽僵在原地，没关系，托运虽然很麻烦，但只要你们喜欢吃，那就不麻烦。叶简熙说。2个崽崽慢慢往前，一口咬下半个果子，吃了半天还是半个。狼毅走了过来，掰开崽崽的嘴，嚼了半天还完完整整，一个牙印都没有。把果子拿出来，对于他们来说，营养剂只是难吃一点，却是最有效的。孩子不能太娇气，果子就留给你吃吧。2个崽崽猛烈点头，捡起营养剂，开始大快朵颐。叶简熙还在犹豫，这时候飞行器突然震动一下，你们先玩一会儿，我去看看。狼毅去了控制室，穿梭在星球的飞行器和星球上的飞行器不同，这个飞行器有专用的生活区和工作，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基地。警报，预测崽崽会发生危险，已启动最强保护程序，已发送求救信号。叶简熙扭头看向窗外，在飞行器的周围整整一圈都是陌生的飞行器，这些飞行器没有标识，没有归属，他们是宇宙中的海盗。系统，你会保护崽崽，我会保护宿主和崽崽。2个崽崽吃不下营养剂，像是感受到了外面的情况，死咬着叶简熙的衣角往旁边拉扯，弯腰抱着2个崽崽。叶简熙走向控制室，雷达上显示，除了他们自己的10几艘飞行器外，其余的全部是敌人。我们离开洪湖星没有任何计划，他们不应该会知道，可能就是普通的海盗。狼峰说，不是。叶简熙说，这样庞大的阵型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他们等的就是我们。狼毅说，他操控着飞行器停下来，不断给对方发送信号，没有任何回应，不回应没有商谈的余地，全力打出一个通道，把他们送出去。狼毅说，这个他们不言而喻，是叶简熙和2个崽崽们。叶简熙抬起头，做好你的事，不用管我们。狼毅停着不动，过了一会转过身来盯着他，先送你离开。在系统的保护下，叶简熙相信他不会出事。你还记控制系统是怎么修好的吗？我会活着的。狼毅笑了一下，将他抱在怀里。我知道你有你的办法，你很厉害，能做到很多兽人做不到的。但这不是游戏，错了不能重来，这是一场豪赌。如果赌赢了，你会落到他们手里，你会活下来。但很多时候，活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自由、随心所欲的活着，才是真的活着。所有的黑狼飞行器朝着一个方向进攻，敌人就像是一个不透风的罩，他们也要从里面打出一个洞。
只要把叶简熙和2个仔仔送出去，黑狼族的希望就在，他们早晚有一天会重回兽人世界，希望不灭，战意永存。族长，他们的防御系统很坚固，根本攻不破。狼羿看了一眼叶简熙，转身朝外走。你去哪？叶简熙说，我出去看看。狼羿说，你今天出去就不要再回来了。叶简熙说。狼羿脚步停顿，然后继续往外走。忽然一道光芒照射进来，在海盗的外围又出现了飞行器，那是红湖星的救援。敌方所有的防御性设施都在前方，从后方却很容易进攻，打出一个通道很简单。然而红狐族打开的通道，在他们进来的同时会立刻关闭，又会形成一个新的圈层。红狐族的飞行器在外围飞行，躲过每一道攻击。你到底惹到谁了？洪墨轩的声音传来，是他发送过来的讯息。狼羿拿起发送器，他在红湖星周围布设埋伏。你怎么确定他打的是我，而不是你们？别吵了。叶简熙说。2个兽人同时停下，他们的目的是你们2个种族。叶简熙说。黑狼的能源中心出现问题，不是红狐族做的，我就说和我们没有关系。你非不信？洪墨轩那边的声音有些颤抖，一边承受着攻击，一边分心来交谈，刻意挑起2个种族之间的矛盾，不想让你们合作，从而逐个击破。叶简熙说。如果是狼羿或者洪墨轩，大概也能猜得出来，只是他能在2个种族之间活动，看到的东西更多，也可能是他被蛇咬过，所以特意关注了那条黑色的蛇，确定了对方的目的，他们才能更好的迎击。双方只盯着一个地方，势必要在中间打一个通道。对方来势汹汹，能量动力十分充足，半天的时间过去，没有半点影响。相对于红狐，黑狼承受的压力更多，向外突击的过程就相当于把后背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叶简熙坐在台前，在科技化的战争面前，飞行器的水平确定了战争的胜负，除此之外的任何因素都可以当作次要原因。敌方的飞行器每一道攻击都能让他们损失一个飞行器，而他们却需要3次以上。叶简熙按了一个选项，出现了后台的数据，飞行器的结构不足以支撑高强度的攻击，在损耗和攻击力之间会有一个平衡点。如果我们的攻击更大，怎么会这样被他压制？狼风一拳打在地上，我可以加强攻击力，你能快速结束战争吗？叶简熙说。狼羿眼睛亮起来，可以。后台的数据混乱复杂，叶简熙准确地找到了攻击系统的设定，如果只是更改前端系统，后面会无法支撑。叶简熙按下确认，飞行器抖动了一下，本身的材质无法支撑巨大的能量，在这股压力下很快就会解体。旁边的研究人员想说话又不敢说，他知道和叶简熙的差距很大，但是这样的后果他也清楚。随着飞行器内的温度越来越高，他开口，你这样做会让飞行器过载，导致爆炸的，请你停下来。叶简熙抬眼看了看他，这个研究人员是之前让他进入研究院的那个，手指不停地敲击屏幕，额头上慢慢出现一层热汗。飞行器上所有兽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下，一旦失误，所有兽人给他陪葬。说压力小，那是不可能的。叶简熙伸出一口气，把手心的汗水洗掉，擦干净。我们的材质支撑不了高强度攻击，到时候飞行器解体，我们会全军覆没。收到叶简熙的眼神，他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没有声音了。2个人的水平差距过大，他生怕说错了什么，补充一句，我学到的就是这些。叶简熙单手在操作盘上点，飞行器温度越来越高，驱动系统的温度只能更高。警报灯一闪一闪，警报，飞行器温度过高，警报，飞行器温度过高。他最后输入一行，确认，警报，飞行器温度过高，警报，警报解除。同时，狼羿的攻击力也降下来。这片刻的时间已经为他们争取到了机会。研究人员张大嘴巴，说不出话，只有他才知道，你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更换频率，这算什么？叶简熙揉了揉酸疼的手指，你好厉害，这居然还没有到你的巅峰，你真是天生的研究人。叶简熙面无表情，这很简单，你真的是太棒了，如果加入研究所，一定能当所长。狼羿在抵抗攻击的时候也不忘听他们说话，整个黑狼星都是他，别说你一个研究所。脚下2个仔仔也不同意他的话，咬着研究人员的衣服用力撕扯。我错了，少主们，别咬我了，外面的攻击越来越厉害。叶简熙看着屏幕上的系数，再次开始更改系统。研究人员抱着2个仔仔又愣了，更改2次也就算了，还能第3次，同时也不免担心起来。更改系统需要集中注意力，很考验精神力，会不会伤到你？就这点东西，怎么可能难倒我？叶简熙再次运行，洪墨轩，你去上风。狼羿说。叶简熙等待着温度的变化，也听着2人的对话。他们现在分成了3队，我们先各自应对一个，如果另外一队参与了谁那，另外一个人要尽快结束，过来帮忙。洪墨轩说。黑狼和红狐的飞行器调转方向，猛烈加速，前方和后方的敌人紧缩包围，攻击的距离太近了，爆炸的残骸直接落在窗户上。叶简熙下意识后退，窗户外面2个飞行器撞击，同时弹出了安全舱。洪墨轩，我让你从上面攻击，你聋了吗？上方防御完备，我原谅粗鲁的兽人，希望你下次看清楚再命令我。敌方的飞行器很快被击打溃散，只剩下一个主要的飞行器，2个雄性穷追不舍，一定要把凶手消灭。飞行器内温度已经到达了临界值，叶简熙想尽一切办法降低。2道攻击同时击中飞行器，最后一道程序启动，飞行器温度开始下降，结束了。叶简熙说，我们赢了。狼羿抱着他在原地转圈，我说的是飞行器的寿命结束，连续的高温低温交叉，就算是神仙肢体做的飞行器也坚持不下去，赢了就好。狼羿抱着他几乎要跳起来，他们的飞行器不会爆炸，也失去了动机，里面的兽人要转移出去。洪墨轩的飞行器和他对接，
开启舱口，红狐狸盯着进来的兽人，第一个是狼翼，第二个是叶简熙。在叶简熙进来之后，立刻关闭舱门。这时候，外面的一个机械忽然颤抖，发出了一道火花，两人同时停下脚步。外面一个残骸发生了小爆炸，主飞行器已经碎了，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狼翼安慰他，叶简熙点点头。飞行器的内部主体金黄色，装饰着红色的线条。叶简熙闭上眼睛，大红色太刺眼了。睁开眼的时候，红色转变成了白色。西西小姐，好久不见。叶简熙想起了一些惨痛的回忆，她紧张起来，放眼望去，还好飞行器里面没有她的标语，只有一个叶简熙专属房间，得标志。西西小姐，这里有我专门准备的休息室，你可以先去睡一会儿。洪墨轩打开房门，里面是软绵绵的地毯，挂在空中的云朵，让人直接陷进去的床，准备好的果子，吃不完的食物，你喜欢吗？下次我也给你做。狼翼插嘴。洪墨轩微笑着，这是我特意挑选的材质，名叫普拉斯的爱，代表着我对西西小姐的心意。狼翼低着头，小声说，我也可以找到，这种材质是红湖星专攻，只有我们能生产，等我把红湖星打下来，给你做。狼翼小声说，两个种族目前的实力来看，黑狼做不到。狼翼抓着叶简熙的小手，信誓旦旦地保证，总有一天我会消灭整个红湖星，把上面所有的好东西送给你，未来不可期。总有一天是什么时间，只是说的好听，用来骗单纯的西西小姐吧。好了，叶简熙无奈地说，打断他们的争吵，你们还要处理残骸，应该会很忙。是的，西西小姐，你先去休息一下，我和黑狼族长单独商量要怎么处理。洪墨轩说，没错，快去休息，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劳累。狼翼也跟着说。叶简熙往房间里一步，两个雄性同时调整意识，他心里一紧张，提醒一句，外面情况复杂，万一有遗漏的敌人很危险，你们认真一点。我知道了，你放心吧。狼翼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洪墨轩说。叶简熙放心的回去，然后关门之前，不许打架。这一次两个兽人都没有再说话，不许打架，不打，绝对不打。狼翼站直了说，我听你的。叶简熙放心的关上门。从离开红湖星到现在，叶简熙都没有好好休息，这一觉让他睡了很久。睁开眼的时候，一道重重的声音砸在墙上，房间是隔声的，但是耐不住有两个雄性贴着墙打，直接传递进来。叶简熙打开一条门缝，一个黑狼脑袋撞过来。狼翼抬起头，看到他的一瞬间，眼睛水汪汪的，衣服破了几个洞，像是被人硬生生撕扯下来。对面红狐也乱糟糟的，完美复刻上一次打架之后的样子。你们两个如果没有事，可以围绕着飞行器跑步。叶简熙说，我们没有打架，只是交流打斗的技术。狼翼说完，他叶简熙不相信，又补充了一句，真的，西西，这次是我的错，但是是他先挑衅的。洪墨轩说。叶简熙坐在一边，静静的待着，他想通了，这两个兽人不能在一个空间，否则发生宇宙大战的导火索就是他们。拿出飞行器的图纸，叶简熙画了一条线，你们两个分别在两边，不许超过界限，否则我就不及他了。两个兽人猛烈点头，像刚才保证不打架一样。他叹了口气，打就打吧，无非就是闹腾了点。忽然飞行器震动了一下，两个雄性警惕起来，没有人攻击，为什么飞行器会出现异常？叶简熙问。洪墨轩检查了一遍所有的系统，并没有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扫描整个飞行器，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先离开这里。洪墨轩说。他开启舱门，却没有任何动静，舱门无法打开。尝试了无数次之后，洪墨轩放下手，飞行器被控制了。在这里，叶简熙指着旁边的小凸起，飞行器体积庞大，在这么大的地方出现一个纽扣一样的物品，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它里面发出的信号干扰了控制系统。叶简熙说，敌人的科技水平高出他们几个层次，能同归于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对方想让他能控制就能控制，但是如果不愿意，他无论怎么样都无法做到。什么意思？狼翼说，我们出不去了，飞行器被控制，所有人都要留在这。洪墨轩又说了一遍，你让我们进你的飞行器，结果是这样，你让他怎么办？狼翼抓着他的衣领，用力对在墙上。洪墨轩不说话。叶简熙突然说，不是他的原因，无论我们进入哪个飞行器内，都是一样的结果。难怪系统通知的危机一直没有排除，原来在这里。过来。狼翼忽然说，干什么？叶简熙没好气的回答，你去这里。狼翼打开了一个门，这是逃生舱，独立于飞行器的存在，在识别到危险的时候自动弹出，不需要人为操控。我不去。叶简熙说。后面。洪墨轩忽然抱着他，硬生生的塞了进去，放我下去，我不会出事的。叶简熙说。还好两个仔仔并不在这个飞行器上，跟着狼蜂在其他飞行器。你忘了我怎么和你说的了吗？狼翼单手扣在门上，将叶简熙推进去，然后锁上了透明的门。只有你安全了，我们才能放心的和他们打。狼翼又要关上一扇门。这时候洪墨轩笑了一下，西西，你还记得我和你说的陨石上会有兽人吗？叶简熙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狼翼用力拦下他，不让他再说下去。未来有一天，你记得抬起头看看星空，也许我会变成陨石，在你眼中变成最后一道光。洪墨轩说。叶简熙用力按下开关，舱门毫无反应。他们保证叶简熙的安全，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西西，再见。逃生舱飞速离开，飞行器越来越小，快要消失的时候，一道亮光出现，照亮了周围的空间，无数碎片向周围倾袭，最终悬浮在空中。系统能量太大，无法检测生命值，爆炸的冲击波迅速蔓延，逃生舱被推向另一个方向，自动寻找安全场所。叶简熙很快稳定下来，只要不是确定死亡，那就是有可能生存，机会渺小。
不是没有。逃生舱坠落一个星球，上下弹射，最后稳稳落地，舱门自动打开，叶简熙变成圆形跳出来，光线垂直照射下来，一个叶子搭在他头上，叶简熙拨到一边，叶子有1米长，他变成了人形，周围的草比他整个人还要高，树木高耸入云，逃生舱在草丛里，看不到影子。叶简熙拿了2个叶子又盖上去，以防被人发现。叶子的边缘很锋利，手指划出一道痕迹。叶简熙看了很久，又毫不在意按了按，旁边一阵他小心翼翼打开叶子，一个长着鸟的翅膀，双腿比身体长，浑身鳞片的东西出现了。他冲着叶简熙大叫一声，然后跑开。陌生的生物，陌生的星球，他环视四周，森林中没有兽人的痕迹。逃生舱进来的时候，也没有收到当地星球的信息。叮，识别到宿主身体不适，已自动调整周围空间成分，也就是说，这里根本不适合兽人生存，是一个没有开发过的星球。空间里还有给储存的食物，还能坚持几天。到了现在，叶简熙终于明白黑狼为什么喜欢吃营养剂了。少量高营养，坚持时间长，方便携带的东西，确实是最符合黑狼现在的情况。但是他一个也没有带。他抬起头，上面挂着一个红色的果子。叶简熙跳上去，拿起来擦了擦，咬了一口，一股酸涩的味道。叮，识别到果子有毒，已使用解毒丹，毒素消除。原来解毒丹是永久性的。叶简熙认为不是果子难吃，只是他没有找到好吃的那个。他爬到更高的地方，又吃了几个，一样的结果。终于承认这个果子就是很难吃。坐在树间，脚下绿油油的树木，不远处有一道草原和喝酒，还有凹低不平的灌木。嘶嘶嘶，一条黑色的蛇挂在树枝上，身长1米，鳞片虽然整齐，但是和那条蛇不一样，尾巴上有些受伤，不知道被谁咬了一口。不是那条蛇，但是他现在看到蛇会生气。叶简熙一脚踹出去，蛇从高空坠落，下面有不同高度的植物，虽然很高，也不会造成很重的伤势，只是会很疼。叶简熙下来，黑蛇在地上打滚，还想过来咬他一口，一脚踩在蛇7寸上。叶简熙冷哼一声，你以为你是谁，还敢和我作对？等我下次见到你，一定让你付出代价。他踢出去，把蛇踢到了很远的地方，蛇的身体砸在树上，落下来一动不动。叶简熙没有理会那条蛇，当务之急还是找点吃的，等待狼蜂来找他。河流距离这里不远，叶简熙走了一会就到了，鱼立刻游向另外的方向。叶简熙一只脚进入水中，又退出来，安安静静地坐在岸边。不一会，一条青色的鱼游过来，他伸手抓住了鱼尾巴，扔到岸边，闻了闻鱼，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叶简熙放进空间里，又按照刚才的方法，同样抓了几条。水中一条黑色的蛇游了过来，不是刚才那一条，这条蛇没有受伤。他抓住后，用力扔到另外一边。他洗了洗脸，然后往逃生舱的方向去。逃生舱内有一个很小的空间，叶简熙蹲在里面，点燃了火苗，把鱼架在上面。为了保证逃生人员的生命安全，里面会有一些必备的用品。他坐在外面，一条黑色的蛇又出现了。叶简熙皱着眉头，用力扔到半空中。看来这个星球上的主要生物是这种蛇。鱼很快烤好了，叶简熙打开舱门，一股烤糊的味道传来。没有人给烤鱼翻面，以至于一边烤糊了，另外一边还是生的。叶简熙开始烤第2条。半封闭的空间里，气温上升，烟气弥漫，脑袋冒出去透口气。又是一条黑蛇，是第一次遇到的那条黑蛇，尾巴上还有伤口。叶简熙抓着7寸带起来，按我说的做，不然我把你切成2半。说完，把黑色扔到逃生舱里，尾巴搭在架子上，翻动它。听到了没有？叶简熙关上门，黑蛇不听话，爬在距离火最远的地方，一动不动。火越烧越小，烟气越来越大，蛇没有办法，挑动火苗，让火烧起来，减少烟雾，然后蛇尾缠绕在棍子上，慢慢转动。过了一段时间，叶简熙打开舱门，鱼已经烤熟了，外面是烤焦的酥皮，有点烫。叶简熙刚拿起来，不小心掉在地上，他试探着掰开，里面的鱼肉鲜嫩，带着鱼肉的清香。他拿起一块，眼睛亮起来，叮，检测到有毒物质，以消除毒性。解毒丹真是个好东西。叶简熙放心的吃了，因为一面接触到地面，他只吃了一面。叶简熙又把黑蛇和一条生鱼关起来。1个小时后，他收获了一条烤好的鱼和热气腾腾的软蛇。蛇扔到一边，他拿起鱼，这条蛇烤鱼的水平越来越好，这一条明显比上一条好吃。叶简熙很快吃完了，高高兴兴的把逃生舱里收拾好了。此时天已经黑了，叶简熙爬到树顶，躺着看星星。天空昏暗，被星星照亮了整个夜空，有几个星星和红湖星上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在红湖星，没有流星经过。1天之内，逃生舱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狼蜂还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他就像是独立于世界之外，这个世界还在正常运行。叮，已排除干扰，正在检测信号，已接收到相关信息，检测到生命值，统计数量为2人。叶简熙坐起来，也就是说，他们还活着。他们在什么地方？无法告知。安全吗？无法告知，只能说是活着。叶简熙抿唇，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兽人生命力强大，只要活着，一点波折不会危害他们的生命。星星没什么好看的。叶简熙跳下去，旁边小黑蛇刚刚恢复，正在晕晕乎乎辨认方向。叶简熙拽着他的尾巴，扔到了一个盒子里。你以后跟着我，既然是他的仆人，那就不能饿死。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已经不能再烤鱼了。叶简熙看到了刚才掉在地上的一半，捡起来也扔到盒子里。今天晚上吃这个。叶简熙盖上盖子，转身去睡了。不怕蛇会死了，没有这条蛇，还会有下一条。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黑蛇。第2天早上，
他打开盖子，半条鱼出现了缺口，被吃了。蛇尾巴上的伤口比昨天好了一点。叶简熙按了一下，蛇身抖了抖。往后几天，黑蛇已经完全康复，也解锁了打扫卫生、陪玩解闷的技能。叶简熙躺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盘着黑蛇。你身上的伤是在我的眼皮底下愈合的，你这条命以后是我的，听到了吗？黑蛇不回应。叶简熙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听到了吗？黑蛇摇了摇尾巴。叶简熙放心的闭上眼睛，继续睡觉。这几天，两个雄性依旧没有威胁。叶简熙打开空间，里面有一本提升精神力的书，一直没有时间学习，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他回到逃生舱。书上写着：精神力收起，放下，不相关的事不要问，静心。这生动的语言让叶简熙很生气，多说2个字怎么了？还好他领悟能力强悍，否则这本书就是一本废物。天黑又天亮，叶简熙睁开眼睛，世界：兽氏星球，身体性别：雌性，姓名：叶简熙，属性5，等级 SSS 级精神力，种族浅雪山猫族，寿命260天，1积分可延长1天寿命。定积分加10，当前积分660。他推开舱门，外面像是下过一场雨，地面湿漉漉的。他看了看逃生舱下面，没有黑蛇，又打开盒子，还是没有一条本来就生活在野外的蛇。叶简熙不用担心没有食物会饿死，所以并没有管它，有可能是出去觅食了，没有蛇给他烤肉。叶简熙吃了空间的食物，一直到第2天中午也没有看到黑蛇回来。叶简熙抿唇，到处走了2圈，空无一蛇。他气愤地踢了一下脚边的石头，下面露出一天黑蛇。我还以为你跑了。叶简熙面带笑容，然后发现这不是他的那条蛇。没关系，都一样，只要是黑蛇就会帮他烤鱼。转动这个，听到了吗？不听话，杀了你！几次3番之后，他理解了叶简熙的意思，烤出来了第1条鱼。叶简熙尝了一口吐出来，你简直是在浪费食物，那条会烤鱼的蛇没有了，这条蛇也不是那条蛇，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叶简熙扔了这条蛇，只会浪费食物，没有办法，他只能亲自上，受不了火焰的熏蒸。叶简熙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关上舱门，烤一半，吃掉之后再烤剩下的，反正毒素不会把它怎么样。自己烤鱼很难吃，但是没有其他的吃，只能慢慢吃，所以他只吃了一点。半夜，叶简熙醒了，肚子叫起来，空间里的东西越来越少，如果未来找不到新的仆人，他会饿死的。他勉强拿出1条鱼，又准备烤1条。一阵风声传来，叶简熙停下脚步，捡起地上的黑蛇，笑了起来。你回来了。黑蛇盘在他胳膊上，脑袋蹭了蹭手心。下一刻，叶简熙把它摘下来，连着鱼一起放进去。我饿了。明明只有2天，叶简熙却好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接连让他烤了3条鱼，他还很大方的让黑蛇给自己也烤了1条。空间里的鱼已经很少了。他第2天来河边抓鱼，黑蛇跟在他后面。本来是不想让黑蛇一起来的，如果遇到相似的黑蛇，万一他认不出来怎么办？但是黑蛇非要跟在后面。叶简熙蹲在水边，听着水下的声音，水面清澈见底，绿色的鱼到处游来游去，和水流的颜色融为一体。他快速伸手抓到一只黑蛇，紧紧缠绕，将鱼杀死，然后在水流里清理干净。叶简熙放进空间，继续抓下一只。水面之下出来冒泡的声音，叶简熙眯着眼，身体往里面看。这条河里目前只有鱼，现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不是不想下水，叶简熙早就跳下去了。冒泡的声音消失，然后变成了鸟叫声。叶简熙更感兴趣了，他可以下水去看一看。一只脚踩进去，快要接触到水面，黑蛇尾巴缠上来，把它往回拉。没关系，我看一下。黑蛇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用力把它往后拉。叶简熙叹了口气，放弃了。他收拾了一下东西，准备离开。一片树叶的影子在身后晃来晃去。叶简熙回头，高空的风很大，这种巨大的树叶都能吹得动。晚上，叶简熙回到逃生舱，黑蛇躺在外面的盒子里，他准备了一片叶子当房门，右下角开了一个小孔，当他出入的位置。晚上，黑蛇慢慢爬出来，爬入森林深处，一觉到天亮。叶简熙躺了一会，打开舱门，黑蛇又丢了。他并不在意，晒着太阳等着黑蛇回来一次，就会回来第2次。他认为黑蛇一定会回来。中午，阳光直射眼睛，黑蛇还没有回来。高空中，巨大的树叶到处摇晃，风真大，树叶砸在地上，出现一个大坑。叶简熙警惕起来，防止坠落的树叶。黑蛇回来了，叶简熙捡起来，看到他身上的土，又扔了出去。后面一道阴影遮盖天空，他抬起头，一个巨大的鱼头蛇身出现在眼前，鱼头重重的砸下来。叶简熙快速躲避，地面出现一个大坑。你怎么惹来这么大的东西？叶简熙快速躲避，黑蛇爬在肩膀上叫了2声，像是在诉说无辜。叶简熙拍了一下他的脑袋，无辜？才不信！大鱼又重重的压上来，叶简熙轻轻跳去另一边，一股鱼类的清香传来。叶简熙停下脚步，鱼头和普通的鱼一样，只是更大了，身体也是普通的蛇身，鳞片整整齐齐。见他不动，黑蛇着急的要跳起来。这时候，大鱼又冲着他重重一砸，想吃是一回事，吃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大鱼的力气虽然大，但是敏捷度很差，叶简熙只要躲开，就不会被伤到。很快，大鱼学聪明了，脑袋砸下去之后，尾巴也顺势扫过来，一些巨大的树木遮挡了他的攻击。叶简熙见状，跳到树上，复杂的地形上，大鱼根本无法施展身体。叶简熙穿梭在各个树木之间，站在树间，他高高抬起头，冲着大鱼冷哼一声：“凭你还想抓到我？”大鱼恼羞成怒，尾巴用力甩过来。这一次，大树碎裂，
叶简熙翻身一跳，落在旁边树上。他双手交叉，俯视大鱼。或许是追不到他，大鱼放弃了，趴在地面上，一点一点向前移动。他打不过我，跟着我，没有东西能欺负你。叶简熙说着，要去拍拍黑蛇头，手下一空，低头看去，大鱼高高举起脑袋，又要往下砸。他正下方正是那条小黑蛇。叶简熙一个箭头冲下去，捞起小黑蛇，躲到一边，鱼头擦着边缘落下，周围树木折断，他稳稳落下。他的速度永远比鱼快，叶简熙才不会怕他。忽然，大鱼身体扭曲，转身回去了。不是让你在我肩膀上吗？你跑什么？小黑蛇的眼睛里竟然神奇地透露出一种无法理解的清纯目光，奋力爬到肩膀上，用切身实验来证明不是他的问题。滑溜溜的身体根本无法挂在剧烈运动的物体上。他尝试着圈住叶简熙的脖子，这样才是最稳固的姿势。然后一只手把他硬生生地拉扯过来，奋力丢向一边。谁让你牵我脖子？黑蛇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像是被人伤透了心。黑蛇有情感，能听懂得他说的话。大鱼和他打的过程中也会改变战略。这个星球上的生物产生了一些高级的智慧，但是还没有到达兽人的高度。如果好好训练，说不定可以和兽人差不多。叶简熙的目光放在小黑蛇身上，后者打了个哆嗦。他拿起一根木棍，跳过去。黑蛇尝试向上攀爬，叶简熙把他拽下来。跳！黑蛇一动不动，快一点，不然晚上没有饭吃。黑蛇还是不动。叶简熙抓着他的尾巴，摆放的像个弹簧，这样用力，听到了吗？黑蛇没有动静。叶简熙低着头，难道他猜错了？但是黑蛇会烤鱼，还会很多小游戏，在水里用波浪做花纹。第一次养小宠物没有成功，算了。叶简熙扔掉树枝，黑蛇跳了一下，叶简熙以为没看清，又跳了一下。你学会了。他拿起树枝，一道黑影从上面越过去，稳稳落地。叶简熙笑着，树枝向上移动，让他跳得更高。黑蛇又跳了过去，他不断向上移动，他的身高有限，黑蛇的弹跳力无限，监督他跳了几百次。叶简熙指着不远处的树，跑到哪里？再回来，我计算时间。黑蛇趴在地上，把脑袋藏在树叶下。快去！叶简熙说。黑蛇爬出来，脑袋在他脚腕上蹭了蹭。叶简熙往后躲开。你身上太凉了。他揉了揉被碰过的地方，体温恢复正常。叶简熙拿出了一条鱼。我饿了。黑蛇熟练地卷着鱼，插在树枝上，按下打火的开关，全程不需要叶简熙插手。一条鱼烤好了，叶简熙尝了2口，再好吃的东西也会腻，暂时没有更好吃的东西了，他只能慢慢吃下去。但是很快，他们没有找到新的食物，空间里的鱼也没有了。河边，叶简熙注视着水面，没有一条鱼经过。他爬在石面上，静静地等着。黑蛇爬在他旁边，也盯着水面，两个脑袋同时抬起来，往后退。水面破开，有鱼了，巨大的鱼头，蛇尾。大鱼行动迅速，朝着他们扑过来。这一次比之前的速度快很多。叶简熙慢慢放出精神力，攻击落在鱼身上，像是碰到了铜墙铁壁，但给他造成了疼痛。大鱼扑过来，叶简熙抓着蛇尾巴躲起来，大鱼紧追不舍，每一道攻击都擦着他们的边缘。他不敢放松，一旦失误就会彻底输了。大鱼张大嘴巴，叶简熙趁机丢了一个实体的精神力。大鱼身体剧烈扭曲，在原地翻滚，很快反应过来，又朝着他们攻击。大鱼的速度明显比刚才更慢。叶简熙突然想起来，上一次大鱼也是突然回去，他不能离开水面太久，只要往下拖，在他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发起攻击，是胜算最大的时候。叶简熙在树林间穿梭，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后面，大鱼突然停下了，转身往回走，就是站在了叶简熙准备攻击，手腕一阵冰凉。黑蛇爬在他手腕，他抖了一下，攻击也不小心偏了。他生气地拽着黑蛇，你干什么？黑蛇不动，他重重地扔在地上。你知不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你这样以后不要跟着我了。黑蛇还是不动，叶简熙气的眼睛都圆了。你不要跟着我了，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他转身，远方一条黑色的蛇朝着他飞速跑过来。他看了看2条一模一样的蛇，认错蛇了。他什么时候把小黑蛇丢了？他还冤枉小黑蛇了。叶简熙摸了摸鼻子，把小黑蛇捡起来。我是去引开大鱼的，他说的，自己都不信。小黑蛇好像信了，2个圆圆的眼睛盯着他的胳膊，刚才不小心被树叶划到的伤口，没关系，只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找不到吃的了。叶简熙清洗了一下，放着不管，黑蛇却一直盯着，一直到晚上，小黑蛇爬在叶简熙旁边，伤口出现愈合的现象，黑蛇才转身出去。他没有停留在外面，直冲着水边去。叶简熙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他肚子叫了几声，抓着小黑蛇想让他去烤鱼，忽然想起来他没有吃的了。如果不是你的朋友，我们今天会有很多吃的。叶简熙很生气，昨天没有来得及教训那条小黑蛇，很后悔，就应该把那条蛇烤了喂鱼。小黑蛇爬了过来，我给你想了个名字，小黑虫，怎么样？好听。叶简熙捏着小黑虫的头上下移动，然后装作惊讶地说，你同意了。小黑虫尾巴缠绕着一块肉，用力往他们面前插，这是从哪里来的？叶简熙翻来覆去，这块生肉像是用刀切出来的。小黑虫指了指树林里，不管了，先吃。烤好的肉有一股奇怪的香味，和鱼一样，但是又有一点不同。他尝试吃了一口，系统并没有播报有毒。这几天的时间，叶简熙将剩下的4本技能全部学习了，剩下了1本星球护理。他尝试着拆开上一次没有打开的礼包，或许有食物。叮，奖励 B151星球。叮，奖励大礼包1个。叶简熙皱着眉头，点了一下星球，没有反应。系统，这个怎么用？请宿主自行发掘。如果星球是他的，那岂不是能在上面找到吃的？
叶简希无论怎么点它，都没有办法从空间里拿出来。这个星球的内存庞大，占据了他剩下所有的空格，剩下的一个未拆封的礼包根本打不开。叶简希闭上眼睛，再睁开眼，小黑虫正在等着他。今天的肉从哪里来的？小黑虫迷茫地看着他，不知道就算了。叶简希说，这一次他们走得更远了。小黑虫在前面开路，叶简希跟在后面。怎么停下了？叶简希顺着小黑虫的目光，青色的果子挂在树上，他顺手摘了一个，很甜。他立刻爬到树上，摘了满满一大堆。你是怎么发现的？闻出来的吗？鼻子真灵，和狗一样。小黑虫爬在另外一边，用尾巴摘果子。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又像是习惯了，然后继续摘。中午的时候，小黑虫又不见了。叶简希当他去玩了，等了半个小时，他回来了，又带回来一块肉，自己跑去火边，还给在烤肉上放了果子。每一次烤肉都会比上一次更好吃。他越来越喜欢小黑虫的厨艺了。在他快要吃腻的时候，立刻更换了烤肉的当时。傍晚，小黑虫又要跑，叶简希变成了原形，小心翼翼跟在后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往森林深处走去，周围有一股血腥味，这里经历过一场野兽的厮杀。小黑虫继续往前，叶简希的爪子没有落下，前面有一块黑色的血迹，他后退2步，一个猛冲，稳稳落下。前面，小黑蛇停下来，小小的身体背着一块巨大的石头，石头中间有一块凹槽，刚好可以放东西。他的忠实奴仆，菜单进化了，还会煮东西了。叶简希一步步跟在后面，在他回去之前到达。晚上，小黑虫没有带回来肉，他们就只能饿肚子了。叶简希关上舱门，把小黑虫挡在外面，他只吃了大量的水果，明天早上要去找吃的了。第二天早上，叶简希看着面前10块整整齐齐的肉，陷入了沉思。你到底从哪里找的？叶简希拿起来，他能确定这个肉是属于本星球的东西，但是他不能确定小黑虫除了他还有没有其他主人。你要明白，我们2个的地位，之前是我给你吃的，你要听我的，以后要一直听我的。小黑虫被迫点头。如果你在这个星球上看到其他和我一样，要带我过去，听到了吗？小黑虫再次点头，他尾巴戳了一下剩下的肉，想让叶简希像之前一样放起来。不行的，叶简希说。他又戳了一下，叶简希给他看，手指碰到肉，面前的肉真的不见了。叶简希连忙打开空间，根本没有格子存放。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回到逃生舱里，把自己关在里面。他闭上眼睛，星球上一片荒凉，主要由碎石和灰尘组成，整个星球都是固体，没有一点水。叶简希看到了土里的肉块，上面满满的灰尘，他皱着眉头，尝试着放进去一个树叶，又把肉块放在树叶上。这次成功了，他的所有物品都可以放在星球上，那他的空间岂不是无限大？叶简希捡起吃剩下的果核，也放进去，有了石锅，还有肉和果子。叶简希这一次的早餐比得上以前在红湖星上的食物了，做得很好，以后继续努力，不能骄傲。小黑虫点头。之后每天晚上，小黑虫都会趁着叶简希睡觉跑出去，然后带回食物。他会从周围找到类似调料的植物，做饭水平突飞猛进。他的小宠物已经会养它了。叶简希很高兴，但是他不告诉他肉是从哪来的。叶简希很不高兴。一天晚上，叶简希睁开眼，小黑虫不在盒子里，周围是各种动物的叫声，奇奇怪怪，此起彼伏。他想起了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地方，石头哪里都有，小黑虫为什么要去那里？按照记忆的方向寻找，叶简希很快闻到了血腥味，草丛密集，看不清前面的路。他能看清夜晚里的东西，但是这个地方一点光线都没，根本不知道下一刻前面会出现什么东西。前面出现哦哦at 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咀嚼，距离很久，只要一伸手就能碰到。他破开草丛，后面还有一层厚重的植物把这里完全遮挡。他用力往旁边推，后面的东西露出来，接着微弱的光亮照射在血淋淋的尸体上，紧密的鳞片。他只看到这一部分，就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条的大鱼，它的身体被掏了一个洞，露出里面的内脏。大鱼还没有开始腐烂，应该是刚刚死亡。他又往下推开草丛，一条小黑蛇，手里拿着石片，正在划肉块。他旁边整整齐齐地放着3块，手中的是第4块，是大鱼身上的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逃生舱外面，叶简希挑动火堆。这时候天还没亮，周围的兽类围绕着，不敢接近。巨大的树木压抑着这片天空。逃生舱坠落的时候，在上方砸出一块空洞，露出点点星光。小黑虫慢慢做粥，不敢有什么反应，怕我不想吃。叶简希说。小黑虫点点头，肉粥的香味冒了出来。他让叶简希熄火。我不挑食。叶简希说。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告诉我，我切肉的速度更快。叶简希笑着。肉粥里有肉类的香味，原来他吃这种肉闻到的味道，也是类似鱼类的清香。里面放了各种果子和调味料，明明是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块意外的好吃。你做得很好，以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叶简希说着，回到逃生舱里休息去了。他打开上方的窗户，小黑虫已经爬到盒子里去睡觉了。前几天见到大鱼的时候，还活蹦乱跳。从第1块肉出现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应该是他们交锋之后2天之内死亡。大鱼死亡，说明附近有能威胁到他生命的东西。叶简希想不通，从这个星球上的情况来说，大鱼是星球能承受的最大的体型，能伤害到他的只能是外星生物。叶简希侧头，小黑虫睡熟了。为了节省能量，叶简希没有开灯，星星的照射在他脸上，只能等明天天亮之后再去看一看。叶简希早上醒来，闻到了食物的香味，还有热好的泉水。叶简希坐在石头上，闭上眼睛吃过了。你们黑蛇睡觉的时间都这么短，他们昨天晚上跑到那么远的地方，黑蛇还能在他醒之前做好吃。吃过早餐，叶简希来到了昨天晚上的地方，
周围的血腥味比昨天更加重。他掀开树叶，大鱼的身上被野兽撕咬得不成样子，昨天小黑虫切过的地方也被撕咬过，鱼头中间似乎有什么动物钻进去，已经吃光了里面的东西，所有外面的伤口都是撕咬出来的，连腐烂的地方都没，完美的像是制造出来的。中间肉最多的地方，有一只野兽留下了粪便，标记地盘。昨天晚上虽然看不清楚，但是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叶简熙忍不住笑了。大鱼体型很大，在他发现之后，来不及运走，只能让一些动物来吃，所以这个人知道他昨天晚上来。大鱼不能吃了，我们只剩下4块肉，只能坚持2天。小黑虫趴在旁边，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找到食物的，对不对？小黑虫抬起头，想趴在他身上回去。叶简熙没有理会，转身离开了。原先以为这个星球不能让兽人生存，但是他想错了，只是现在的条件没有形成原始的兽人，他们可以从其他星球移民来。或许他一直向着一个方向，会发现一个黑色种族。一直到中午，叶简熙一个人在逃生舱里，小黑虫在外面焦急地转圈。到了做饭的时间，他还在等叶简熙出来，不能让叶简熙饿肚子。小黑虫一边做饭，一边看着舱门，饭做好了，舱门也打开了。叶简熙3下2下吃完，转身又回去了。小黑虫见状，跟着他跑了进去，身体正好卡在舱门上。出去，叶简熙还是要关门。在要夹到他的时候，小黑虫一溜烟进来了，他抓着蛇尾巴扔了出去。不清楚对方是谁，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向他发起攻击。叶简熙有些烦躁，他闭上眼睛，如果直接找到那个人，恐怕很难，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让他主动出现，正好用一下他前几天学习的身体技能。我要去找吃的，你去吗？叶简熙说。小黑虫跟在后面，他来到河边，跳上石头，越过河岸。小黑虫游过来，前面一个像鸟一样的动物跑着经过，小黑虫像是一把剑冲出去，身体紧紧的缠绕，猎物窒息而死，然后来到叶简熙面前，高高举起。叶简熙单手拿起这个动物，看起来没有什么肉。小黑虫的眼光一直都很好，每一次挑选的食物都有属于它本身的味道。放进空间的星球上，继续往前走。他们来到了悬崖边，叶简熙指着下面的一朵花，你等着，我去摘花。小黑虫挡在他面前，那朵花很好看，我想要。叶简熙说。小黑虫转身，从缝隙中想要往下爬。叶简熙抓着它的尾巴，找了个树枝，打几个结。我喜欢的花，自己拿才会好看。叶简熙没有变成圆形，一只脚踩在石头缝隙上，他身体轻飘飘的，像是踩在水面。接下来又跳去了旁边的石头上，那朵花靠近上方一块凸起的石头，花朵是粉色的，中间是黄色的小花瓣，蓝色的枝条。叶简熙再次往下跳，石头经过多年风化，掉下一块碎石，脚下的一块也摇摇欲坠。他快速跑去另外一块，上方传来了一点微弱的声音。他最后一跃，稳稳站在花朵上方凸起的石块上，弯下腰，用力去碰花瓣。这是最近的一块石头，距离还是有点远，他需要扶着旁边一块小地方，半个身体悬空才能碰到。叶简熙用力向下，伸长手用力去抓，抓着石头的手微微用力，石头碎了，一股熟悉的失重感。每一次从高空跳下来，都会有这种很好玩的感觉。叶简熙身体向下坠落，悬崖深不见底，他一时半会还摔不死，身体翻转，他面部朝下，听着声音，下方是水潭。忽然眼前一黑，有人抱着他，看不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手上的温度很冷，到处是冰凉的触感。叶简熙换了个地方，抓着他的衣服，他们下落的速度逐渐减慢，最后落到了旁边的石头上。叶简熙推开他，一双蛇纹长筒鞋，一身黑色的衣服，像是飘带缠绕在身上，锋利的眼神仿佛下一秒就能结成冰。黑色的头发从脸侧滑落，垂到腰部，一定要用这种办法，不这样你怎么会出现？叶简熙说。他们落在水里，冰凉的河水透过衣服慢慢侵入。叶简熙抿唇，下意识寻找上岸的地方，那人却拉着他的手腕，不许他离开，没有下次。他说。叶简熙用力抓了一下他的手腕，旁边出现蓝色显示屏，叮，检测到优质基因，身体性别雄性，姓名蛇修，属性黑曼脊蛇，等级 SSS 精神力，种族口口。他重新点了2次，种族依旧不显示，以后不许这么做。蛇修抓着他的胳膊不放手，叶简熙也不答应。水里冰凉，不会对他有任何伤害，只是心里会不舒服。你以为你是谁？叶简熙说。蛇修笑了一下，冰凉的手放在他脖子上，我会担心你。他声音很低，像是刚刚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手指触摸过的地方像是被蚊子叮过，让人遍体生寒。叶简熙一口咬在手指上，转身就游向岸边，用力扬起水花，又把蛇修淋了个遍。离开水面后，在微风下，身体的温度更低。叶简熙忍不住打了个颤，一堆枯木落下，火燃烧起来，驱散了周围的寒意。你哪来的火？叶简熙问。他点开个人终端，最后面有一个可以打火都显像，在这里。叶简熙歪着头看了整个屏幕，页面和他的格式相差很多，不过也可能是不同的种族做出来的。你从哪里来？这是我的星球。哲修笑着，却感觉不到高兴。你们星球已经有个人终端了吗？我天生就有。哲修随便扯了一个借口。现在温度高，叶简熙身上的水很快烘干了，回去的速度很快。叶简熙坐在椅子上，把食材摆放在石桌上，做饭。好，蛇修拿着食材开始处理。叶简熙翘着2郎腿，我要吃烤的，要11分熟。我知道了。一身黑衣的蛇修坐在石头上，慢慢挑动火苗，上面的架子绑着一块肉。等到火快熄灭的时候，他把肉放在灼热的石块上。蛇修也不掩饰了，拿出一些成品的调味料放上去，香味很快飘出来。叶简熙太喜欢了，比他之前吃过的都要好吃。
这还是野外的条件，如果是在厨房，不知道会多好吃。做好了烤肉，蛇修又做了一碗汤，可以吃了。叶简熙坐起来，有点烫。蛇修吹了吹，快速搅动，让温度降下来，然后送到叶简熙面前。叶简熙点点头，很好。喝完了，他伸出手，哲修帮他擦干净，又主动去了逃生舱里，收拾好了睡觉的地方，还把里面的垃圾倒了。叶简熙简直是太满意了，嘴角弯弯。我想换一个果子吃。好，晚上之前我会带回食物。哲修站在逃生舱门口，突然伸手摸了摸他的脸，手指冰冰凉凉。叶简熙皱着眉头躲开，不许碰我。蛇修没有说话，关上舱门。等他走了，叶简熙再次尝试接受信号，还是没有人联系他。小黑虫出去觅食，他一个人很无聊。叶简熙睡了个午觉，跑出来，爬在树上往下看，他玩弄着面前的小虫子。在他爬上树后，放在地面，几次三番，旁边有一个东西闪了一下，是个人终端，发送人是洪墨轩，但是内容是空的。系统暂未检测到生命危险，那就是信号不好。叶简熙盯着空白的信息，刷新，刷新，再刷新。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点击删除。叶简熙扭头咬在胳膊上，你在干什么？叶简熙咬得牙疼，没用的东西只会占用你的空间，不如多留下来的时间用来看看有用，有没有用我说了算，下次再替我做决定，我就不让你做饭了。蛇修思考了一会，好吧，我错了。他把果子放下，拿着其中一个紫色的，剥好皮放在叶简熙嘴边，不一样的果子有不一样的味道。这个小黑蛇总是能找到好吃的东西，果汁很黏，叶简熙不想碰手，直接让他举着。蛇修另外一只手摸了一下他的，叶简熙抿唇，抓起一个石头丢了过去，刚好砸在他额头。蛇修愣了一下，随后笑起来，解气了吗？没有的话可以再砸一次。叶简熙又捡起一块石头，轻轻扔过去。蛇修蹲在他面前，又拿出一个果子，亲手喂给他吃。他们距离很近，叶简熙抬起头，额头碰到了他的下巴，他伸出手捏着蛇修的下巴，让他张开嘴。黑曼脊蛇，他说怎么这么熟悉？是剧毒蛇。第一条烤鱼，你是不是往里面放什么东西？当初来到这个星球，第一次让小黑虫烤鱼，系统提示了有毒，而后面的都没有再提示。对啊，一开始我想杀了你的，可是没想到你不会中毒。蛇修拿起他的一根手指，放进嘴里，锋利的牙齿轻而易举地穿破皮肤，细嫩的手指流出一滴血。哲修喉结上下滑动，舔了一下伤口，伤口止血了。叶简熙对着光线找到了痕迹，我吞了你的血。他说。叶简熙检查伤口，你的血和我融为一体了。他又说，伤口不痛，但是破了层皮，让他很不舒服。以后我们两个要一直在一起，不然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叶简熙变成圆形，扑到他头上，爪子勾着头发，到处乱抓，小虎牙咬在脖子上，用力摩擦，用尽了全身力气，终于报仇了。叶简熙变成人形，坐在他面前，下巴微微抬起，去做晚饭。好。蛇修面带微笑，头发散在头顶，像是在被子里滚了3天3夜，刚刚起床的样子，肩膀上也有一块撕破的痕迹。叶简熙很高兴，下一次可以再过分一点，最好把上衣全部撕碎。他顺着想象往下看，目光停下，折修后腰上有一个扣子，扣子上有一条黑蛇。如果是普通的黑蛇倒是没什么，他的兽形也是黑蛇，但是那条蛇头顶有一块圆形的鳞片，和当初在红湖星看到的一样。蛇修，叶简熙说。折修笑着，我好像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名字，我们之前见过。叶简熙说，当然，我们是命中注定。蛇修一手拿着食材，另一只手放在他脸上，像是在触摸玉石。你一共给我下过2次蛇毒。叶简熙说，你差点杀了我3次。蛇修说，没有3次。叶简熙纠正，趁着他虚弱的时候，当风车丸，还有在太空中的那场战斗。行吧，2次。蛇修说，那你为什么要咬我？叶简熙说的是在黑狼基地第一次遇到的时候。蛇修冷笑一声，是你身体太弱，那点蛇毒对一个成年的黑狼来说，只能让他睡几天，但是他是雪山猫，你承认了。叶简熙抿唇，他承认了这个，也就承认了往后的所有，挑拨2个种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那次埋伏。是啊，我做的。你想为他们报仇吗？蛇修拿出一根金属棍，手掌的长度，放在他手心，攻击的地方朝着他的心脏。他眼睛里闪着光芒，好像看到什么有趣的事，一字一顿，声音低沉，像是躲在暗处的杀手。他缓缓开口，只要你按下这个按钮，里面会发出一道能量，会立刻杀了我的，你可以为他们报仇。咯噔一声，叶简熙按下，什么都没有发生。蛇修单手拿着金属棍，微微用力，金属从中间弯曲，最后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断成了2半。他们2个有什么好的？哲修声音冷冷的，让人感觉不出情绪。他把肉分成小块，然后放进热水里，紧接着放调料。如果没有逃生舱，我也会死。叶简熙说，不属于我，你也只能死。他说。叶简熙坐在旁边，吃了2个果子，站起来朝着他去，又回来了，再吃2个果子，最后冲到了火堆旁边，一脚踹翻了石头，里面的热汤朝着蛇修泼过去。他快速躲开，热汤溅到他们2人身上，叶简熙鞋上也有一滴。哲修蹲下来，袖子轻轻擦着，他怕擦不干净，把叶简熙放在椅子上，拿起一只脚，2个眼睛直直的盯着，确定上面没有汤汁了，又擦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瞳孔变得细长。他手指摸到叶简熙脖子上，又上下滑动，不要做危险的事。他说话的方式让叶简熙很不舒服，他抽出脚踩在他肩膀上，用力往下压。蛇修单膝跪下，我想怎么做，需要你告诉我吗？他脚上用力，
蛇修坐在地上，不想喝汤，那想吃什么？哲修又准备食材，黑色的裤子上一边膝盖还有尘土，手掌擦了一下，污染的印记更大了。山珍海味，叶简熙说。蛇修放下手里的一块肉，看了看阳光，等我。他走之前，来到叶简熙面前，低下头想要亲在他额头。叶简熙用力推开，但是力气相差太大，冰凉的触感落在额头，叶简熙也狠狠地踹在他肚子上。哲修一声闷哼，额头出现一层冷汗，他勉强笑了一下。等我。可能是哲修太笨，一直到晚上他都没有回来。不过是山珍海味，这里距离海边也没有多远，不过就是站在最高的地方也看不到的距离。肚子里很空，叶简熙看着踹翻的汤，早知道不踹了，直接把哲修扔进去。蛇汤的味道应该不错。一直到半夜，哲修回来了，黑色的衣服在黑夜中不显眼。他走得很近了，叶简熙才发现修长的影子拉长，3步2步跨过来，身上一丝不苟，衣服整整齐齐，膝盖上的尘土洗干净了，头发在微风中浮动，像是落入凡尘的帝王。帝王左手拿着一条鱼，右手一个奇怪的生物，身后背着一袋子的植物，腰间挂着餐具，把东西放下来，对着叶简熙勾勾手指，他装作没看到。蛇修拿着袋子走过来，有一个植物放在最上面。吃什么？这个植物大概很难找到，所以他是想要索求夸奖。叶简熙瞥了他一眼，不说话，还在生气。哲修单手放在肚子上，他一路上一半的时间都在疼，但是很值得。他撸起袖子，开始处理食材。这里的信号是你屏蔽了，叶简熙突然说。蛇修一手拿刀，熟练的切菜，一段一段整整齐齐，每一段菜都是一样的长度。你想离开这里，只能死。他一刀切在菜上。叶简熙冷哼一声，快点，我饿了。哲修的速度更快了，刀变成影子，3下2下处理好了，还没煮好。叶简熙已经闻到了香味，他无意间看过去，咽下口水，又装作无意看向其他地方，捡了一块石头，用力扔向上方。信号屏蔽如果是从高空做的，布置的过程会很麻烦；如果是地面屏蔽，距离会大大缩短。也不知道2个星球的情况怎么样，黑曼几蛇的目的也不清楚，他们3方之间的科技实力相差很大。黑狼是刚刚成立的种族，距离鼎盛时期还有一段距离。红狐又不想参与星际斗争，只想隐姓埋名，这2个种族打不过，理所当然。如果给黑狼一段时间，要提升实力会很快，洪墨轩会有点困难。一心放在取悦他身上，脑子里满满的情情爱爱，把更高水平的科技放在他面前，恐怕也只会摆放成玫瑰的样，送到他手上。但是这2个雄性胜在听话，做好了。哲修只盛出来了一碗，放在叶简熙面前，亲手喂给他。他又转身收拾东西，一声不吭，就那样待在那里，像是一个高大英俊又有脾气的家政机器人。你的目的是什么？叶简熙说。之前还是现在？他说之前。叶简熙说。哲修想了一会，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叶简熙，想让他换个问题。叶简熙更不说话了，在生气这回事上，没有人比得过他。2个人谁也不说，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最后是蛇修先放弃了，没有对与错，只有胜利和失败。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叶简熙没有问，问了也只会让他生气。蛇修明明没有那么多话，样貌也出众，但叶简熙看到他，总会有一股无名的火气涌上来。晚上，天空飞过一个阴影，像是一个飞行器。哲修把周围打扫干净，又找来了一个帐篷，看来是身份暴露之后，他也不愿意睡到盒子里。叶简熙准备回到逃生舱，床铺好了。蛇修说。叶简熙转身，粉色的帐篷加上粉色的床单，帐篷是给他准备的。他走进去，后面哲修变成了圆形，钻进盒子里。帐篷的隔声效果很好，叶简熙听不到外面的野兽叫声，但是他能听到帐篷附近的声音。他听到有人走了过来。元帅，白鹿星球的位置已经找到了，先等等。这句话是蛇修说的。知道了。声音消失，叶简熙打开帐篷，外面安静下来，连周围野兽也不叫了。帐篷是哲修找来的，他知道隔声效果。你又要去干坏事？叶简熙打了个哈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你不该把主意打到我身上。叶简熙说。蛇修低着头，眼角微微上挑，他看了一眼，站起身，轻轻把他推回帐篷，从外面关上了门。第2天中午，哲修外出觅食，叶简熙变成圆形，轻轻踩着树枝，快步离开这片区域。他认准了一个方向，迅速跑过去，前面一个黑蛇挡住他的去路。叶简熙冷哼一声，一爪子踩到他身上，跳过去的时候用力一勾，黑蛇旋转升天，打了几个滚，然后落下。前方有一个2米宽的裂缝，叶简熙停下脚步，站住。蛇修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叶简熙毅然决然跳了过去。与此同时，个人终端涌出无数条消息，叶简熙也发送出了自己的位置，说了一句：我很安全，不用找我。爪子腾空而起，蛇修抱着他，手掌轻轻抚摸他的头，真不听话。叶简熙张嘴咬在虎口，他用上了精神力，虎牙狠狠地穿透皮肤，留下长长的一条血迹。蛇修非但不生气，反而笑出了声。他和叶简熙咬的方式一样，虎口放进嘴里，舔了一下。小猫的牙齿很锋利，洞口很小，蛇毒对自身伤口有愈合能力。伤口消失了，他不耐烦的又把手放在叶简熙嘴边，再咬。叶简熙更生气了，爬到他肩膀上，咬在他脸上。那张像是被玉石雕刻的脸上出现一个红色的痕迹，像是吻痕。蛇修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拿出一面镜，点了点上面的红痕，转身带着叶简熙往回走。他双手抱着，走到了一个飞行器旁边，把叶简熙放下。等我。不到一会，他带着逃生舱附近的锅碗瓢盆，还有许多的石头回来，一个个的摆放到桌子上，然后找了一块布盖上。元帅，需要为白鹿族的雌性准备元帅夫人的配置吗？
不需要。蛇修说，可是我们现在很危险，今天许多星球的人都怕我，明天可能他们就会联起手来。您没有子嗣，如果到时候出事，我们整个公盟会土崩瓦解。蛇修看了他一眼，属下如坠寒冰，立刻低下头，不敢说话。白鹿族的雌性，用尽办法都无法让我提起兴趣，把他送回去。属下抬起头，那要不要换一个？不用。属下愣了一会神，猛然抬头，转身跑去队伍里。元帅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不行？那怎么办？如果没有子嗣，未来都是问题，往后会越来越难，到时候恐怕难以服众。我有一个偏方，今天晚上拿给元帅试一试，有用吗？如果能治好元帅，那你肯定会变成元帅之下第一人。想什么呢？元帅之下第三人，还有元帅夫人呢。我怎么不对了？元帅夫人肯定是在元帅之上。两人对视一笑。等等，我们元帅现在还不行呢。他们想的有点早了。飞行器里有叶简熙单独的房间。叮，未检测到监控设施。叶简熙放心的住下了。他一觉睡醒，外面天黑了。开门，外面传来了蛇修的声音。叶简熙非但不开，还把门锁上了。蛇修再次敲了敲门。晚餐做好了。叶简熙打开房门，有了更好的条件。哲修做的饭果然更好吃了。他接连不断的吃，虽然吃得很快，但是没有失去雪山猫的优雅。他又拿起一碗汤，这一碗闻起来有些苦涩，但是哲修做的饭菜没有难吃的。他放在嘴边要喝下去的时候，哲修拿下来，这个不是。为什么不是？他说。哲修想了一会，解释很麻烦，所以他一口喝下。我的。等叶简熙吃饱了，他收拾了餐具，放在食盒里，打扫干净桌面，又亲自清理地板，确认房间里面没有一点残留，然后才准备离开。一股热意从下而上，哲修回头，叶简熙躺在椅子上，正准备休息。叶简熙没有异样，所以是他的问题。他把东西放在门后，然后反锁。叶简熙耳朵竖起来，粗喘声像是在耳边。我让你做元帅夫人。叶简熙冷哼一声，让你做整个宇宙的主人。叶简熙眯着眼，不要。原来哲修的目的是要整个宇宙。现在每一个星球都有兽人占领，他们有各自的生存方法，也有自己的领地。黑曼脊蛇的目的是做他们的主人，难怪没有显示他的种族，恐怕这是一个反乱人员。灼热的身体贴过来，叶简熙才发现自己的情况。我许你一个承诺。蛇修说。叶简熙拿起枕头扔在他脸上，站在床上俯视他。你胆子真大，过来听话。蛇修说。叶简熙又拿了一个被子扔到他身上，趁机往外走。被子从中间裂开，哲修拦腰抱着他，按在床上。乖一点。他用力推开，却无法成功。哲修就像是一个僵硬又沉重的石头，将他整个人困在这里。松开。你要什么？叶简熙冷笑。要你的命。叶简熙一个猛抬腿，精神力附着在手肘，用尽一击。就算哲修全力抵挡，这些也够他疼一回。疼痛让他清醒了一下，躺在旁边看着天花板，嘴巴张开又闭上。抱歉。叶简熙没有听完，直接跑去了浴室。哲修靠在床头，单腿弯曲，一只手架在膝盖上，身体的反应强烈，这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了，还是应该郑重道歉。他站起来，来到浴室门口，敲了敲门。再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雌性，一定吓坏了。浴室门打开了，一盆冰水从天而降，把他从上到下淋了个通透。清醒了吗？温度太低了，蛇修体内的血液都要凝固。看着叶简熙的脸，点了点头。叶简熙把水盆扣在他脑袋上，抓着哲修的衣服，直接带到门外，顺带一脚直接把他踹出去。作为整个飞行器的最高领导，被人直接扔出房间是什么样子？叶简熙不想知道，但是外面的下属们知道。蛇修走到他面前，静静的，像是在暗地里等待致命一击的毒蛇。你做的。元帅，我错了，我是有给您喝的心，但是没有那个胆。这一碗汤是我用来让黑罗上将的，但是不小心弄错了。蛇修眯着眼，只剩下一条缝隙，视线落在他身上，像是在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白鹿星的位置找到了。蛇修说。是，已经确定具体位置了。属下说。你先去。一个人去。蛇修说完，转身离开。属下低着头，不敢拒绝。上一次的埋伏任务是元帅亲自去的，还有2次差点没命。他不敢想象，如果他去了这一趟，还有没有命再回来。他一个黑曼脊蛇不可能从正确的路径上进去，其他的路又异常艰难。白鹿族的大门就是一道鬼门关。房间里，叶简熙打开了房门听筒，也知道了他们的对话，但是心里的气一点也没有减少。当蛇修在给他做饭的时候，他没有开门。哲修再次敲门，叶简熙还是不回应。过了一会，外面没有声音了，他悄悄开了一条门缝，迅速把食盒拿进来。在关门的时候，一个手伸进来，叶简熙毫不在意，用力关门，胳膊在门缝的挤压下迅速变红。他面色不变，叶简熙更不会就这样僵持着。今天是意外，出去动不了。蛇修说。我怎么确定？我开门之后，你是离开还是进来？叶简熙说。蛇修拿出一个小型的攻击武器，和上一次的金属棒一样，只是要更小，前面的花纹更精致，像是一个哨子。叶简熙冷笑一声，又想骗我？是真的，不管是真是假。叶简熙直接朝着他按下按键，一道银白色光芒直接穿透门框，冲到他身上。哲修一声闷哼，嘴角流出鲜血，闭上眼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原来是真的。叶简熙把这个小东西翻来覆去，这个看起来比精神力有用多了，但是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用精神力当做子弹，随着精神力的提高，攻击也会更加厉害。他把小哨子收起来，然后关上门。房门上有一个洞，但是不影响他休息。腹部一阵异动，他都快忘了这里还有狐狸崽崽。叮，请宿主做好准备，
仔仔会在15分钟内出现，上次还是10分钟，这次已经变成15分钟。叶简熙本来就带着气性，直接说：“你们系统是不是越来越落后了？请宿主不要试探我们的底细。”叶简熙笑了一下：“你们系统不说话了。无痛生子丹使用一次之后，后续不用再使用。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他还是很紧张。”门外传来兽人说话的声音：“元帅怎么了？快去看看，被人袭击了！怎么会在这里被人袭击？难道有敌人潜伏在内部吗？”黑罗敲了敲叶简熙的房门，他走过去打开门，微微抬头：“有事？是你做的？”黑罗长相魁梧，头也很大，但有一双小眼睛，五官挤在一起。“我做的。”叶简熙说。“不好意思，那需要和我走一趟了。”他侧身让叶简熙出来，他笑了一下，拿出了哨子。黑罗面色震惊，往后退了2步。“你是用这个攻击元帅的？”叶简熙对准他：“你也想试一试？”周围出现一圈防卫，“需要我跟你走吗？”他说。黑罗把蛇修挡在身后，手中拿着武器，慢慢后退。“不管你是什么来，等元帅醒来，都会处理你。”叶简熙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带着他快点走。他用力关上门，这次应该不会有人再来打扰。门上有一个洞，隔声的效果不好。叶简熙走向隔壁房间，这是很小一个房间，2步到头，床也只是小小的一块。他躺上去，准备休息一会。床下有一个东西，掀开被子拿出来，上面画着一条蛇，和哲修的原型很像的徽章。这里原来是有人在住。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低着头看着腹部，等了一会，还是没有反应。距离15分钟的期限很近了。叶简熙来回走动，又跳到了床上。床边有一个窗户，他爬在上面，外面围绕了一圈飞行器。当初就是这个飞行器把他们困住，还以为那次战争会让黑曼几蛇损失惨重，没想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让他在不知名的星球上生活那么久。罪魁祸首就是蛇修。一辆飞行器刚好在窗外，遮挡了他的视线。叶简熙闭上眼睛，精神力透过飞行器传出去，用力往前推进。旁边的飞行器遇到了精神力，猛烈向前，然后发动机出现火花，机身剧烈颤抖，一个逃生舱弹出来，飞行器原地爆炸。叶简熙抿唇，默默地躺回床上。是哲修的飞行器太脆。忽然有个东西咬在他手指上，叶简熙低头，有3只毛茸茸的小狐狸爬在他旁边，小狐狸还没有他手掌大，像是一个毛茸茸的小球。叶简熙轻轻捏了一下，很柔软。这时候外面有人敲门，他看了看3个小狐狸。黑曼几蛇的飞行器上出现红狐，什么事？叶简熙开了一条门缝，是刚才的黑罗，周围还有刚才的护卫队，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随便出门。叶简熙一只脚迈出来，踩在他鞋上，用力碾压。旁边护卫队想要立刻来帮忙，却不知道为什么停在了原地，好像前面有铜墙铁壁。黑罗面目凝重，五官蜷缩在一起，剧烈的压力之下，他被踩的腿不停打颤。蛇修都不敢这么和我说话。你以为你是谁？叶简熙说。如果不是房间里还有3只狐狸崽崽，他一定会出去走一圈。黑罗用力后退，后背靠着墙，脚面往腿上藏，缓解疼痛。你不许离开房间。叶简熙直接走出来，来到他面前，精神力从上到下笼罩了黑罗的每一个角落。他头上滴下汗水，双腿颤抖。过了一会，坚持不下去，单膝跪在地上。你刚才说什么？叶简熙问。我说精神力的压迫更加严重了。黑罗双手撑在地上。你不许乱走。周围的精神力越来越强，护卫队也受到影响，坚持不住倒在地上，一个个的盯着叶简熙，好奇、恐惧、敬畏的目光交叉在一起。你到底是谁派来的？信不信我直接把你赶出飞行器？叶简熙抬起头，精神力的压迫越来越重，下一刻就会把他碾碎成一滩肉泥。不信，准备攻击。黑罗一声令下，护卫队的人举起武器，一个个对准了叶简熙。叶简熙笑了一下，想要同归于尽。黑罗，蛇修的声音从一旁传来，他是我亲自带回来的人。蛇修只说了这一句话，黑罗就明白了什么意思。他没有起身。对不住。叶简熙高傲地哼了一声。哲修站在他旁边，这件事确实是他的属下做的不对，你来处理。他说的话还是那样，不容反驳。但是这一次叶简熙很喜欢，来到黑罗面前，刚刚还嘴硬的兽人一声不吭。你刚才说想把我从这里扔出去？黑罗咽下口水。是，让你出去，不过分吧？叶简熙说。黑罗摇了摇头。于是他找了个逃生舱，把黑罗放进去。逃生舱上绑了一根绳子，另一端连接到飞行器上。叶简熙站在舱口，旁边放着逃生舱。准备好了吗？黑罗点点头。他轻轻踢了一脚，逃生舱倒下，像是鸡蛋一样往下滚，然后碰到飞行器大门。大门打开，逃生舱瞬间吸出舱外，像是一个小尾巴跟在飞行器后面。叶简熙开心了，转身。哲修去哪了？他猛然想起了房间里的情况，一个箭步跑回去。房门紧闭，他小心打开，然后整个人窜进去，再关门。床边，黑曼几蛇盯着3个红狐幼崽，似乎在疑惑是怎么出现的。他舔了一下牙齿，露出危险的视线。这是洪墨轩的。叶简熙走过来。对。蛇修嗤笑。你就不怕我杀了他们？我会在你杀了他们之前先杀了你。叶简熙说。黑曼几蛇的手指按在狐狸崽崽的脖子上，崽崽感觉到危险，叫了起来，然后往叶简熙的方向爬。他拿出哨子，上下抛着。如果知道有这3个东西，我不会把哨子给你，可惜已经在我这里了。叶简熙说。黑曼几蛇盯着3个狐狸幼崽，又把目光放在叶简熙身上。叶简熙并不害怕，一切肉类都在他的菜谱上，不知道黑曼几蛇煮出来的汤好不好喝。如果没有哲修做饭，恐怕味道会差一点。他又要去摸崽崽。叶简熙中途拦下。你最好永远守着他们，
你最好祈祷他们不会出事。叶简熙静静地盯着他，黑曼几蛇的瞳孔逐渐变成竖起来。他要挑起红狐和黑狼之间的矛盾，必然不可能放过狐狸仔仔。但是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最终是蛇修先移开目光，洪墨轩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蛇修说。叶简熙捏着哨子也笑了一下，我以为你有自知之明，是因为我没有成功吗？他说，然后又补充，没有成功杀了他们。叶简熙一愣，原来他知道那2个雄性没有死亡了，看来他们已经回到星球上了。杀了他们，你就能看到我了。蛇修说。叶简熙把3个狐狸仔仔放在床头，拿了一块毯子盖上去，一不小心把脑袋也盖上了。他又往下扯了一下，没有人会影响我的看法，除非是这个人本身。蛇修愣了一会，忽然笑出声来，他声音低沉，2个手指捏着他的下巴。你说我不行？叶简熙点头。30个星球对我俯首称臣，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叶简熙摇头，指着下巴上的手，这样就是不行。哲修对峙2秒，然后松开，他脸上皮肤细嫩，出现了2个红色的指印。他手掌攥拳，又松开，然后说，怎么这么娇气？叶简熙抬着头盯着他，这也不行。叶简熙静静地瞥了他一眼，不管你怎么做，只有一个结果。蛇修愣了一下，眼神重新危险起来，你如果不愿意，我就杀了他们3个。知道他不会伪装很久，终于现出原形。叶简熙说，你只会这一招了吗？小狐狸突然叫了一下，自从出生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叶简熙拿出营养剂，不知道幼崽吃什么。他见黑狼2个仔仔也是吃这些的，这些东西不好吃也不会出错。营养剂放在狐狸仔仔中间，仔仔们还是在哭。蛇修又趁机按了一下狐狸仔仔的脑袋，看到了未开封的营养剂，嘴角上扬，恐怕不用他动手，叶简熙自己也养不了多久。叶简熙把营养剂往前放，吃啊！他记得黑狼就是这么喂，不然找个机会去联系洪墨轩，说不定红狐族不吃营养剂。他叹了口气，自己不会吃，那他亲自来喂。叶简熙拿着营养剂放在仔仔嘴边，才发现没有打开盖子。定，积分加300，当前积分990，死亡倒计时634天。定，奖励已发放。等哲修离开，叶简熙第一件事就是先拿出奖励的礼包。现在有了一个星球当做空间，他不用考虑存放的容量，直接打开，积分加10，当前积分1000。里面是一个绿色的小袋包装，和他的手心一样大。叶简熙闻了一下，有一种草的味道。他虽然喜欢吃果子，但草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难吃了。又放在3个仔仔前面，他们也没有什么兴趣。系统，这是什么东西？请宿主自行探索。叶简熙直接往星球上一扔，反正涨了积分，这些东西就算浪费也是物得其所了。星球上一阵风过去，袋子不知道被吹到悬崖上。叶简熙能清楚地感知到星球的每一个位置，灰蒙蒙的气体充斥着整个星球，断裂的石头，昏暗的河水，这里连一个草都没有，唯一的主题色是灰色，没有任何生命。微生物在这里生存都是大问题，更别说小动物了。小袋子里面的东西洒出来，袋子落在地面。叶简熙想了一会，还是拿出来，隔着门缝扔到了飞行器走廊里。弄脏哲修的地方，也不能弄脏他的小星球。晚上，叶简熙照样收到了哲修做的晚餐。他把饭菜放在桌子上，刚刚打开盖子，3个仔仔一股脑的往这边扑。他一只手按着3个脑袋，然后全部推到后面。飞行器很快落地，到时候我会宣布你是我的元帅夫人。叶简熙冷冷的呵了一声。哲修碗筷放在叶简熙面前，不同意。叶简熙没有说话。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蛇修说。叶简熙看了他一眼，还是不说话。听话。蛇修说完，转身离开了。叶简熙立刻锁门，然后把仔仔们摆放在桌子上。一个仔仔的脑袋直接掉进汤里，叶简熙立刻捞出来，然后跑去洗手间，打开水龙头冲干净之后，松了一口气，再回头发现剩下2个仔仔在汤里头朝下游泳。叶简熙又快速捞出来，也放在水龙头下面冲了一会。等收拾好了这一切，他把汤拿得远远的，却发现3个仔仔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他都要吃完了，不好吃吗？一个仔仔往前一趴，盘子比他的脸还大，要吃到东西，整个身体都要去盘子里。叶简熙恍然大悟，应该喂给他们吃。终于一顿饭的时间过去，看着在床上睡觉的仔仔们，叶简熙十分有成就感。黑狼可以照顾好仔仔，他也可以的。过了一会，哲修来收拾餐具，他把盘子一个个放进盒子里，不小心看到了睡得很沉的仔仔，愣了一会，看什么？叶简熙说。蛇修像是没有听到他说话。娃儿，你和红狐有仇，关你什么事？叶简熙没好气地说。仔仔这一觉睡得很熟，一直到飞行器落地都没有醒过来。飞行器的大门打开，叶简熙抓着书包袋子背在身上，跟着黑罗离开。飞行器大门，2排兽人整整齐齐的列，精神力低的兽人有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兽形。叶简熙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下方有的兽人上面是人，下面是蛇尾，还有带着黑曼几蛇的小黑角，有的兽人脸上带着黑色的鳞片。叶简熙慢慢走下去，迎面蛇修走了过来，朝着他伸出一只手，要邀请他一起走过这条路。他高高抬起头，直接和蛇修擦肩而过。两边迎接的兽人们对视一，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放在叶简熙身上。这是哪位？旁边的兽人压着嗓子，不知道。后面一个兽人说，听说是捡来的，没人要的雌性，现在雌性都可以随便捡了吗？元帅在哪捡的？我也去看看。这个雌性真好看，不像是捡回来的，看他对元帅不屑一顾的样，倒像是抢回来的。这时候，旁边一个兽人冷哼，黑罗双手交叉，鄙夷的看着叶简熙，转身扶着柱子吐了出来，在太空中飘了整整一天。
他从跟着元帅后就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苦。扶着腰站起来，黑罗再次冷哼。他以为他是谁？我们元帅看上他，他应该感恩戴德。他以为我们元帅是谁？周围的兽人一想，也是，他们跟着元帅几十年，大家出生入死，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当然知道元帅是什么样的。虽然有时候心狠，但是对待他们很好，是天底下最讲情义的人了。一个捡回来的雌性，有什么理由拒绝？他既然跟着元帅回来，那就是同意了。一边享受着元帅给他的生活，一边又不同意。有本事别跟着回来啊！就是，我们元帅有什么不好的？还是我们黑曼几蛇精神力最高，也是最好看的。就是。这时候，元帅和那个雌性快要走到他们面前，众人齐齐闭嘴，生怕透露出一点声音。元帅忽然伸出一只手，想要去触碰雌性，小雌性躲开了。他们元帅穷追不舍，一步走过去，想直接抱着雌性。这一次，雌性一脚踩在元帅脚面上，快速往前跑了2步。他们元帅快走2步，追上雌性，强行抓着他的书包，把雌性控制在手里。兽人拳头硬了，这分明是抢来的，什么捡回来的？看个样子，好像和我们说的不一样啊。就算是元帅，也不能违背雌性的意愿。我们元帅这一次出去怎么变了？一个兽人看向黑罗，他抢了哪个种族的雌性？虽然我们要统治其他星球，但是好像应该不能抢雌性。黑罗皱着眉头，就是捡的。哪里捡的？你说不知道？捡的，再问100遍也是捡的。黑罗说，天塌下来有嘴顶着，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捡的。走过迎接通道，叶简熙停下脚步，哲修也跟着停下来。现在所有兽人都知道你是我未来的元帅夫人。叶简熙转过身，背对他，像是生气了。他眯着眼，不远处是一个很高的建筑，全部单向玻璃，里面不知道在做什么秘密行动，连大门都隐藏在地下。是吗？他说，以后你要挑选雄性，比喻要经过我的同意。蛇修说。叶简熙探究地看了看他，还以为要说出什么禁止的事情，虽然他做不到，但是还是要反驳一下。不可能，你的眼光太差，挑不出好的。蛇修说。叶简熙看了他一眼，挑出你才是最差的眼光。蛇修也不是没有脾气，叶简熙3番2次地拒绝他，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你不要不识好歹。叶简熙没有说话，蛇修转身离开了。叶简熙背着书包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哲修没有回来，所以他不识好歹的代价就是一个人在这里等着吗？正好旁边路过几个兽人，叶简熙快速跑过去，你们好。黑罗装作没有看到，径直走过去，他的属下停下来了。你好啊，小雌性，怎么没有跟着元帅？叶简熙低着头，手指紧紧地抓着衣角，眼睛湿润，摇了摇头。旁边的黑罗简直没眼看，他面对墙壁用力砸了一下，呕吐感又涌上来。本跟在飞行器后面摇摇欲坠的体验，他这辈子不想再有第2次。不知道他去哪了。叶简熙说。几个兽人对视一，黑狼和红狐的双星球计划失败，目前的工作不能让外人知道。你想等他吗？叶简熙摇摇头，我有点累。一个兽人说，我带你去休息。来这边。黑罗趴在墙上，血管突突的要冒出来。黑潮，带他去壁洞。黑潮很不赞同他的做法，那地方太小了，怎能去哪里？那你带他去哪？黑罗按着太阳穴，当然是贵客招待处了。黑潮说，他们元帅虽然强行把雌性带回来，但是一看就知道元帅把雌性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虽然壁洞距离元帅办公地点很近，但是设备落后，你让他一个人怎么办？黑罗今天就是要和他对着干。元帅没有吩咐我们擅自把他带回去，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叶简熙竖着耳朵，贵宾招待处有什么机密，都是一些没用的纸。黑潮说，算了。叶简熙开口，就去他说的那里吧。黑潮很生气，怒视黑罗，转过身又轻声说，你放心，壁洞虽然很久没有人住，我让人整理一下也能住人。我知道了。叶简熙说，把小雌性送到房间。黑潮看着已经被淘汰的设备，叹了口气，被强行带到这里已经够惨了，还要住这么差的地方。你先休息，我一会让人来收拾。黑潮说完，先去找元帅汇报情况。他们不在的时候，星球上一切正常。在办公室门口，正好遇到了黑罗，2个兽人一起敲响房门。办公室里只有他们3个。蛇修抬起头看了看他们2个，又低下头处理公务。过了一会，问他呢？谁？黑潮问。黑罗闭嘴不说话。那个雌性。哲修手指点击屏幕，处理了一个事情，我让他去休息了。黑潮回答。哲修手停了1秒钟，翻回刚才的事情，反复看了几遍。他没有说来找我。黑潮又说，我觉得元帅您刚回来，肯定有很多事要处理，所以没有让他来。蛇修又愣了一会，最后关上公务的文件。需要我做什么？黑潮问。以往他们元帅处理好了事情，就会吩咐新的任务下去。黑潮一哆嗦，怎么突然生气了？他连忙往外走，走了2步之后，又回来把黑罗一起带走了。房间里，蛇修打开文件，又关上。他点了一下旁边的选项，通知黑潮进来。元帅。黑潮快速跑进来。他在哪个房间？蛇修问。3楼第1个房间。黑潮说。他点了点头，让黑潮离开了。又过了几分钟，他彻底关了屏幕，离开了办公室。叶简熙的房间外，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人回应。他再次敲门，依旧没有人回应，手指按在门锁上，门打开了。叶简熙不在房间里，3个狐狸又在躺在床上，是叶简熙眼里的睡得香甜。他走过来，手指按在小狐狸脖子上，灼热的温度传过来。他叹了口气，拽着3个狐狸尾巴，一手抓着3个，扔到了角落里的治疗舱里。识别到病情，治疗舱开始自动工作。叶简熙推门进来的时候，只看到蛇修坐在床上，狐狸仔仔消失了，藏哪了？杀了，变成灰了。蛇修说着，
单腿踩在床上，一手把玩着几根狐狸毛。叶简熙走过来，倒了一杯水，小口抿了一下，在哪？尸体吗？蛇修说。叶简熙要被气笑了，仔仔在他那里不会死，但是也不会很好过。来到蛇修面前，他慢慢弯腰，和他的视线平行，黑曼脊蛇都瞳孔变成细长的形状。不交出来，你今天也别想走。叶简熙说。蛇修嘴角上扬，求之不得。叶简熙快速出手，精神力击中他的下巴，蛇修猛地躲开，墙壁上出现一个洞，他下颚线上出现一条擦伤，手指摸了一下，流出了红色的血液。他伸手触碰到了叶简熙的脸，拇指上的血色涂在他嘴唇上，鲜红的颜色衬托得他更加好看。黑曼脊蛇又笑了起来，心思隐藏在深处。我想要的东西还从来没有失败过。黑狼和红狐没有失败吗？叶简熙反问。蛇修等了一会，突然笑出声来，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那我真是倒霉，我早晚会把他们拿下。蛇修说。叶简熙高高抬起头，高脚杯里装着白开水，他轻轻摇晃，拭目以待。哲修离开了，他又一次胜利了。叶简熙一饮而尽，水里面有一股甜甜的味道，他很喜欢。系统没有警告有毒，蛇修也不敢给他下毒了。整个房间里只有高脚杯，但是也只有白开水。叶简熙到处看了看，想在角落里翻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杯子，然后看到了治疗舱里3个嗷嗷待哺的狐狸崽崽。他把崽崽抱出来，然后放在床上，从空间里拿出以前存放的果子，在那个星球上放得太久，已经变成了风干果干。叶简熙尝了一口，味道还可以。你们的。他把果干一个个摆放在崽崽面前，他们还是不吃。叶简熙再次离开房间，走的时候也把崽崽放在了治疗舱里。地下3层是那栋大楼的入口，叶简熙藏在角落里，门口的巡逻机器人到处游走，上方还有一个固定摄像，外面的墙壁上不仅是机器巡逻，还有兽人站岗。它变成圆形，轻飘飘的落在巡逻机器人头上，既然躲不开，那就尽可能的减少留下的痕迹。机器人巡逻到室内，叶简熙才发现这里两边也有2个兽人。他一跃而起，直接落到房门上方，2个雄性一动不动，直直的盯着双方和周围的情况。叶简熙蹲在上面，房顶上的一个小缺口刚好遮挡了他的身体。他匍匐前进2步之后停下来，再继续走。对面的兽人很可能看到他。叶简熙藏在角落里，盯着一动不动的兽人。兽人和机器各有好坏，机器不如兽人灵活，但是兽人的不可掌控性太强，身体到达极限时会困。忽然，兽人的身体动了一下，他闭上眼睛，不到1秒钟的时间，叶简熙跳去了对面操作室内。叶简熙双腿盘着，坐在椅子上，屏幕上显示正在连接。西西，你在哪里？狼一冒出头来，很快又挤进来一个脑袋，说正事。叶简熙说，狐狸又在吃什么？一旁洪墨轩愣在原地，很长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叶简熙拍了拍桌子，快点，时间紧迫，他们很好养，你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洪墨轩说完，叶简熙切断了连接。这个房间虽然不是主要的操控室，但也算是涉及到机密内容的设施。叶简熙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在上面操作，把个人终端连接到上面，不管3721，全部输送过去。当上面显示完成，叶简熙顺便把监控过程删除，补充上了一段新的，又设定好了未来10分钟内的监控内容。10分钟内他必须离开。他走到门口，外面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叶简熙躲在房间角落，有2个兽人进来了，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失败。红狐和黑狼竟然没有反目成仇，还来救援了，也不算全部失败。元帅还带回来了一个雌性，如果这个雌性能给我们诞下子嗣，就算我们全部覆灭，也是成功了一半。可是我们元帅不是有问题吗？白鹿族的雌性不行，这个雌性就可以了，说不定呢。万一就是那么巧，元帅可从来没有对白鹿族雌性这么热情过，连幼崽的食物都准备好了。真的，准备幼崽的食物？当然，我亲眼看到的。那元帅怎么还让雌性住在 B 栋？你消息真落后，已经搬到元帅隔壁了。叶简熙一愣，他什么时候搬的？这2个人还不打算走？10分钟马上就要到了，再不离开，很有可能留下痕迹。2人操作了一下系统，过了1分钟，去往下一个房间。叶简熙趁着他们离开，从旁边钻了出去。10分钟到了，他也离开了。房间里，叶简熙上下检查，床上没有崽崽，治疗舱里也没有崽崽。他想起了那2个兽人的对话，也不知道崽崽们跟着哲修会不会受。叶简熙离开房间，刚好遇到了黑潮。你们元帅在哪里？黑潮惊讶了一瞬间，支支吾吾地说，在他的房间。在哪里？叶简熙又问，他怎么知道哲修的房间在哪？我可以带你去。黑潮叹了口气，就是有件事需要说一下，你千万不要生气。叶简熙抿唇，黑潮更不敢说了，就是不知道元帅从哪找来的3个狐狸幼崽。你放心，绝对不是我们元帅的，等过几天一定送走。我们元帅还是干净的。叶简熙抬头望天，黑潮继续解释，我知道雄性只能有1个雌性，但是我可以作证，3个狐狸幼崽的亲爹绝对不是元帅。叶简熙点点头，黑潮怕他不相信，又说，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那样子一眼就能认出来，不是元帅的种。叶简熙再次点头。他们来到一栋大楼面前，这是一个纯黑色的楼房，没有一个窗户，全身铜墙铁壁，上面布置着无数的自动报警系统。叶简熙乘坐电梯来到房间门外，黑潮敲响门，元帅。得到回应之后，黑潮进去了，叶简熙跟在他后面。房间里，蛇修拿着一个勺子，正在喂崽崽吃饭，突然看到叶简熙来了，手轻轻一颤，让你准备的毒药呢？黑潮一脸疑惑，什么？哲修抿唇，出去吧。黑潮离开的时候，顺便关上门。叶简熙走过来，也尝了一口，味道和他的不一样，但是更加软糯。见血封喉的毒药，
蛇修说。叶简熙没有理会他，要亲手喂给仔仔吃。他举起勺子，吃啊！刚才哲修也是这样喂，他怎么就不行？叶简熙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一样的食物，一样的动作，不可能有问题。他又多盛了一，放在另外一个仔仔嘴边。这一次，仔仔张嘴吃下了小小的一口，然后在他手腕上蹭了一下，用力踩在另外一个仔仔身上，低着头吃了一大口。叶简熙反应过来，勺子太高了，又放低了一点。3个仔仔都围了过来，叶简熙很开心，养仔仔的过程很有成就感。毛茸茸的仔仔像是能听得懂他的话，朝着他撒娇。说过了，有毒。哲修又说。叶简熙本来不打算理他，耐不住他在这里3番2次的找存在感。等仔仔喝不完了，剩下的一点点，他突然踩在蛇修脚上，蛇修微微张嘴，他趁机将剩下的一点吃的全部倒进去。和他想象的不一样，蛇修没有多少表情，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然后说了一句：蛇毒，毒不死我。叶简熙默默地点头。哲修突然靠近，一根手指碰到了他的脸。你今天做什么去了？不如自己去查。叶简熙说。蛇修扫了一眼个人终端，上面没有显示异常，但是整个基地遍布警报，正常行走不可能一个也不会触发，除非是刻意躲开，非要把你关起来才会听话。你试试能不能关住我？叶简熙说。哲修手指微微用力，叶简熙轻轻皱眉，他快速松开，白皙的脸上出现2个红印，他轻轻揉，红色印记并没有消失。哲修有一丝的慌乱，叶简熙摸了一下指甲，舌头舔舐小虎牙，快速化成圆形，一口咬在他脸上，用上了精神力，在相同的位置留下4个牙印，尾巴高高扬起，踩着蛇修的手趴在床上，尾巴在身后一扫一扫，用上了力气打在他手上。哲修扭头，镜子里嘴巴两边分别有2个细小的牙印，小小的挂在脸上，米粒大小。他摸了一下，有点疼，又有点痒。他笑了一下，又很快恢复原样。不要到处乱跑。说完之后，哲修离开了。他走之后，叶简熙也跟着离开了房间。这样坚固的大楼里面不可能只是哲修睡觉的地方。他来到隔壁房间，耳朵贴在门锁上，现在的隔声效果做得很好，但是仍旧不会完全隔声，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叶简熙就可以听到。房间里面没有人，他打开门锁的屏幕，直接调出了后台密码，顺利的输入，密码正确，门打开了。惊喜！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很有价值，是他们最珍贵的。元帅，哲修站在门口，正看着他，在等着他的到来，想来这里睡。叶简熙伸手把门关上了，第一次撬门就遇到了哲修的卧室。他换了一个房间，仍旧是很顺利的打开了。房顶上充满粉色的羽毛，由一根绳子挂在天花板上，地面上有不同颜色的圆球。叶简熙不小心踢了一脚，圆球里面有一个铃铛，慢慢滚到最里面，停下来。他一边走，一个羽毛搭在鼻尖，吹一口气，周围的羽毛晃动。叶简熙没有忍住，又吹了一口，房间里的羽毛到处乱飘，最终稳定下来。他抓了一根，羽毛表面光滑，从指缝溜走，脚上又踢了一下圆球，打断了他的思路。叶简熙快速走出房间，紧紧地关起房门。这里你不能进去，我找元帅有事。走廊下传来2人的对话。叶简熙趴在内部的窗户上，是一个雌性和巡逻的人。雌性像是蒙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头上戴着白色的鹿角，她穿着长纱裙，眼睛圆圆的，看起来可怜又无辜。很快他看到了叶简熙，我想进去见元帅，你可不可以帮帮我？不可以。叶简熙说，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向他汇报。叶简熙皱眉，不行，我求求你了。叶简熙转身离开，哲修都不敢在他面前3番2次的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情。那个雌性不知道怎么绕过了巡逻，跑到了叶简熙面前，我是白鹿族族长的下一代，如果你今天帮了我，未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叶简熙不想和他动手，绕过他往回走。我母亲还是雪山猫族，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找我。叶简熙停下脚步，你已经进来了，不需要找他帮忙了。对方很清楚，这里是哲修休息的地方，出现的雌性很可能是为了哲修而来，请求帮忙是假，说出身份是真。如果是一些比不上他身份的雌性，恐怕已经想着怎么离开了。我不知道他的房间。白鹿族雌性说。叶简熙嘴角上扬，指着一个房间，第7个门，密码是这个。他说了一串数字。白鹿族的雌性面色一沉，勉强笑了一下，好吧，我先去了。叶简熙跟在他后面。这个雌性看起来第一次进来，一边打量着周围，慢慢往前走，后面衣带飘起来，头顶的鹿角随着行走到处摇晃。叶简熙慢慢跟在他后面。你为什么要跟着我？白鹿族雌性说。叶简熙刚好转身推开了他的房间门，没有说话，进入了房间。过了一会，他又打开门，只见蛇修和几个雄性一边说话，一边朝着这边走来。蛇修脸上还带着4个牙印，说话的时候面向黑潮，随着唇齿分离若隐若现。元帅，你被人袭击了。黑潮惊讶地说。后面黑罗拉了一下他的衣服，在哪袭击的？需要帮忙吗？黑潮又问。蛇修绷着脸，视线放在门口的叶简熙身上。你们打架了？黑潮挠了挠头发，后面黑罗看不下去了，用力把他拽到旁边，小声说了一句，闭嘴。叶简熙眼睛眯起来，哲修明明有能力恢复伤口，却偏偏不做。蛇修慢慢走到他面前，头部微微倾斜，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在众多属下面前贴近他，薄唇轻启，接我。不是，不承认。蛇修说，不是，有人找你。叶简熙指着他房间。蛇修眉头一紧，快步打开房门，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人。你怎么在这里？他让我进来的。白鹿族雌性指着他，而叶简熙向后转身，假装这一切和他没有关系。后衣领突然被拽着，又回到了现场。我警告过你。蛇修说。
叶简熙皱眉，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他什么时候说警告什么。抱歉，我不该主动来的。白鹿族的雌性说，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蛇修说，雌性脸色煞白，不是。旁边的叶简熙歪着脑袋，一直到白鹿族雌性离开，他也没有想明白，你们不是很尊重雌性吗？黑潮出来解释，道理是这个，也有其他因素，比如族群争斗，物竞天择。白鹿族的兽人在他们这只是一块待宰的肥肉。住在这里的一个坏处，叶简熙很难再去那栋大楼。叶简熙站在楼顶，整个基地的建筑是不规则的图形，没有任何规律可言。想要找一个地方，只能靠记忆，看到的路线完整的印在脑子里。叶简熙准备下去了，电梯门打开，里面刚好站了一个兽人，还刚好是哲修。回去，他说。叶简熙转身，又坐在边缘的凸起上，继续看着。楼顶的风很大，叶简熙的头发划过脸颊，像是整齐的波浪，在后面随风摇摆。一股尖锐的疼痛袭来，叶简熙皱着眉头，只见蛇修手里拿着一根他的头发，放进口袋里。叶简熙伸手同样抓了一下，数不清有多少根。风消失了，哲修站在上风向处，身体刚好遮挡着所有的风。你挡到我看东西了，叶简熙说。蛇修不说话，两根手指按着他的手腕。叶简熙用力往回收，力气太小，他却纹丝不动。蛇修抽出他手中的头发，叶简熙连忙松开，让他剩下的头发随风飘扬。蛇修又拿出他的头发，把两根缠绕在一起。叶简熙没眼看，你的目的？叶简熙说，追求雌性是每一个雄性都会做。蛇修回答，他小心翼翼把头发缠绕在无名指上，两个人的头发相互交缠，像是一个戒指。目的？叶简熙再次问。蛇修笑了一下，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叶简熙开心了，但是没让他躲过去。他继续问，第一次见面注射的蛇毒成分是什么？当时黑狼族的医生说，那些毒液的量对付不了黑狼雌性，刚好那时候的蛇修在黑狼基地遇到他，很容易当成黑狼族。既然不想杀他，那毒性的成分可能也不一般，要你命的东西。蛇修说，问了这么多次他还不说。叶简熙也不想问了，离开之前看着蛇修脸上的牙印，你不信？蛇修说，不信。叶简熙回答，然后指着牙印，消除它。蛇修没有点头，更没有摇头。你消除，明天我会再咬。哲修手指微动，缓慢闭了一下眼睛，以示回应。离开房顶，叶简熙直接右转，进入到最高层的走廊。这里的密码大多一样，很容易破解。叶简熙输入从后台找到的，屏幕显示密码错误。他继续进入门锁后台，在这个密码之后还有一个密码，他把两个数字叠加，门锁开了。后面传来一道声音，记得刚才输入的是什么数字吗？叶简熙回头，哲修把门关上，重新输入数字，是控制系统的密码。叶简熙一愣，是那天他偷偷进入他们办公大楼拷贝下来的数据，怎么还没来得及看？蛇修说，那个东西离开了主系统，只有一次输入密码的机会，否则……叶简熙抬起头，他知道了，那又怎么样？叶简熙回应。他走进房间，顺手关门，把哲修挡在外面。房间里有一个枯萎的树木，连接地板和房顶，树皮清理干净，上面重新贴上了一层粗糙的材质。他走过去，手放在上面，触感很好，软软的。他原来也见过差不多的猫爬架。叶简熙转身离开房间，用力摔上门，离开了大楼。叶简熙回过头，这个大楼封闭的，连一个普通的灰尘都进不去的地方，根本不是防着他进去，而是防着他离开。你好，又是那个白鹿族雌性，你很喜欢他吗？白鹿族的雌性换了个衣服，这次穿着粉色的裙子。叶简熙疑惑，他们身上的衣服是自己幻化出来的，还能更换吗？那岂不是相当于扒了皮？这是我们白鹿族的天赋。你是什么种族的？天赋是什么？他说话的时候带着若有若无的骄傲。叶简熙想，这个天赋恐怕就是兽人本体的能力。白鹿生活在树林里，无法隐藏白色的身体，需要这个能力来躲避天敌。雪山猫的能力是什么？耐寒吗？叶简熙否认了。他往旁边屏幕上随意看了一眼，世界兽氏星球，身体性别雌性，姓名叶简熙，属性5，等级 SSS 精神力，种族前雪山猫族。叶简熙再看一遍，属性5。哲修的种族不显示，是因为他属于的种族在这个世界里站在反面，这个属性也就是他原型的种类。难道不是雪山猫？我和你说了那么多，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是认为我不配和你说话吗？叶简熙回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叶简熙继续露出疑惑的眼神，什么身份？我父亲是白鹿族族长，母亲是雪山猫族族长。叶简熙失望了，还以为能听到什么大身份。白鹿族雌性勉强笑了一下，我叫白月，你呢？红日。叶简熙说，那我叫你小红。叶简熙笑了一下，你是真的喜欢他吗？可是蛇修那样的雄性根本不会有喜欢的雌性，我是为你好，你没有家族保护，说不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叶简熙想了一会，回答，谢谢。白月听出了他的讽刺，勉强平复心情，我是为你好，那算我不识好歹。叶简熙说，白月气的脸都红了，我后面是2个种族，你说我们2个，他会保谁？叶简熙没有思索，立刻回答，保你。白月心情好了一点，算你，我比他厉害。叶简熙又补充。白月皱起眉头，别乱说了。叶简熙冷着脸，眉头紧锁，嘴唇也抿成一条线，我没有乱说。一瞬间，白月被他吓了一跳，怎么可能？忽然周围爆发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他脸色一白，还好扶着墙才没有跪下去。这个雌性到底是从哪来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精神？早知道他今天就不应该这么草率的来找他麻烦。
白月大喘着气，身体慢慢弯曲，靠着墙面慢慢蹲下去。他们的精神力相差太大，他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只能被对方压制。他很后悔今天说了那么多挑衅这个雌性的话。正当他要道歉的时候，听到雌性说话了：“我和哲修，谁厉害？你厉害。”白月大声说，精神力消失了，他逃过一劫。白月没想到惹到红月的是他无意间的一句话，那么多故意刺激他的话，一个也不在意。叶简熙抬起头，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尘土，项链里的铃铛响了一下。他们面前有一个地下的观赏池，池子中种植着一些植物，上上下下分成几层，高层是树木，中层灌木，还有一些草。一只漂亮的小飞虫从他面前飘过去，它的翅膀是彩色的，飞过的地方落下彩色的金粉。这个飞行的虫子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都要好看。它飞到了池子里，飞到一朵花上。旁边的白月终于缓过来了，他站起来，按着胸口，深深出了一口气。这个雌性厉害又怎么样？难道还真的能打得过哲修？他们并肩站立，这个雌性不知道在看什么，两个眼睛跟随着某个物体移动，白月才没有心情关心他在想什么。旁边传来脚步声，白月心思一动，从对方那个角度看不到他们中间发生什么事。他往下看了一眼池子，虽然有点深，但是摔不死人。他到时候摔伤了，哲修说不定还要找人照顾他。他身体微微弯曲，就要倒进池子的时候，一道身影比他更快，嗖的一下进去了。白月张大嘴巴，可恶，这是他先想出来的办法。后面的兽人也出来了，是蛇修，他跟着叶简熙也跳了进去。元帅，黑罗简直说不出话，他还从来没见过元帅这么紧张的样子。雌性一直都是弱小，需要保护的兽人，元帅不管不顾去保护雌性，值得他们学习。但是那是雪山猫，落地的叶简熙立刻变成雪山猫。等蛇修跟着他跳下来的时候，白色的猫爪已经按在了小飞虫身上。蛇修面色凝重，抓着他的后脖梗拎起来。叶简熙用尽最后的力气想要按着小飞虫，身后的手硬生生把它悬空。小飞虫重新飞起来，围绕着雪山猫飞了一圈，最后落在他鼻子上。雪山猫打了个喷嚏，小飞虫跑了。叶简熙四只爪子碰不到地面，在空中扑腾，后脖梗的力气越来越大，像是要把它捏碎。与其担惊受怕，不如直接杀了你，一劳永逸。蛇修声音低沉，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叶简熙继续挣扎，一个爪子终于搭在蛇修手腕上，用大力气，指甲穿破皮肤。元帅，黑罗紧张地说。元帅，黑潮也向前2步。蛇修看了一眼伤口，并不当一回事。再这样下去，雌性会承受不住的。黑潮说。忽然手上一阵剧疼，一个指甲深深地刺入手腕，他手一松，叶简熙变成了人形。叶简熙手上附着精神力，用力一击，蛇修反应慢了一瞬，倒在地上。他坐在蛇修身上，一手撑在他胸口，另一只手按在他的脸上。蛇修右边的动脉暴露，叶简熙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咬了下去。定，识别到毒素，已清除。定，识别到毒素，已清除。定，识别到毒素，请宿主注意安全。蛇修用力推开他，叶简熙就像是一个灵活的小鱼，只有牙齿不动，双手到处躲避蛇修的追击，几乎是全力袭击，摸到哪里就打哪里。定，有毒。蛇修直接把手指挡在伤口附近，想要直接撬开牙齿。这时候他的力气出奇的大，就是咬着不松口。定，毒。不知道过了多久，叶简熙消气了，主动松开嘴，舔了一下血红的嘴唇。他站起来，双手交叉，俯视哲修。红色的血很快变成了深紫色。哲修面色凝重，捏着他的嘴巴，张开。叶简熙刚刚熄灭的火气又要涌上来，他微微抬头，被迫张开嘴。蛇修低下头，雪白的牙齿，血已经被他吞了个干净，一点也不剩，比平常喝汤还要干净。趁着他不注意，叶简熙又咬到了他的手指。他抓着叶简熙的胳膊往一个方向走，另外一边，白月跟上来。他看得清楚，那个雌性好像是雪山猫族。你等等，我有事问你，你认不认识？叶简熙没有听到，他在专心挣脱哲修。蛇修这次意志坚定，一定要带着他离开，甚至弯腰直接把他抱起来，也不管身上留下多少印记。白月又跟上来。元帅，刚才闭嘴！蛇修厉声训斥。白月不敢说话了。叶简熙被生拉硬拽来到了那个大楼面前，他这次看清了大楼的名字，指挥处。刚进入大门，一群穿着白衣的人把他紧紧围绕。喝了我的血，大量的。蛇修把他交给医生，立刻后退2步，把位置让出来。一群医生手无缚鸡之力掰开他的眼皮查看，一会摸了一下他的体温，这里疼不疼？叶简熙摇头，各种仪器在他身上检查，医生们头顶冒汗，一个个手忙脚乱，生怕错过一点异常数据。第一个数值出来，他们对着结果愣了一会，可能是还没发挥作用，再等等。叶简熙躺在一个治疗舱上，这里的治疗舱不需要透明的盖，医生可以在他治疗的时候同时用其他仪器。又过了半个小时，还是一样的结果。元帅，医生把结果拿给他看。哲修也轻轻皱眉，抬起手。医生们离开，顺便关上门。你不会中毒？蛇修说。你不知道。叶简熙说，他第一次下毒有黑狼族的医生，第二次在那个荒废的星球上，可什么都没有。哲修一直到现在才知道，蛇毒对他没用，也就是说，那次荒星上根本不是蛇毒，或者说量不足以毒杀他。哲修闭上眼睛，不说话了。叶简熙也翻了个身背对他。过了一会，哲修先认输。第一次只是想给你一个小惩罚，只是没想到他是雪山猫，后面不是蛇毒，是药。荒废的星球上，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一点蛇毒相当于预防针。叶简熙懂了。所以呢？蛇修说。所以什么？叶简熙无辜地问。
哲修气血上涌，喉结上下滑动。这一次为什么没有中？被迫流出的血中含有大量蛇毒，如果说少量可以侥幸逃脱，但是叶简熙摄入的量足以杀死世界上任何一个兽人。不知道，叶简熙说。哲修要气笑了，你不知道？他闭上眼睛要睡觉了。我说了，你为什么不说？哲修质问。叶简熙找了个小块被子，蒙着头，就是不说。不管蛇修在后面怎么盯着他，都装作不知道。过了一会，他睁开眼，好像忘了什么事情。叶简熙猛地坐起来，想起来了，仔仔，躺下。蛇修的声音中带着不可违背的命。叶简熙听惯了，穿上鞋子往外面跑。哲修快走2步，一个胳膊挡着房门，回去，让开。叶简熙说。两人在门口僵着，谁也不动。但是叶简熙等不了，3个仔仔还不会说话，他又不能及时联系到洪墨轩，万一出了什么事，他只会束手无策。双手扒着蛇修的手臂，用力向上，直接跳去了房顶的台阶上。眼看着要拆了房顶的排气网，我让人去照顾，你在这躺着。蛇修说。雄性照顾的怎么可能比得上我？叶简熙反驳。一时间，蛇修没有说话，反而用探究的目光看着他，让他有点心虚。叶简熙声音放大，那是我的仔仔，我当然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对，喜欢用汤和冰水洗澡。叶简熙也不说话了。但是一个黑曼几蛇的雄性不可能比他更好。黑潮去，你知道他？蛇修说。叶简熙抬起头，通过门缝看到了外面的黑潮，他正在和黑罗说话。性格没有问题，但是想照顾好和能不能照顾是2个问题。我会让他学习鸿鹄幼崽的技巧，除了你，没有人能比他照顾得更好。叶简熙想了一会，缓缓点头。他放心地回到治疗舱。哲修不放心他体内的蛇毒，硬是要让他在这里休息3天。房间里刚好有一台操作的机器，原本是用来控制医疗器械。叶简熙将复制的数据导入，他倒是要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2串密码输入，进度条缓慢进行，走到最后变成了一朵小烟花，和当初在洪湖星上的烟花一样。叶简熙碰了一下屏幕，不对，这就是洪墨轩给他放的烟花。原来那时候他一直在。烟花结束，又出现了一段数据，是飞行器的本源代码。只是这一款飞行器黑曼几蛇已经淘汰了，他们现在使用的是第4代，他手上的数据是第3代。叶简熙将密码重新导入，第4代是在第3代的基础上建立的，严格来说不会一点用都没有。哲修敢把这个东西交给他，那就说明他不知道当初是他修好的黑狼的中控，以为他真的看不懂。他推开房门，这里是指挥处边缘独立出来的小区域，进入的难度和正门一样。叶简熙来到门口，兽人连成一排，紧紧地守着。他回到房间，打开窗户，外面的墙壁异常光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附着在上面，正门无法进去，那就走侧门。叶简熙变成圆形，朝着上面的监控跳过去，刚好踩在监控上面。10分钟后，他来到指挥处的顶部，边缘处放着2个飞行器，中间是航道，还有一些简单的防御设施，这里也是他们的紧急升降处。叶简熙跳到飞行器里面，设备完好，可以运行。他又来到了进入指挥处的通道，房门紧闭，但是没有任何兽人守着，这对他来说太简单。忽然，他正要输入密码的手停下了，他原路返回，再次回到房间，刚好哲修推门进来，先是确认了一下叶简熙没有离开，这次表现很好。叶简熙有意无意，手臂划过桌子，打下去了一个杯子。哲修弯腰捡起来，去接了一杯水，又放在他面前。再等等，我会让你恢复自由。叶简熙抬起头，原来他现在不是自由的，今天没有乱跑，我带你去看小狐狸。蛇修说。叶简熙双手托着下巴，思考着这2天是不是太安静了，才会让哲修有这种需要他带着才能去看的错觉。他伸出一只手，叶简熙微愣，嘴角悄悄上扬，把手搭在他手心，很听话的跟着走了。路上他又遇到了白月，带着鹿角的雌性坐在台阶上，身上穿着浅绿色的衣服，后面是绿色的植物，灵动的像是刚刚从树林里跑出来的小鹿。他见到蛇修，想要上前说话，却又被盯了一眼，不敢过来。蛇修加快脚步，叶简熙保持原来的速度，他们的手扯开了。你不想牵？蛇修问。当然，叶简熙说。蛇修直接弯腰把他抱起来，为了保持平衡，叶简熙双手抱着他的脖子，张口咬了下去，距离他最近的是耳朵，咬破皮了，耳朵上出的血不多，哲修也就放任他去咬。过了一会，叶简熙玩够了，松开嘴，趴在他肩膀上，随手摘了路边一朵花，3下2下把哲修的长发绑起来，从中间插进一朵花。白月看着这一切，跺脚转身走了。房间里，黑潮坐在床上，庞大的身躯占据了半个床，2根手指捏着奶瓶，另一只手心躺着一个狐狸崽崽，剩下2个趴在他身上，用力撕扯衣服。轻一点，松嘴，松开，咬破了你会中毒的。黑潮小心翼翼，像是捏着空气一样，把手里的崽崽放回去，又去拿另外一只。3只崽崽都喂完了，房门也开了。元帅，黑潮声音疲惫，比以前绕着基地跑300圈还要累。3个崽崽看到叶简熙，从床上蹦下来，一个个趴在他脚边。黑潮瘫坐在椅子上，经过黑罗几天的紧急训练，他已经完全领会到了元帅和这个雌性之间的相处方法。你看，就算是元帅的崽崽也那么喜欢你，你就是天生的元帅夫人。房间里很安静，连崽崽们也抬起头盯着他。我说错了吗？黑潮挠了挠头。哲修扭过头走到桌边，不知道在忙什么。崽崽是我的，叶简熙说。黑潮实话，好久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叶简熙抱着崽崽回到床边，也拿着奶瓶塞进他们嘴里。喜欢喝这个吗？一道阴影遮挡了他的视线。
蛇修又来到他旁边，拿起桌子上的摆件，又放下。不是元帅的仔仔，我就知道不是。这下你相信我说的了吧？黑潮插在他们两个中间，蛇修皱着眉头，被挤到一边。什么？叶简熙说，干净的，我们元帅还是干净的。黑潮，蛇修低声说。黑潮一僵，滚出去。半个小时后，黑潮蹲在办公室门口，刚才的场景在他脑子里转了300个来回，只得出一个结论：元帅害羞了。黑罗坐在他旁边，你知道那3个狐狸仔仔吗？黑潮说。什么狐狸？黑罗一脸迷茫。黑潮以为他在开玩笑，继续说，所有兽人都知道元帅不行，我以为元帅不知道那3个狐狸仔仔是别人的。这时候黑罗听懂了，你以为别的雌性给元帅戴绿帽子，现在我想明白了，原来那3个仔仔是那个雌性。这下好了。黑潮说。黑罗睁大眼睛，这好吗？他带着别人的仔仔，那就证明雌性生育能力很好，说不定真的能治好我们元帅。黑潮说。如果治不好呢？黑罗问。那就是我们元帅的命了。黑潮唉声叹气，也是他们的命，他们这个行动注定无法成功。2个雄性并排坐着叹气。过了一会，黑潮有点累了，准备回去休息，发现黑罗还跟在后面。怎么，有事？黑潮问。刚才没好意思说。黑罗传输了几个文件给他，元帅吩咐的，让你好好看看。等他走了，黑潮打开一看，红狐幼崽是怎样养成的，养崽的选择，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爸爸，如何教导一个合格的崽崽，完整的爱与自由。他头昏脑热，扶着墙慢慢走到办公室，打算在值班室里休息一下。刚打开房间，发现了同样的纸质版书籍。黑潮蹲在墙角，强壮的肱二头肌要挤破衣服，轻轻碰了一下桌子，天然石块做成的桌子掉了大块碎屑。他坐下来，椅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拿起面前的育儿书，还没有他手掌大，2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捏着一张纸，不小心扯下来一个角，他又放回去，手指按着缺角。房间里，叶简熙把仔仔放在治疗舱里，调整成了适合他们的状态。3个仔仔睁大眼睛望着他，睡觉呀。仔仔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用力一跳。叶简熙双手去接，仔仔越过他，趴在蛇修脑袋上，张嘴一啃，4个爪子用力勾着他的头发，用力一收。叶简熙扭头假装看不到，蛇修伸手拿下来，把仔仔往床上一扔，仔仔摔在柔软的垫子上，然后顺着床单滚了一圈，晃了晃脑袋，还往哲修脑袋上扑。叶简熙伸手拦下，他只能活到明天。说完，蛇修转身离开了。叶简熙抓着那个仔仔扔回治疗舱，他轻轻松开手，仔仔在上面重重地滚了2圈，撞在挡板上。他立刻去检查了一下，我也没有用力。仔仔像是委屈极了，趴在他手心里不动。他扔的力气明明比哲修更小。叶简熙安慰地摸了摸仔仔的脑袋。第2天早上，叶简熙睁开眼，听到了有人敲门，是黑潮。我来给仔仔们送吃的。叶简熙打了个哈欠，开门让他进来。黑潮把盒子放在一边，拿出了一块奶香奶香的糕点，他掰开一小块放在食指上，然后送到仔仔嘴边。叶简熙探脑袋，你做的？黑潮眼下青黑，又掰了一块，我也试试。叶简熙也拿了一块，一点一点喂过去，有一块掰得太大，他放进自己嘴里，清甜可口，很好吃。他又继续喂给仔仔，那个吃过了。黑潮说，叶简熙换了一个仔仔，是另外一个。黑潮又说，叶简熙才分配均匀，最后剩下一口，叶简熙自己吃了。但是仔仔的食物对于他来说太少了。这时候蛇修也来了，带来了他的吃的。他打开盖子，正要吃，蛇修伸出一只手捏着他的下巴，让他抬起头，大拇指擦过嘴角，掉下一粒残渣。这么等不及，叶简熙一巴掌拍开他的手，是你来晚了。蛇修把吃的摆放在桌面上，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黑潮，吃吧，我有点事，先走了。蛇修只送了吃的就走，他还是第一次这么听话。叶简熙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蛇修一只手放在他头上，很快回来。叶简熙迅速低头，仔仔们吃饱了，我也走了。黑潮带着东西大步往外，一不小心撞到了墙上。等仔仔们睡着了，叶简熙开门走了出来，走廊里传来铃铛的声音，他脚步一顿，顺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一个房间门口放着数不清的铃铛，下面是一个很密的网。叶简熙轻轻一推，铃铛掉下去，落在网上。他用力一推，铃铛掉下去很多个，还有几个穿过网，落在地面上。等他玩够了，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叶简熙皱着眉，差点忘了正事。指挥处的守卫比上次更多，但是仍旧挡不住他。叶简熙顺利地跑进去，来到了走廊里。从外面看，这里每一个房间都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分得清哪里是最重要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查看，太浪费时间了。叶简熙变成圆形，趴在门口的死角里。过了一会，一个兽人出现，是黑罗。叶简熙眯着眼，跟着哲修风险太大，黑罗是最好的选择。爪子轻轻落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叶简熙跟在他后面，黑罗停在了一个房间外面，门打开了，他趁着大门开启的时间，一眨眼的功夫钻了进去。黑罗哼着小曲，坐在操作台前的凳子上，点开了工作的内容。叶简熙眼睛眨也不眨，数据以图片的形式印在脑子里，工作很快处理完了。黑罗不知道接通了谁的通讯，那个雌性到处乱跑，简直是太不守规矩了。对面的兽人也说话，那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有啊，他是元帅抢回来的，让元帅还回去就行了。2个兽人都不说话。我听说他可能会治好元帅，谁知道呢？万一治不好怎么办？他又不是医生。对面的兽人又说，可是听说他精神力很强，很容易受孕，又能长时间安抚雄性。黑罗沉默了一会，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了？怎么帮着他说话？是你兄弟也不能好坏不分，跟着我。
说他坏话，你不能和他站在一起，你忘了吗？我被他像狗一样在逃生舱里溜。黑罗说完，腿上一疼，整个椅子从中间碎了，他直接坐在地上。谁？房间里空无一兽人，只有他碎裂的椅子证明有人动过手脚。谁？出来！黑罗的手放在报警器上，没有人回应他。他打开几分钟前的监控，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异样。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会做到更换监控内容。难道真的是椅子自己坏的？你坐的椅子是飞行器淘汰下来的材料，有1/1000的可能会自己碎。通话那边的人说，我运气这么差。黑罗若有所思，他仔仔细细检查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发现异常，这才转身离开。房间关门之后，叶简熙从屏幕后面伸出一个耳朵，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小，一直到消失，他才跳出来。回去的路上，黑罗越想越不对劲，所有的事情都很正常，除了他心里的那一关，怎么就这要巧？他转身原路返回，为了以防万一，他今天就住在房间里了。叶简熙听到外面的声音，立刻藏在了操作台后面。他的个人终端还连接着黑潮的办公设备，还好在连接上的第一时间选择了隐藏。叶简熙趴在后面的角落里，个人终端上显示着黑罗操作的内容。本来还不知道破解密码，多亏了他又回来，一直到晚上，黑罗也没有离开，叶简熙就跟着在这里等着，一直等了2天，终于等到了黑罗想要离开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兽人从外面进来。你守好这里，房间里要一直有人盯着，不能离开一步。黑罗困得睁不开眼睛，摇摇晃晃地往外走。在他出门的时候，叶简熙从那个兽人的后面跑过去，跟在黑罗后面，顺利地从门缝中跑了出来。回到房间，叶简熙趴在床上一动不动。蛇的耐力天生比雪山猫好，虽然2天没有吃东西，但是他可以睡觉，除了睡觉就是盯着黑罗操作系统。你去哪了？房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哲修大步走过来，叶简熙还保持原形，抬起脑袋看了一眼，他空手来的，又低下头继续趴着，在操作台下面趴着睡觉。他偶尔会活动一下身体，但毛发还是有些许的凌乱。蛇修伸出一口气，手掌从猫猫头顶一直顺到尾巴，将白色的毛捋顺了，语气稍稍放缓。去哪了？叶简熙肚子叫了一声，2天没有吃任何食物。蛇修说。叶简熙慢慢点头。蛇修一时没有说话，在房间里转了2圈，周身的气压要让人喘不上气，连睡梦中的仔仔也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睁开眼睛，趴在治疗舱边上，他转身走了出去。叶简熙继续趴在床上，早知道应该在空间里多放一点吃的。一碗粥重重地放在他面前，哲修面色发冷，勺子扔到碗里面，溅起2滴汤汁，想让我喂你？哲修冷笑。叶简熙正要变成人形，自己去喝的时候，勺子放在他嘴边，猫猫的舌头带着倒刺，不小心漏下一滴，落在床单上。哲修另一只手去擦，一碗粥很快喝完了。叶简熙没有吃饱，哲修摔门离开。10分钟后，又拿了一碗粥回来，又喝了几口。叶简熙脑袋蜷缩在双腿之间，别以为装睡就能逃过去。蛇修说。叶简熙身体动了一下，下半身藏在被子，蛇修一手直接把他从床上拉到半空中。上次我说过什么？叶简熙耷拉着脑袋，拒绝沟通。如果不是快要饿死了，你也不会回来，是不是？叶简熙爪子朝上，用力抓了他一下。蛇修带着他打开房门，来到了大楼的楼顶。今天的风比往日更大，吹得叶简熙睁不开眼睛。如果不是蛇修抓着他，早就被吹下去了。蛇修带着他来这里做什么？他左右查看，和以前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忽然脚下一空，哲修让他悬空在楼顶边缘。你倒数，我松手，好不好？叶简熙闭上眼睛，扭头不看他。下面是10几层的高楼。蛇修微微弯腰，鼻子贴着小雌性的脸，只要松开手，他会瞬间粉身碎骨，好像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这样小雌性就能永远属于他了，不用担惊受怕，不用预防其他雄性，也不用担心受人刺杀，好吗？蛇修说。叶简熙正对着风，指甲深深地陷入哲修的手指中，红色的血迹滴落在他的毛发上，绽放出一朵朵红色的血花。他猛地松开手，叶简熙准备好了下落的姿势，还没开始，又被他另一只手接下来，轻轻放在房顶。如果再有下次，这里就是你的坟墓。蛇修话音刚落，叶简熙高高一跃，踩着他的头顶，然后朝着外面跳下去，矫健的身姿踩着大楼的边缘，只要有一点坡度，就能成为他落脚的地方。没有窗户，下降的难度比以前高很多。叶简熙化成一道白光，最终稳稳落在地上，然后迅速从大门重新进入。哲修站在大楼边缘，扶着栏杆，手指微微颤抖，心有余悸地按了一下心脏的位置。电梯打开了，一只带着红色斑点的雪山猫高傲地从里面走出来，斜着看了一眼他，甩甩尾巴转过身。蛇修快步走到他身边，手掌放在他的腹部，上面的青筋还在随着血管跳动，过激的血压还没有恢复平稳，抓着雌性的爪子，四脚朝天按在地上，仔仔细细地检查过去。雪山猫的体型很小，只有他一个手掌那么大。蛇修双手捧起来的时候，手臂用不上力，他轻轻地出了一口气，才慢步走到电梯里，直奔他的房间，将猫猫放在治疗舱里，僵硬的双手点了启动，扫描了3次之后，得出一样的结论，身体没有受损。哲修坐在旁边，双腿交叉，犀利的眼神直视前方，手指轻轻搭在扶手上。叶简熙脑袋搭在爪子上，尾巴在他面前扫了一下。哲修没有动静，还在看着不远处的墙面，尾巴重重地甩到他胳膊上。蛇修也没有理会他。叶简熙站起来，变成了人形，坐在边上，双腿在空中摇晃。我饿了。哲修才勉强施舍给他一个眼神，他没有立刻去拿食物，反而站在治疗舱前面，慢慢的单膝跪下，拿起他一只脚，轻轻穿上鞋子。我不该吓你，知道就好。叶简熙说。蛇修先去给他找吃的，
叶简熙来到桌前，上面空无一物，桌子就像是一个摆设。最原始的地板，床上是他们固定的4件套，只有治疗舱里放了一个粉色的毯子，纯白色的墙壁，金属门。房间里里外外只透露出2个字：生冷。叶简熙打开书柜，每一种颜色的书放在一起，大小规整，旁边放了几瓶颜料，也是装在盒子里，和书本的高度一样。叶简熙把颜料倒在地上，加上一点水，手指上沾染了一点粉色的涂料，他抹在旁边，他又把整个手放进去，还是觉得不够，最后变成圆形，4个爪子都陷进去。忽然门锁传来打开的声音，他到处看去，地板上已经脏乱的不成样子。叶简熙难得觉得自己做错了，一溜烟的跑到吊灯下面。与此同时，房门打开了，哲修先断了房间电源，下来，叶简熙跳下来，蛇修先把食物放在一边，在杂乱的地板中找到了一点可以下脚的地方，抓着磁性的2个爪子来到了浴室，调整了合适的水温，然后把叶简熙放在里面。碰到水后，叶简熙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哆嗦，身上的毛发粘成一团，身体直接接触到水流，他又打了个哆嗦。冷。小磁性点点头，哲修又调高了1度，修长的手指在高温下逐渐变红，脑子也有些昏沉。他手指穿过毛发，轻轻的揉了一下，水流先经过手心，再落在小磁性身上，适应了水温，小磁性舒服极了，脑袋搭在池子边上，4肢敞开，手指沿着皮肤往下梳理，将没有稳定的颜料冲下去，池子里的水立刻变成粉色，又流进下水道。洗完之后，叶简熙趴在毯子上昏昏欲睡，温热的风带走湿气，还有专用的佣人帮他梳理毛发，身上终于变得干净了，他心情也好了很多。微风消失，哲修先去收拾房间的残渣，叶简熙找到了一面镜子，高高抬起尾巴，虽然没有见过雪山猫族，但是叶简熙肯定他的毛发一定是最好看最柔顺的。他优雅地走到了镜子前面，突然跳了起来，落地的时候，蛇修伸出一只手托着他的肚子，然后慢慢放下。不认识了。蛇修语气轻巧，带着一些扬眉吐气。他把镜子放在叶简熙面前，是你。颜料加水会变得稳固，很难冲洗，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减。叶简熙一巴掌下去，镜子掉在地上，没有碎。哲修弯腰捡起来，然后把镜子放在了最里面的柜子，关上门后，柜子自动收入墙壁。叶简熙变成人形，看着裙子上一块一块的粉色颜料，眼睛逐渐湿润。蛇修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刻走了过来，双手不知道往哪放。他弯下腰，手指小心翼翼地擦拭眼角，眼泪还没有流出来，只是双眼水润润，让人看了难受。捧着他的脸，蛇修说：“骗你的，可以洗下来。他这里有可以更换的衣服，但是都是雄性。”哲修拿出一套，换一下。声音的语气让叶简熙很不舒服，他下意识拒绝。哲修又补充一句：“可以吗？”他点点头。元帅制服很干净，看得出认真清洗过。叶简熙把裙子脱下来，变成人。叶简熙装作没看到，把信息删除。过了一会，又来了一条，这次是洪墨轩：“西西，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你的召唤。”叶简熙又点了删除。他犹豫一会，点开朗逸，回了一句：“我自有安排。”他躺在床上，哲修的衣服做的和他本身变化出来的质感一样，硬挺的版型，像是躺在石板上。叶简熙看向门口，没有一点动静，看来蛇修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办公室里，蛇修再次把衣服洗出来，对照着一开始的照片，这次终于有了一点点的变化。元帅，研究人员那边给出了结论，可以再用白色的颜料，再涂一层。黑罗说。哲修拿出配料表，没有危害，没有。他拿了一个小刷子，慢慢的将白色颜料涂在粉色的边缘，只要等着，到了时间就可以看它效果了。其实雪山猫也会换毛，等一等也可以。黑罗说。蛇修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但是小磁性等不了。他拿着细小的刷子，生怕多涂了颜料。叶简熙的裙子和普通的白色不一样，仔细去看，上面还有一些其他颜色的花纹，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到。后天涂上去的颜料会遮盖本来的样子，还好粉色的部分不是很多，预计2个月就会恢复原样。第二天早上，叶简熙乖乖地坐在床边，等着哲修来送早饭。仔仔们都等到了吃的，他的还没到。黑潮一手抓着一个仔仔，荡成秋千，双手在空中摇晃，剩下的一个仔仔趴在他头上。过了半个小时，还等不到。叶简熙来到了哲修的房间，地面上的颜料已经收拾干净，只剩下一大块的粉色地板以及天花板上的粉色爪印。躺在床上，他爪子留下来的印记形成一个圈，像是一朵朵梅花，异常好看。如果还有其他的颜料，他还可以再采几个。房门打开了，蛇修拿着2个盒子，一个是他的早餐，还有一个是他的裙子。黑色的长发有些许的凌乱，头发间触碰到叶简熙的脸，他眼底青黑，手心上留下一块的白色颜料，米粒大小。叶简熙拉开他的手，碰了一下白色颜料。蛇在成年之后很少蜕皮，蛇修和他不一样，这块白色的印记很可能会永远留下。叶简熙抬起头，好了，蛇修说。白色的裙子恢复平常，叶简熙拿起来，他以为再怎么样清理也不会和原来一模一样。等等，叶简熙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他分明记得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猫猫头，现在怎么变成了一条盘着的小蛇。他推着哲修让他离开房间，快速换上了衣服，清清凉凉，穿在身上像是光滑的丝绸。叶简熙一脚将制服踢下床，哲修进来了。明天我会通知所有人，你是元帅夫人。他说完又觉得少了点什么，补充一句，行吗？叶简熙点头了。蛇修猛地蹲下，真的。叶简熙扭头不看他，拿着他的一根手指。蛇修低着头，嘴角稍稍上扬，眼睛里掩饰不住的笑。哲修弯腰，冰凉的嘴唇落在手背，
叶简熙下意识地收回来，按压了一下被亲吻过的地方，还是凉凉的。蛇修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头发垂在地上，看不到他的表情。叶简熙又把手放在他面前，失而复得的宝贝回来了。蛇修抬起头，瞳孔逐渐变得细长，一根一根手指插进柔软的手心，一冷一热，十指相扣。黑蛇不只是嘴唇凉，任何地方都是冰凉的。这是叶简熙躺下之后才发现的，整个房间都是冷的。他蜷缩着身体，想要埋进被子，带着冷意的手将他拉回来。冷。叶简熙点点头，身体腾空而起，血液也像是被冻住，整个人都黏黏的，趴在蛇修肩膀上一动不动。周身忽然出现温热的水流，温度比平时他们接触的高很多，但是刚刚好中和了冰凉，冷热交加，忽冷忽热，像是在冰天雪地，又瞬间变成炎热的夏天。瞬息万变的外界环境让叶简熙的情绪也急速升降，一口咬在他脖子上，不许喝。蛇修盖着他的嘴巴，伤口快速自愈。叶简熙又在他手上咬了一口，冷哼一声，没有任何毒可以伤害到我。他说的信誓旦旦，和当初在楼上跳下去一样。真的？蛇修轻声问。当然。叶简熙呼出一口热气，高高抬起头，有一只手抓着他的脚踝，用力向后一拉，温水铺天盖地，从每一个缝隙里溜进来。周围的声音放大又放空，他双手寻找浴缸的边缘，这里是黑曼脊蛇的专属浴室，落在里面像是一粒沙子，找不到边缘，一股巨大的力道将他带出水面。叶简熙用力咳了几声，一巴掌拍在他脸上。蛇修眼睛微微睁大，闪烁着让他看不懂的光芒，轻轻拖着他的手掌，手心微红，低头亲吻。你是不是不太对劲？了解过我的本体吗？蛇修问。叶简熙摇头，一种毒蛇，有毒的不仅包括毒液，我们的牙齿、血液、皮肤都是有毒的。你说你可以抵抗所有的毒？叶简熙犹豫了。天亮了，叶简熙看到了2条未读的系统提醒。定，检测到毒素，已消除毒性效用。定，已获取优良基因，积分加200，总积分1200，已获取大礼包1份。叶简熙打开，是一袋种子，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先扔到了星球上，从床上爬起来，打开之前放颜料的柜，颜料加水可以直接使用。调配好之后，找了一根笔，来到床边。哲修睡得很熟，叶简熙在他脸上画了一个小猫的形状。回到房间，叶简熙将3只崽崽装进书包里，转身往外跑，从这里到指挥处2分钟就到了。后面的机械摄像捕捉到他的身影，叶简熙回过头来，对着他笑了一下，一跃跳上指挥处的墙壁，和上一次同样的方式，直奔房顶。飞行器还停放在这。叶简熙打开大门，正对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键，应该是开关。他点击之后，飞行器里的灯亮起来。运营模式分成很多个，其中一个是自动驾驶。他点击运营，最终地点定位到黑狼星。飞行器瞬间升空，指挥处下方站了一圈兽人，武器对准了他。飞行器在空中转了一个圈，后面哲修出来了，他站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得到，脸上挂着粉色的猫猫。书包里，崽崽睡醒了，到处寻找出口。叶简熙把他们放出来，第一次见到飞行器里面的样子。崽崽们到处乱跑，任何一个东西都能成为他们好奇的。开关，闪烁的灯，发光的按键，一只狐狸爪子不知道踩到哪里。飞行器在空中来回翻滚，叶简熙也跟着到处转，终于恢复平稳。他立刻抓住崽崽们，放到书包里，已锁定目标，准备发射。什么？屏幕上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正对着他们居住的大楼。叶简熙抿唇，里面有很多房间，他都没有打开，有几个打开后还没来得及玩。屏幕上很多按键，他更不知道哪个是取消。攻击发射出去了，落到大楼上，一个刚刚建成的伊甸园瞬间灰飞烟灭。飞行器开始执行一开始的命令，朝着远处飞去。叶简熙，飞行器里响起哲修的声音，他抬起头，这可是他认定的第一个佣人，会做饭，会收拾房间，就是偶尔有点坏。是你把我绑回来的，只炸了一栋楼，便宜你了。叶简熙说。飞行器速度很快，声音断断续续，叶简熙听不出是什么，反正没什么好话。后面没有飞行器追过来，叶简熙把崽崽们放出来，小心一点，不许乱碰。崽崽们并排坐在他旁边，屏幕上显示需要1天的时间才会到达。星球上的食物已经存放很久了，在空间里可以保鲜，但是那个星球上会随着时间，肉都会变成肉干。他来到驾驶位后面，这是一个小型的飞行器，面积比汽车大一点，一个人刚好可以站立。座椅下放着一个箱子，叶简熙拉出来，里面是2个一样大的盒子，盒子温热，一个里面放着崽崽的食物，还有一个是他的食物，以及2个盒子下面崽崽的小毯子和他们平时的玩具。崽崽们看到小玩具，一个个扑过来，拍打着小球。1天的时间很快，叶简熙躺在驾驶位上，本来就疲惫不堪的身体直接沉睡，一直到飞行器落下，他也没有醒过来。外面吵吵嚷嚷，叶简熙睁开眼睛，飞行器的隔声效果很好，但是他的听力也很好。这是谁的飞行器？竟然落到了我们的地盘！就是，快去找组长，都把我们的地方弄脏了，本来就不够分到，还多了一个，直接扔出去。叶简熙打开舱门，一个人离开飞行器，3个崽崽留在里面。这里是一片雪山，白茫茫的雪望不到尽头，冰冷的寒意深入骨髓，手指冻得发红。面前的雄性兽人们，有的带着白色的猫耳，有的长着长长的尾巴。他确定最后的重点选择的是黑狼族。你是谁？说话的雄性看了一眼他，又躲着他和其他兽人说话。这个雌性真好看，也不知道有几个雄性这么漂亮，排在他后面的雄性数都数不清。那又怎么样？我们可和他们不一样，有我这样的雄性是他的荣幸，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种族的。叶简熙抬眼
我刚才问你话呢，哪来的？哪个雄性又说族里的雌性很少，薛凯很少见到这个雌性是外面来的。如果不依靠他们，其他种族进入冰天雪地，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死亡。所以他料定这个雌性会同意。我正好没有雌性，你来吧，我给你留一个洞口。旁边一个雄性说，我们一起，反正我也没有雌性。行啊，还有兽人要来吗？没有的话，他就是我们2个的了。薛凯高高抬起头，带着前所有的神气，他终于有了自己的雌性。2个雄性直接对话，已经定下了他未来的生活。叶简熙轻轻摸了摸指甲，薛凯朝着他走过来，伸手。叶简熙侧身躲过去，怎么还矜持一下？薛凯不耐烦的再伸手，叶简熙照样躲过去，随后一脚踹在他的腹部。薛凯向后一段距离，重重的坐在地上，他像是摔懵了，站起来擦了擦脸，恼羞成怒，变成原形。那是一只雪白的猫，全身上下全部都是白色，包括他的眼睛，就像是普通的猫临死之前瞳孔扩散的样子。这是一只雪山猫。叶简熙终于看到了同类，嘴角微微上扬。雄性雪山猫朝着他扑过来，还没有碰到的时候，整个身体僵在空中。薛凯发出巨大的惨叫声。叶简熙要震聋了，还想知道我是谁吗？叶简熙说。薛凯用力摇头，嘴角出现鲜血。我可以告诉你。叶简熙说。薛凯继续摇头，眼神求助其他雪山猫。我是来灭你们全族的人。他伸手抓着薛凯的后颈，这个位置确实很好抓，但是没有人比叶简熙更清楚这个抓不到方式，缺点在哪。他同时使用精神力，将薛凯的四肢牢牢控制。你放开他。一个雄性说。叶简熙好像没有听到，他把雪山猫拎到半空中，仔细观察，或许是雌性和雄性的身体不同，这个雪山猫比它的本体大很多。忽然又一只雪山猫打算从后面袭击，同样停在半空中。叶简熙看了他一眼，巨大的精神力压迫着他，想要惨叫又发不出声音。他把2只雪山猫同时抛向空中，又落到很远的地方，没有了动静，不知生死。住手！很快一个老者走了过来。叶简熙知道他，不知道你从哪来，如果是我的人冒犯到了，还请原谅。叶简熙摇头，不原谅。那你想怎么办？他说。叶简熙抬起头打量着周围，都是雪山，没有见到一个建筑物。这些雪山猫居住在最原始的山洞，就算衣食住行都是星际的最底端，他们仍旧觉得他们种族是最尊贵。交给我。叶简熙说。不可能。族长态度坚定。不如我们详细的谈一谈。族长后退一步。好啊。叶简熙笑起来，2个眼睛弯弯的，和他猜的一样。他们居住的地方在一个山洞。呼出一口气，热气往上飘。死了吗？叶简熙问。族长看向其他人，昏迷不醒，医生说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族长点点头，浑浊的眼睛没有聚焦。他穿着纯白色的袍子，质感粗糙，没有一点装饰品，活像是一个活死人。叶简熙收回视线，他很清楚刚才下手有多重，但是也没有到要了他们的命的程。雪山猫怎么说都是猫科动物的一种，它从更高的地方跳下来都没有问题，怎么他们就要死要活的？我答应你，把他们交给你。族长说。叶简熙抬头，可以。2个被捆绑的雪山猫送到他面前，他们还在昏迷中一动不动。叶简熙戳了一下，没有动静。既然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请你离开。族长说。据我所知，这里是黑狼的地盘。叶简熙说。现在是我们生活在这里。什么是黑狼的地方？他们那种适应力差的兽人根本没办法在这里生存。族长气得胡子翘起来，重重的拍打桌子。本来就是冰块做成的桌子不堪一击，掉下来一块。叶简熙抬手，整个桌子都碎了。寄居在其他种族不要的地方，还在给自己找合理的借口。叶简熙说。族长面色煞白，气得胸口剧烈起伏，重重的喘气。我们是暂时的落幕，不会一直这样，而他们只会一直在黑狼星。叶简熙冷笑，一个固步自封，每天只吃原始的植物，丝毫不知道学习，只知道沉浸在高贵血统的种族，居然会认为他们会超过努力和外界合作，奋力向上爬的黑狼。你笑什么？这2只雪山猫随你处置，离开这里。这时候外面走来了一个雌性和几个雄性。薛尼，你怎么来了？族长笑着迎接，听说来了一个挑衅，我过来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薛尼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他上下打量，眼中有一丝的不敢相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恐惧。叶简熙笑了一下，好久不见。薛尼看到了他裙角的猫猫标志，大惊失色。你是我。叶简熙走过来，薛尼猛地后退，几个兽人挡在他面前。叶简熙叹了口气，躲什么？当初把你丢出去是所有兽人共同的决定，你不能怪在我身上。薛尼的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族长的目光从叶简熙身上离开，又落在薛尼身上。你居然活着回来了，太好了！你现在有这么高的精神力，可以为我们雪山猫族做贡献。族长高兴地说。旁边一个雄性兽人也笑着，正好最近黑狼族蠢蠢欲动，有了你，我们还能再坚持一下，至少把雌性们都转移出去。早知道你是我们族的兽人，刚才他们就不会对你出言不逊了。你现在精神力多少级别？我看你刚才轻而易举地控制他们2个，应该不低。叶简熙拖着下巴思考了一下，多少级？精神力瞬间释放出来，控制了洞里所有的兽人。族长头上直冒冷汗，你这是干什么？叶简熙无辜地说。这下你就知道我是多少级了。你凭什么认为我死里逃生回来是帮你的？叶简熙不想和他们说太多，他们的想法根深蒂固，也不应该是他来教导。他的目的是报仇，不是对敌人进行善良的思想品德教育。精神力慢慢压迫，山洞里充满惨叫声，却在洞口处戛然而止。外面风平浪静，雪山猫族上下100多只，只是整个星际中的一个小小的尘埃。
挥之即去。族长，你看我找到了什么？精神力消失，兽人倒在地上，一个雪山猫抱着3个幼崽出现在洞口。叶简熙抿唇，以他们的能力打不开飞行器的开关，恐怕是3个崽崽自己跑出来的。你在干什么？门口的雄性抱着3个崽崽，惊讶地看着洞中的一切。放开族长，否则我杀了他。的手放在一个崽崽脖子上，还没说完，立刻倒在地上。3个崽崽跑过来，爬到叶简熙肩膀上，乖巧地蹭了蹭，回去和你们算账。叶简熙说。族长坐起来，大口喘气。这是你的。叶简熙点头。原来你有生育能力。族长后悔不已，族内雌性本来就少，居然还被他赶出去了。只要你愿意回到族内，我愿意既往不咎，以前的所有事情一笔勾销。族长说。叶简熙抬眼，心情平稳。族长说出这种话，不奇怪了，我和你不是一个种族。他说。怎么不是？你是我亲手扔出去的，现在也应该由我承认你的身份。族长着急地说。当初的决定是经过全族兽人同意，他们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个雌性是第一个回来的，和你们一个种族，说出去太丢人了。我会注册一个新的种族，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叶简熙平静地说。什么叫说出去丢人？我们一直是星际里众多种族仰望的存在。我的女儿的雄性是白鹿族族长。叶简熙抬手制止了他的话。可是白鹿族看起来并不珍惜你的孩子，他们把生下的雌性送给了黑曼几蛇。族长坐在地上，他们一族自诩高贵，和其他种族说话就已经是赏赐了。叶简熙的话无异于凌迟。黑曼几蛇，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阴险狡诈，臭水沟的老鼠，伺机而动的毒蛇，手段残忍，这些都是形容他们。他们为达目的，誓不罢休。到他们那里的雌性，除了死，没有其他路。不可能。薛尼也突然说。当初是大祭司说你不能生育，要把你扔出去是族长的主意，和我没有关系。叶简熙并不理会，站在洞口遮挡着，再次释放精神力。在他们承受不住的时候，又略微松懈。3个崽崽在他身后玩雪，一会拿着雪球到处丢，一会又跑其他地方打闹，根本不用他担心。你不能这么做，雪山猫族全军覆没，对你有什么好处？族长颤颤巍巍说。外面传来吵闹的声音，他两眼放光，看吧，他们雪山猫终究是不一样的，当他们遇到危险，一定会有人来救他们。那些愚蠢的兽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叶简熙再次增加精神力的压迫，他趴在地上说不出话，仿佛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星际中有千万个种族，失去一个对我有什么坏处？有人来救我们了。叶简熙没有回头，自顾自地玩。一道身影站在门口，光从他身后照射进来，他身上带着鲜血，一步步朝着他走过来。族长很高兴，看吧，他是来杀你的。距离越来越近，叶简熙下意识用精神力阻挡，对方没有防御，硬生生地承受了一击。他进入洞口，光线也照射到他脸上，是狼裔。他几乎是跑起来拥抱他。怎么才回来？黑狼的脑袋用力往他脖子上蹭，和3个崽崽蹭的一点也不一样。头发擦着他的脸，像是用刷子划过去。我好想你，狼裔说。叶简熙揉了揉他的脑袋，黑狼像是受到了鼓励，直接把他抱起来，轻轻亲吻。他闻着熟悉的味道，缓缓闭上眼睛，心终于落到了实处。虽然知道叶简熙很安全，但是什么样的安全？自由的安全，还是被迫的安全？叶简熙捏了捏他的耳朵。黑狼的体温很高，比黑曼几蛇摸起来舒服很多。冰天雪地里，终于找到了一点温暖的东西。黑狼就像是浑身冒着热气的大火球，周围一圈都是合适的温度。一直等到狼裔自己抬起头，叶简熙指了指对面的兽人，我来处理。狼裔说。叶简熙点点头。你们居然认识？族长最后一点希望也熄灭了。我们同在一个星球上这么久，你就为了他这么绝情吗？族长说。薛尼爬到叶简熙脚边，反反复复的精神力压迫，早就让他的身体虚弱不堪。是族长下令把你扔出去，这都是大祭司和族长的命令，和我没有关系。叶简熙后退一步，雌性在族群里话语权很高，如果他不愿意，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他。先去玩一会。狼裔说。叶简熙点点头，忽然意识到很久没有见到3个崽崽了，山洞里根本没有崽崽的身影，刚才还在这里玩闹的。叶简熙在洞口最里面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洞，后面山洞突然掉下一块冰，叶简熙拽着3个崽崽的尾巴，后面狼裔抱着他的腰往外冲，后面无数碎裂的冰块坠落。你的属下还在后面。叶简熙说。大雪铺天盖地的砸过来，声音震耳欲聋。3个崽崽以为自己闯祸了，乖乖的躺着一动不动，死不了。狼裔没时间管他们。叶简熙也不说话了。雪崩对于黑狼族的兽人来说不算什么，最多回去在治疗舱里躺2天，但是对于雪山猫不一样。叶简熙见识过他们的脆弱生命，这样的种族能活到现在也是不合常理的。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在星际纷争中灭族了。不思进取，体质虚弱，又容易得罪其他人，灭族才是正常的。雪崩停下，狼裔把他放下来。怎么会发生雪崩？狼裔疑惑地说了一句。叶简熙看向一边，脚尖踩在雪堆上，崽崽们一头扎进去，在里面刨洞。动手的时候忘记捂嘴，他们叫得太大声了。叶简熙说。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狼裔身上的温度越来越高。叶简熙又抱紧了他，后面冒出一个个黑狼脑袋，有一个正好在他们附近，用力甩了甩脑袋，血从天降。叶简熙低头去躲，狼裔单手挡下，又把带着热气的手掌放在外面的皮肤上，又轻轻抱起他，将周身的温度带过去。崽崽们很想你，我也是。狼裔阴险小人，剿灭雪山猫的方案我也出力了，等西西回来也有我一份功劳。人还没到，叶简熙已经听到了洪墨轩的声音。西西小姐，
洪墨轩跑着回来，头发有些凌乱。叶简熙伸手把头发捋顺了。我很想你，洪墨轩说。叶简熙点头，请允许我拥抱你，可以吗？叶简熙再次点头，洪墨轩却还不来。抱啊！叶简熙说。洪墨轩无名指推了一下金丝眼镜，脸上挂着笑容。西西小姐，我只想抱你，不想抱他。下一刻，狼逸抱着他猛地跑了出去。3个仔仔反应过来，也跟着跑了。他们进入飞行器，狼逸立刻锁门，连仔仔们也锁在了外面。看出叶简熙的担心，他说：“没关系，洪墨轩在外面，他会照顾好的。”飞行器立刻起飞，没有给洪墨轩一点机会离开雪山。叶简熙舒服地伸展身体，他打开窗户。黑狼星的建筑大多数是黑色，没有规律，像是规划出路线，然后兽人们在路旁边随机建设。黑狼星刚刚成立，确实没有精力放在好看这件事上。不远处有一个广场，除了各种颜色组成的花纹，什么装饰都没有。飞行器就在这里落下，这是一个伪装后的降落场。叶简熙刚刚迈出一步，洪墨轩迎面来，轻轻的拥抱。拥抱的时间很短，他手指间夹着一朵玫瑰，等不到主人，他都快要枯萎了。玫瑰插在他头发上，洪墨轩带来了鲜花的清香，仿佛回到了中世纪贵族崛起的时代。他站在新兴的种族间，2个时代在这里交叉。洪墨轩单膝跪下，轻轻亲吻手背。美丽的小姐，今晚有时间吗？后面突然伸出一只手，抓着洪墨轩的衣服拽起来。没空。狼逸回身，脑袋又搭在叶简熙肩膀上。仔仔们的身份测试还没有做，再拖下去太晚了，我们这2天就做一下准备，可以吗？可以。叶简熙说。洪墨轩带着合适的微笑，1顿饭的时间而已，不会耽得太久的。仔仔们很久没有见过你了，他们也想和你一起吃。狼逸说。很久没有看到2个小狼崽了。叶简熙想先去看看他们。大门前站了整整一排的兽人，这里面大多数是原来在洪湖星基地，也有一些不是。叶简熙踩着红地毯，狼逸跟在后面。一个雄性黑狼突然站出来，冒出2个毛茸茸的耳朵。我想成为你的雄性。叶简熙还没有说话，就感受到了后面狼逸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压制不住的、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精神力。他从愤怒到生气，再到消沉，最后是平和，这一个过程反反复复，最终只能站在原地。好在叶简熙没有答应。黑狼族幼崽的认证仪式是在整个黑狼星最中心的广场上进行的，并且要进行全星球的直播。兽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族长什么时候有了继承人，雌性是谁，仔仔长什么样子，他们一概不知。难怪从洪湖星上回来后，族长一直不出面，任何事情都是由狼峰直接带。原来是要亲自照顾仔仔和雌性。可是我听说那个雌性死了啊？不会吧，不要这么惨啊，我们族长才刚刚有了雌性，往后让我们族长怎么办？黑狼一辈子只有1个雌性，如果雌性走了，那他会不会在培养了继承人之后也跟着走？什么？族长也要跟着走吗？死了？族长什么时候死的？难怪这么久都看不到族长出面，原来他已经去世了。黑狼星群众一片哀嚎，有的情愿要去黑曼几蛇的老巢，将这件事情的导火索直接剿灭，有的已经把身家财产全部交给了黑狼星，不顾一切想要报仇，还有报名教导下一任族长，要把新的族长培养成和狼逸一样优秀的继承者。这样的消息越传越烈，最后甚至有了黑狼星要毁灭的消息。最终被一则族长继承人认证仪式全程由雌性主导的消息轰了个底朝天。雌性？除了那个雌性，还能有那个雌性？事情传播了这么久，终于有一条靠谱的话，一时间被传播到每一个角落，甚至有兽人怀疑，前期谣言传播那么久，都是黑狼星的人故意，为了让人更加关注这件事。如果是正常通知，这件事确实很大，是建设黑狼星之后第一件大事，但是观看的兽人最多有 90%。经过这么一闹，所有人都知道。当天叶简熙醒来的时候，看着时间陷入沉思。如果没记错的话，仪式是从上午9点开始的。他揉了揉眼睛，时间确实是9点30分了。叶简熙坐起来，狼逸推门进来，帮他整理衣服，也准备好了黑狼族的特有营养剂。是今天吗？他问。是今天，狼逸回答。叶简熙按了一下太阳穴，所以我们是放了整个星球的鸽子？没有。狼逸看向窗外，耳朵有点红。狼峰正在讲话，广场中央阳光普照，下方站满了兽人，树上挂着，房顶上趴着，还有几个在地下一层。360度无死角直播。狼逸大腿打颤，深吸一口气，面前的屏幕上快速出现演讲稿。今天大家相聚在一起，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是一个机会，也是我的荣幸。他瞄了一眼屏幕，关于前2天的谣言，族长十分重视，雌性只是因为私事离开一段时间，也不是大家说的那样。那个狼峰低头，屏幕上的演讲稿已经说完了，他挠了挠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有多好呢？狼峰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用力捏了一下大，一咬牙，开始背诵他们日常行为准则。这时候他的个人系统收到了一条消息，雪山猫族经过那场雪崩之后，有几个活下来的已经抓起来了。狼峰深吸一口气，忽略消息，感谢各位前来，这个仪式马上开始，我继续来宣告一下仪式的规则。叶简熙来到台下，没有做宣传标语，没有超大号的屏幕，暂时看着正常。然后一句严谨守时，确定严格的时间观念，绝对不能因为私事耽误黑狼星的事情。叶简熙沉默了，狼峰看到他的身影，结束语也没有说，转身就下台了。人群中闪出一条通道，叶简熙站在最中间，狼逸也退到后面。2个小狼崽跑着过来，顺着身体爬到肩膀上，毛茸茸的脑袋到处去看。上方无数的飞行器围成一个圈，明目张胆地告诉所有人，
这里戒备森严。叶简熙转身看向一个方向，在远方的大楼中，这是整个黑狼星最高的地方。洪墨轩拿着一把武器守在这里，他收起以前的姿态，严阵以待。不管叶简熙是怎么从黑曼几蛇那边回来的，他才刚刚回来，都处在危险的境地。如果黑曼几蛇追过来，他不介意和对方同归于尽。叶简熙继续往前走，广场上方落下一个巨大的建筑，是由几个丝条一样的东西相互连接形成的一个不规则的图形，一个现代与自然相结合的产物。这是黑狼星建立后的第一次族长继承人的认定，也会是最受关注的一次。整个星球上的兽人都在盯着这一刻，包括监狱中的几个雪山猫族。族长坐起来，看着所有人关注的雌性，那是他们遗弃的兽人，成为了黑狼星最受尊敬的人，还带着黑狼族的继承人。屏幕里，叶简熙将2个仔仔分别放在两边，仪器上显示正在加载中。族长坐在角落，他知道不管是什么结果都不会影响叶简熙在黑狼星的地位。结果很快出来了，屏幕分成2半，一半是左边的仔仔，一半是右边的，一只是雌性，一只是雄性，精神力一样，都是3级。广场上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叶简熙捂着耳朵，抱着2个仔仔，仔仔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脑袋蹭了蹭他。狼一一个箭步冲过来，将2个仔仔接过来，按了按他的肩膀。2个仔仔十分不开心，咬在黑狼脖子上，又被狼一一巴掌拍下去。那让谁当继承人呢？狼一问。叶简熙疑惑地看过来，这么大的事情，让他做选择，随你。叶简熙说，那就看运气。狼一说。叶简熙微微抬头，他虽然不打算对黑狼族的继承人多说什么，但是单纯的看运气，是不是真的有点随便？在整个星球的注视之下，狼一拿了一根小木棍，在一段做了标记，然后在地上旋转，标记的一边指着雄性的仔仔。叶简熙，雄性仔仔像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狼一悄悄将木棍移了一下，雄性仔仔不哭了，雌性仔仔依旧趴在地上，眨眨眼，像是在看一个和他没有关系的事情。他吧，叶简熙说，一个打死不要，一个似乎有点小开心。狼一也同意了，那就在众多兽人的见证下，以后就由他继承我的位置。叶简熙了一声，你不信？狼一说，没有不信。叶简熙说，又补充了一句，真的。狼一当即打开个人终端，发布了公告，宣布了这件事。叶简熙按着额头，设立继承人是一件大事，不能单纯的用想不想来决定，更何况未来瞬息万变，以后不一定发生什么事。你是不是和洪墨轩相处的时间太久了？好的地方一点没学，坏的地方学了一堆，这不是缺点。狼一严肃起来，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优点。叶简熙不说话了，他这么早设立继承人，给人一种要死了的感觉。雪山猫族有几个活着的？狼一说，这让叶简熙有点意外。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居然还发现活的了，一个是族长，一个是薛尼，还有一个。狼一咬牙切齿地说出最后一个名字，薛凯，他也活着。叶简熙实在是太意外了，居然真能活下来，小看他们的生命力了，他当然要活下来。狼一说，听到他这么说，叶简熙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认为雪崩惩罚太小了，用黑狼族的手段就回来了，再想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交给我吧。嘻嘻，狼一低声说。叶简熙犹豫着点头。仪式结束，他们已经进入后台，前方走来一只冒着怨气的红狐狸。西西小姐，没有时间。狼一说，西西，你昨天答应我要和我一起看黑曼几蛇系统里的东西吗？后面，红狐狸抱着火红的玫瑰，微微垂眸，嘴角向下，没关系，等西西小姐有时间了，我们再见面，你的事情重要。叶简熙攥拳，洪墨轩的话很别扭，但是他回来后确实没有太多时间和他说话。走吧，叶简熙说。洪墨轩一喜，真的吗？叶简熙点点头，摸了摸狼一的脑袋，安慰一下。可是你们不是商量好了吗？这样跟着我走，会不会对狼一不太好？叶简熙脚步一顿，忽然笑了一下，这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飞行器副驾驶门打开，里面是满满的各式各样的花，围绕着座位，前面放了一块很小的蛋糕。叶简熙估算了一下距离，他一步很难跨进去，放在这里就是让你踩的。洪墨轩说。花瓣零零散散落在路边，叶简熙快走2步，周围是各种鲜花的香味，玫瑰香从旁边袭来。洪墨轩也进来了，飞行器启动，缓慢升空，里面的操作盘熄灭，陷入一片黑暗。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闪着光的移动物体，小小的，像是会飞。叶简熙伸手去抓，却抓了个空，周围又出现了几个，越来越多，绿色的荧光照亮他的眼睛，这是模拟出来的投影，只能看到。洪墨轩说着，语气里有些遗憾。很好了，比之前进步太多了，西西小姐喜欢就好。洪墨轩微笑着，蛋糕也很好吃，一会还要吃晚餐，所以只有一小块，入口即化，带着香甜软糯的奶香。忽然，一股冷战从牙齿穿遍全身，嘴里面是一块金属质感的环状物体。叶简熙抿唇吐了出来，一个戒指，但是被他咬了一个缺口。他们看着那个戒指，谁也没有说话。最终，洪墨轩拿过来，套在小拇指上，可能是做蛋糕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的。叶简熙也点点头，下一次应该不会再吃出什么东西。他问。洪墨轩的耳朵似乎有点红，星星点点的荧光下，叶简熙看得不是很清楚。不会了，他说。叶简熙放心的吃了剩下的一口。远方，河流之下，星光点点，远处又放起了烟花。本以为在黑狼星上，洪墨轩的那一套技能无法实现，没想到叶简熙还是低估了他的能力。一朵朵绚丽的烟花绽放，最终慢慢消失，落下的灯光变成了一只猫猫和狐狸的形状。这个形状只出现了一瞬间，就被人打散了。在黑狼星，在白天宣布了他的身份之后，在当天晚上，红狐狸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在他们族人心里插刀。
过了一会，另外一个图形出现，这次是一个猫猫和一个黑狼，旁边还有2只小狼。洪墨轩当即调转方向，往另外一个地方飞。叶简熙忍着笑容，这次的晚餐在一个河流中央，周围是潺潺流水，一眼望不到边缘。河流中间布满灯光，叶简熙半蹲着，随手一抓，是一条机械鱼。他又等了一会，这次游过来的鱼反应灵敏，身体柔软，和真鱼很像。他再次去抓，还是一条机械鱼。为什么都是假的？洪墨轩将晚餐摆放在桌面上，打开盖子，这里是一条真鱼，可能是狼役把鱼都杀光了。叶简熙回头，他刚才只是想抓鱼，但是没有真的想要吃。有其他的吗？叶简熙问。洪墨轩看起来有点为难。有是有，换一个吧。叶简熙说。河面风平浪静，上面反射着灯光，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晚餐更换了，他们面对面坐着。洪墨轩弯腰拿起盖子，顺便鞠了个躬。西西小姐，请享用。洪墨轩出身贵族，最讲究的是贵族的荣誉。内里坏了没关系，在外一定要风风光光。物资匮乏没关系，一定要华丽精美，就像是几个营养剂，也能按照颜色做一个美丽的形状，然后在周围摆放精致的花朵。叶简熙的刀叉切开营养剂包装，笑出声来。洪墨轩见他表情不对，立刻又把鱼拿了上，带着歉意。黑狼星上只有这个，西西小姐忍一下，等到了红湖星，应有尽有，随你挑选。这条鱼周围放了几个花瓣，雕刻着让人新奇的花纹，上面还撒着金黄色的星星点点。这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却不是一个完美的食物。不好吃吗？洪墨轩说。好吃。叶简熙抿唇，和原来在红湖星上吃到的一样，只是相比于前段时间吃到，味道上有点差距。黑曼脊蛇果然是这个宇宙里最会做饭的种族了。叶简熙吃完了整整半条鱼，另外一半分给了洪墨轩。夜深了，岸边的灯光逐渐熄灭，只有河流中还亮。飞行器在水下存放，洪墨轩没有动，叶简熙也没有动，和狼役一起被星际中的洪流吹走。洪墨轩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但阴差阳错落到了静止的太空陨石上。等到了救援，你要不要跟我回红湖星上玩几天？叶简熙立刻摇头，他怎么可能忘记那天他是怎么从红湖星上跑出来的？那你要留在黑狼星。洪墨轩声音低落，他们也有好玩的地方。今天的广场，他说不像红湖星，只有几个游乐场和数不尽的娱乐场所。好了，叶简熙打断他，再说下去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话。本以为这是一个稳定的世界，他只要好好的收集基因就好，没想参与那么多的事情。但是现在看来，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就已经是其中的一个人了。我也不会在这里长久下去。今天的仪式盛大，黑曼脊蛇很快就会知道，按照之前他做事的性格，会在暗处等待时机，一旦敌人出现破绽，就会立刻出击，没有一点反抗的机会。也不知道他在蛇修心里是什么样的味，会不会直接对黑狼发起袭击？现在红湖星的权力在你手里。叶简熙问。洪墨轩点点头，他父亲早就不管事了，一直都是他。黑曼脊蛇不会善罢甘休。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叶简熙问。洪墨轩点点头，那就是说，黑狼和红湖在他回来之前已经达成了协议，两个种族合作，就是黑曼脊蛇也要耗费很多时间才能攻破。关于他们合作的细节，叶简熙并不想知道，奈何被他们生拉硬拽着做了一个见证人。他趴在桌子上打了个哈欠，左边狼役，右边洪墨轩，60%，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洪墨轩说。黑狼星还未发展成熟，40%的范围已经很多了。狼役说。红湖星的各类武器刚刚更新到第3代，防御力足够，但攻击力方面远远不如黑狼星。叶简熙又打了个哈欠，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闭上眼睛。双方争吵的声音像是白噪声，夹杂着各种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昏昏欲睡，睡梦和清醒之间挣扎。房间内的光线刺眼，两位的争执终于结束。西西，你看一下。狼役拿着一份合同，叶简熙看了个大概，上面除了关于黑曼脊蛇袭击的时候互相救助的责任，还有平时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本以为洪墨轩会在字里行间做一些陷阱，这一次居然没有看到。这是一份公正又平等的协议，一式3份，这一份放在你这里。洪墨轩说。叶简熙点点头，你从他们的星球上带回来的数据，我已经交给相关人员了，上面有他们近期作战的情况，对我们很有帮助。狼役说。叶简熙也看过那份名单，他们下一个目标是白鹿族，但白鹿族显然不知道这件事，还把族内的雌性送过去。这个雌性在黑曼脊蛇的地方，就是一个天然的把柄，在这个雌性稀少的时候，任何种族都会考虑它的安全。因此，叶简熙决定前往白鹿星，这是目前和他们合作可能性最大的种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两个种族的优质基因已经成功获取，他要为接下来的路考虑。飞行器前，狼役的脑袋重重砸下，轻轻落在他肩膀上。不能带我去吗？西西小姐不属我们两个，你不用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洪墨轩说。他身后一排兽人正在往飞行器上运输武器。你才刚刚回来。狼役向前一步，把叶简熙整个抱在怀里，只露出一个脑袋。洪墨轩勉强微笑。黑狼族族长，请你冷静。叶简熙回来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几个月的时间，也不知道蛇修的基因是怎么回事。本来还想留在这边，他把整个黑狼星玩了一个遍，也没有接到系统的通知。带我一起走吧。黑狼的脑袋又放在他脖子边上，温热的气息喷洒出来。西西小姐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合作种族才会出去，如果你足够强大，他又何至于这样？洪墨轩说。狼役忍无可忍，一个温情脉脉的分离现场加了一个碍眼的家伙。西西，我舍不得你，你是黑狼族族长，这里也少不了你。洪墨轩说。狼役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洪墨轩。洪墨轩也不多让，趁着他松开，
将叶简熙拉回来。终于抱到了，黑狼怀中一空，才发现中计了。他盯着洪墨轩的手，只等着一个机会，就要把磁性抢回来。然后洪墨轩放开的一瞬间，换了个姿势，带着叶简熙进了飞行器。你放心，等我处理好我的事情，我会找你的。叶简熙点头，你给狼裔的继承人做了仪式，下一次回来我也要。叶简熙沉默了。洪湖星那个情况，现在的族长都还在任，直接设立洪墨轩的继承人不太合适。他都有了，我也要有。洪墨轩说。叶简熙艰难点头。西西，我真的不能陪你一起去吗？狼裔的脑袋又冒了出来。洪墨轩用力推到一边，一直到飞行器离开，两个雄性在众多下属面前殴打起来。星球上的事情是很多，在其他地方办理确实麻烦了，但是西西的事情就不重要了吗？狼裔说，他重要，但是你没看出来他不想让我们跟过去吗？狼裔当然看得出来。那你想过如果出事了怎么办？放心，你死了他都不会出事。飞行器一开始上升的速度很慢，以至于叶简熙看着地面上的两个雄性，发出了内心的疑问，他们的合作真的能长久吗？直接在属下面前打架，不会影响彼此在属下面前的威名吗？后面放着两个兽人认真挑选出来的武器和食物，叶简熙准备放在了空间的星球上，然后顺便拿出了之前忘记的食物。刚刚拿出来，水果透过手指落在地上，只剩下一个果核，风化的很厉害。现在看来上面不能再放东西了，他随手把果核扔进去，放垃圾还是可以的。叮，空间可升级，请宿主选择是否升级。之前为什么不说？叶简熙问。系统没有回应，还是说你忘了？叶简熙说。系统还是没有说话。叶简熙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对方说了一个叶简熙没想到这种事也能忘，没有下次。过了很久，系统又了一声。空间升级之后，这个星球只占据了一个格子。这时候他庆幸黑狼星上的食物单一，可以存放在一个格子里，剩下的武器类型不同，只能分别存放。白鹿族距离黑曼几蛇的位置很远，几乎是最远的一个地方，像是隔离了星际的地方。在所有兽人居住的星球角落，一个白色的星球，朦朦胧胧映照中，依稀可见各种山水河流，绿色的建筑在山林中，隐藏在树下。前方飞行器请暂停，请问从哪里来？黑狼星。叶简熙说。来这里有什么事？游玩。叶简熙回答。游玩为什么要携带攻击性飞行器？我是一个雌性出来，怕受到袭击。叶简熙又回答。这个理由很充分。对方又询问了几个问题，让他通过。飞行器停放在一个森林的平缓地带，叶简熙手放在上面，飞行器消失了。本来只是尝试，没想到真的能放进空间里。黑狼星关于白鹿族的信息很少，只知道他们喜欢森林的味道，但是整个星球都是森林，像是没有一点抵抗能力，没有攻击能力的靶子。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恐怕蛇修根本不会收白月。前方是一个兽人的居住地，叶简熙走过去，水边传来嬉嬉闹闹的声音，有几个兽人变成了原形，在里面玩耍。里面只有一个雌性，周围是一圈雄性，旁边走过一个雄性。水里的兽人用力甩了一下脑袋，水流洒在路过的兽人身上。叶简熙停下脚步，准备绕个远路，没想到那个雄性更加用力的甩出来，水滴落在叶简熙旁边，差一点就落在身上。一边的雌性走上来，往雄性脑袋上打了一巴掌。不好意思，他脑子有问题。叶简熙点点头，小心翼翼沿着河边，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围绕着河流建设。叶简熙走过一个人群，脚步一顿，回过头来，后面的兽人不见了。前方流水潺潺，空气中有一股泥土的味道。他继续往前走，这里的树林更加密集，像是一个天然的隐藏点。前方水流声更大了，叶简熙循着声音走过去，河流延伸出一个小水潭，周围长着灌木丛，树叶飘落水面。河水中央，一个雄性背对着他，光洁的后背，白色的长发深入水中，白色鹿角微微有些粉色。不远处的树上挂着一件衣服，下方飘落了一条长长的丝带。兽人回头，浅色瞳孔中像是闪烁着点点星光，他嘴唇微抿，他慢慢移动，视线落在叶简熙身上，目光平静如水，如同天神下凡，平等地注视着人间的所有事物。在他眼中，一草一木，一花一黛，白鹿黑鹿，仿佛都一样，一样不能让他有半点波动。你好，叶简熙说，检测到优质基因，请宿主尽快行动。面前出现蓝色屏幕，身体性别雄性，姓名陆毅，属性白鹿，等级 S 精神力，种族白鹿族大祭司。陆毅微微眨眼，像是蝴蝶扇动翅膀，这样的兽人怎么可能只有1级精神力？水流声越来越大，陆毅朝着他走过来，水下模模糊糊，让他看不清，他的注意力也完全在那张脸上，干净让人忍不住想要弄脏。我要穿衣服了，他说。叶简熙伸手把衣服摘下来递过去，谢谢。陆毅接过，衣服的角落坠落水中，叶简熙想帮他捡起来，身体在水面上悬空的太多，一不小心坠落水中，他似乎是惊慌失措，挣扎着要出来，不小心溅起水花落在陆毅脸上。叶简熙嘴角上扬，坐在岸边，脱下鞋子，小腿在水面之下晃晃悠悠。水中陆毅头上都是他泼上去的水，眼睫毛一簇一簇水滴坠落。我要穿衣服了，他说。叶简熙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往远处走了2步，水流声骤然超大，紧接着是水从高处坠落的声音。过了一会，陆毅出现在他前面。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说。走进来的。叶简熙回答。他点了点头，似乎只是随口一问，转身往其他地方走。叶简熙没有跟上去，反正身上已经湿了，不如直接洗个澡。这里的水好像和其他地方的水不一样。叶简熙跳进去，水里面没有一条鱼，清澈见底。
能看得清下面的每一块石头。可是他刚才分明看不清的。他又离开水面，往下看也能看清，好像只有陆毅在里面的时候，河水才会变得浑浊。这里的空气温暖，不一会身上干了。叶简熙沿着来的地方往回走。你怎么从那里出来的？是刚才拿水泼他的雄性，那可是大祭司的地方，你擅自进入他的地方，小心他惩罚你。他的地方？叶简熙疑惑。对啊，那边有一层能量罩，只有大祭司自己能进去。叶简熙回头，什么也看不到。小心他今天晚上找你。大祭司很厉害的，他还能让人做噩梦。你明天最好去上门道歉，以后小心点，千万不要惹到他了。噩梦？不知道是操控梦境还是入梦。晚上，叶简熙站在一个旅馆前，离开的时候，他们给他准备了那么多东西，唯独没有准备金钱。他拿着红湖星的金币走了进来，这个看起来是值钱的，但是我要它没用，你可以去别家看看。叶简熙又换了几个，得到的话是一样的。他漫无目的走在树林，难道今天真的要睡在大街上吗？虽然变成原形之后，随便哪里睡觉都不会了，但是谁不想要舒服的床呢？他坐在树桩上，拖着下巴，旁边走过去一个兽人，带动着周围的空气，留下一股清香的味道。他很少在兽人身上闻到这种香味，一种除去甜的果子香味。是陆毅。叶简熙快走2步跟上去。你是白鹿族的大祭司？他继续往前走。我今天没有地方住了，能住在你那里吗？叶简熙又问。理由呢？大祭司嘴角带着笑意，但是却感受不到高兴。我是代表黑狼族来谈判的。叶简熙说。大祭司似乎并不惊讶，像是在等着他说出这句话，之后点了点头。暂时可以住在我那里，但是一旦找到居住的地方，你要立刻离开。没问题。叶简熙答应了。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有地方可住了就好。一棵大树遮天蔽日，几个人围成一个圈也抓不住。树荫遮盖的地方建了一个房子，浅绿色的房间，上面点缀着几个白色的装饰。陆毅打开大门，叶简熙跟着他的脚步走进去。树荫有多大，院子里的空间就有多大。这居然还是一个2层楼的小别墅。没有虫子吗？叶简熙问。没有。陆毅回答。他带着来到一个房间门外，示意叶简熙走进去。这是他的房间，里面的家具应有尽有，都是木质，有些甚至是藤蔓直接缠绕形成的，床也是几个树桩拼成的。叶简熙看着僵硬又凹凸不平的床板。没有被子吗？我们不需要被子。陆毅说。他摸了一下木头，还是有点硬。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睡大街呢。什么都没有吗？白鹿族亲近自然，会尽量减少一切没用的东西。叶简熙低着头，能让自己舒服的被子怎么是没用的东西？它太硬了，只有这个。陆毅说。我不信。陆毅没有办法，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和客房一样，只是这里没有房顶，直接看得到天空，一点能用的东西都没有。我不睡床板。叶简熙直接说。只有床板。陆毅回答。反正我不睡那个。叶简熙双手交叉，闭上眼睛，转过身背对他，身后传来大门关上的声音。叶简熙好奇地伸出脑袋，没有办法判断他有没有生气，坐在床边。过了一会又站起来。叶简熙开始翻找空间里的东西，下一次出去一定要准备充分。陆毅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带着一些宽大的叶子，一张一张铺在床上，那张脸上仍旧是面无表情，和狼毅的隐藏情绪不一样，他是真的没有感情波动。叶简熙直直地盯着他，不小心踩在他脚上，对方像是没有感觉，又把一个叶子放上去，最后拿出一个巨大的棉花，一个勉强符合叶简熙想法的床做好了。叶简熙一脚踩上去，上面出现一个鞋印。脏了，我要换新的。陆毅不说一句话，转身出门，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一气呵成。这算是生气了吗？叶简熙认为不是，更多的是认为他的事情做完了，后续发生什么意外都和他无关。叶简熙将那个脚印小心扯下来，趴在床上入梦，听起来有点神奇。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还会有这种神秘的东西吗？叶简熙更倾向于用某类设施改变周围磁场，以至于改变梦中的大致走向。第二天早上，叶简熙坐起来，浑身酸疼，虽然有很多叶子，但是仍旧挡不住凹凸不平的床板。也不知道白鹿族的兽人每天是怎么睡觉，这种床板不做噩梦才会奇怪。叶简熙离开房间，一出门就看到了院子里的陆毅，坐在中央的石柱上，紧闭双眼，前方放着一个冒着热气的茶杯。叶简熙走过去，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充斥胃里，没有看到垃圾桶，只能吞下。陆毅睁开眼，一会带你去见族长。叶简熙点点头。一个兽人进来了，将食盒放在桌子上，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果子还有蔬菜。叶简熙拿起了一个蓝色的果子，只是普通的味道。陆毅站起来准备离开。你不吃吗？叶简熙问。吃过了。陆毅转身离开，果核在嘴里面。叶简熙准备弯腰吐出来，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他明明是一个举止优雅、喜欢干净的猫猫，在陆毅这里就像是一个脏脏的流浪猫。叶简熙直接把果核扔到了星球上。白鹿族的族长的房子比陆毅的房子还要小，紧靠的大树也不如陆毅的好看。他先看到的是2个兽人，一个雌性，一个雄性，但是出乎意料，2个都是雪山猫族，而他们2个后面是一个白鹿族的雄性，所以这就是白月的母亲了。这个雌性雪山猫带着一个雄性雪山猫来到了白鹿族，成为了族长夫人。听说黑狼族要和我们合作。族长开口。是。叶简熙说。可我看你不像是出生在黑狼族的兽人。我现在是黑狼族。叶简熙说。族长还要说什么？白月的母亲开口。你从黑狼族过来，那你一定听说过雪山猫族，他们现在是不是快要把黑狼星抢过来了？叶简熙没有忍住，笑了一下。你明知道我代表黑狼族？我知道啊，我们雪山猫族愿意把星球让给你们一半，你们要知道感恩。叶简熙说。
那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叶简熙抬起头，透过密密麻麻的树叶，隐约窥见淡蓝色的天空，自由自在，心外无物。族长大笑，将雌性揽过来。那像你说的，我根本没有必要和黑狼族合作，雪山猫族才是黑狼星的主人，是吧？叶简熙心不在焉说。族长坐在中间，拿起一个果子递给雌性，自己也随手吃了一个，然后将果核吐到一旁树下。回去告诉你们族长，我们不合作。好啊，叶简熙回答。族长笑着，头顶上的鹿角随着时间已经出现裂痕，白色的缝隙中夹杂着黑色的污渍。叶简熙好像闻到了里面的恶臭，往后退了一步，不小心踩到了一只脚，是路易的。白色的鞋子上挂着半个脚印。叶简熙有些不好意思，这次真不是故意的。路易把脚收回来，没有说话。大祭司你也在，前2天我找到了一个新鲜东西，我拿过去给你瞧瞧。族长一改刚才的态度，谄媚地说。路易弯下腰，擦了擦鞋面，相信我，绝对不会有第3次了。叶简熙说。路易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轻轻的了一声。大祭司，族长又叫了一声，笑着说，你和这位小姐认识？路易换了个位置，站在院子的最边缘，光线透过树荫照在他脸上，斑驳的痕迹随风移动。不认识。族长松了一口气，今天晚上我打算在这里设宴，大祭司要来参加吗？见这里没他的事情了，叶简熙转身准备离开。等等，路易突然开口，我认为和黑狼族合作的事情，族长需要再考虑一下。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族长夫人是雪山猫族，谁都知道这2个种族互相敌对，但大祭司的话，谁敢不信？大祭司，你是不是说错了？黑狼族现在对我们可没什么好处。族长小心地说，生怕惹到大祭司。叶简熙也停下脚步。雪山猫族只是黑狼星上的一个小小的种族，这么小的事情，按道理来说不会传播得太快，就连白月的母亲也不知道那件事。路易应该也不会知道吧？黑狼族对我们的帮助要远远超过雪山猫族。言尽于此，路易便不再说话。叶简熙还没有见过大祭司这样的职位，明明是族长之下，却能控制族长的行为，做事情不需要理由，好像整个种族的神明。路易也确实像是一个神明。那我就听大祭司的。族长脸上还挂着笑容，他抬起手，一个雄性兽人从后面出来，带着一个木板和一把刀，准备在上面刻字。黑狼族的条件是什么？族长问。我不合作了。叶简熙说。你说什么？族长恼羞成怒，拍案而起。叶简熙平静地站在原地。不合作？你说什么？这件事可是你主动说的，刚才也是你主动拒绝的。叶简熙说。你……族长还没说完，叶简熙高高抬起头。黑狼是你想合作就能合作的吗？你以为你们是谁？他转身往外走，旁边的兽人闪出一条路。你给我站住！族长的声音很大，难以掩饰其中的颤抖。原来没有完成大祭司的任务，他会害怕。一个贡献雌性才能保证安全的种族，有什么资格这样和我说话？叶简熙一脚踹开大门，走了出去。真要和这样的种族合作，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星际中的种族多了去了，也不只是有他们一个。叶简熙急冲冲地往外走，后面又出来一个兽人，是大祭司。他的鹿角收起来了。精神力差的兽人会无法控制兽形，这个大祭司除了鹿角无法控制之外，没有其他的兽形特征暴露出来过。慢着，他说。叶简熙才停下来。大祭司缓缓开口，和黑狼族的合作，我答应了。你是做什么的？叶简熙说。族长是一个种族内负责所有事情的兽人，但是大祭司的职位，叶简熙了解的不多。观测天气。黑狼族也算是天气吗？叶简熙笑了。星空之中，任何事物都可以影响天气。离开地面，所有和白鹿族有关的事情都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宇宙之大，脱离白鹿星的地面，那是一个很广泛的范围。叶简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想来白鹿族的族长也是同意了。这大祭司能争取到这么大的权利，也是有几分本事的。可是你们族长可不同意。叶简熙说。这不是问题。大祭司说。一阵风吹来，白色的头发轻轻飘起来，打在叶简熙脸上，像是羽毛划过。这不是问题。那什么才是问题？叶简熙抓着那一缕头发。红湖星和黑狼星距离很近，很容易形成攻势。我们距离你们很远，一旦遭受袭击，你们怎么救援？你们只是这里第一个合作对象，但不是最后一个。随后会有星球和你们合作。叶简熙说。路易眼中平静如水，完全没有被他的话影响。我不信。那你怎么才会信？叶简熙又问。除非……他转身看向族长的大门。你留下来。叶简熙当然会留下来，可现在是谈判，你们族长可不太欢迎我。这不是问题，可他就在那里。叶简熙说。族长也可以是其他兽人。叶简熙眨眨眼，这个大祭司的权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大，一个听起来像是形同虚设的职位，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一路上，当地兽人口中的大祭司，族长眼中的大祭司，都是一个让人恐惧的角色。可这样谪仙一样的人，为什么会害怕呢？大祭司，他想起来了，除了这个大祭司，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把他丢出雪山猫族的导火索，那个已经消失的大祭司。叶简熙对那个人并没有什么怨恨，因为丢出去的动作是族长完成，薛尼默认的。但是如果遇到了，也不会放过。他抬起头看向这个大祭司，对方也看着他。是你吗？不是。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说什么？叶简熙说。路易仍旧是不慌不乱，眼中没有半点波澜。我有我的办法，因为床板太僵硬。晚上，叶简熙又让路易找了几个那样的夜，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中，路易坐在桌边，手持毛笔，和现实中见到的他一样，就连衣服都没有变化，但头发凌乱，白色的发丝缠绕在一起，像是一个鸡窝。叶简熙笑了出来。你的头发怎么回事？路易慢慢抬起头，他没有说一句话，就那样看着他，让叶简熙忍不住开始心虚。
又不是他弄的，看他干什么？陆毅写完了这一幅字，站起来挂在墙上，因为头发盘在头顶，露出了后脖梗上的一个爪子印记。叶简熙看了看自己的手，距离很相似，也不知道陆毅惹到了谁，被人家教训了。这时候，陆毅朝着他走过来，叶简熙后退2步，后背抵着墙面，想在这里。陆毅说：“啊。”叶简熙歪头，今天他们都不在。叶简熙单手推开他，只有我们2个，一只手钳在下巴上，让他抬起头。陆毅的力气很大，但摆弄的时候，他没有排斥的感觉，每一次都踩在他的临界点上，看着我，明明是命令的语气，却让他听出来商量的语气。手凑到嘴边了，叶简熙盯着那个白皙的手掌，细长的手指上青筋微血，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叶简熙张口咬下去，陆毅有些难以置信：“你已经很久没有咬我了。”叶简熙又咬了一口，陆毅愣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又说：“我应该没有过线。”是的，没有过梦中的线，但是过了他的线。他像是破罐子破摔，手掌的力气越来越大，低头就要亲过来。叶简熙猛然惊醒，房间的天花板也是木板做成的，上面植物纹路清晰可见，每一个纹路都有独特的样式。他坐起来，对着镜子检查脸颊，确定上面没有指印。梦中触感真实，就像是发生在刚才。这难道就是他们说的大祭司的特异技能？叶简熙打开房门，变成圆形跑了出去。大树下没有虫子，但是其他地方有。他跑了几个地方，才抓住了一小袋子。还好陆毅的房间没有房顶。叶简熙打开袋子，朝着他的床丢过去，袋子剧烈动荡，里面的虫子一股脑的跑出来，像是遇到了洪水猛兽，四散逃跑，一个个距离陆毅很远。会飞的跑了，不会飞的虫子缩在角落里不敢动弹，像是死了。叶简熙跳下去，陆毅正面躺在几个木棍做成的床板上，正面朝上，双手放在腹部，头发压在身下，眼睫毛轻轻颤动。叶简熙碰了一下，白色的睫毛划过手指，2根手指捏着一根眼睫毛，不小心拽了下来，一阵风吹来，原地消散。白色的鹿角突然出现，叶简熙趴在床边，不知道是因为鹿角的颜色在黑夜中亮，还是其他原因，这个鹿角周围有一层朦朦胧胧的白光，像是山里的雾气。墙角处，虫子肚皮朝上，叶简熙抓着一个蜘蛛放在陆毅鼻子上，蜘蛛用最快的速度逃离。叶简熙皱眉，他重复2次，都是一样的结果。蜘蛛着急了，甚至还想咬他一口。有一个虫子找到了大门的缝隙，后面的全部跟着跑了出去。叶简熙抿唇，就算这样，也不能轻易放过他。掰开陆毅手心，在梦中相同位置，张口咬了下去。他还是不解气，又在另一只手上咬了个同样的牙印。第2天，叶简熙一觉睡到中午，趴在床上翻了个身，又闭上眼睛，要继续睡一会。他睁开眼，毫无睡意。房间中间多了一套桌椅和一个兽人，陆毅坐在桌边，拿着他那苦涩的茶水，桌子上放着几个白色的果子。出去。叶简熙说。为什么？陆毅像是真的在问。我的房间。叶简熙说。我的。陆毅又说。整个房子都是他的，更何况一个小房间。叶简熙本以为这个大祭司只是不懂情绪，没想到他连正常的人际交往都不懂。你不能在我睡觉的时候进来。大祭司放下茶杯，眼睛看向桌面，他眼中似乎有了一点笑意。是吗？叶简熙扭头看向墙面，进入梦境也是无理的行为，私闯他人浴室就合理了。陆毅反驳。没有牌子，没有看守，谁知道那是私人地方。叶简熙反驳。房间里安静下来，叶简熙跳下去，拿着一个果子，自顾自地吃起来。陆毅喝完了一杯茶，又拿起茶壶，准备续上。他手上挂着2个牙印，深深浅浅，相互对称。族长要见你。陆毅说。叶简熙点点头。什么时候？4个小时前。叶简熙拿着果子，虽然他对族长没什么好印象，但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白鹿族的族长。4个小时有点太久了，不必管他。陆毅说。等到了族长的院子，已经过去5个小时了，现在正是正午，阳光从头顶直接照射下来，院子里围满了兽人，比上一次的兽人只多不少。族长焦急地走来走去，终于等来了叶简熙，还没走近，就闻到了他身上的汗水味道。叶简熙皱着眉头躲在大祭司后面，族长不敢上前。你可算来了，这边是前几日族里的兽人送给我的，你看看有什么想要的。叶简熙一眼扫过去，无一例外，全部是盆栽，有事直接说。族长陪着笑，绕过另外一边走近了点，还是关于2族合作的事情。我慎重想了想，那天是我说的不对，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没有，你说的很对。叶简熙说。族长忍着不满，仍然陪笑。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你先好吃好玩着，等过几天我们再谈。这时候族长夫人走了过来，靠在族长怀里。着什么急？不是还有我吗？大不了让我父亲把黑狼族赶出去，雪山猫族的事情其他人不知道很正常，但是作为雪山猫族的一员，族长夫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不得不让叶简熙感觉奇怪了。你没有和你父亲联系过吗？他问。族长夫人一愣，随即恢复平常。当然不是，我们经常联系，昨天晚上我们还通话了。叶简熙点点头。既然你们互相有意遇，那和我更没有什么关系了。族长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根本就不想和黑狼族合作。试探着看了一眼大祭司，产生了一些恐惧。我们可以3个种族一起。你怎么知道他们想和我合作？叶简熙又说。他们一定同意。族长示意族长夫人去和族中商量。族长夫人转过身，像是没有看懂他的示意。夫人，你问问雪山猫族族长。他说。父亲现在比较忙，我不想耽误他的正事，和黑狼族达成合作也是正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了。族长说着，直接点开了族长夫人的个人终端，直接找到了联系的方式。通话请求发送过去，声音响了很久，
没有人接听，族长不甘心，再次发出请求。这一次通话接通了，这是谁？族长看向族长夫人，虽然看不出兽形，但是一眼就能知道，不是雪山猫族。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兽人走过来，地面也是黑色，上面粘着一些看不出颜色的液体。这些兽人穿着统一的衣服，肩膀上还有一个犬科动物的图像。一个兽人脑袋出现在面前，像是来打探他们的情况，然后说：“狼风，你来看看。”叶简熙往后面站了一下，旁边大祭司向前一步，刚好遮挡他的身影。雪山猫族不是全军覆灭了吗？怎么还有漏网之鱼？之前不是说有个雌性去白鹿族去拉拢他们的吗？是你吗？那个雌性？狼风冲着这边说。叶简熙按了按太阳穴，就不应该让狼医的手下来负责这件事。红狐族随便拉一个过来，都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你放心，我们只惩罚和黑狼族有仇的。虽然雪山猫族差不多被灭族了，但是你只要不主动招惹，我们不会大老远的找你麻烦。对了，我记得西西小姐是不是去？说时迟那时快，叶简熙一个箭步冲过去，直接切断了他们的通话。本想让他们内部合作，现在好了，白鹿族知道雪山猫没了，更要抓着他们合作。叶简熙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被自己人背刺。既然没有见到雪山猫族的族长，那不如我们2个种族签订合约。族长立刻说。叶简熙转身，假装没有听到。什么时候商量一下合约细节？不如就今天，我让兽人去收拾一个房间。族长又说。叶简熙更不想合作了。刚刚知道雪山猫族灭族的事情，现在立刻把他们抛弃，有些太不念旧情了。我回去问一问族长。可是你腰间的不是黑狼族族长的臂章吗？他又说。叶简熙一愣，他在来之前把身上所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全部放在空间里了。臂章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的？他记性一向很好，不会出错。叶简熙的目光放在了大祭司身上，这个兽人的秘密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忽然传来一道声音，族长夫人问了一句：“什么是灭族？”现场安静了一瞬间。族长推着他：“你先回去，我马上过去。”他不肯走。你刚才说把黑狼族赶出去，结果你都灭族了，怎么赶？族长说。他挣脱族长来到叶简熙面前：“你不是黑狼族，看起来像是猫族，但和黑狼族走得很近，所以你和我是同一个种族。”叶简熙没有否认，这一点不需要辩解。是，这件事和你有关系吗？族长夫人又问。如果他没有找他们，或许不会有那场雪崩。叶简熙认为追究到底还是和他有关系的，所以他说没有，是你里应外合。族长夫人还没说完，自己先否认了这个想法。族内一共有3个雌性，都不是你，那你到底是谁？叶简熙不说话。那一瞬间，族长夫人忽然想通了，难怪他来之后那么自信，像是掌控了所有事情的走向，难怪那样对他不屑一顾，原来早就知道他在强撑着。不管这个雌性是哪来的，灭族一定和他有关系。事情已经水落石出，叶简熙没有再和他们沟通的想法，转身准备离开。后面一阵风声，叶简熙停下脚步，族长夫人变成原形，朝着他扑过来。所有兽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没想到一向高高在上的族长夫人会亲自下场，一道精神力将他拦在半空中。难怪黑狼族让你过来，原来你精神力这么强。族长说，这么强的精神力，还是一个雌性，别说白鹿族了，就是放在整个宇宙中都很少见。叶简熙将族长夫人往后带了一步，如今雪山猫族出事，他一个雌性留在白鹿族，况且现在这个情况，对于心比天高的雪山猫族来说，不知道哪个情况会更好，活下去，心也死了。忽然又有一道精神力夹在他外面，从缝隙中渗透进去。族长夫人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脑袋垂下去，没了动静。大祭司站在他前面，仿佛刚才不是他出手的一样。你做什么？叶简熙质问。他本就不该留在世上。大祭司说。叶简熙皱眉，没有该不该，只有能不能。族长夫人的尸体倒在地上，族长却只站在旁边一动不动。叶简熙轻轻叹气，将一个叶子盖上去。我说了，和黑狼族合作，和叶简熙猜的一样，果然是大祭司的命令。可是对方现在不合作。族长焦急地说。叶简熙一愣，族长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太卑微了？又听到大祭司说了一句，那就换了吧，现在开始你就不是族长了。他轻轻地说，好像在叙述一件普通的事情。族长立刻扑倒在他脚下。白鹿族现在并没有合适的人，族内没有族长，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就要您亲自处理了。叶简熙也想知道陆毅要怎么处理，下一任族长是谁。然后有一道目光落到他身上，他抬起头和陆毅对视。我不做。叶简熙说。族长也着急起来。对啊，大祭司，他是一个外族人，怎么能做我们的族长？陆毅不慌不忙，没有哪个规定说外族人不可以做族长。叶简熙目前不想揽这么多事情，他连黑狼族的事情都不想管，只是这大祭司到底怎么想？为什么是我？你的本体也是白色。他连理由都不愿意想一个。叶简熙只想扒开他的脑袋看一看。我不会，我教你。大祭司说。我不喜欢麻烦。叶简熙又说，过段时间说不定他还要去其他地方，多了一个白鹿族，多了一个雷震，我帮你。大祭司回答。那你自己做族长。叶简熙说。他有威名，又在白鹿族中有声势，是做族长的最好人选。叶简熙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让别人来做。我不合适。他说，一个没有情绪的族长在处理事情时会有很多困难，我做族长也是你做事。叶简熙说。可以。陆毅答应了。如果我要退出，你不能阻拦。叶简熙说。可以。最稳固的合作就是收服对方，自己做主，才能保证不会背叛。叶简熙当天下午就收到了族长所有的资料，包括族内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一个人确实难以治理星球，更何况还有一个不知底细的大祭司，所以他给洪墨轩发送了一个消息，让他们派一个人过来协助。
谁来都行，除了你。西西小姐，我会听你的话。白鹿族的兽人数量不多，但生活的范围很大。他们有一些不喜欢群居，在深山老林中居住，很久没有出现，甚至是活的还是死的都不知道。叶简熙先查看了他们的科技水平，几乎为零，完全打破了他原来的设想。如果没有科技，他们不可能存活到现在，早就被周围的星球瓜分。有什么问题？大祭司坐在他对面，你既然对我有隐瞒，就不应该让我做这个族长。叶简熙说。陆毅默默叹气，弯腰从桌子下面捡起来一个储存的小设备，连接到他的个人终端上。叶简熙，上面有白鹿星所有的防御手段以及攻击性飞行器的数量。他看了看上面的技术手段，又看了看房间里的各种原始设备，不由得发出疑惑：你们是真的不喜欢舒服的环境吗？什么是舒服？对我们来说，最贴近于自然的状态才是最完美的。大祭司说。叶简熙抿唇，话是那么说，但他总感觉不太对。贴近自然的状态。叶简熙抬起头，光线从正中央打下来，温度不高不低，湿度也完全合适。他们虽然处在星际的边缘，但是比里面很多星球都要温暖。晚上，叶简熙坐在墙头，族长有自己的房子，但他的房子太小了，也不如大祭司给他的房间舒服，所以叶简熙暂时还住在这里。脚下是大祭司的床板，大祭司正准备睡觉，叶简熙晃晃腿，想找一块石头丢下去。墙面也是木头做成的，他手掌用力，木头丝毫不动，他加上精神力，再慢慢用力，木头仍旧一动不动。这是什么材质的木头？叶简熙变成圆形，直接跳上大树，摘下一片叶子，认不出这是什么植物。他松开手，树叶轻飘飘旋转往下，恰巧落在大祭司鼻子上。正准备入睡的大祭司睁开眼，摘下叶子，继续睡觉。叶简熙又摘了几片，每隔10分钟往下丢一片。大祭司不厌其烦摘下。你真的不会生气吗？叶简熙跳下去，站在床边，准备坐下。大祭司伸手把搭在床边的衣角拉过来。叶简熙坐在床板上，叶简熙又把他的衣服拉回来，坐上去。下午看了那么多族长资料，不累吗？大祭司问。不累。叶简熙回答。明天我们可以去飞行器生产的地方看一看。大祭司又说。叶简熙拖着下巴，可是我刚才已经去过了，除了一些生产的机器，什么都没有。技术比黑狼星上的更好，生产的地方也没有隐藏，周围普通的兽人还在玩闹，里面却是最机密的设备。大祭司坐起来，靠在床头，距离我睡觉的时间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叶简熙当然知道大祭司生活规律，不喜不躁，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机器人。不会真的是吧？叶简熙看向他的脖子，血管在下方流动，身上散发着温度，像是知道他心中所想。大祭司说。我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吗？叶简熙不信，大祭司也不过多解释，从头到尾只有那3个字，我不是，除非你让我看看。叶简熙说。找一找他身上有没有接口，亲自查看。大祭司向下看，又躺在床上，背对着叶简熙，什么也不说。叶简熙一喜，终于看到了他有不一样的地方，没有那么板正的睡姿。一道阴影从头顶划过，是几只鸟飞过去了。叶简熙变成圆形追了过去，几只鸟在低空飞行，擦着地面，时而挂在树上，时而从高空猛冲。叶简熙猛扑过去，鸟调转方向，在他爪子下躲过去。他不甘心的在抓，这几只鸟反应速度很快，每次在他快要碰到的时候，都会快速躲开。玩了一会，叶简熙累了，趴在地上休息，几只鸟也停下来，在他面前不远处。叶简熙小心翼翼从后面躲过去，保证没有一点声音和空气波动。在快要碰到的时候，鸟突然飞起来，他停在原地，这几只鸟又回来了。他再次用刚才的方法，在爪子进入鸟周围的一个范围后，它们像是触发了什么机能，立刻逃离。有一个不合理的猜想出现在脑中，叶简熙不管这几个鸟，直接回去。只见那大祭司又板板正正躺在床上，衣服也是一丝不苟，双手放在腹部，睡得死沉。叶简熙从墙上跳下，直接落在他脸上，猫爪子在上面留下粉色的印记。叶简熙跳到他腹部，将他的2个手踹下去，趴下来，然后又站起来，踩了踩他的腹部。在没有用力的情况下，腹肌都是软的。他忍不住刨了2爪子衣服，这里比他房间的床还要舒服。叶简熙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闭上眼睛，随着他的呼吸，腹部轻轻起伏。叶简熙的睡意越来越大，在快要睡着的时候，陆毅突然坐起来，一只手抱着他，稳稳放在床板上，转身离开。他猛了一瞬间，打了个哈欠，也跟着出去了。走出房间，只看到了陆毅的背影。叶简熙快跑2步跟上去，他额头一疼，撞上了一个透明的墙壁。刚才陆毅过去的时候，明明还没有。叶简熙顺着墙壁走，最后跑起来，终于绕了过去。但是这时候的陆毅早就跑得没影了，不就是在他肚子上睡一会吗？至于这么大的动静吗？叶简熙正要回去休息，远处忽然发生巨大的响声，那是飞行器生产基地的方向。茂盛的树木被夷为平地，房子变成了碎屑，地面上有一个黑色的不规则图形，是爆炸之后留下的痕迹。叶简熙看到了陆毅，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快速跑了2步，来到他身边，然后往后摸了一下，又是那道透明的墙壁。你不该来。大祭司说。我是族长，我为什么不能来？叶简熙反驳。族长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大祭司抬眼，爆炸已经停息，但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发生。叶简熙不想和他理论这些，直接问，抓到人了吗？大祭司转身，叶简熙看到了一片衣角，还有一些细小的残肢。凶手在放置了炸弹之后，没有成功跑出来，在爆炸的瞬间和基地一起灰飞烟灭，生产的基地没有了，现存的飞行器数量即使能够阻挡进攻，也只是几次。为了白鹿族兽人的生命安全，叶简熙想应该告诉一下他们事情的严重性。况且黑曼脊蛇还有一个内
那个被赶过来提前打探消息的兽人，不用通知他们。大祭司说。叶简熙疑惑看向他们不关心这些，就算明天白鹿星要毁灭，对他们来说，还不如哪个雄性找到了雌性更有吸引力。这就是飞行器基地直接建设在人群中的原因吧？有人最近遇到过其他种族的兽人吗？叶简熙又问。大祭司疑惑看过来。叶简熙抿唇，除了我，相比于这个，他们可能更愿意告诉我哪个大树下最好玩。白鹿族的兽人一心在自己的生活上，除此之外的所有大事都和他们无关。即使世界毁灭，他们也要在自己的树底下毁灭。那你去调查半年前来过这里的所有其他兽人的信息。叶简熙说。大祭司愣了一会，随即找来一个兽人，将事情分配给他。飞行器制造基地上只出现了一次爆炸，幸好路易来的速度快，在敌人还没有再次下手的时候，就已经阻止。制造的机器虽然有所损坏，但也不是完全不能修理。叶简熙看过之后，问题都不是很严重，可以在短时间内修补完成。听说你会修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机械。大祭司突然说。没有那样的天才。叶简熙说。大祭司嘴角上扬，眼中却无笑意。他让人把东西恢复原来的位置，如果需要使用，直接修理之后可以继续制造飞行器。叶简熙往前2步，来到了那个死去的兽人面前，衣服已经烧毁了，根本没有办法辨认身份。是族长。大祭司说。你怎么知道的？叶简熙问。我和他处事几十年，这只是小问题。大祭司回答。就算是一起长大的，死去之后也需要特征才能认出来。大祭司却能立刻认出来这是族长。这时候后面落下几个鸟，发出咕咕的声音，雪白的羽毛在光线下出现七彩的波纹。这个颜色叶简熙只在他的衣服上看到过。他低下头，上面还有遮羞画上去的蛇，颜色不明显，需要认真看才能看得出来。叶简熙走过去，几只白鸟飞起来又落下，翅膀扇动空气，发出噗噗的声音，红色的眼睛来回转，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他蹲下来，伸出手，鸟落在他手上，眼睛还在转，一只眼睛往前，一只眼睛往后。叶简熙快速抓到他的脖子，掀开腹部的羽毛，果然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微型接口，像是细小的针头。他伸手去抓其他的鸟，看看是不是都是这样。它们一窝蜂地飞起来，连带着他手上的那只也扑腾起来。淋雨擦过脖子，很快出现一道红痕。叶简熙松手，他加速飞跃，混入鸟群中。这是你的东西。叶简熙说。大祭司似乎是走神了，视线放在他身上。叶简熙难得从他眼中看到其他情绪，有些生气，有些懊悔，能证明他不是机器人了。叶简熙笑了。大祭司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看向天空，一只鸟急速坠落，身上冒着黑烟。叶简熙歪头，既然做得那么真，那肯定也要考虑被敌人抓到后的应对策略，所以一定要做得逼真。他问出了内心的想法。能吃吗？几十年没有绷过表情的大祭司，在这短短的1分钟内，感受到了2种情绪，脸上出现了一种名为迷茫的情绪。吃，问他不如自己去看。叶简熙跑过去，鸟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尸体，掺杂着苦涩的糊味，还有肉香味，再加上一些若有若无的机械死寂的味道。叶简熙扭头，有些反胃。他快速跑回大祭司身边，用力地吸了一口气，用大祭司身上的清香洗去身体里的空气。话说，他来了这里之后，只见过这几只鸟。星球上树木茂盛，鸟类却少得可怜，不应该说根本没有。这时候，一只鸟从头顶飞过去，像是在驳回他心里的猜测。叶简熙看了一眼大祭司，对方仍旧面无表情。那只也是你的？叶简熙问。不是。大祭司说。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芽。叶简熙趴在树上，雪白的身体隐藏在一片绿叶中，只等着疑似机械物体经过。在原地等了半天，除了几个蝴蝶经过之外，叶简熙什么都没看到。难道真的是他猜错了？只有那几个鸟是兽人造出来的。2个纯白色的雄性鹿跑过去，后面追着一个雌性。过了一会，2个雄性又跑回来。叶简熙伸出脑袋，雄性变成人形。你在这里玩什么？上面很好玩吗？叶简熙歪头，2个雄性爬上来，蹲在他旁边。你在看什么？一个雄性说。看黑曼脊蛇的卧底在哪里。叶简熙说。2个雄性直接忽略他这句话，总不可能是看树叶，每个树叶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叶简熙一愣，摘下2片，纹路相似，脉络一样。他又摘下一个，还是同样的情况。他猛然发现，整片树林里只有一种树木，这样单一的植物很容易大片死亡，而这些树看起来有点年头。再排除人工种植，那就是所有的树全部都是机械。不会是在看大祭司吧？一个雄性说。另外一个雄性也恍然大悟。你喜欢大祭司？叶简熙回头，他所在的大树确实是距离大祭司最近的，但是他们哪里得来的这个答案？大祭司这个兽人虽然长得好看，但是睚眦必报，你千万不要喜欢他了。叶简熙陷入沉思，该怎么解释呢？什么？你竟然这么喜欢他，能容忍他的所有缺点？虽然其他雄性没有大祭司那么好看，但总归也是不差的。比如说我。叶简熙这次他嘴巴比脑子快，直接说了一个不。那你是真心喜欢大祭司了？居然敢喜欢大祭司？我们向来只敢把他供在桌子上，没敢喜欢过。我没有喜欢他。叶简熙叹气，有那么一点点。理解蛇修说白鹿族兽人时是一个什么心情了？那就是他喜欢你了。另外一个兽人一拍大腿，我知道了，你们相互喜欢，但是就在刚才，你发现他的喜欢太廉价了，喜欢你，但是更喜欢权力，所以你伤心了，不是？所以你现在要带崽跑？没，你放心，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他都会把你抓回去。然后2个雄性对视一笑，叶简熙打了个哆嗦，等等，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就真的只是因为他更爱权力吗？你确定没有发现他在处理公务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人？叶简熙，我查到了，我们前几天有一个新组长。没错了，大祭司是为了找新的组长。原来事业批下面隐藏的是这样的面貌。叶简熙，不是，我就是新任组长。这个组长样子和你有点像。叶简熙松了一口气，至少能解释一部分了。这是你的同胞姐妹，明明是你救了大祭司，他以为是你的姐姐。叶简熙决定从根上开始解释，我不喜欢他，你不用掩饰了，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你们两个下来。白鹿族雌性终于找到这两个雄性低着头慢慢爬下去。雌性抬起头，不好意思，这两个兽人太喜欢说话了。他都道歉了，叶简熙也不好说什么。没关系，我回去一定会教训他们两个。雌性再三道歉，带着两个雄性离开。叶简熙继续摘树叶，手将在半空中。刚才那个雌性怎么说的来着？太喜欢说话了，而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所以那个雌性认为他们的话是正确的。叶简熙皱眉，那放他们回去，岂不是放虎归山？没到2天，叶简熙的大名已经走遍了整个白鹿族。与此同时，一起出名的还有他的同父同母又同名的族长姐姐。没想到他在白鹿族出名的方式不是更换族长的公式，而是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白鹿族兽人对歪门邪道的事情显然比族长是谁更加关心。这些树都是专门制造出来的。叶简熙拉着大祭司出来，指着面前的一棵树，我没说不是。大祭司说，他就说这么高的技术水平怎么可能居住在原始森林里？原来他们用的高技术制造的原始森林还有什么是假的？叶简熙问。记不清。大祭司说，那天的虫子。叶简熙皱眉，不是，那些东西是没来得及消灭的物种。叶简熙无言以对，他们亲手制造出了一个核心翼的星球。接口在哪？叶简熙又问。大祭司拨动草丛，指着下面一个位置。叶简熙趴在地上，好不容易在树皮中找到了一个接口，接上了个人终端。这个大树能进行光合作用，能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成分，维持平衡，防御功能强悍，抵御各种化学组织攻击的集各种高技术手段于一身的树，居然只是为了让兽人睡得更舒服才研制出来的。叶简熙站起来，身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如果是天然的森林，他在地上这么打滚，早就脏得不成样子了。这个星球上有什么真东西吗？你的房子仿木设立。叶简熙抿唇，果子人工制造，所以人工的，为什么要加果核？抬头望天，这个总是真的。大祭司没有反对。叶简熙松了口气。这时候周围忽然安静了，走动的兽人都消失了。叶简熙扒开草丛，里面藏着10几个兽人，一个个支棱耳朵。你就是叶简熙吧？我知道你的爱情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就算大祭司喜欢的是族长，你也不畏艰难，勇敢争取。你是我的骄傲。他是族长，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弱小的雌性，你有的只是坚强的心。等到某一天，大祭司肯定会发现他喜欢的其实是你。叶简熙皱眉，百思不得其解，这种无瓜硬吃的习俗到底是怎么传下来的？但是我觉得你要睁开眼看一看，除了他还有很多雄性。白鹿族哪个雄性不是顶天立地？叶简熙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比如我。雄性义正言辞，等你和我在一起之后，大祭司才会知道当初救了他的人是你，而不是你的族长姐姐。他想重新找回当初的你，但是你不同意。好了，叶简熙按着太阳穴，你看看我，如果你看不上的话，我这里还有一个名单，喜欢谁就挑谁，10个8个几百个都可以。我跟你说，大祭司根本配不上你，放弃他一棵大树，你会发现整个草原，就算我们每个兽人都比不上他，我们加起来总能比得上。等等，叶简熙再次阻止，真的，他不是你的良兽，不是，他太冷淡，倒也是。这个叶简熙承认，像是一幅画，冷漠无情，他阻止不了，向旁边躲了一下，正好露出远处的半个侧身，身影尤其熟悉，是每一个兽人都无法忘怀的存在，正是他们讨论的大祭司。两个雄性吓得毛都要炸起来了，眼睛圆圆的，给叶简熙表演了一个原地摔跤，然后双腿打圈，一步也没跑出去。大祭司站在他旁边，冷漠的眼神直直的盯着他。几个雄性咽下口水，我们错了，真的错了，我们就是试一试能不能把雌性撬走。大祭司，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今天刚做了噩梦，我真的不想做了。大祭司没有理会他们，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对着叶简熙说，走了。叶简熙点头，虽然大祭司能让人做噩梦，但是他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噩梦都放在大祭司身上，这未免有些太过分。你不需要澄清吗？叶简熙说。大祭司低头看他，眼中流露着一种难言的情绪，清者自清。晚上，叶简熙回到房间，自从知道这个床板是假的树桩，还有假的树叶和棉花，叶简熙就一言难尽。有这个技术，为什么不做一下其他的？他轻轻躺在上面，软软的床板下面很硬，躺久了身体会很疼。他变成圆形，爬在2个树桩中间，身体卡在缝隙中，这才舒服了一点。他睁开眼，脚上有一道金黄的铁链，一直绑在床脚。他用力扯了一下，没能拉开，精神力也无法使用。他变成圆形，铁链也随着体型减小。叶简熙生气地咬了一口，上面连一个牙印都没留下。这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响声，大祭司走了进来，给我解开。他说。大祭司叹了口气，坐在床边，手掌放在猫猫头上，从上摸到尾巴。你不该这样跟我说话。叶简熙抬起头，大祭司好像不一样了，放开我。他又说。大祭司笑了一下，让人禁不住打颤，只要你听话，怎么样都可以。叶简熙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变成人形，试探地问了一句，听什么话？向整个宇宙宣布，
我是你的雄性，从今以后我只属于你。叶简熙一个机灵坐起来，用力推开他，这一定不是大祭司，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上身了？他咽下口水，好像白天那两个雄性说什么来着？强制爱。大祭司啧了一声，斜睨着他，像是在看一个不听话的小宠物。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代价。叶简熙猛地惊醒，摸了摸身上，衣服穿得好好的，额头一层冷汗。他用手扇风，伸出一口气，平复心情。难怪他们直接确定是大祭司让他们做的噩梦。这种清晰、明确、很有逻辑性的噩梦，不可能是自己产生的。梦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情绪、场景波动，都明显的印在脑海中。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抿唇低头。这时候，外面传来响声，大祭司推门进来了。叶简熙摸了摸脚踝，做噩梦了。大祭司说。叶简熙手一紧，什么噩梦？大祭司说。叶简熙眼波流转，不小心掉下悬崖。大祭司似是松了一口气，是你做的。叶简熙肯定地说，有些时候梦境不由我控制。大祭司说，那总要有个由头，原因。导火索。他不相信凭空就能出现噩梦，我可以趁着虚弱的时候控制脑电波。大祭司说到这里，叶简熙就知道了，他的所想会变成别人的所思，所以昨天晚上大祭司衣冠端正，一丝不苟，眼中平静似水，毫无波澜。叶简熙扭头，有点不敢相信，再看看白色的大祭司，黄色的路易。叶简熙清了清嗓子，发誓不能让大祭司知道昨晚的梦。黑曼几蛇的卧底找到了。大祭司说。叶简熙蹦下来，拿起2个果子，直接往外面跑。他见过这个黑曼几蛇，也知道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但白鹿族兽人对待外族兽人的待遇让他有点紧张。他应该已经把这里的情况传递出去，不然前任族长也不会在那场爆炸中死亡。他们按兵不动，假装没有发现漏网之鱼，所有的设备停留在原地。终于抓到了这个兽人。黑曼几蛇的兽人盯着他，像是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你居然背叛我们元帅！叶简熙一脚踩在他胸口，我从来没有属于他，哪来的背叛？打开他的个人终端，找到了和其他黑曼几蛇的联系方式，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删除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知道我们说了什么。叶简熙用力一踩，手指在屏幕上轻轻点击。这种事情虽然很难，但是并非做不到。时间1分1秒过去，阳光逐渐移动，他的位置逐渐被照射到。过了一会，又出现了阴影。叶简熙抬头，只见发光体定在了大树后面的位置。过了不知道多久，叶简熙终于恢复了他们的记录，里面有2条消息。第一条，发现了飞行器基地；第二条，发现了那个雌性。一条是他们已经知道的消息，一个是对叶简熙打击最大的消息。他很清楚，在哲修眼中，他很重要，但是并不会随着重要程度而减少战争，他只会按照心里的想法为所欲为，直接抢过去。我们能抵挡几次进攻？叶简熙问。大祭司似乎心不在焉，没有立刻回答。等叶简熙又问了一次，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加上黑狼族和红狐族，可以永久。大祭司给出了答案。叶简熙愣了一下，他可从来没有说过红狐族的事情，一直以来代表的都是黑狼族。黑曼几蛇和白鹿族水平相当，但他们阴险狡诈，无所不用其极，必须要用比他更强盛的力量才可以敌的。大祭司说，可现在2个星球没办法来这里帮忙，即使可以也不能。如果黑曼几蛇虚晃一枪，转而去攻击另外2个星球，他们一定会无法抵挡。说到底还是距离上的问题。我记得白鹿族正在研究虫洞。叶简熙说，是，宇宙另一端有一个天然的原始森林，一些兽人想去那里游玩。叶简熙抿唇，再次见识到了他们的暴殄天物。虫洞容量很小，每次只能通过1个飞行器，2端连接口也需要重要保护，不然很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所以建造起来很有难度。叶简熙尝试着扩大虫洞容量，但目前难度很大。他忙了一天，也没有理清思路，晚上趴在床上立刻入睡，连僵硬的床板都抵挡不住困意。睁开眼的时候，天气灰蒙蒙的，他好奇地往前走，不小心撞在了透明的墙壁上，调转方向，依旧是透明的墙壁。这是一个牢笼，将他困在里面，像是动物园里供人观赏的动物，而观赏的人只有一个，陆毅。叶简熙坐在地上，一阵无语。这个梦真的是大祭司内心深处的想法吗？陆毅走了进来，单手掐着他的下巴，强行抬起头。我是你的。叶简熙压着嘴角，尽力不暴露情绪。只要你告诉他们我是你的，我就会放了你。从今以后只听你的话，为什么不行呢？行啊，叶简熙心里说，只要你不想保持大祭司的神秘感。忽然一股力气推了他一下，叶简熙倒在地上。白天的大祭司神人勿扰，晚上的大祭司无事别找。系统没有播报，所以梦里面获取基因不算。叶简熙突然升起一股委屈，他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居然没有用处。翻身把大祭司按在地上，老实一点，别动。大祭司居然笑了，这样才好，比木头人强多了。叶简熙，到底谁是木头人啊？梦中的星球上只有他们2个人，除了他们没有任何生物。一口咬在他颈窝，族长和大祭司才是天作之合。叶简熙忍无可忍，一爪子拍在他脑袋上。1个晚上过去，叶简熙休息的时间还不到2个小时，他又要去继续研究虫洞的事情。路过研究所门口，正好遇到大祭司，依旧是那副衣冠禽兽的样子，他浑身通白，好像散发着一股神圣的光芒。叶简熙冷哼一声，先他1步进去，然后用力关上门。又做噩梦了？大祭司问。叶简熙不耐烦地转身，大祭司也觉得有些不对劲。按道理来说，他没有讨厌叶简熙，怎么会3番5次让他做噩梦？他既不希望叶简熙坠入悬崖，又不希望他沉入湖底。他
他的噩梦到底是什么？如果梦中有我，你最好顺着他，不然吃苦的只会是你。叶简熙，他也不像是完全不知道，虽然梦中的他很过分，但现实中的大祭司仍旧风光霁月，如清风拂面，让他下不去手。你最好真的不知道。叶简熙说。大祭司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丝疑惑。我不知道。叶简熙抓着一缕白发，缠绕在指尖，轻轻拉着，让大祭司低下头。想知道我做了什么梦吗？叶简熙说。他们的距离很近，鼻尖几乎要碰上，呼吸的热气刚好打在陆毅脸上，他喉咙一紧，眼睛里的纯粹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情绪。这时候，房门打开了，一个兽人拿着资料走进来。族长，现有的技术，抱歉打扰了。兽人立刻退出去，叶简熙也推开他，连忙跑出去找刚才的兽人。正视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不去控制一下，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会穿成什么样子。前面一堆10几个兽人，刚才的兽人就在其中。叶简熙刚刚赶上，就听到一句：我看族长对大祭司也不是没有情谊，大祭司对族长也是一样，他们2个也很好。可那样的话，族长的妹妹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3个兽人一起吧？怎么可能是3个？族长会有其他雄性，他妹妹也会有，只是在大祭司上会共享。叶简熙捂着耳朵，纵使脸皮厚，也厚不到这种地步啊。大祭司也跟过来了，叶简熙示意他去解决。大祭司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他没有妹妹。大祭司说。几个兽人眼神中似有伤痛，又有遗憾。有一个胆子大的直接问：你们讲了想让他消失吗？大祭司抿唇，只有一个雌性。那个兽人恍然大悟，他们是一个雌性。大祭司点头。后面叶简熙也松了一口气，果然还是大祭司最了解他们。白鹿族的脑回路还需要白鹿族来破解，照着这个趋势下去，叶简熙小曲一定会宣布完结。兽人们互相看了看，都看到了彼此的难言之隐，这让叶简熙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你们原来其实是一起的，但是上一世你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敌人一定要击败你们，你们尽最大的努力和敌人同归于尽。他分成了2个雌性，大祭司也意外死亡。重生之后，你来到了白鹿族，只为等到他归来。行吧，这个说法起码比原来能接受一点，至少他变身成为一个人了，是他和大祭司2个人的事，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三角爱情、强取豪夺、夺命追妻。处理了这些事，天色已经晚了。叶简熙回到院子，大祭司也跟着一起回来，他的房间在隔壁，要在这里分别，然后各回各的房间。叶简熙停下脚步，嘴巴张开又闭口，还有什么事？大祭司注意到他欲言又止。叶简熙抬起头，想了一会，这种事情说出去，他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没有，那等你想说了再来找我。大祭司说。这么贴心，如果是其他时候听到这句话，叶简熙会很舒服，但是今天只想咬他。他用力摔上门，叶简熙困得不行，闭上眼睛就已经陷入了沉睡。当他清醒地睁开眼睛，拍了一下自己，没有一点疼痛的时候，他就知道又来了。这次不是牢笼，没有锁链，他松了一口气，还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周围除了草地什么都没有。他坐在地上，天空晴朗，几朵白云飘过去，草地随着微风吹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植物清香。他平躺下去，忽然天空中出现几个阴影，上方传来轰鸣声，空气震动，像是要从中间撕裂。飞行器压着地面，一阵风一样经过，产生巨大的浓烟。叶简熙轻轻咳嗽，又是一个飞行器从他正上方经过，在远离他的时候，后面舱门打开，一个黑色的物体坠落，顺着定好的航道重重落在地上，草地炸裂开，土块飞向天空，像是一朵绿色的烟花。飞行器飞向高空，地面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飞行器黑压压地扑过来，遮盖整片天空，看不到一点阳光，周围昏昏沉沉，到处都是尘埃，能见度不足50米。他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反正都是梦，炸不死他。世界末日一样的场景，一抹白色隐藏在烟尘中。大祭司不知道从哪跑出来，拽着他的胳膊往旁边跑，他神色紧张，难以掩饰的恐惧。后方穷追不舍，他们拼命地跑，每一次攻击都落在他们周围，恰恰打不到他们。到处都是脏脏的，身上都是土，呼吸的空气里也是脏的。叶简熙很不舒服，他想要醒过来，然后去洗个澡，把身上所有的污渍清理干净。梦里不会累，但是他的精神会累，他想好好睡觉。我不跑了，他说。大祭司停下来，眼神黑的像是要把人吸进去。如果不是他一心放在叶简熙身上，只为让叶简熙承认他的位置，也不会让敌人一举进攻，他们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对不起，大祭司说。叶简熙一愣，他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想，谁知道这个对不起是什么意思？不该强迫你承认我的身份，我们当初就不该遇见。希望我们还能回到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彼此的性别，相依为命，在星球上流浪的日子。他说的神色动容，好像心都要碎了。叶简熙面无表情，这辈子不可能流浪，不可能捡垃圾吃，不可能无家可归。希望我们还能回到那个时候。路易拿出一个蓝色的小球，放在他手心。这是什么？好玩的东西，别忘了我。路易包裹着他的手，紧紧地抓着蓝色小球，身上冒出刺眼的白光，越来越亮，让他看不清周围的东西，又产生了很大的声音，真实的可怕。叶简熙伸手碰到了一圈墙壁，上面灼热的触感让他猛地收回手。不知道过了多久，白色光芒消失，攻击他们的飞行器消失，路易也消失了。整个星球肉眼可见的都是被翻起来的泥土，战火之后留下的黑色残骸。一个斑驳的星球，不能容纳任何生物，周围空无一物。他心里忽然有点慌乱，开始跑起来，随便什么东西都好，只要有其他的兽人。这里太空旷了，一个模糊的人形出现，
叶简熙快速跑过去，那道身影越来越熟悉。随着距离减少，叶简熙看到了那个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叶简熙睁开眼，他忍无可忍，一脚踹开房门。大祭司正在院子里，你到底在想什么？大祭司有些疑惑。对啊，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如我让你看看。叶简熙跑去了研究所，对他来说，做一个简单的动画很简单，但是大祭司可能会不承认，他已经不是那个清风明月的大祭司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平，他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他需要的东西是这个。叶简熙拉开一片叶子，吹散上面的灰尘，一个窥探梦境的设备。这是叶简熙认为的白鹿族少有的有用的东西，白鹿族认为毫无用处的东西。设备很小，只有一个手掌大小，还有2个手环，一个红色手环，一个黑色的，只需要让对方戴上黑色手环，就可以进入梦境。但是他在梦里只能从旁观看，不会影响梦境的人，梦里的人也不会看到他。回到房间里，叶简熙迫不及待给大祭司戴上，拍了拍小盒子，这里面会储存，你别想不承认。叶简熙这时候才注意到，大祭司抿着唇，虽然没有表情，但是让人觉得有点紧张。手环没有变大变小的功能，叶简熙必须保持人形睡觉。他翻来覆去，床下像是塞了石头，周围很安静，安静的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睡不着，叶简熙打了个哈欠，有个人在旁边盯着，让他有点压力。大祭司知道他的想法，也躺下来，靠着床板的边缘，2个人中间能再睡一个人。叶简熙再次翻身，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腿，大祭司默默往外推，叶简熙皱眉，单手撑在脑袋下，抓着大祭司的手，用力往里面拉。大祭司用更大的力气收回去。你是雌性，我是雄性，不合适。呵，叶简熙转身背对他，你要去哪？后面一道声音传来，叶简熙停下脚步。这个场景又回到了白鹿族，路易走到他面前，用力抓着他。我对你不够好吗？为什么你还要走？叶简熙微笑，如果是在现实里，他爪子早就拍上去了。周围没有一个兽人，但是叶简熙知道，有一道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他嘴角上扬，顺着路易往下说，你为什么不肯放我？我说过了，只要你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回到以前。叶简熙转身就要跑，忽然前面出现一道墙壁，将他挡在这里，一股巨大的失重感出来。他闭上眼睛，身体腾空而起，再睁开眼，他悬挂在半空中。这是白鹿星最高的树，也是路易房子所靠拢的大树。他在一个铁笼子里，脚下能看得到路易的房间，像一个被困在牢笼中的金丝雀。既然你这样说，那就在这里待着，直到你想通的时候。叶简熙躺在上面，天空中出现一片云彩，刚好遮挡了阳光。一阵微风吹过，他打了个哈欠，也不知道大祭司在哪里看。他到处寻找，也看不到。早知道应该动点手脚，做一个能让他看到的设备。时间加速，天色直接变黑，笼子缓慢下降，笼门打开，路易单手抱着他的腰。想通了吗？从上去倒下来，一共不到5分钟的时间，叶简熙打个盹都来不及。没想，这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他说，什么选择？叶简熙说。一阵清脆的铁链撞击声，手臂上一凉，叶简熙回头，这个金属链子另一端连接到路易脚腕。从今以后，我去哪你跟到哪。叶简熙轻轻扯了一下，这种绑着的办法，到底谁才是被迫的？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叶简熙，他很想问一句，到底是怎么个不客气的方法，但是怕一旁观看的大祭司承受不住。路易走向床边，叶简熙跟着链子也过来。房间和现实的房间一样，除了睡觉的地方，足足铺了3层的棉花。叶简熙躺在上面才舒服了一点，其他的不说，照顾他生活的方面，梦中的路易做的确实比现实的大祭司要好很多。一个胳膊放在他腰上，叶简熙往后躲了一下，路易用力抱在身前，他们紧贴着，中间没有一点缝隙，一股温热洒在耳后，低沉的嗓音暴露出主人的情绪。别想逃跑，他注定要成功。如果我偏要呢？叶简熙说，那我就打断你的腿，让你永远躺在床上，一场梦醒。叶简熙睁开眼，面对的是红白相间的大祭司，白色的头发尖，一个耳朵尖，红的像是要滴血。大祭司，看清楚了吗？叶简熙问。大祭司转过身背对他，嗓子里发出一声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打击有点严重。他以为他装得很好，那点深藏在里面的情绪完美的隐藏在内心最深处，无人不知。谁知道很早之前就已经被另外一个兽人知道，还是以这种方式。我有没有对你做过更严重的事情？大祭司试探着问。他自小无欲无求，克己复礼，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除了说话难听了一点，应该不会让人恼怒。如果不是梦中，你孩子都会说话了。叶简熙说。回应他的是一片沉默。梦境是现实的反应，是他内心想做的事情。每到夜晚，他控制力下降的时候，深处的想法会更加容易突破屏障。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不要在同一时间睡觉，但是他们工作时间相同，很难做到这一点。当天晚上，叶简熙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醒来，伸了个懒腰，急冲冲地跑到了房顶。下面，大祭司刚刚躺下，双手放在腹部，眉头紧锁，眼下一片青黑。叶简熙想到当初他做了一个晚上疲惫的梦之后，还要被叫起来，变成原形，直接跳到他肚子上，长长的尾巴扫过脸颊。大祭司抓着他的爪子扔到地上，叶简熙变成人形，哼了一声，从大门离开。正好一个兽人走了进来，见到他从大祭司房间出现，短暂的愣了一下。这是最近族内的情况。叶简熙拿到手，白鹿族性格温顺，不会那么容易起争端，也没有争抢物资的想法，几乎不需要管理。白鹿族内部的事情很少，通篇看下来，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和大祭司的连续剧已经上演到了带球跑情节。看完之后，把东西还给兽人，
叶简熙低头，忽然注意到这个兽人不正常的目光，他深吸一口气，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又闭上嘴。算了，不就是议论一点八卦，如果下令禁止，估计会比现在更加麻烦。他转身准备离开，又觉得不甘心，真的什么都不做，万一事情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你们大祭司身体有些不适，我刚才去照看他。叶简熙说。话音刚落，兽人眼睛瞪得更大了。没什么大事，休息一下就好了。叶简熙又说。我知道了。兽人快速离开。叶简熙想着，这一次他应该解释得很清楚，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了。工作上一直没有重大突破，建立一个庞大的虫洞系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他抬起头，白鹿星上空的防御系统完善，所有的攻击系统也准备好了。除了建立一个可以让3个星球随时帮助的虫洞之外，他们还有另外的办法。系统，蛇蛋什么时候好？系统无法推测，这点事都做不好，要你有什么用？系统不说话了。我生活的地方都可以推测时间，你科技水平这么高，为什么推测不出来？因为系统没有这个模块。叶简熙明白了，那你到底是谁制造出来的？定，请输入有效指令。那好，换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和我绑定？定，无效指令，请重新输入。叶简熙坐在办公室里，前面一道屏幕上出现无数的数字，他点击确认，数据开始运转，开始到结束，一共不到5分钟。基础运行数据根本无法支撑虫洞运行，实验数据失败。房门从外面推开，大祭司按着额头，低着头，他睡眼朦胧，扶着墙壁坐下。怎么样了？他说。一样。叶简熙回答。他对实验的过程很清楚，按照思路走下去，能研究出来只是时间问题。相比于这个，叶简熙更关心另一个事，晚上的事情有办法解决吗？叶简熙说。大祭司一致，摇了摇头，就算被人戳破，他也能保持平静，那张脸依旧是只能放在神坛上。叶简熙忽然低下头，伸出一根手指，按在他额头的一滴汗水上。很热吗？大祭司垂眸。没有。那你怎么流汗了？叶简熙嫌弃他的汗水，在他衣服上擦了擦，心情影响。大祭司说。叶简熙笑了一下，我还以为你不会承认。不会。大祭司说。这么敢作敢为吗？叶简熙调笑。我是大祭司，应该敢做敢当。他说着，又一滴汗水落下，白色的大祭司又变成了红白相间。叶简熙坐在椅子上晃腿，单手撑着下巴。大祭司的情绪好像越来越容易波动了，这可不行。大祭司之所以是大祭司，就是因为他那不同于众生的神秘感。叶简熙转身离开了，看着紧闭的房门，大祭司愣了一会，心脏像是从高空坠落，忽然空了一块。虽然是白鹿族的族长，但是他仍旧可以随时离开，一个族长的位置根本套不住他，他不属于任何一个种族。他继续处理叶简熙留下的实验，处理数据对他来说轻而易举。闭上眼睛，重新整理心情，再睁开眼，手放在屏幕前，往旁边移动屏幕，后面出现一条已经整理好的一部分。他还记得这一串数据成功的时候，叶简熙激动的样子。他一直是这样，开心和伤心都在表面上，从不会掩饰情绪。他有自己的小情绪，就和他的本体一样，像是一只小猫，只要顺着它，就会得到一张笑脸，还会主动找上来。如果触碰到他的底线，不管交情多深，依旧会收到一爪子。叶简熙找了点吃的，又睡了一个午觉，醒来就到了下午4点，来到办公室。你做的怎么样了？大祭司看着屏幕，时不时的看一眼他。叶简熙双手交叉，眯着眼睛。你这个下午不会什么都没做吧？大祭司没有说话。所以你真的什么都没做？叶简熙一脚踩在桌子上，毛都要炸了。大祭司低着头不说话，在房间里走了2圈。叶简熙实在是难以控制心中的气氛，把工作量分半，以后各干各的。这次大祭司反应很快，我今晚会跟上，不分了，有一就有二。叶简熙很难相信他。不行，我保证没有下次。大祭司说。那好吧，再给你一个机会。叶简熙坐回位置上，他们睡觉的时间需要错开。叶简熙中午睡了太久，一直到半夜都没有困意。大祭司回到房间睡觉后，他还在这里工作。他以前从来没有工作过这么久，如果没有成功，那这么久的努力就全白费。他手指不知道点到哪里，屏幕上突然出现很多对话框，千真万确。大祭司确实不行了，虽然2个雌性是同一个兽人，可现在确实是2个，真的千真万确。我今天早上亲眼看到族长从大祭司的房间出来的，还说大祭司生病了，能有什么病？白鹿族从来不会生病，肯定是累到了。叶简熙，不如今天晚上给大祭司补一补，把制作果子的食材替换一下。这还用你说，我早就换过了。没想到啊，大祭司居然这么兽不可貌相，这件事可不能在外面乱说了，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叶简熙抿唇，默默地关掉对话框。这是他们几个小时之前的对话。算算情况，大祭司应该吃完了，也不知道他的抗药性怎么样，现在应该大概没什么问题。定，仔仔预计3个小时后诞生。叶简熙微微一愣，这次的通知好特别，3个小时还有很久。他整理了一下今天工作的内容，一边想着3个小时后去哪里。房间肯定是不行，万一大祭司进来了，会吓到他的。办公室更加不行，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他地方了。到了交换的时间，大祭司进来，让他回去休息。你不要乱动，只做你的事情就行。叶简熙怕他也不小心找到兽人们的聊天记录。我知道，明天会追上进程的。大祭司说。你不知道，说起来，这件事还是他留下的祸根。叶简熙良心发现，你的食物以后多检查一下。大祭司虽然不知原因，还是点了点头。又有卧底了吗？他顺口问了一句。叶简熙踢了一下脚后跟。不是。那你不要问了，早晚会知道的。叶简熙说。定，仔仔预计3分钟后降生。叶简熙拔腿就跑，平常10分钟的路程，
让他2分钟赶了过来。大祭司眉头一锁，见他跑这么快，一定是遇到了大事，也用最快的速度跟上去。他停在房门外，呼吸紧促，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准备推门进去，却发现房门从里面锁上了。以往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叶简熙就算晚上睡觉也不会锁门。他敲了敲，里面没有回应。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叶简熙还是没有回应。如果有重要的事，请你告诉我，不然我要破门了。一股巨大的力道冲击房门，木质的房间却异常难以突破。他攻击了几次，仍旧没有办法。最后是回到研究所，找到了当初的备用程序，才顺利打开。当他打开房门，愣在原地。房间里，叶简熙靠在床边，手指抵着一个转圈的蛋，微微看过来。叮，积分加200，总积分1400，大礼包已发放。这是什么？陆毅皱着眉头，但身上有一些黑色的花纹，在叶简熙手上转圈。他不记得这里有蛇类，走过去准备近距离观察。叶简熙收回手，别碰。黑曼脊蛇从哪来的？大祭司表情严肃。我的。叶简熙回答。黑曼脊蛇阴险狡诈，为达目的不得罢休。白鹿族确实是他们的进攻名单上的第一个。大祭司继续推断。叶简熙点头，这句话说的不错，但是那个卧底为什么要把你的消息放出去？他除了要进攻白鹿星，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找你。叶简熙再次点头。他们如今才算是合作，各有所需，但只有一个敌人。如果他们真的进攻，你会下死手？大祭司有些怀疑，从知道那个蛇蛋是黑曼脊蛇之后，这个念头就像是雨后春笋，突飞猛长。为什么不会？叶简熙反问。黑曼脊蛇都追过来了，他不打，那才是傻子。但是消息传过去已经很多天了，黑曼脊蛇却一直没有行动，也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你为什么还不去工作？叶简熙说。大祭司愣了一下，临走之前看着几个蛇蛋，欲言又止，随后离开。叶简熙迫不及待打开大礼包，里面存放着一段数据，序列的前一段十分熟悉，和实验室里已经成功的数据十分相似。叶简熙迫不及待连接到了个人终端，虽然不能运行，但是至少能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他猜的样子。最终显示结果果然是这样，真是得来全不费工。用黑曼脊蛇幼崽的奖励来对付黑曼脊蛇，叶简熙的心情很好，立刻就要去告诉大祭司这个好消息。忽然脚步停下，已经答应他要在晚上把进度赶回来，虫洞马上就能成功。叶简熙第二天一早就赶过去，见到大祭司在好好工作，叶简熙满意的点点头，坐了下来，微微抬头倒水。大祭司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杯水放在他手边。叶简熙可以完全按照作息睡觉，但是大祭司要按照他的时间调整。这时候他眼下一片青黑。昨天晚上到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叶简熙说。已经结束了。大祭司说。叶简熙喝了一口水，这里的水也是伪造出来的山泉水，清澈甘甜。如果没什么事，他抬起头，突然发现这个大祭司除了疲惫，还有一点激动，周围的热气要把人灼烧，脸色也比平常红润。你怎么了？叶简熙问。没什么。大祭司回答。收拾好了剩下的工作，准备回去休息。叶简熙一脚踩在他前面，挡着他回去的路。你到底怎么了？大祭司闭上眼睛，喉结上下滑动。没事。叶简熙仍然挡着，不让他离开。大祭司除了脸色红，没有任何异样。也许真的没事。他正要放行，听到大祭司说了一句，我们还要继续调整作息。为什么不？叶简熙暂时不想梦到他。不做梦，我可能会控制不住。大祭司说。叶简熙抬眼，大祭司并不是看起来那样不受情绪影响，在睡觉的时候，情绪会自己替他做了想做的事情，所以白天无欲无求。如果有一个事情长期没有做到，情绪临界阈值，那后果大祭司从来没有尝试过。你这是什么意思？叶简熙还没说完，他跨过去直接离开了。他转身看到了桌子上的剩下的2个果子，一个不太好的感觉涌现心头。拿起果子，叶简熙尝了一口，叮，已识别到毒素，已自动清除。那个药也算是一种微毒。叶简熙按着额头，也不知道大祭司会不会自己做梦，把怀里的几个蛋摆放在桌子上。他尝试运行数据，和昨天晚上的结果一样，成功了。那接下来就是建设虫洞。叶简熙给黑狼和红狐星每个兽人发送了消息，找来了一个兽人，把事情交给他办理。雄性兽人领了命令之后，却没有离开，伸长了脑袋往里看。做什么？叶简熙说。没事没事。他犹豫着离开，关门的时候还不忘记看了一眼。等他离开，叶简熙打开了那个聊天框。家人们，大祭司没有和族长一起出现，是不是你们的药不管用？你怎么不说是太管用了，所以才没出现？不可能，族长都在这呢。如果有用，他绝对不会出现。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推翻原来所有的设定，大祭司根本没有追上族长？叶简熙默默的点头，也记下了这个兽人的名字。万草丛中一朵花，没有这种可能。楼上踢出去，什么邪教进来了？叶简熙也没忍住，说了一句，就是他说的那样。他一说话，所有人都停下了。叶简熙看着他那句话上面大大的2个字，族长。紧接着右上角显示聊天对话框内人数越来越少，直到只剩下他一个。为了防止大祭司再吃不该吃的，叶简熙把果子扔到了星球上。一段时间不见，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些绿色的植物，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中午，他回到房间，听到隔壁大祭司开门的声音，立刻跑了出去。别吃！他大声喊。大祭司手中果子落地，不是提醒过你了吗？叶简熙说。大祭司捡起果子，轻轻闻了一下，没有任何异常，和平常吃的一样。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没什么问题，你想吃就吃。叶简熙改口，反正不是他吃亏。他越是这样说，大祭司就越是不放心，又闻了一下水果，皱着眉头对外面的人说道：进来。
一个兽人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门刚开一条缝，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拉开。兽人一惊，有些畏惧地抬头看向屋内的人。大祭司坐在桌前，不发一言，手中把玩着一个果子，眼神却紧紧落在兽人身上。兽人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感觉周围的气压越来越低，压得他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大祭司，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兽人硬着头皮开口道，声音微微颤抖。一边，叶简熙抬头看着天空，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这种事情还是不要他说的好，毕竟这可是关乎大祭司尊严的事情，自己作为一个外人，不好随意发表意见。大祭司冷笑一声，声音轻了，为了我好。他的眼神冷漠，没有一丝温度。一旁的兽人有些紧张地解释道，是的，我们知道您的身体状况，所以才会想着给您加点东西，但是用量非常小，绝对不会对您造成任何损伤。然而到了现在，大祭司不可能听不懂他们的意思，他依旧维持着那副冰冷的表情，好像说的事情和他毫无关系。叶简熙心中暗自嘀咕，这种事情大祭司竟然都不生气吗？难道真的是被那些兽人们猜对了？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目光落在大祭司身上。他记得在他来之前，大祭司就已经吃过食物了，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反应，那应该就是真的了吧？就在这时，叶简熙突然感觉到一道目光直直地射过来，他心头一紧，缓缓抬起头，正好对上大祭司那双深邃而幽暗的眼眸。大祭司的眼中仿佛藏着无尽的秘密，深不见底，让人无法窥探其中的真实想法。叶简熙不禁打了个寒战，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只凶猛的野兽盯上了一般。这次有情绪了，是叶简熙不想看到的情绪。当天晚上，叶简熙就尝到了苦果。大祭司的袍子依旧是纯白色，神圣的像是仙人，但梦中的大祭司白袍之下是黄色的皮肤。错峰休息那么久，又吃了那么多的果子，两种作用互相叠加，达到了1+1大于2的效能。但是好在梦中是一场连续剧，续上了那次轰炸之后，只要你好好的，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别丢下我。叶简熙抿唇，按着他的脑袋，不要那么多废话，我不要你告诉他们了，只要你能活着。陆毅眼睛通红，手掌轻轻放在他后背，脑袋抵在肩膀上，像是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留下来吧，大祭司说。叶简熙眉头微皱，再次伸手按在了他的嘴巴上，然后用力一推。然而他意识到梦中所说的话并非完全基于梦境中的情境，而是与现实有着一定的联系。这里什么都有，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别走了。这句话说的真诚，让叶简熙愣了一下，但是他不想睡树桩，因此当大祭司紧紧抱住他时，他毫不犹豫地抬脚狠狠地踹向他。可是这一脚却未能将他踹开，大祭司反而将他抱得更紧了。一场梦醒，叶简熙皱着眉头，揉了揉自己的额头，脑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作响，让他感到有些头疼。他摇摇晃晃地坐起身来，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又缓缓地躺回床上，闭上眼睛，希望能再睡一会儿。然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却发现外面的天空依然是一片漆黑。一场梦醒，叶简熙揉了揉额头，有点疼，也不知道是没亮还是第二天的晚上。他拿起桌子上的几个果子，填饱肚子。叮，识别到微量毒素，检测到为修复身体物质，以排除清理。叶简熙一顿，这个果子里又放了什么东西？他们白鹿族怎么这么喜欢食疗？他又是一觉睡醒，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来到大祭司房间，里面空无一人。他呢？旁边守门的兽人说，大祭司一早就去研究所了。叶简熙直冲冲地跑过去，直接进去他的办公室。你能不能清心寡欲一点？他一进来，整个房间都静下来了，不是没有兽人，而是太多兽人了。几个兽人站在桌前，每个人手中拿着一块木板，正在上面写字。兽人们像是见到了救星，一个个眼中饱含泪水。他们面前，大祭司正认真地给他们普及知识。一群脸红的不知道怎么办的雄性和一个面无表情的大祭司。叶简熙走近一看，是一本有关白鹿族兽人身体健康的书。我不是那个意思。叶简熙十分无奈，已经想象到离开之后他们会怎么说了。这种情况比遇见不讲理的兽人们更难，遇到坏兽人可以直接打一顿，这种只能讲道理，但是他们不听道理。我是说，叶简熙最终决定什么都不说了。我们知道，族长，我们以后一定不会乱说。叶简熙100个不信，这种事情直接禁止会比放任更加危险。最好的办法是装作听不到，等兽人们离开。叶简熙坐在桌子上，你现在连演示一下都不愿意了吗？明明知道梦里面会做什么，还要这么肆无忌惮。他现在才醒过来，大祭司一定知道原因。白天的事情太多，我没有办法晚上处理公务。大祭司回答，把事情都推卸到工作上。叶简熙确实没有办法反驳，他笑了一下。这几天大祭司的表情越来越多了，你什么时候会说谎了？大祭司没有抬头，继续盯着书本。叶简熙快速从他手里抢过来，里面的内容十分书面，使用各种标准词汇教导兽人什么是健康，什么是不健康。叶简熙后悔了，他没办法想象一本正经的大祭司在讲述这些词汇时是什么表情。早知道刚才应该偷偷进来的。他指着书上的一行字，这是什么意思？大祭司扭头不看他，你刚才不是讲到这里了吗？怎么不继续说了？说啊！叶简熙继续问。大祭司往旁边躲了一下，耳朵有点红。叶简熙继续贴过去，说一说啊。大祭司闭上眼睛，眼不见为净。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是不知道，你晚上做的那些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叶简熙威胁道。大祭司眼睫毛轻轻颤动，有些无措的开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想承认，只是还不好意思说出口。叶简熙笑了一下，心想大祭司这几天可真是越来越大胆了，前几天还知道调整一下睡觉时间，现在都不掩饰了，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非要问出一个答案。我想要重新整理一下我的想法。大祭司说得很轻松，仿佛是在整理资料一般，将所有的情绪都分门别类，最后找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叶简熙几乎真要怀疑他是不是个机器人了，连情绪都能整理。那他倒要看看大祭司能整理出来什么。最后情绪没有整理出来，关于虫洞的研究成果记录先整理好了。大祭司认为，不管兽人们有没有关心这件事，该有的嘉奖一定要有，所以他把奖赏的公告发布在了白鹿星最权威的地方。叶简熙猜想，这个通知不会有太大的关注，更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他不小心听到了兽人的对话，以前发布这些东西都是族长的工作，这次怎么是大祭司？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大祭司已经开始夺权了。什么夺权？要我说，是为了不让族长太过劳累。这有什么累的？还不如我跑2步。那这有什么可夺权的？一个通知怎么没有？这可是对外公布，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就是为了告诉我们，现在的族长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这是为了羞辱族长。后面的叶简熙，他需要时间整理一下这些复杂的东西。白鹿族的兽人们是怎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顶端复杂化的？也可能是因为表扬的人是他，需要避嫌，总不能他自己发布一个文章用来表扬自己。况且那么大的一个通知，如果这是在其他星球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但这里的人却只关注大祭司和族长之间的爱恨情仇，这种宣扬方式也让叶简熙想起了红狐族，甚至比红狐族还要夸张。就在这时，叶简熙收到了来自红狐星的代表洪墨轩的视频信息，他立刻打开并点击开始播放。然而个人终端却突然扩大，惊动了前面正在悄悄聊天的兽人。叶简熙连忙转身，试图掩饰自己的视频。此时视频以投影的形式开始播放，当上方出现类似红色条幅的时候，叶简熙毫不犹豫地想要立即关闭它。他手忙脚乱地在个人终端上胡乱点击，希望能够撤回投影，结果却适得其反，投影变得更大。这个条幅正悬挂在红狐星的广场上，整个广场被金色和红色交织覆盖，下方挤满了兴奋的兽人，他们满脸激动，高高举起双手，尽情欢呼，每个人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对面的洪墨轩拿着一大束玫瑰花，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西西小姐，谢谢你为我们做的贡献，红狐星会永远记得你。还好，只有这些，尚且在接受范围内。我也是。洪墨轩又说了一句。视频从这里断了。叶简熙心道不好，猛地转头，正好对上了白鹿族兽人们探究的目光。他们眼睛干净的纯粹，是叶简熙少有的见到的。这么团结的兽人，他们心无杂念，万众一心，一心想要知道对面的兽人和他之间的关系。一个胆子大的兽人走了过来，族长，你们是不是？不是。叶简熙说。白鹿族兽人回头看看，和同伴们进行友好的眼神交流。我想问，你们的虫洞已经搭建完成了吗？被问到这么正经的问题，叶简熙还有点不适应，但是表面上没有任何异样，平静地说，目前正在动工，红狐族的效率很快，但是白鹿星的速度很慢。叶简熙说完，眼神从他们身上一个个看过去，冷笑一声，不如你们为白鹿星做点贡献。几个兽人一愣，眼神中的探究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回到办公室，大祭司端坐桌前，闭目养神。叶简熙打断他的思路，我要喝水。大祭司起身去外面找人工的山泉水，水里带着冰冷的触感，杯子看起来是整个石头做成的。我还要吃东西。叶简熙说。大祭司刚刚坐下，又站起来，打开储存食物的地方，里面已经空了。他按了一下旁边的按钮，没有兽人进来。他打开房门，外面空无一人。他们呢？叶简熙看着外面的天空，踢了一下脚后跟，又转身看向另外一侧，就是不看大祭司。大祭司联系了一下他们各自的终端，出现在眼前的却不是白鹿，而是黑鹿族。大祭司啊！这位黑鹿族差点跪下。你在那干什么？大祭司问。大祭司救我回去，这里根本不是兽人干的，虫洞制造根本不需要兽人，只需要机械全自动完成，搭建、拼接、维持数据。但是为了能让他们有用武之地，特意留出来一小小块，让他们亲自完成。而且他们受苦受难，做出来的还不一定真能用到虫洞上，估计到最后也只是拆了，让机械重新武装。大祭司，我不过就是说了一点你和族长的美好爱情，族长就让我们在这里工作2天。2天啊？是啊。大祭司，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现在还争取不到话语权，等你们真的成了，你就彻底没有地位了。那时候红狐族那小子不得爬你脸上。大祭司，你一定要救我们。大祭司平静地问。2天？对，2天。大祭司眼神放空，嘴角微微上提，我会和族长协商，调整到40天。通话切断，叶简熙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说道：40天，我已经同意了。他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答应下来。距离虫洞建成只剩下短短3天的时间，这3天里，他们注定无法再为虫洞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了。叶简熙不禁为那些曾经努力奋斗过的人们感到惋惜和遗憾。原本他们可以成为历史的见证，可以亲眼目睹虫洞的诞生，并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然而现在，他们只能默默地看着机械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名垂青史的机会就这样从手中溜走，让人叹息不已。但叶简熙知道，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无奈与遗憾。夜晚来临，两人一同返回小院，微风拂过，带来丝丝凉意，让人心生困倦之意。你也打算休息吗？叶简熙试探性地开口询问。大祭司回应道。叶简熙面露难色，内心有点纠结，这次是真的不装了。你已经完成今日的工作任务了。叶简熙再次问道。明日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好好休息。大祭司语气平静地回答。
叶简熙沉默片刻，故意的吧？叶简熙不可能因为他更改睡觉的时间，照常休息，但是睡觉的时间明显延长了，一部分是睡觉，一部分是真睡觉。按道理来说，大祭司根本不知道梦里发生了什么，只有梦醒之后，现实消失的情绪。当他从睡梦中苏醒时，发现身旁已摆放好了食物。此时，大祭司恰好推门入，并关切地询问道：“休息得如何？”面对大祭司的问题，叶简熙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疑惑和不满。他随手拿起一颗果实，朝大祭司扔去，语气略带责怪地回答道：“你觉得我睡得好吗？”大祭司回避这个问题，转而说起正事。黑曼巴蛇已经启程了，要不了多久，他就能到达白鹿星。叶简熙不禁眉头微皱，但他没有追问下去，而是选择将注意力转移到正事上来，默默算了算时间，然后点头表示认同。他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却让他有些担心。虽然黑曼巴蛇即将到来，但他们仍需对虫洞进行实验，确保其安全性后才能让兽人通过。毕竟这可是关系到整个种族命运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叶简熙深知其中的风险，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虫洞建设完成之前，他们必须依靠白鹿族的力量来对抗黑曼脊蛇。黑曼脊蛇蛇蛋呢？大祭司皱着眉头，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后，疑惑地问道：“怎么不见了？”黑曼脊蛇和其他种类兽人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幼崽采用的是完全放养模式，只有那些能够凭借自身能力存活下来的幼崽，才有资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兽人。听到大祭司的询问，叶简熙迅速从床上跳下，动作利落地掀开了第一层棉花，第二层棉花一直到最下面，露出了几片叶子。然而此时的叶简熙也同样陷入了沉思之中。蛇蛋呢？他喃喃自语道，眼中满是困惑。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趴在地上，仔细检查了床，但依然没有发现蛇蛋的踪迹。这到底去哪儿了？叶简熙心急如焚，开始在整个房间内四处寻找，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可是无论他怎样找，都始终找不到那颗消失不见的蛇蛋。整个房间里没有放置蛇蛋的地方。叶简熙仔细回想，应该不会是让哪个兽人拿走了，他们应该不认识黑曼脊蛇的蛇蛋。以白鹿族的性格，不会触碰自然中生物，即使是看到了蛇蛋，也只会放在原地。他突然想起来前几天的事情，转身跑向办公室，在落了一层灰的研究室，屏幕前面有一排虚拟键盘，上面孤零零地放着2个蛇蛋，它们左右摇晃，用尽力气挣脱键盘的阻挡。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兽人了，也没有看到叶简熙。这时候叶简熙推门进来，2个蛇蛋委屈坏了，一个个摇头晃蛋的过来。叶简熙一手抱着一个，松了一口气，蛇蛋上面已经出现了温度，还有了自己活动的想法，证明2个蛋都是完整的。大祭司微微弯腰，眼睛中透露着一点犀利。他有问题？谁有问题？叶简熙反问。白鹿星适合生物生存，按照时间来说应该破壳了，到现在还没有动，只能说明他有问题。大祭司说。叶简熙愣了一下，好像是，毕竟那个是有毒的，当时系统应该会自动清除毒性，可能会影响崽崽们，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他问。大祭司点点头，朝着里面的院子走去。这里的大树低矮，只有1人高，藤蔓相互缠绕，像是一个巨大的面包。他们来到一堵墙面前，藤蔓自动打开，里面是一排机器。叶简熙回头确认是藤蔓形成的环境。你们为什么要把房间设计成这个样子？大祭司打开一台机器。白鹿族需要最天然的环境。叶简熙似懂非懂点头。机器开始运行，上面亮起一圈的灯，中间金属外壳打开。大祭司把2个蛇蛋放进去。这个是什么东西？和治疗舱一样吗？机器开始运行，全方面扫描2个蛇蛋的情况。里面2个小生命很活泼，到处动来动去。然而结果显示，并不是那位有问题，而是其他原因。大祭司没有回答他，反而欲言又止，几个来回，然后说了一句：“你没有孵蛋吗？”叶简熙一怔，需要孵蛋吗？他们同时沉默了，一个震惊于蛇要孵蛋，一个震惊于不知道蛇要孵蛋。那2个黑曼脊蛇蛇蛋是你的吗？大祭司真心疑惑。当然了，叶简熙大声说，那可是他亲生的，是吗？大祭司悠悠说。叶简熙有一种发泄不出去的气氛，他的声音更大了。没错，机器可以模拟最好的环境，在高温下催化里面的幼崽快速生长。叶简熙松了一口气，不需要它孵蛋就好，万一哪天忘记了，把蛋压坏了。不会，大祭司说。叶简熙皱眉，他们的蛋壳很硬，不是你能压坏的。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叶简熙很早之前就想问了。你的表情很充足。大祭司说。对于他来说，所有人的情绪都是异常充分，足够他从中分析出对方想的是什么，以及想要什么。是你的表情太少了。叶简熙反驳。大祭司点点头，同意了他这句话。机器中的蛋动了一下，但是滚不出去巨大的凹槽，只能在原地打滚。我会安排兽人照顾。叶简熙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闭嘴。他想了一会，从黑狼族开始到现在，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我确实不会照顾幼崽。大祭司有些诧异地看着他，照顾幼崽本来就是雄性的事情，你不会，很正常。叶简熙一喜，所以黑潮那么会照顾幼崽，也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真的，对上他期待的眼光，大祭司转头看向别处。蛇蛋安排好了照顾的兽人，叶简熙放心的回去，只是大祭司没有回去自己的房间，跟着他走了过来。我想试试，距离更近，会不会消除我心中的想法，从而减轻梦中的负担？大祭司说。叶简熙坐在床边，歪着脑袋。你确定可以？只是实验。大祭司说。不确定的事情，我不做。叶简熙否决了。大祭司低着头，想了一会，也许会游泳。叶简熙笑了，他
他抓着一段白色的头发缠绕在指尖。你是真的想减轻梦中的负担？大祭司喉结上下滑动，眼神躲避，嗓子里发出了一个那我说，梦中的事情对我没有影响，你可以回去了。叶简熙非要让他说出来，他要撕破大祭司精心伪装出来的外表。大祭司仍旧没有回去，顺着叶简熙拽着头发的力道，微微低头，修长的手指抓着衣服，一滴汗水坠落，滴落在叶简熙的衣服上。他轻轻皱眉，大祭司手心盖在那一块印记上，假装什么都没有。挑弄大祭司可以，但是叶简熙有点生气了，居然把他的衣服弄脏了。他准备去洗一个澡，回来再休息。我想留下来。叶简熙一愣，没想到他这么简单就说了出来，还以为会这层皮囊会更厚一点。我想和你一起睡觉。叶简熙脸红了，有点太直白了。我想和你一起躺在床上，一起进入梦乡，一起醒过来。叶简熙闭上眼睛，微微抬头，冷哼一声，勉强同意了。他躺在床上，不知道白鹿族的幼崽长什么样，出生的时候有没有鹿角，会不会像是大祭司一样，从小就开始隐藏情绪，万一生出来2个机器人怎么办？他一定不能让幼崽变成大祭司这样，有点装，直到后面贴上一个灼热的身体，打断了叶简熙的思路。双臂紧紧地抱着他，像是要把他揉进身体，然后一个毯子盖在身上。叶简熙等了半天，没有等到下一步，转身。大祭司闭上双眼，正准备入睡，看到他的眼神，还问了一句：“怎么了？”叶简熙睡不着。大祭司问。叶简熙重新躺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刚才的表情不像是假的，那就是说他真的没往那方面想。难道梦境里面已经让他这方面的想法全部释放出去，现在已经没有更多的想法了？还是说那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大祭司没有看到，所以根本不知道那本书上讲的内容更多的是纸面上的东西，一些身体的自动调节和激素，没有表面上的基础知识。叶简熙尝试开口：“怎么了？”大祭司说。他又闭嘴。梦里面的大祭司是个老手，这个大祭司还是一个新人，原来那副样子真的不是装出来的。你明天……叶简熙还是说不出口，放在以前他肯定就自己上了，怎么在大祭司身上这么不好下手？他再次深吸一口气，再次尝试抬起头。大祭司背对着月光，周身洒下一层薄薄的雾气，眼里平静无波，就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雕塑。明天再说。叶简熙盖上毯子，继续睡觉。第二天一早，叶简熙跑去研究所，个人终端上也可以查询，但是这些东西恐怕会脏了他的终端。他终于在白鹿族图书馆系统中找到了一本《兽人繁衍之谜》，简单看了一眼，里面确实有他需要的东西，直接放在屏幕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打开，然后跑去了孵化仔仔的房间。他打开孵化器，2个蛇蛋用力跳起来，想要离开这个小空间。你们什么时候破壳？叶简熙说。2个蛇蛋晃了晃，过段时间我需要你们帮个忙，好吗？叶简熙说。仔仔有点激动，差点从他手上掉下去。叶简熙扶稳了，又小心放在凹槽里，趴在上面静静地看着。一个雄性兽人走了进来，检查了一下各项参数，确认没有问题，然后离开。整个过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除了落在叶简熙身上若有若无的目光，如今的他才是真正做到了心外无物，不管外面的兽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心情。你知道你们的爹有多坏吗？等有机会回去一定要为我报仇。叶简熙按了按蛋壳，仔仔激动的又要跳出来。叶简熙立刻说，也不是那么坏，只是不听话。仔仔们还是激动，记得帮我教训他。叶简熙暗戳戳给蛇修穿小鞋。看完了仔仔，他回到研究所，想想怎么让大祭司无意间看到内容。他的办公室门紧闭，轻轻一推，门从里面打开了，然后看到了一个红温大祭司。所以昨天晚上大祭司看着天花板，整个人像是泡在红色颜料，整个人心不在焉。对啊，叶简熙直接说。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心理铺垫，果然说出来简单了。大祭司清了清嗓子，手掌攥拳，我还有点事，先走了。说完就要离开。叶简熙抓着他的衣服，他的力气很小，2个手指轻轻抓着。大祭司停下，你还有什么事吗？大祭司无比期待的想要离开。那你要不要？叶简熙直接说。大祭司愣了一下，然后猛然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东西，整个人都烫起来了。过了一会，轻轻点头。叶简熙内心生出一种罪恶感，好像诱拐良家妇男现场，但是也不影响他往下继续。那个床太硬了，我要软的。大祭司点点头。洗澡的地方太远了，我不想去河里洗澡。大祭司犹豫了一下，也点点头。我要吃鱼香味的果子。大祭司这次没有同意，他想了半天，没有这个我就要吃，没有的话你就自己做，我就要吃鱼。叶简熙再喜欢吃果子，也受不了天天吃，没有鱼。大祭司说。怎么会？叶简熙一愣，还真不一定是真鱼，星球上没有其他生物，也就造成了根本吃不到果子之外的任何事物。这个问题对于白鹿族来说确实有点困难，除了这个要求，其他的2个大祭司都能完成。于是晚上，叶简熙看到了一条细小的河流流进院子，从大门下面流进去，河流穿过他的房间，从后面重新汇入大河。河流从进入大门开始，温度就比外面高，是他会觉得很舒适的温度。但是他的床上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少了3层棉花，只剩下硬邦邦的床板。这是半成品吗？叶简熙说。大祭司走过去，躺在上面。叶简熙没有看懂，什么意思？白鹿族除了类似棉花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柔软的垫料，你可以趴在我身上。叶简熙，他是真的不懂吗？还是不懂装懂？你玩真的？叶简熙试探着问。大祭司郑重其事点点头，没有一个材料能比睡在我身上更舒服。叶简熙按了按太阳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
叶简熙笑了一下，他心里门清，大祭司的情绪像是有一个开关，随时随地关闭。他能在办公室里害羞，但是又能在这时候平静地和他说这种事。他也能明白这种开关，在办公室中看到学习资料，想的是和他的具体内容。在这里，他只想着什么样的床才是舒服的。但是从现在开始，那个看不见的情绪开关要由他来打开了。他坐在大祭司腹部，笑了一下，头发垂下来，和白色的发丝纠缠在一起，周围的温度逐渐升高。单手放在他胸口，叶简熙轻轻低头，指甲不小心划了一下。大祭司闭上眼睛，划过的一条印记很快消失，有点疼，还有点痒，像是小猫在心里挠，抓不住，又不能把它怎么样。他盖在叶简熙手掌上，怎么不行了？叶简熙说。话音刚落，他眼前一黑，两人的位置调转，外面的光线消失，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层白色的影子。他从来没有在这种事情上这么生气，就算是当初的哲修，也是把他伺候的舒舒服服的，说过了需要柔软的地方，结果什么都没有，说让他睡在上面，结果还是没有。还好最后睡着的时候，他变成了圆形，趴在大祭司腹部，缓解了一下身上的酸疼。定，积分加300，当前总积分1700。定，大礼包已发放。睁开眼的时候，入眼的是一片白色。叶简熙张口咬下去，小虎牙用力摩擦，浸出了一点血迹，小心牙齿。大祭司说话的时候，腹部传来震动。叶简熙2个爪子盖在耳朵上，又咬了下去，牙印整整齐齐钉在腹部。叶简熙满意了，变成了人形。今天晚上休息之前，我必须要换一张床。大祭司想了一会，一开始是我不会。叶简熙双手捂着他的嘴，后面确实没有让他躺着，只有一开始让他接触了床板。我就要。好，大祭司说。他说到做到，确实找来了许多不错的材料。叶简熙躺上去，和在其他星球上一样，甚至比之前的都要好，尤其是最上面的一层材料。叶简熙趴在上面，手指轻轻划过，上面留下一条白色的印记。忽然想起来新的大礼包，他点开之后一片空白。定 B151 星球升级已存放，空间里的星球消失了。关闭空间，再次打开，真的没了。这个奖励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这时候大祭司推门进来了。这个东西能送给我吗？叶简熙很少有这么合心意的毯子，他想带走。大祭司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有点不好意思的点头。你们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居然一直都不拿出来。叶简熙有些抱怨，还要他亲口提出来，不然这个东西在白鹿星就是暴殄天物。刚刚做好的。大祭司说。用什么做的？叶简熙随口一问，他没有指望大祭司回答，就算说了他也不一定知道。我又是身上的毛。叶简熙一僵，白鹿毛做成的毯子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那我不要，送给你了，就是你的。大祭司说。那谢谢你了。叶简熙还是收下了。幼年的毛应该没什么用，对于白鹿族来说，放着也是放着，他是这么想的。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他才不管。他们在房间里热火朝天的时候，叶简熙收到了通知，虫洞已经建成了。他爬起来，穿上衣服往外面走。后面的大祭司抬起头，眼中有些迷茫。你去哪？我去实验虫洞的安全性能。叶简熙说完，正要往外走，大祭司的速度比他更快，堵在门口。那么多兽人，非要让你去。叶简熙要推开他，结果大祭司双手用力掐着他的腰抱了回来。那么多兽人，都是吃干饭的吗？大祭司头上出现一个鼓包，鹿角冒出一个头，一根手指点上去。叶简熙轻轻按了一下，像是刚出生的小鹿角，上面有一层绒毛，让叶简熙忍不住多摸了几下，一股力道轻轻碰到他的手腕。叶简熙抬起头，大祭司根本没有动。他又发现了一个大祭司神奇的能力，惊讶的张大嘴巴。你不会真的是妖怪吧？我不是神仙。大祭司说。叶简熙也闭嘴了，他至今不懂大祭司奇怪能力的原理。你是其他的种族吗？叶简熙问。大祭司摇头。白鹿族生在天地之中，和自然结合，本就有一些能力，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除了我，所有兽人的能力都消失了，所以他是大祭司，他才能成为白鹿族兽人尊敬的大祭司。叶简熙低着头。所以仔仔不会也有这种能力吧？这种能力是通过遗传救下来的吗？他问。大祭司心神一动，手掌放在他腹部，闭上眼睛，在睁开的时候，虽然面无表情，但瞳孔发生了地震。你不喜欢？叶简熙眯着眼，只要他说出一个不好的答案，爪子立刻就上去。不是，我以为白鹿族最原始的能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大祭司眼睫毛轻轻颤抖，结果叶简熙让他留下了一点希望。随后他又往下看，嘴唇也抿成一条直线。又怎么了？叶简熙说。你为白鹿族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叶简熙突然拍了一下桌子，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从大祭司房间里出来的时候，都已经让他们传播那么久，如果这件事泄露出去，叶简熙不敢想象100、10年后再回白鹿族，属于他的流言蜚语经过演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他从来没有过这么想隐藏起来。为什么？大祭司面色僵硬，几乎不敢相信梦中的情景成了真。叶简熙果然不愿意承认他的身份。你们族里的兽人，好奇心和发散思维有点重。叶简熙回答。你们族？叶简熙叹了口气。我们族？你不承认他们的存在，那我呢？大祭司声音颤抖，伤心欲绝，整个鹿角都出现了，耳朵也隐隐有些影子。叶简熙抬手摸了一下，白色的耳朵尖尖的，像是森林中的精灵。那我呢？大祭司的声音有点大。他们不是知道我们的关系吗？叶简熙理所当然地说。白鹿族兽人知道他们的关系，甚至比叶简熙本人知道的还早。大祭司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你想怎么办？叶简熙说。我想听到你亲口承认。大祭司回答。梦中的变成了真。
叶简熙有些无奈，你是我的雄性，可以吗？大祭司看向一边，尽力压下上扬的嘴角，眼睛里也带着笑意，从上到下都透露他很开心。再回过头来，他只是很淡定的点点头，说了一句可以。大祭司低头看着他的父母，他们呢？叶简熙坚决不同意把这件事公布出去，否则他们就真的在白鹿星上演连续剧了。能拖多久是多久，他说。没有听到大祭司答应的声音，叶简熙抬起头，忽然看到打开的门缝，心里一慌，果然看到了外面的一个兽人脑袋。对方神色惊恐，又隐隐约约带着一些兴奋，转身跑了出去，抓住他。叶简熙用力推大祭司，他并没有违背白鹿星的规定。大祭司说先拦住他再说。叶简熙说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大祭司静静地说。叶简熙一愣，他用个人终端再次进入了星球上附近最多人的聊天框，上面的未读消息简直比城墙还好。而最新的一条消息是，族长不想承认仔仔的身份，就是不同意大祭司的身份。大祭司到时候一定会被抛弃。不是吧，我们的族长能跑哪？万一要去其他族当族长呢？我听说他是从黑狼族来的，说不定就是要回去黑狼族当族长。我们可以和黑狼族一起用一个族长，这么说也可以。我去汇报给大祭司，然后和黑狼族联系。叶简熙他们是怎么在三言两语之间决定了他未来的目标？不得不说，白鹿族的兽人还是有一点特异技能的，连他未来要跑都能看出来。这时候天空中一阵巨响，一道浓烈的烟雾炸开，黑曼脊蛇来了。黑压压的飞行器铺天盖地而来，像是一整片乌云，遮天蔽日，不见阳光。又是一道攻击落在防护罩上。星球外面，在众多飞行器后面，一个平平无奇的飞行器隐藏在里面，但它优越的位置，前后都能完美的躲藏在中心，既能快速出击，又能快速躲避，宣告了它并不普通。飞行器里，一个高大大兽人背对而立，他看着屏幕上白鹿星的情况。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脸上像是刀锋一般的锋利，眼睛更是透露出一股凛冽，但是脸上偏偏有一个粉色的猫猫脑袋，让他周身的冷气下降了很多。这时候，一个雌性跑了进来，是白月。我对白鹿族根本不重要，你拿我来威胁他们根本不管用，你放了我好不好？蛇修转过身，白月立刻打了个哆嗦。我确实没用，蛇修说。白月不停地摇头，他好不容易活到现在，不能停在这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蛇修笑了一下，手指放在他的衣服上。听说白鹿族的皮毛是最好的织物。不是，你放过我，我告诉你，有一个比我还要好的。白月跪在地上，慢慢往后躲，仿佛远离这个兽人就能安全了。哲修突然接近，他大叫一声，说。白月松了一口气，有了比他更好的织物，就不会杀了他了。白鹿族的大祭司，传说中大祭司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最后一脉是现在存在的唯一一个上古兽人，他的皮囊比我更好。哲修慢慢走过去，蹲在白月面前，单手掐着他的下巴。你说是不是因为你他才会走？因为你在，他误会我的真心，所以才走。蛇修突然想通了，叶简熙会离开，一定不止这一个因素，但是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他看向白月，忽然笑了起来。不是，真的不是，我对他不是威胁。白月脸色煞白，不是因为你，难道是因为我？蛇修问。白月不敢说话，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不管说出哪个答案，他的下场都不会好。你放过我，以后我只听你的话，我会帮你。我知道了，是因为我们两个。蛇修的手突然抓着他的脖子，用力从地面拖起来，慢慢走向飞行器后面。每一个飞行器后面都有一个链接外界的通道，有时候用来扔一些不重要的垃圾。通道打开，一道白色的身影在进入太空的同时，巨大的压力把他的身体挤压成灰尘。让叶简熙离开的一个原因解决了，还有另外一个，他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送给叶简熙，让他消消气。他们虽然制造了虫洞，可以让其他两个种族的兽人来救援，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功。他会在黑狼和红狐来之前把白鹿族消灭，然后带走叶简熙，全力进攻。这里，哲修点了一个位置，所有的飞行器收到了那个，那是大祭司的房间。要活的，哲修补充，活的包下来才能做成最好的。叶简熙转着两个蛇蛋，像是在玩皮球。已经孵化了那么久，崽崽们也到了出生的日子。他指着对面的大祭司，这是爸爸。大祭司，我不是，我说是就是。叶简熙说，他不可能把两个崽崽交给黑曼脊蛇，也不想让崽崽继承哲修的意志。我不是。大祭司依旧说，就是。他冲着两个崽崽说，记住了吗？崽崽们晃了一下，表示自己同意了。大祭司也后退一步，我可以照顾他们，我是叔叔。叶简熙也点头了。上面无数飞行器突然发起攻击，只朝着一个点。这么大的能量，短时间内冲击小部分，防护罩很快就会失去效益。白鹿族的飞行器也开始反击。见到白鹿族的飞行器，黑曼脊蛇更加兴奋，几个飞行器冲向太空，甚至绕着白鹿族上下飞行。飞行器内，蛇修坐在椅子上，单手撑着下巴，手指轻轻敲击键盘，前方后方同时出现飞行器。就在他们要去攻击的时候，对方立刻返回，像是一个磨人的泥鳅，这个样子和那个小猫一模一样，阻拦他们回去的。哲修还没说完，屏幕上出现一阵波动，信号磕磕绊绊，最后不知道连接到了哪里。画面是一棵大树下，旁边潺潺流水，一道白色发丝出现。蛇修眯着眼，那是白鹿族大祭司。随后叶简熙出现了，他猛地站起来，带倒了后面的椅子，手指紧紧地抓着。叶简熙，是我。叶简熙继续玩手里的蛇蛋，你如果不撤退，小心这两个东西没命。那是两个椭圆形的蛋，是黑曼脊蛇的蛇蛋。怎么会？当初只有那一晚上，
黑曼脊蛇全身上下都是有毒的，就算和其他物种有关系，也会立刻中毒。就算解毒，就是失去效用，从来没有一个其他种族的雌性留下黑曼脊蛇的蛇蛋。然而，就算很震惊，叶简熙还是不够了解他。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两个东西撤退？叶简熙一愣，你拿他们威胁我，不如把刀放在自己脖子上，对我的影响更大。蛇修嘴唇上扬，他眯着眼，对一切都那么的胸有成竹，他可以做到其他兽人做不到。你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叶简熙问。你不是知道吗？我要做这个宇宙的主人，所以来攻打白鹿族，并不是为了你。不管是输是赢，你都不会成为引起这场战争中的任何一个原因。赢了是抵抗外族侵犯的英雄，输了也是名垂千世的抗敌大将。他的名字注定被白鹿族记住。通讯终端，屏幕重新变成了黑曼脊蛇都操作系统。与此同时，叶简熙的个人终端上收到了一条陌生的人的通讯信息。你说我这辈子只能有你一个主人，所以我来带我的主人回去。叶简熙骤然看到这句话，心中惊了一下。那时候哲修还是小黑蛇，他本来是想当宠物养的，这还怎么当宠物？忽然一道巨大的声音在耳边炸开。叶简熙看着个人终端上的话，又抬头看看攻击他的飞行器。他的个人终端上又收到了一条，我会亲手带你回来的，等我。熟练的拉黑。叶简熙转身，给我把他打下来。当然，这是我们本来就要做的。大祭司说。那就好。白鹿族其他兽人呢？叶简熙又问。如果伤害了普通的兽人，他也会不舒服。他们早就跑了。大祭司说。白鹿族兽人居住分散，不能形成统一的管理，但是这时候也有那么一点优势，他们看到了飞行器进攻，早就跑去了深山老林。叶简熙松了一口气，知道跑就行。往日里，白鹿族到处都是兽人，他们只是想生活在这里，没有伤害别人的想法，不应该遭受这些。点开当时兽人的对话框，那些议论族长和大祭司的小作文都是从这里产生，如今也变成了一个空空的页面。听说这次来攻打的是大祭司的老相好。什么大祭司？那是族长的。哎，就是大祭司的。进攻的是一个雄性，肯定是族长的。你不懂，雄性和雄性才有看头。叶简熙，整个白鹿星被围得水泄不通，任何一个飞行器都难以出去。如果黑曼脊蛇这样攻击下去，很有可能在两个种族来之前攻破防御。原本想要用宰宰要挟哲修，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效果。他想起了刚才蛇修说过的话，他找了一辆飞行器，正要进去的时候，大祭司突然出现。你去哪？大祭司说。叶简熙无奈笑了。我现在不离开。大祭司先是皱眉，后忽然想到什么，上面危险。我不危险。叶简熙说。黑曼脊蛇不敢伤害他，万一呢？大祭司拦着飞行器的门。没有万一，我不会有危险。叶简熙说。大祭司还想再说什么，叶简熙直接推开他，关上了大门。临走之前，叶简熙说。你放心，不管他是谁，都没有办法动我。飞行器慢慢上升，慢慢远离地面，在黑曼脊蛇攻击的周围，很少有飞行器前去。防护罩上已经出现了玻璃状裂痕，叶简熙的飞行器就停在上面。攻击停下来了，屏幕上出现一道不属于白鹿星的信号。叶简熙接通。回去。哲修声音冰冷。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叶简熙反驳。蛇修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忽然笑了一声。你以为我会因为你放弃攻击吗？叶简熙当然不抱希望，但是能拖一会是一会。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等到了黑曼脊蛇真的攻打下来白鹿星，到时候他再后悔也来不及。他在心里默默叫了一声系。你确定能保证我的安全？当然，我可是当前世界最高级的系。那有本事你就来。叶简熙说。哲修又停顿了一会。你放心，黑曼脊蛇的医疗水平很高，这点攻击不会要了你的命，我会把你救回来。叶简熙都要笑出来了。只要蛇修的攻击敢朝着他发射，等到有机会，他一定会把哲修轰成渣渣。双方停滞在原地，黑曼脊蛇的飞行器相互调整，后面一个出现在最前方，攻击的位置已经准备就绪。虽然飞行器看起来和平常的一样，但是叶简熙知道，这个里面的就是哲修。所有的飞行器的标志都是一条盘着的黑蛇，只有这个飞行器在黑蛇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白猫。我的操作能力在黑曼脊蛇中，没有兽人比我更厉害，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叶简熙想了一会，那我还要谢谢你。蛇修又不说话了，虽然知道他话少，但是今天有点太少了。又等了一会，庞大的黑曼脊蛇飞行器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换了一个攻击目标。叶简熙只有一个，两个地方总能攻破一个，这下他慌了。你不是说打我吗？怎么临时换地方了？蛇修，你胆子真小。黑曼脊蛇一边攻击，后面还遭受着白鹿族的攻击。星球上像是有什么珍贵的东西，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打进来。其他两个种族很快就会出现，但是防护罩已经坚持不住攻击。蜘蛛网状的防护罩忽然碎裂，出现一个洞口，周围的防护马上也会碎裂。黑曼脊蛇打的旗号是为了掌控白鹿星，但是叶简熙清楚，他们进攻迅速，或多或少有他的原因。如果白鹿星上没有他，说不动黑曼脊蛇就不会集中这么大的火力进攻。几个飞行器从洞口飞进来，立刻被白鹿族围剿。随着洞口越来越大，进入的黑曼脊蛇飞行器越来越多。叶简熙回到地面，大祭司走过来，抓着他的手腕往里走，一道攻击落在他身后，炸开的土壤落在他身上。他们进入了一个房间，屏幕上出现外部所有的飞行器分布位置，他们包围了星球上部的所有空间，但是飞行器的数量有限，所以这里有一个缺口。大祭司说。叶简熙歪头没有听懂。大祭司又说，他们不会伤害白鹿族的兽人，只是占领星球，但是你不一样，他也不敢伤害我。叶简熙回答，他知道大祭司要做什么了，但大祭司的话中把他自己排除在外了。实际上
整个星球只有大祭司才是最危险。黑曼脊蛇占领白鹿族后，第一件事就会杀了所有掌权人，除了他之外，权力最大的只有大祭司。我不会出事。大祭司说，你怎么保证？就凭你那些奇奇怪怪的能力。叶简熙皱眉，不管怎么说，那些能力伤害的功能不是很强，甚至可以说没有。大祭司没有立刻回答。叶简熙当然知道，他没有办法，就算能力逆天，也挡不住现在的技术。你出去才是最好的选择。大祭司说。叶简熙抬起头，望着黑压压的飞行器，像是乌云遮盖天空。黑曼脊蛇虽然有漏洞，但是出去的时候一定会被他们发现，下场可能会比现在更惨。出去的人一定不能是大祭司，哲修的一部分原因是他，如果他从那里跑出去，才能分担一部分压力。2个仔仔，你可以留下。大祭司说。叶简熙笑了一下，留下？如果他能带走一部分黑曼脊蛇的飞行器，白鹿星也许可以坚持到支援赶到。他上了飞行器的驾驶位，透过窗户看着大祭司，和来的那天一样，白色的长发中2个白色的鹿角。他站在那，不染尘埃，这个不忍心让人弄脏的兽人，也要和白鹿星一起走到最后一刻。他不是没有感情，他能容纳的东西很少，一个白鹿星和一个他。在宇宙的另一端，有一个星球，是众多种族中最强大的。啸谷非威怒，风从摄万夫，但从不管其他种族的事情。你可以去寻找他的帮助，如果你能平安到达，黑曼脊蛇不敢强行带你离开。一个飞行器缓缓升起，在低空范围内急速穿梭，进入了漏洞的下方。叶简熙发出了一道信号，在请求发出的一瞬间，蛇修立刻同意了。和我走。蛇修说。叶简熙靠在椅子上，地面上的大树越来越小，最后连成一片。你想不想知道我在哪？哲修皱眉。屏幕上监控着白鹿星所有飞行器，其中一个和其他所有的飞行器都不一样，躲开所有的攻击，直冲太空。如果是其他兽人的飞行器，直接打下来就行，但是蛇修不敢确定上面的兽人是不是叶简熙，就算有1/1000的可能性，也不能攻击。你们守好这里。他说完，跟着飞行器冲了过去。对方并不怕他，在各个飞行器中穿梭，就是敢肯定他们不会攻打，是叶简熙的可能性更大了。这时候，飞行器在太空中一个漂亮的翻转，驾驶位的玻璃设置成了双向透光。蛇修看到了他的样子，就是叶简熙。他加大速度，迅速朝着叶简熙追了过去。元帅，需不需要我和你一起去？黑罗说。不需要。哲修迅速脱离队伍。叶简熙的速度很快，是同条件下最快的飞行器了。2个飞行器快速穿梭，绕过旁边的星球，直冲着陨石群。叶简熙之前学习的技术中有飞行器方面的，所以在他才敢进入陨石群。飞行器的擦着陨石过去，速度和距离拉到了极限。后面蛇修一样追了过来。和我回去好吗？蛇修说。叶简熙没有回应。我会给你最好的生活，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兽人。这次叶简熙没有忍住，我本来就是。听到叶简熙回应了，他更兴奋。白鹿族只有原始森林，你在上面一定吃了很多苦，和我一起回去，我会给你做最好吃的东西，让你拥有最好的生活。叶简熙微微叹气，不管吃过多少东西，哲修的手艺一直是最好的，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黑曼脊蛇的族长，没有侵犯其他种族的想法，那该多好。你为什么非要占领其他种族？叶简熙说。众多种族之间本来就是平等的，虽然有些兽人天生柔弱，但他们仍旧是一个种族，他们可以被自然淘汰，被宇宙剥离，自愿毁灭，但不能是外力消除。黑狼的星球是怎么来的？他可以打下星球，为什么我不行？你认为他抢占其他兽人的星球，理所当然，而我不行，只不过是你先遇到了他。都站在他的角度想。叶简熙按了按太阳穴，无奈解释，他占据的是一个没有兽人的星球，而且占据之后只当作落脚地，也没有再去打别人。这么大的宇宙，注定了只能有一个领导，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管理。那个管理的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叶简熙看向窗外，这里生活的兽人太多了，每一个种族都是平等的位置。2个星球交流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不同的意见，双方各有理由，很多时候需要第3个公正的人来主持公道。就像当初黑狼星和红狐星签订的协议，也要他来见证。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战争解决。叶简熙说。传声系统没有发出声音。哲修安静了。从小到大，他的种族告诉他，只有强大才能长大，只有战胜周围的人，他才能活下去。要让别人听话，只有一个办法，把他打服。没有强大的实力，别人为什么会听你的建议？如果他不攻打，就没有星球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忽然，他的视线上移，落在了前面的飞行器上。叶简熙正在专心驾驶飞行器，他理论知识充足，但实战经验太少。这时候不能和蛇修一样，一边驾驶还要一边思考。他快速绕过前方一个巨大的陨石，立刻转弯，在哲修追过来的时候发射了一道攻击。蛇修也立刻发射，进行阻挡。2道相差无几的攻击撞在一起，但距离蛇修的飞行器更近，他受到的影响也会更大。周围的陨石被炸成无数块，又击向其他陨石，太空中受到一点力气，陨石就会迅速运动，在不断撞击中，陨石群中发生了无规则的运动。叶简熙集中注意力，小心躲避四处的陨石。后面哲修比其他只会更麻烦。飞行器后面受到一击，警报器响了。叶简熙寻找附近可以降落的星球，他空间里还有一个飞行器，可以让他坚持到目的地。很快，系统锁定了距离不远的一个小星球。叶简熙正准备降落，后方哲修的飞行器已经无法飞行，他直接锁定了叶简熙的飞行器。飞行器后面爆炸的推力，再加上本身的速度，让飞行器的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叶简熙眯着眼，
要么等着他撞上来，两个飞行器同归于尽，要么打开后面舱门，把他的飞行器合并到一起。两个飞行器的距离越来越近，他并没有打开接收的部件，折修的速度也没有停下，看样子是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上面两个红点的位置越来越近，他不会有任何问题，会受伤的只会是折修。但是蛇修不知道，蛇修对他有杀心，也不是1天2天了。叶简熙不奇怪，在两个飞行器快要撞上的时候，蛇修停下来了，但后方的爆炸还在继续，那点推动的力量让他们轻轻碰了一下，他不撞了，叶简熙也就没有机会。迅速往前，绕过第一个适合下降的星球，来到了第二个。折修的飞行器已经损坏成那个样子，弹出逃生舱只是时间问题。逃生舱的最优解是落在最近的星球，所以叶简熙也要避开。叮，检测到空气质量较低，已自动调整。叶简熙下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不适，只是远远的看去，空气中有一些昏黄的东西。这是一个植被很多的星球，但是和白鹿族那种舒适的植物不一样，这里潮湿、脏乱，虫子很多，到处是破败的植物。叶简熙一步踩下去，鞋子触碰到地面，又慢慢陷下去。这里土地上面还有一层腐烂的叶子，他收回来，看着鞋面上脏脏的泥土，皱着眉头，坐在飞行器门口，鞋子脱下来，用力擦干净，哪里都是脏脏的，空气也是脏脏的。叶简熙只想洗澡，把另外一个飞行器从空间里拿出来。叶简熙直接跳过去，点击启动飞行器。他的目的地距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白鹿星的飞行器可以到达，但是黑狼星的飞行器在续航能力上有些欠缺，他必须在中途添加能量。个人终端快速锁定了一个星球，位于他们正中间，星球的基本情况也出现在眼前。这是一个兔子星球，也是这个宇宙中兽人数量最多的星球。他们没有强壮的体魄，有的只是超强的繁衍能力。飞行器很快到达了星球，叶简熙刚刚落下，走出飞行器，一只兔子撞在他脚上，单手抓着脖梗拽起来，哪来的也不知道躲，还好飞行器没有直接落在他脑袋上，兔子在空中一动不动。这时候对面走过来一个白白净净的青年，叶简熙终于看到了和他差不多体型的兽人了，两个耳朵在旁边垂下来，圆圆的眼睛像是含着泪水，脸也是圆圆的，给人一种很好欺负的感觉。你好，可不可以把它还给我？叶简熙点点头，胳膊伸出去，兽人双手捧着兔子转身跑了。后面满大街的兔子来回跳，窗户上、房顶上入眼可见全部是兔子。零星的几个兽人顶着两个兔子耳朵，眼睛也是红红的。叶简熙忍不住后退，他这是进了兔子窝了。一个兔子又撞到他身上，变成了兔耳少年，眼睛通红。还好他们的眼睛是天生的，不会让人误会是他在欺负小孩。这个兔耳少年站起来，竟然比他还要高一点，眼睛一眨一眨，眼泪就落下来了。叶简熙一震，别哭别哭，你也不是故意的，我不会怪你的。他捂着头顶，眼睛湿漉漉的，好疼。叶简熙揉了揉他的脑袋，不疼，疼的。他说着又要哭。叶简熙一个头两个大，就算是刚出生的崽崽也没这么爱哭啊，况且兔子的痛觉又不灵敏，这种完全是娇气了。你要怎么才能不哭？叶简熙说。对方不理会他，只是双手蒙着脸，还在低声啜泣。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成年了吗？叶简熙话音刚落，不知道哪句话深深触动了他，眼睛比刚才还要红，这次不是小声哭了，他的眼泪连成串，不停地往下滴，像是下雨一样连绵不断。他蹲下来，微微叹气，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头疼的事情，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没必要。后面一股推力，又是一个兔子撞到他后背，叶简熙把正在嚎啕大哭的兔子扔到飞行器上，开着跑了。他们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郊外，兔子还在哭着，自从撞到他之后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大哭小哭，低声哭，楚楚可怜的哭，委屈的哭。叶简熙几乎领略了世界上所有哭泣的方式，不用捂着他的眼睛，把飞行器收到空间里，这兽人眼睛都睁不开了，哪还能注意到他在做什么？叶简熙蹲到他面前，找了一块手绢，别哭了，再哭我打你了。哭声骤然停止，叶简熙放下手，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还好系统没有提示他是优质基因，不然他可能要杀鸡取卵了。为了更加安心，叶简熙问了一句，系统，他基因不行吧？系统没有立刻回答，他的心悬在半空中，正思考着要不要杀人灭口的时候，系统说，你想是吗？我不想。叶简熙强烈反对，系统也松了一口气，不是，双方的心都稳稳地放在肚子。你能不能放我回去？我想回家。他带着哭声慢慢凑过来，伸出手掌想要拉一拉叶简熙的裙角，叶简熙快速后退，不许哭。雄性兔子双手捂着嘴巴，用力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叫什么名字？叶简熙问。涂玉。家住哪里？叶简熙又问。圈一第一家。他说着掉了2滴眼泪，叶简熙又忍不住后退，转身往一个方向走。半天之后，小兔子还在原地，悲痛欲绝，要死了一样。叶简熙快跑2步回去，抓着他的后衣领，拖着往回走。圈一是城市最中间的位置，他看着墙面上的号码，绕了几圈，周围的兔子一声不吭，像是在看笑话，互相对视，又看向周围。这里上演了一场舞台剧，所有的兽人都是观众，却找不到主演。一个兽人指了他们一下，这一刻，他们所示意的内容有了具象化，原来主演是他们。你是个演员吗？叶简熙说。涂玉湿润着眼睛摇头。那你是？叶简熙接下来的话吞到了肚子里，他知道圈一的第一户是一个比所有的门户都要高大的房子，他甚至可以占据一排房子，周围围了一圈鲜花，门口整整2排护卫，这是兔子的族长家。一个护卫走过来，
低头对着涂玉说了一声少主。10分钟后，叶简熙站在大厅里，涂玉坐在旁边。主位是一个和涂玉有几分相似的雄性，但是比涂玉多了几分严厉，皱着眉头，像是思考很重要的事情。你也要提亲吗？叶简熙一愣，不，我不是，你只是想和他交个朋友。族长又说没有。叶简熙快速否认，你救了他。族长像是对这种事情非常了解。不是，叶简熙扶着额头，排除了所有可能性。族长也松了一口气。那你来这里？叶简熙也很无奈，本就想着补充能源之后直接离开，他撞到我了，顺便把他送回家。也不知道涂玉的家是族长的房子，早知道让他自己回来了，那真是太谢谢你了。既然对我们有恩，你可以暂时留在这里休息，外面的酒店总归没有这里舒心。叶简熙心里一动，点头。在下属的带领下，叶简熙往客房走去。兔子的房子不是很大，就算是族长也只有10几个房间，还包括工作的地方，所以路程难免有点重合。叶简熙回头，正看到了涂玉，看到他的眼神突然后退，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他想直接回去，但是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家里，勉为其难去扶一下。他伸出手，后面响起一道声音：你也喜欢他？定，检测到优质基因，身体性别雄性，姓名虎岁，属性白虎，等级精神力4级，种族白虎族族长。叶简熙回头，这人面无表情，穿着白色的普普通通的衣服，眼睛也是很平静，不是陆毅那种毫无情绪，而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对世间万物都能掌握的平静。你也喜欢他？虎岁又问了一遍，声音中没有责备，也没有更多，只有一点关心。也是什么意思？他看看被吓得连滚带爬的涂玉，又看看虎岁。如果这次的目标有喜欢的对象，那他不可能会下手的。但是这2个都是雄性啊！他恍惚间想起来白鹿族兽人的话，2个雄性才有看头。我不会跟你抢他，叶简熙保证。虎岁笑了一下，手掌摸了摸他的头。你喜欢他？叶简熙这次回答了，不喜欢。虎岁的笑容更大，但依旧是淡淡。白虎族有几个雌性为他着迷，为了族内的安定，我来这里让他给出一个选择。叶简熙点点头，又突然一愣，这是在和他解释？解释什么？他们现在需要解释吗？叶简熙试探地看了他一眼，虎岁像是早就预料到他的动作，提前移开目光，以防2人对视的时候他会尴尬。但是他的话确实有作用，叶简熙也放心了。雌性本来就少，白虎族几个雌性同时喜欢一个兔子，确实会影响到族内。但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族长直接来处理，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我来这里还有其他的事情。他说什么事？叶简熙顺着他的话问。黑曼脊蛇正在复苏，兔子太弱了，所以我再给他们找一个族长。他说这要巧，大祭司给他指的星球就是白虎族，但是也说了白虎族不会擅自插手其他种族的事情，怎么和他看到的不一样？换一个族长就能抵挡了吗？叶简熙说。虎岁笑了一下，又在他头上按了一下。他们的弱不是力量上的弱，是在敌人面前只会后退的弱。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性格强硬，不会轻易认输，能顽强抵抗敌人的族长。叶简熙看了看这个院子，主室只有2个房间有人住，也就是说除了族长，只有涂玉一个人可以继承。但是涂玉的性格叶简熙也见识过，让他当族长，黑曼脊蛇露个头，他恐怕直接跑了。换成他还不如现在的这个。叶简熙说，谁说是他了？这件事是兔子族长请求我做的，族长的选择并不在兔子族内，那就是白虎族了。叶简熙脑袋来回摇，找不到第2个白虎族，不是白虎族。他说这么好的机会，白虎族居然不趁机进入，果真是不想参与其他种族。兔子在白虎的食物名单上。虎岁解释了一下。叶简熙，有智慧的生物不会吃其他种族，但是血脉的压制作用太强。等等，不是兔子，不是白虎族，还能有谁来做族长？你刚刚做过白鹿族的族长，会有经验。虎岁说。叶简熙不认为当族长也需要工作经历，你不怕我带着他们投降吗？叶简熙说，他知道白鹿族的事情，也就知道他和黑曼脊蛇之间的事情，估计也能猜想出来，他来这里就是要寻找合作的星球，但按照白虎族的性格，很难和他们合作，还是要循序渐进。叶简熙没有直接说出目的。你不会投降？谁都会投降，只有你不会。虎岁轻声说。叶简熙还真不会，但是在白鹿星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大祭司解决，他的族长只起到了八卦的作用，但是这种事情不能说出去，万一虎岁不让他做族长了，怎么进一步寻求合作？就算死鸭子上架，叶简熙也要装得像。你初来乍到还不适应，先休息2天。虎岁说。叶简熙想拒绝，但是确实很久没有休息，身上有点酸疼。他点点头，知道了，你的房间在我旁边，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虎岁带着他来到房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客房，客厅里面是卧室，还有一个小浴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虎岁也跟着进来了，他没有关上房门，就那样敞开着，弯腰检查了一下桌椅，又来到卧室，手掌放在被子上，最后进了浴室，是合适的水温，这里不比以前，各种家具都很小，你需要注意一下。他说。叶简熙点点头，热水调控不太准确，尽量不要淋浴。虎岁打开开关，正在浴缸里放水，旁边的柜子里放着洗澡需要的东西。很快浴缸里的水满了，他把旁边的报警器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又往浴缸的方向移动了一点，甩了甩手上的水，在身上擦干净。你可以先休息，有问题可以找我。虎岁说完离开房间，然后从外面关上门。叶简熙手掌探入水中，是他喜欢的温度，旁边他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床上摸起来也是软软的，整个人陷入水中。叶简熙闭上眼睛，个人终端上传来响声，
是路易给他发送的信息。因为找不到元帅，黑曼脊蛇无法应对各种突发条件，红狐族和黑狼族又及时赶来，他们把白鹿族保下来了。没有胜利和失败，他们只是成功了。虫洞已经建成，白鹿族从此不用再担心，他们可以永远生活在那。不问世事，2天很快到了，叶简熙也不得不面对族长的各种事情，各种文件一瞬间砸过来，叶简熙只觉得要窒息。各种族内问题纷至沓来，不同颜色的兔子认为对方丑，不想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甚至连家门口前少了一棵草都能成为争吵的理由。叶简熙趴在桌子上，拿着纸盖着这些事情，有点烦。虎穗忽然坐在他旁边，拿开手，把所有的问题都摊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虎穗说：“叶简熙坐起来，再这样下去要露馅了。他这个2流的族长，现在最首要的是一个外族人，怎么说服他们同意你做族长？”白鹿星上的经历没有给他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一个正常的兽人群体不可能会让外面种族的人来担任族长，谁不同意，打到他们同意就好。叶简熙说：“拳头是最好说话的，你这么想没错。”虎穗说：“更换族长的消息还没有传播出去，在兔子族内部已经讨论开。”会议室内，叶简熙坐在最中间的位置上，下面一群兔子交头接耳，看着叶简熙的眼神中带着恐惧。如果连他们都害怕，更别说下面的普通兽人了。我们又不是没有兽人了，为什么要找一个外面的人来当族长？没错，我不同意，我们原来的族长很好。叶简熙一根手指轻轻敲打桌面，传出有节奏的声音，在房间里异常安静。等所有的兽人都说完话，静静地看着他。不同意，我也是。你们整个种族找不出一个精神力2级的兽人，敌人来了第一个跑的是族长，还要从内部选族长，能选出来半个兽人吗？叶简熙说完，下面的兽人不说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怎么能让外族人当族长呢？叶简熙不着急让他们给出答案。这个星球现在受到白虎族的庇护，再加上黑曼脊蛇经过上一次战役之后会休整很长时间，况且这个星球无论是从能源还是地位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它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用来收拾上面的兽人。你做族长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可以不工作，看你以后怎么办。他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消失。叶简熙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你身居高位，说话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大声点。那个兔子看起来要哭了，咬着嘴唇。你凭什么这么和我说话？这下听起来舒服多了。叶简熙点点头，继续看向下一个。这个兔子没什么意见。在场的兽人中有一大部分保持反对意见，比叶简熙想象的要好。你们不做，有的是人做，明天就不用来了，我会找人接替你们的工作。几个兽人大为震惊，新族长刚刚上来，手段就这么强硬，他们只是想着停下工作，但是没想辞职啊。叶简熙不管他们怎么想的，转身离开了。第2天，关于更换族长的消息直接发布了出去，一经公布，全球哗然，反对的声音数不胜数，他们在各个地方表达自己的不满，族长的留言都已经贴满了。叶简熙没有理会这些兽人，这些声音微小，没有组织，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离开办公室，正要回房间休息，门外一个兽人大喊：“把族长的位置还回来！”说完就跑，在拐弯的位置还摔了一跤。10分钟后，那个兽人来到了叶简熙面前。房间里，叶简熙坐在主位，那个兽人双腿哆哆嗦嗦，马上就要摔倒。叶简熙微微示意，旁边一个兽人拿来椅子，他扶着椅背，慢慢坐下。我不是故意的，我再也不喊了，你放过我吧。说完，眼泪像珍珠一样噼里啪啦的落下。这就是整个星球上胆子最大的刺头。别哭了，叶简熙还得安慰一个反对他的人。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这种事情必然不会有什么惩罚，但是叶简熙也不会让他轻易的离开。这是第一次，留下保证书，如果让我看到第2次，就不是这个后果了。他猛地点头，脑袋都要晃下去了。叶简熙放他离开了。这些散乱的兽人不成气候，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但是想要处理这件事，也需要有一个出头的兽人出现。叶简熙等了2天，终于等到了。之前开会反对的兽人，因为不愿工作，让叶简熙辞退的兽人，原本在兔子中就有一些声望。他做这件事，除了胆子不够大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困难，其余易于反掌。他带领着兽人围着族长的院子，禁止任何人出入，也包括叶简熙。在他们的星球上，一个外族人就算是扑过去，也能把他压死。况且他们人数众多，也不会都关起来。那么多兽人，总有人认为他们会是那个漏网之鱼。叶简熙打开大门，走了出去。兽人们坐在地上，一个个低着头，明明害怕极了，还要强行留下。忽然，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铺天盖地，从上方压制，他们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兽人们眼睛红红的，趴在地上想要离开，努力了很久，还停留在原地。真以为我不能把你们怎么样？你们和我不是一个种族，就算把你们全部杀了，我也不会有任何不适。叶简熙说。兽人们恍然大悟，因为不是一个种族，所以他们不想让他做族长，又因为不是一个种族，他在下手的时候更不用顾忌。他们不是一个种族，所以他可以尽情的处理，用最恶毒的方法让他们受到最严厉的惩罚。那个带头的兽人想要默默的后退，叶简熙看过去，一股精神力将他拖起来，在所有兽人的注视之下，他升到半空中，身体受到压迫，四肢呈现一种奇异的姿态，嘴角流出鲜血。虽然我和你们不是一个种族，但我和你们一样，我想让你们免于战火，给你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叶简熙眯着眼，慢慢加大精神力。兽人们呼吸不过来，趴在地上大口喘气。但是你看看你们做的，实在是太让人寒心了。虽然你们不忍，但我不能不义。你们反对我，但是我仍旧不忍心看你们受伤。除了领头的那个兽人，其余的精神力全部消散。兽人们连滚带爬，
好像后面有洪水猛兽一样四下逃跑，只留叶简熙和那个兽人。他微微抬头，视线落在他身上，兽人轻轻摇头，眼神里充满恐惧，整个身体不由自主颤抖，身上的精神力消失。叶简熙直接把他扔到了院子里。一个兽人试探着走过来，族长，他怎么办？叶简熙低头，兽人趴在地上，只有残存的意识，眼神充满恐惧，不敢抬起头，扔到治疗舱里。叶简熙没兴趣和他纠缠，他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本族人做族长，本质都是为了星球好。经过这次事情，下面的声音明显少了很多，不管是因为他的精神力害怕，还是真心被说服了，总归结果都是一样的。族长内部的工作人员也做起了自己分内的事情。房间里，叶简熙刚刚回来，正要准备休息，他拿出陆毅给他的小毯子，外面忽然有人敲门，是虎穗，你做的比我想的好很多。他说。叶简熙微微抬头，这只是小事，但是这些兽人有一部分只是怕你的精神力，不敢说话。如果以后黑曼几蛇进攻，他们很可能会背叛。虎穗说。叶简熙对此很有信心，他们不敢。兔子见到蛇跑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主动找上去？如果不是兔子呢？虎穗又说，今天是兔子的星球，明天可能是那些凶猛兽人的星球。这个办法对于处理兔子很有效，但是对其他兽人来说有些鸡肋了，我会让他们自愿归顺我。叶简熙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知道叶简熙做族长比兔子做族长更好，那些隐晦的好处在短时间内不会被人知道，受益的兽人也不会明显的体会到。一个最明显的方法出现在叶简熙脑子里，我可以拿出族长的所有收益以及院子内的开销减半，用来补贴底层的兽人，可以吗？叶简熙问。虎穗拿起这里的开销明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好吧？叶简熙决定这么做了。虎穗现在看着纵容他，也不知道底线是哪里。然而当这些资金投入进去，就像是石沉大海，平均下来每个兽人只有一点。叶简熙看着长长的一串数字，以及更长的人数的数字，对于平常人来说，物资是最容易接受到的小恩小惠，整个星球很少和外面的星球有交流，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所以有些物资会比外面的更加昂贵。他想好了，查询了附近的星球，其中一个是麻雀星球，他们盛产谷物粮食，可以在这里用最低的价格购买到最多的物品。他联系到了麻雀星球的负责人，办公室里通讯连通之后，屏幕上出现一群密密麻麻的脑袋，麻雀的眼睛像是两个绿洞，这里面有一个眼睛尤其小的。你想要那种谷物，还是都需要？我需要价格名单。叶简熙说。对方很快把所有的报价发送过来。看完了吗？你看看内容，这上面的东西都一样，看完了就说一声，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叶简熙按了按太阳穴，把声音降到最低。两个星球的价格不一样，叶简熙需要从中间找到一个差距最大的，盯上了小麦，手指在上面轻轻敲击。这个没问题，但是价格肯定是不能按照麻雀星上的。叶简熙皱眉，他们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肯定不能和麻雀星单独上比较，贵一点也无可厚非，但是对方报出来的价格比名单上的贵出3倍。叶简熙深吸一口气，他是族长，他是族长，一举一动代表着兔子一族。他微笑，按照这个上面走，不行，两个星球的距离太远，我们根本不挣钱，我也不同意。叶简熙抬手制止他们继续往下说，既然没有按照报价单上的价格，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价格写上去？他指着右上角的报价单名字，分明就是和外星兽人做生意的价格，不就是看在他是兔子一族，认为好欺负，临时涨价吗？看来他们的性格在附近星球中都已经传开了，我也不是非要买的，既然你们不想合作，我也可以找其他星球。叶简熙说完，直接切断了通讯，还真以为他是原来的族长了。不到一会，对方又把请求发了过来，叶简熙直接拒绝，回到房间直接睡觉。第二天早上，看着上面几百个未接的通讯，叶简熙挑眉笑了一下。这时候又一个通讯请求发送，叶简熙倒数10秒钟，然后接通，还是那个眼睛很小的麻雀。真是不好意思，昨天是我们不懂事，还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叶简熙点头，那价格就按照上面，我们这就签一下合同。可以，叶简熙说。合同很快就签约完成，叶简熙也按照通常的程序把预付款交给对方，但是到了规定的日子，叶简熙却没有收到对方送来的货物。不好意思啊，族长，我们的飞行器在路上遇到了一点问题，很快就能解决，最少5天，5天之内我一定送过去。叶简熙面无表情，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你们是以麻雀一族的名义和我们进行交易，5天，我只给你5天的时间，一定，如果5天之内东西没到，我给您磕头认罪。小眼麻雀恭维的笑着，你要想清楚了，5天的时间。叶简熙说，好。在对方的殷勤声中，叶简熙切断了联系。5天的时间，他等得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4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对于他们的货物，叶简熙已经不抱希望了。治理一个星球，不是只要求心好，还要有足够的能力。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大，事情总不会朝着他想要的方向。他不了解星球之间的交流模式，遇到这种事情很正常。东西这么久都没到，你不急吗？虎穗过来问。如果是我自己的东西，就不用等这么久了。这批货物是代表整个星球购买，我需要证据。叶简熙说，所以他需要5天的时间。他可以用这5天占据2个星球之间的主导地位。他是利益的损害者，为了拿到自己的东西，他就算强行占据麻雀的星球，那也算是事出有因。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让你做族长？虎穗坐到他旁边，他的温度很高，让人无法忽视。你说过了，叶简熙回答，你不是兔子一族的保障，让你做族长是让这个星球做你的保障，你不用把它当成你的负担。虎穗继续说，我说过了，想做什么就去做，只要不是毁灭星球，
我都可以兜着。直到叶简熙走出办公室，还在想他们之间的对话，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想都不对劲。两个星球之间不是应该师出有名？他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既然虎穗都那么说了，叶简熙当然要领情。当天驾驶飞行器前往麻雀的星球，不管是4天还是5天，都只有一个结果。你好，请问来这里有什么事？防护系统外，叶简熙在个人终端上随即寻找理由，看到了一个最可靠的：父母去世，我来探亲。父母是谁？叶简熙快速进入他们的系统，寻找到了刚刚死亡的一个麻雀，并把名字发送过去。防护打开了，叶简熙直冲组长的位置。半空中，下方是无数堆存的粮食，有一些正在准备运往其他星球。组长，兔子他们的东西什么时候发送？着什么急？他们胆子小，就算不给，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可是那天的新组长不像是胆子小的兽人，怕什么？就是说话大声了点。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让他出个门都不敢。这个组长就是那个小野麻雀。随着话音落下，耳边响起一声巨响，一道攻击就落在他旁边，整个房间剧烈动荡，房顶上的碎屑开始下。组长，快跑！他们想要变成兽形，抬头却看到了一个不该在这里出现的兽人。叶简熙拿着一把武器，为了让他们能一眼看到，他还特意用了最明显的武器。是你做的？组长脸色煞白。叶简熙径直走过去，一脚踹在他肚子上。组长飞起来，撞到后面的墙壁，一脚踩在他脸上。叶简熙低头，不是说跪下谢罪吗？你敢？你居然敢闯进我的星球！你就不怕引起2个星球的？叶简熙抓着他的衣服，让他半趴着，又略微提起来，让他出现跪着的意识。你不给我，我只好自己要了。叶简熙伸手将录像的设备扔到空中，把组长摆放好，站在他面前。你说货物送不到我手里，给我下跪。组长真讲信用，他伸手停止了拍摄，组长也趴在地上。我要和兔子星球决裂。叶简熙走了过去，抓着组长的衣服，用绳子绑起来，另一端绑在了飞行器上。飞行器快速起飞，组长大叫起来。他尝试变成兽形，逃脱绳子，却发现不管他多大，绳子一直绑在身上。你放开我！叶简熙并不能听到他在说什么。飞行器围绕着星球上空，他特意低空一段距离，让下面的兽人知道，这个上面吊着的是他们的组长。飞行器攻击系统对准了组长居住的楼房，确认发射。10分钟后，麻雀星球上的交通要道、重点工作地点、组长活动场所和其他星球货物交流中心全部变成了废墟。废墟的最高处，叶简熙站在上面，牵着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绑在他们组长的腰上。我的东西呢？叶简熙问。没有人回应。他用力拽了一下绳子，组长醒了过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对你们星球上其他东西不感兴趣，把我的东西给我。叶简熙说。我给。组长有气无力地说。叶简熙抓着绳子往下跳，从一块石板跳到另一块，后面组长也跟着，脑袋撞到这块石板，又撞到另一块，来到地面上。他坐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手边是麻雀的特色饮料，喝了一口，看着他们往飞行器上运输。组长站在他后面。这里太热了，您要不要去房间里凉快一会儿？不了，我怕你给我装石头。叶简熙说。组长都要给他磕头了。我哪敢啊，你敢做的事多了。叶简熙喝了一口饮料。这个也给我打包一。好，一个飞行器够不够？可以。叶简熙勉强同意。麻雀组长笑着，眼睛被脸上的肉挤没了。你这个组长真是太平易近人了，以后我们2族要经常联系啊。叶简熙点点头。我来这一趟，飞行器的能量还有刚才攻打的能量，我的时间给我折算一下，一起运过去吧。组长愣了一下，又殷勤地笑起来，蹲在叶简熙脚边。好嘞，一会做好了，给您一份清单，保证一次性给够，绝对不让您多跑。叶简熙冷笑，拍了拍身上的土。好好合作，哪用得着这么麻烦？您教训的是，好好的生意不做，非要找这么多事情。叶简熙叹了口气，他也不想做这种事情。没事，我就走了。他站起来，星球上的事情太多了，他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组长支支吾吾，那个什么，说话。叶简熙皱眉，怎么还学会兔子的胆子了？那个视频就是我跪下的那个。组长满脸通红，这个东西如果让他们看到，他这个组长就真的没脸见人了。那个啊，你误会了，那个不是摄像。叶简熙笑了一下，组长松了一口气，还没完全放松，又听到叶简熙说那是直播。麻雀族组长直直地站在原地，眼神发愣，就那样睁着眼睛往后躺了。后面一群人紧张地围上去。组长，你怎么样？组长，你不要死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我的骄傲，快醒过来啊！叶简熙捂着耳朵，麻雀的声音又细又大，像是贴着耳朵争吵。闭嘴！麻雀们集体闭嘴，不敢说话。这个兽人虽然是兔子星球出来的，但是能打。虽然是一个柔弱的雌性，但是更能打。虽然不喜欢说话，但是还是能打。东西都准备好了。叶简熙说。麻雀们齐齐点头，还是不敢说话。叶简熙上了飞行器，离开了麻雀星球。在太空中，飞行器自动检测周围环境，也检测到了麻雀星球。他回头看看，虽然没有兽人伤亡，但是上面重要的场所都让他炸得差不多了。虎穗说，只要不把星球炸了，他这个也不算是炸了。货物和叶简熙都安全回到了星球。他把工作内容交给下面的人后，跑到了居住的地方。虎穗当时说，让他想做就做，也不知道有没有夸张，所以叶简熙也没有底。如果2个星球因为他出了什么事，叶简熙只好用武力办法解决，把武器架在麻雀组长的脖子上，让他们好好相处。他推开门，回来了。虎穗坐在桌前，手中拿着一杯温水。他站起来，又往倒了一杯，放在叶简熙面前。
叶简熙说：“你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你只需要做你认为对的。”虎穗说：“麻雀和兔子的武力值相比之下还是兔子更厉害，只是它们性格软弱，不敢和外人争吵，才会让其他星球的兽人误这种印象太深刻了。他们认为一只蚂蚁路过都能踩一脚，所以才需要叶简熙这样的性格扭转外面的兽人对他们的印象。我带回来了好喝的，你要不要喝？”叶简熙说。虎穗放下白开水：“可以。”叶简熙给他倒了一杯：“这可不是花钱买的，是麻雀喜欢我，特意送给我的。”虎穗笑了一下：“是吗？真的。”叶简熙自己也喝了一杯，他到时候还要给仔仔们带，仔仔们的口味一直和他很像，他们一定会喜欢的。白虎族也有类似的喝的，比他们的还要多，等以后你去尝尝就知道。虎穗说着，叶简熙抬起脑袋，让他去白虎族，那是不是说明他成功了？我可以去，你为什么不能去？虎穗揉了揉他的头发：“我通过你的考验了。”叶简熙有些激动，进入白虎族，然后让虎穗知道他们的能力，最后和他们一起合作。什么考验？虎穗先是疑惑，后面又笑了起来。叶简熙皱眉，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贴了过来：“你笑什么？没有考验，不管你做成什么样，都只有一个结果。”他说：“啊。”叶简熙更不懂了，他和虎穗以前没有什么交集，如果没记错的话，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让他来做组长了。我是你找的第几个组长？叶简熙直接问。虎穗单手搭在桌子上，身体占据了整个椅子，双手撑着叶简熙的胳膊，让他坐在桌子上。是你找的我。他愿意看着叶简熙慢慢变成一个很好的组长，也想看到他成为组长之后接下来的路程。飞行器上的货物很快运送到了仓库里，因为量很大，每个兽人都可以分到一。这些东西就是叶简熙打开他们心扉的敲门砖，但是这些东西只能起到开始的作用，要让他们真心臣服，必须让他们知道他比前一个组长好，他能带来的利益比之前任何一个本族的组长都要厉害。他们受惯了被人欺负的人，在麻雀星球上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发泄他的个人情绪。叶简熙微微抬头，视线落在虎穗身上，又悄悄地低头。他又看了一眼，扭头：“有什么要帮忙的？”虎穗无奈笑笑：“听说你们种族很少参与其他种族的事情。”叶简熙问。虎穗擦了一下叶简熙衣角上的一块尘土：“内部的事情多得处理不完，没有那么多时间管别人。”叶简熙点点头，记上心头。所以其他星球对你们的看法并不重要。虎穗停下动作，预感到了不太好的事情。说吧，叶简熙就喜欢这么直白的人，不跟他索要报酬就能帮忙。我想让你当坏人，当外面的矛盾变大，他们才会忽略掉更小的问题。叶简熙用了2天的时间编写了一份剧本。第一幕，星球虽然对新的组长有意见，但是他们不敢说话。有一天，组长为了他们的食物，一个兽人单枪匹马去了麻雀的星球。他们虽然不喜欢新的组长，但是也不想让他死。但是新组长不仅没有出事，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吃的。其实新组长胆子挺大，当粮食分到每个兽人手中后，天空中忽然被飞行器的轰鸣声笼罩。他们平平安安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受到过袭击。兽人们吓坏了，带头的飞行器发出声音，一群没有能力的兽人也能占据一个星球，识相的就投降，把星球上的资源让出来。是白虎族族长的声音。白虎族是宇宙中最厉害的一个种族，攻打他们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兽人们害怕极了，一个个躲在家里不敢出现。但是在飞行器的攻击下，没有地方绝对安全。一些兽人变成原形，在家里开始挖地道，存放粮食。正好新组长给他们的粮食派上用场了。这些吃的最多只能坚持1个星期。1个星期之后，兽人们饥饿难耐，是饿死还是主动出动被敌人杀死，结果都是一个死。这时候他们的新组长出手了，他知道我们的飞行器很难抵挡白虎族的进攻，还是去了。他胆子很大，如果是他们本族人，绝对不可能为他们做到这种地步。他们后悔了，当初不应该那么反对他。第二幕，叶简熙驾驶着飞行器围绕着虎穗转了2圈，发射了2道攻击，都被白虎族飞行器的防护系统挡下来。这时候虎穗也发射了一个，这道攻击的力道很强。叶简熙穿梭在各个飞行器中间，后面的攻击紧追不舍。你躲什么？虎穗疑惑地问。叶简熙没有心情回答，集中注意力驾驶飞行器。虎穗终于注意到了，你过来，我帮你拦下攻击。不用，他们都看着呢，让他们看出来了，我就没有机会了。叶简熙在空中翻转，白虎族的一道攻击上面的能量比他整个飞行器的能力都多，想要耗尽攻击的能量有点不太现实。虎穗紧紧地盯着飞行器和攻击之间的距离，手指放在屏幕上，一旦他的距离过近，他会立刻发射第2道攻击，拦下第1道攻击。他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地面，在快要撞上去的时候，猛地抬升，攻击落在地面，炸出来一个大坑。你不要瞄准我，我的飞行器质量很差，受不住你的攻击。叶简熙带着气，还以为他什么都清楚，结果差点犯大错。虎穗也松了一口气，右手按在胸口上，拿起旁边的白开水喝了一大口。别生气了。叶简熙没有回答，这次是我的失误，我给你道歉。虎穗好好的给他顺毛，我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了。叶简熙从飞行器里出来，烟气围绕在周围，他快走2步，呛鼻的味道消失，前面不远处虎穗也落地了。他们旁边一个拍摄的人假装蹲在角落里拍摄，叶简熙主动走过去，我们谈谈。可以，虎穗说。第3幕，办公室里，叶简熙慢慢整理衣服，洗了洗脸。虎穗递过来毛巾，怎么样？虎穗问。什么怎么样？叶简熙把毛巾还给他。刚才还怕吗？虎穗拉开椅子，让叶简熙先坐下。有什么可怕的？你再来一次，我也能躲过去。叶简熙说。对，虎穗说。谈话的内容，叶简熙没有公布。2个星球组长的对话如果传出去，那才会让人起疑心。
经此一事，星球上的兽人们终于放下了不满。叶简熙一觉醒来，看到了门口的鲜花，吓了一跳，还以为洪墨轩追过来了。低下头一看，原来是星球上的兽人送给他的。但是白虎族的族长始终是个隐患，他们联合起来欺骗星球上的兽人，这件事一旦泄露出去，会对他的名声有影响。叶简熙立刻就去找了虎穗，说出了他的疑虑。你认为我会背叛你？他说。叶简熙一脸疑惑，他什么时候说这个了？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白虎族的档案上把这件事记录上去。虎穗却难得的严肃起来，绷着脸的时候，让人忍不住心生惬意。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你怀疑我会泄露？叶简熙趴在床上瞥了他一眼，原来虎穗也会钻牛角尖，只要虎穗能够保护秘密，不写档案也可以。叶简熙也就放弃了。叮，仔仔预计10分钟内降生。叶简熙突然坐起来，怎么了？虎穗也跟着紧张了一下。没事。叶简熙微笑，我看你不像没事的样子。他说。叶简熙低头打了一个假哈欠，我想休息了。虎穗叹了口气，等你想说了再告诉我。叶简熙点点头，他也不再强求，如今他们认识的时间太短，叶简熙对他有秘密很正常，等过一段时间，叶简熙愿意相信他了，总会对他敞开心扉，告诉他以前的所有事，他也不会一直这样。回到房间，虎穗打开个人终端，联系上了副将。族长，我汇报一些这段时间的工作。不用了，虎穗打断他的话，上次在星球上流窜作案的人可以处决了。副将直接愣在原地，过了很长一会才反应过来，可是他们是大象一族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和他们？不用，1个小时之内必须行动。虎穗说完，切断了通话，也不知道叶简熙有没有忙完。他们相处的这段时间，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叶简熙把他赶出房间，虎穗靠在床边，没有脱鞋，双脚搭在床外。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不然怎么会拒绝他的好意？不管什么事，只要叶简熙开口，他总能解决。是不是叶简熙认为他们关系不好，所以不想麻烦他吧？但是当叶简熙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并把2个白鹿族幼崽塞到他手里的时候，虎穗才知道叶简熙不是不敢麻烦他，是太敢了。我们的菜谱上有白鹿族。虎穗说。叶简熙没有一点犹豫，把他的胳膊摆放好了，2个幼崽放在他怀里，弯下腰，好奇地看着仔仔。他们可能饿了，我刚才给他们找了一点吃的，但是他们不吃。虎穗闭上眼睛，什么吃的？我最喜欢吃的烤鱼。叶简熙回答。虎穗迷茫了一瞬间，恍然觉得这2个幼崽就是应该先让他看管。我以为你在白鹿星上那么久，应该会知道。知道什么？叶简熙又拿出一块烤肉，往仔仔嘴里送，快要放进去的时候，一股陌生的力道阻止了他，手上像是有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在阻拦他投喂仔仔。知道白鹿族是吃素的，叶简熙手一僵，我当然知道了。虎穗点点头，没有戳破他，吩咐了让人取来果子。叶简熙也吃了2个，和其他星球上的果子一样，都是果子的味道。他放在2个仔仔前面，虎穗叹了口气，又把果子拿回来，掰开后果核拿出来，再喂给仔仔吃。2个仔仔慢慢低头，一口果子足足嚼了上百次，又继续吃。叶简熙趴在桌子上仔细观察，2个仔仔周围也有一层若隐若现的白色光线，不愧是白鹿族，吃东西就是优雅。叶简熙说他们不爱吃这种果子而已。虎穗直接说。叶简熙愣了一下，又尝了一个果子，没什么大区别啊。他恍惚想起来，白鹿星上的果子都是经过人工制造，根本不是果子，先忍一忍，等有机会我再给你们找一找。叶简熙说。2个白鹿仔仔点点头，身体蹭了一下叶简熙，趴在他旁边吃。吃完之后，2个仔仔就不动了。叶简熙以为他们睡着了，放在治疗舱里，结果治疗舱的屏幕上出现警告，温度过高，已开始治疗。叶简熙懵了一瞬间，才发现2个仔仔居然生病了。这里的温度不适合他们，白天太热，晚上太冷。虎穗解释说。叶简熙只觉得白鹿族真是一个娇气又难养的种族，那他们现在只能在治疗舱里活动，我派人尽快把他们送到白鹿星。虎穗说。他们在这里的时间越久，对身体就越有害。叶简熙点点头，他的房间在隔壁，摸了摸仔仔的脑袋，我先去睡觉了。仔仔们却咬着他的衣角，用力往后拉。你们想让我留下来吗？治疗舱很大，叶简熙躺上去也不会觉得紧。不是。一边的虎穗开口，他心不在焉的解释，他们是饿了，想吃东西吗？叶简熙问了一下，2个仔仔摇头。旁边的虎穗又插嘴，他们的摇头和我们的点头一样。2个仔仔着急的要叫出来了，接连晃脑袋，这个老虎就是在使坏东西。叶简熙看了看虎穗，又看了看2个仔仔，你骗我。虎穗想了一会才回复，他们已经大了，不能和你一起休息了，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叶简熙推着他，把他赶出房间，从里面锁上。仔仔们过2天就要回到白鹿星了，他当然要多陪一陪。白鹿星上的气候才是最适合他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时间越久，仔仔们生病的可能性会越大，他都要和仔仔们分开了。虎穗怎么还这么不懂事？他来兔子星球上这么久，虎穗第一次亲力亲为做事，就是仔仔们的事情。虎穗已经安排好了专门的兽人，是从他的护卫队里精挑细选出来，也准备好了飞行器、驾驶技术还是武力值，都是白虎星上的顶端。叶简熙仍旧不放心，仔仔们不会死亡，但是失踪了怎么办？我想自己去送。叶简熙说。你是族长，事情很多。虎穗说。他们能保护好仔仔吗？叶简熙有些担心，仔仔们目前只听他一个人的话，万一在路上调皮来回跑怎么办？白虎族在宇宙中的声望还算可以，一般情况下没有兽人会主动招惹，包括黑曼脊蛇。虎穗说。叶简熙低下头摸了摸虎穗怀里的2个仔仔，没有同意也没有否认，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让白虎族送仔仔回去都是最好的选择。
两个仔仔的眼睛里湿漉漉的，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没关系，我会去看你们的。叶简熙说。仔仔们动作突然变大，要让叶简熙抱着。叶简熙伸手接过来一个，另外一个也要抱着。他两个手每个抓着一只的肚子。虎穗在旁边眯着眼，帮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双手放在前面，让仔仔在身体和手臂之间。从这里到白鹿星1天的时间，我已经准备好了食物，明天一定要送走了。虎穗说。叶简熙点点头。白鹿的毛发光滑，仔仔们更是舒服。他从头摸到脚，仔仔们舒服的趴着。第二天，两个仔仔还没送走，一个飞行器先落到了星球上，是陆毅。两个仔仔好奇的打量这个和他们的味道差不多的兽人，忽然躲在叶简熙身后。白鹿星上事情太多了，我不能停留太久。大祭司说。没关系，把仔仔交给你，我才放心。叶简熙说。虎穗皱眉纠正，白鹿族的飞行器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比我的大。叶简熙知道他没有打算让陆毅驾驶原来的飞行器回去，他可以和白虎族一起走。虎穗的飞行器和大祭司的双方都放心了。大祭司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些果子，仔仔们吃的停不下来。叶简熙趴在桌子上看着，这段时间真是苦了你们两个。两个仔仔一愣，吃饭的速度慢了一点，表现出不是很喜欢的样子。叶简熙笑了一下，开玩笑呢，快吃。仔仔们重新把脑袋放进果子里。大祭司忽然动手，把仔仔放在一边，单独拿出两个。用餐要有用餐的样子，姿势不对。叶简熙，仔仔们在他的指挥下站直了，微微低头。叶简熙一只手压过去，把仔仔按下去，怎么舒服怎么做。两个仔仔连连趴下，脑袋也歪着。陆毅还想再说什么，在叶简熙的眼神下又闭上嘴。这时候一个兽人进来，说是族里出了一点事，让他过去处理。陆毅点点头，平静地说。你是族长，应该的，但是他不会帮忙吗？和他有什么关系？叶简熙疑惑问。白鹿星的时候我会帮你处理事情，陆毅说。叶简熙没有立刻回答。白鹿星上他一开始就说过，族长只是空壳子，现在不一样，而且白鹿族的族长是硬塞进来的，这个族长是他争取来的，不要太累，如果遇到麻烦可以来找我。陆毅说。叶简熙点点头。如果是虎穗，在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只会提供思路，哪里会亲自解决。事情不难解决，只是下面的人因为食物分配不均匀打起来了，处理好双方的矛盾。叶简熙皱着眉头，这种小事你们不能自己解决。兽人低着头红着眼睛，对不起，也不怪你，谁知道兔子还能打架。叶简熙转身往回走，他的仔仔们还在等着，要珍惜最后一段时间。叶简熙前脚刚到房间里，仔仔们扑到身上，后面又有兽人进来。族长，刚才那两个兽人又打起来了。他微微喘气，眼睛有些湿润，好像被谁欺负过一样。叶简熙冷笑，直接关上门，自己处理。大祭司照顾着两个仔仔，疑惑问道，你平时也这么忙？没有，他们胆子越来越大，居然还敢。叶简熙感觉到了不对劲，接下来不管是谁敲门，叶简熙都没有理会，一直到晚上，虎穗敲响了房门，该休息了。老虎尾巴藏不住了，叶简熙靠在门口，怎么亲自来了？仔仔们趴在他脚面上，想要往上爬。什么？虎穗笑了一下，弯腰把仔仔们抱起来，装得真像。叶简熙抢过仔仔，放到大祭司怀里。虎穗无奈笑笑，你知道我对你的意思，我对兽人的生活制度并没有意见，但是在我眼皮底下不行。他声音不大，但是带着让人不能拒绝的威严。白虎的声音对于其他的种族有天生的压迫作用，他们害怕白虎，不仅仅是他们现在的星球强大，也有骨子的恐惧基因。但是叶简熙才不管这些，什么行不行？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凭什么他不行？不行！叶简熙笑着，虎穗揉了揉他的脑袋，听话一点。叶简熙收敛笑容，当着他的面关上房门。为了不让仔仔们遗憾，叶简熙带领陆毅玩了一个晚上的亲子游戏，以至于第二天早上虎穗来敲门的时候，4只兽人都在睡着。陆毅穿好衣服，整理了3次发型，将房间里的玩具收拾好，又对着镜子全身打量了一遍。白色的衣服上出现银色的条纹，在腰间盘旋而上，最终汇聚到胸口，变成一个银白色的小猫，整个人神采奕奕。他面无表情，这世间任何一件事都不能让他动。打开房门，他呢？虎穗问。还在睡觉。大祭司回答。这么晚了还在睡？虎穗皱眉。大祭司说，昨天晚上太累了。虎穗笑了一下。别忘了，你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剩下的时间都是我的。你给他安排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觉得他可能会有时间吗？大祭司反问。说了半天，终于说到这件事上。虎穗不觉得意外，从陆毅来到星球上就对他不满意，能坚持到现在说出来，已经忍耐到极点了。不然呢？他拉着陆毅离开房间，往外面走了2步。像你一样，让他不会治理星球，只知道玩闹，有我在，他不需要会这些。大祭司说。虎穗怒极反笑，你能帮他一时，以后呢？如果你们的联盟出现问题，你能解决吗？另外2个兽人会听你的吗？他说的联盟是白鹿星和红狐以及黑狼星之间的合作。陆毅也沉默了，那时候他说的话确实不会有人听从。这一场争论，虎穗胜利了。然后陆毅回到了叶简熙的房间，后面的虎穗闭着眼睛，右手攥拳。第二天上午，陆毅就要和仔仔们离开了。叶简熙站在窗户边上，仔仔们隔着一层窗户看着他，小鹿眼睛湿漉漉的，一眨一眨就落下来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千万别学他。叶简熙嘱咐。2个仔仔点点头。陆毅垂眸开口，喜怒不形于色，是他们以后成为大祭司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对，然后差点被我当成机器人，很多次想要拆了看看你的接口在哪。叶简熙说。大祭司不说话了，
如果他气得找我，我回去揍他。叶简熙继续说。两个仔仔一边哭一边点头，旁边的大祭司双手把仔仔放下去。时间紧张，我先走了。说完，飞行器立刻起飞。叶简熙还没来得及和仔仔们说一声再见，飞行器越来越远，逐渐消失在视野中。兔子星球越来越好，外面的兽人也不敢看轻他们，在合作的时候也和其他的星球一样，运行情况逐渐走向正轨。叶简熙回到房间，把仔仔们用过的东西收拾一下，刚整理好桌子，他躺在床上。虎岁也进来了。累了。叶简熙点点头。虎岁接着收拾房间，打扫了柜子，床上乱糟糟的东西，地面还有外面乱扔的垃圾。和我一起回去。虎岁突然问。他说的是回到白虎星。叶简熙点点头，这是他一开始的目标，和他们一起回去。还有屠玉，那个把白虎星雌性迷得神魂颠倒的雄性。路上，叶简熙有点好奇地问，一个雄性不是只能跟着一个雌性吗？雌性身边才可以有很多雄性，为什么屠玉这样，其他雌性还能接受？虎岁沉思片刻，到时候你可以自己看。飞行器落下，第一个出现的是叶简熙，周围满满的兽人，有几个带着毛茸茸的耳朵。叶简熙有些手痒，还没有看过虎岁的耳朵。紧随其后的是虎岁。族长，这是你的雌性吗？副将问的没有底气。他们族长一个兽人这么多年，就连精神力暴动都是自己解决，突然带回来一个雌性，总让他们有点不敢相信。紧接着后面又出现一个雄性，屠玉。这下他们知道雌性为什么会一起来了，跟着屠玉来的呗，还能是怎么样？他们默默地叹了口气，他们没有关系。虎岁解释了一下，兽人们眼睛亮起来，还有希望。叶简熙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两个圆圆的眼睛只盯着兽人的耳朵，不知道摸起来怎么样，会不会和白鹿一样？忽然一道身影出现，隔绝了他的视线。叶简熙皱眉，虎岁好像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手臂搭在他肩膀上，带他离开。叶简熙被迫跟着走。刚刚离开迎接的兽人，叶简熙又看到了一群，他们比雄性体型更小，但是依旧很强壮。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雌性。这群雌性看到他们，直接冲了过来，巨大的身体一起落下，地面有规则的震动，尘土飞扬，一大片阴影落下。叶简熙做好防御的准备，虎岁拉着他站到旁边，雌性们越过他们，直奔屠玉。在一群高大威猛的雌性白虎族面前，屠玉一个弱小无助的兔子，一瞬间眼泪蹦了出来，他脸上充满恐惧，摇着头后退，左脚绊右脚，坐在地上，双手抱头，整个人哆哆嗦嗦，不敢动弹。屠玉，你真好看，比白虎族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雄性好看多了，这胳膊好像一掰就断，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我也是，一只手就能举起来。屠玉，你说你到底选哪个？我对你那么好，你忍心抛下我吗？你这么弱小，以后怎么保护自己？我可以保护你。叶简熙觉得屠玉一个也不想选，他恐惧的眼神望过来，嘴唇张开，吐出两个无声的字：族长。叶简熙一愣，从观众的身份中脱身，想起来了，他还是屠玉的族长。各位，他刚从兔子星过来，有点累，过几天再商量这件事。叶简熙挡在屠玉前面，兔子哆哆嗦嗦藏在他后面，不敢冒头。你也是要和我们竞争的吗？这样吧，明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比赛，谁赢了，屠玉就是谁的。叶简熙抿唇，我是兔子的族长。雌性们松了一口气，从叶简熙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了这个雌性不同寻常，如果真的比赛，他赢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雌性笑眯眯的过来，原来是族长，我喜欢你们家屠玉很久了，你看我力量强壮，家底殷实，绝不会让屠玉受委屈。你看我行不行？叶简熙虽然有仔仔，但是仔仔们年龄还小，这老丈人一样的即视感是怎么回事？这是我自己做的一点吃的，你尝尝。如果屠玉跟了我，我绝对不会让他劳累的。叶简熙抿唇，看了看周围，他们身边先围了一群雌性，外面又出现一层雄性。这句话就这样大声说出来，当事人没感觉怎么样，他有点不好意思了。后面的屠玉藏着脑袋，身体不由自主的发抖。这个是我给屠玉带的礼物，你帮他拿一下。叶简熙双手捧着，结果礼物上面又压了一个。其中一个雌性掐着腰，对另外一个雌性说：就你有礼物，说好了公平竞争，你们居然暗戳戳带礼物。公平竞争也没说不能带礼物，你自己不把屠玉放在心上，还怪别人。叶简熙在白虎族的地盘上，仿佛回到了麻雀星球，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抓着屠玉，带出了人群。难怪虎岁要亲自去把屠玉带回来，把屠玉扔到虎岁身后。叶简熙揉了揉太阳穴，你们星球上的雌性爱好很统一。虎岁勉为其难点点头，他们喜欢屠玉这样的雄性。叶简熙突然想起来，半开玩笑地说，那可以让兔子星球上的雌性选择你们的雌性，万一兔子不喜欢呢？不喜欢也不敢说出来，确实会有一个很大的缺口。白虎族给他准备的房间在虎岁的隔壁，进来的时候虎岁和屠玉也跟在他后面。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治疗舱，其余的没有多放。叶简熙坐在床上，两个兽人站在他面前，你们怎么不回去？他问。你初来乍到，怕你不适应，多陪你一会。虎岁说。叶简熙又把目光放在屠玉身上，我害怕，他们在门口。屠玉小声说。虎岁抓着他拎起来，转身出了房间。过了一会，他一个人回来。叶简熙早知道他会回来，叫了个餐，很好奇同为猫族的白虎族的食物，说不定比黑曼脊蛇做的还要好吃。虎岁在晚餐之前到了，进来后直奔叶简熙，双手放在他两侧，困在床和他的中间。你在看他们的耳朵？叶简熙刚下飞行器的时候，只是觉得好奇，虽然还有点想摸，眼前忽然一白，一个毛茸茸的耳朵出现了。叶简熙忍不住伸手。陆毅对情绪一直控制得很好，但是他还是会不小心把鹿角露出来。虎岁平时给他一种威严的感觉，偶尔也会笑一笑，
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兽人的特征。他的耳朵比路易的还要大，难以想象他的兽形会有多庞大，上面的绒毛要更硬一点，只有顺着毛发抚摸的时候才会好玩，如果倒着摸会扎到手心。叶简熙一眨眼的时间，一个巨大的白虎出现，它身长有3米，占据了整个床面，尾巴蜷缩在床角。叶简熙趴在它身上，整个人陷在毛发中，柔软的毛发下面是硬邦邦的骨头。叶简熙换个了方向，找到了唯一一块柔软的腹部。这时候，一个兽人敲了敲门，虎穗还没来得及变回来，叶简熙嘴巴太快，说了一句就进来。兽人带着吃的开门，整个人愣在原地。他们家族长为了雌性变成原形，让雌性把玩。他们族长终于找雌性了，他愿用白虎族所有雄性的单身生物。换族长一个兽人的得偿所愿，他慌里慌张把饭菜放在旁边，转身往外走，一不小心撞到墙上，转身跑了出去。过了2秒钟，他又回来，顺便带上门。叶简熙看着桌子上的吃的，想去尝一尝。一个巨大的爪子按在他脑袋上，强行把脸按在老虎腹部。他没有立刻起来，大猫猫主动贴，没有办法拒绝。人形玩够了，叶简熙也变成了兽形。一个小小的猫猫比虎穗的一个爪子还要小，一巴掌就能拍死。白虎的腹部温度很高，叶简熙钻进去，只剩下一个鼻子在外，小爪子也勾了一下，锋利的指甲穿过白虎的毛发，只剩下小小的尖。虎穗大喘几口气，腹部剧烈起伏。叶简熙也忽冷忽热，又跑去了2个前爪中间。白虎的脑袋就在面前，长长的胡须搭在他脸上。叶简熙张口咬着一根，用力往后扯了一下，没有咬下来。虎穗一动不动，任由他折腾。他又往前2步，4个爪子踩在虎穗脸上，低下头轻轻的闻。虎穗浑身通白，除了额头上若隐若现的王。叶简熙很高兴，他也是全身白色，除了额头上的一点红色。虎穗的兽形和他一样，也完全符合他的审美。白虎的毛发顺着摸的时候很光滑，叶简熙一脚踩空，顺着他的脑袋滑下去，掉在床上，好像摔猛了。白虎也紧张地坐起来，用脑袋顶了一下娇小的身体。叶简熙晃晃脑袋，又重新爬到虎穗脑袋上，重新滑下来，意识到被他当成滑梯了。虎穗站起来，把叶简熙放在后背，尾巴搭在床面上，让他从最高处直接滑到床上。他落下来后，又迅速跑向虎穗，整个兽形埋在白色的毛发中，虎穗根本找不到他在哪里。又站起来，看到了肚子下面的叶简熙，不到一会，叶简熙趴在他尾巴上大喘气，有点累了。虎穗突然站起来，脑袋在他身上，好像在闻什么，忽然张开嘴。叶简熙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跑，巨大的嘴巴张开，把他整个人叼在嘴里。白虎下床，来到桌边，把叶简熙放在桌子上，进入了桌子的范围。叶简熙就闻到了香味，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这些吃的都是很符合他的想象。他立刻变成人形，拿起筷子，刚刚吃完。叶简熙懒懒散散趴在床上，困意袭来，他想让白虎陪着他睡觉，整个人埋在他身上的感觉很好。他还想玩，他往旁边移了一下，给虎穗留出来位置，尾巴拍打一下外面，催促他快点上来。虎穗却站在床边，手掌放在他身上，轻轻摸了2下。我还有点事情，晚点来陪你。叶简熙歪着脑袋点了点头，一直到半夜，叶简熙睡熟了，才听到门打开的声音。虎穗回来了，他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这时候天都快亮了，叶简熙爬起来，打了个哈欠，又想要揉一揉眼睛，被虎穗抓着手腕制止了。你去兔子星找涂玉，是不是找了个借口去休假？叶简熙说，昨天回来的第1天就工作到现在，更别说其他时候了，最近有点特殊。虎穗说。叶简熙点点头，闭上眼睛，还想睡觉。虎穗也跟着上来，你的房间不是在隔壁吗？不是想用兽形睡觉？虎穗直接变成白虎，把白鹿的小毯子挤到地上。叶简熙踩着他的身体下床，把小毯子收起来，然后再变成兽形，直接跳上来。困意袭来，闭上眼睛就要睡着，他整个人埋在虎毛中，忽然觉得有点热，往上爬了一段距离，正好趴在他脖子上，下面的血管涌动。叶简熙张口咬上去，没有咬到肉，他吹了一口毛发，中间露出来一点皮肤。叶简熙仿佛发现了新世界，在他身上来爬。忽然他停下来了，虎穗一爪子把他带回来，睡觉。叶简熙变成人形，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没什么，你眼花了。叶简熙不甘心，非要再去看，扒开那块毛发，他刚才明明看到了一个红色的，怎么没有了？他又在周围找了一圈，依旧看不到，难道真是我看错了？叶简熙放弃了，变成兽形，准备睡觉，趴在白虎脖子上，闭上了眼睛。他的呼吸声逐渐延长，虎穗也松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这时候叶简熙突然跑到了刚才的地方，爪子扒开那块，下面果然有一个红色的印记，像是被什么东西穿透。他又扒开旁边，想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一样的，一眨眼的时间，这个印记也不见了。那是什么？叶简熙问。不小心碰到的。虎穗平静地说。叶简熙仔细观察，没有看到他脸上有其他情绪，不像是撒谎。真的，不让你知道，只是怕你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天就好了。虎穗说着，一爪子盖在叶简熙脑袋上，强行入睡。一个白虎族族长不可能会遇到什么大危险。虎穗不想说，叶简熙也就没有往下问。第二天天刚亮，叶简熙迷迷糊糊还在梦中，一阵寒意袭来，白虎走了。过了一会，身上盖了小毯子，紧接着又是开关门的声音。叶简熙坐起来，打开房门，外面守着2个雄性。你们白虎星现在遇到什么危险？2个雄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叶简熙直接找到了虎穗的个人终端，他们可以和我说话吗？虎穗的投影就在旁边，2个雄性低着头，臣服于虚无的压迫感。他就是我，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他。虎穗说。
叶简熙满意了，挂断了通讯。两个雄性擦了擦汗水。这段时间，白虎族处理好了以前遗留的事情。我目前所知道的，我们没什么大事。叶简熙沉思片刻，可能是刚刚回来，族内挤压的事情很多。那个神奇的小洞，说不定真的是撞在了什么东西上。怕他担心，才没有告诉他，说他很忙，也不是特别忙，空闲的时间还能陪着他玩一会。如果现在和他提出合作的事情，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白虎族的能力很强，他需要拿出和白虎同样的条件。可是这几个星球联合起来，恐怕也比不上一个白虎族。想什么呢？虎穗问。叶简熙一愣，没什么，是不是有点无聊？虎穗问。叶简熙点点头，一直以来他都很忙，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这么休息，还真有一点不适应。今天下午带你出去玩。虎穗问。叶简熙高兴起来，好啊。路上，一个房间门口放了许多的小盒子，还在周围放了一圈花。叶简熙不需要动脑子，就知道里面的人是谁。果不其然，几个雌性正在旁边和护卫对峙，双方谁也不想后退。雌性们坚决表示，他们只在门口看着，不会进去。雄性认为他们站在门口就已经吓到屠玉。一个雌性注意到了他这个，一个箭步冲过来。屠玉的族长，你这是要去哪？有没有时间？我带你出去玩。叶简熙停下脚步，虎穗这段时间这么忙，不如和雌性一起去玩。他来这里这么久，还没有和雌性一起玩过，没有时间。虎穗插在他们中间，雌性的眼神从他身上移开，又落到叶简熙身上，更兴奋了。没关系，祝你们开心。雌性又回到了护卫中间，继续和他们理论。声音产生的震动能传播到1000米之外，更别说1墙之隔的屠玉了，恐怕早就躺在床底不敢说话了。叶简熙绕去后门，悄悄打开一条门缝。这只兔子胆的小兔子躺在床上，睡得香甜，丝毫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虎穗带着他来到一个办公室，分给他了半个桌子。叶简熙好奇地看了一圈，隐藏在墙体中的纸质版书籍，还有投影资料。座位后面是一个宇宙的简图。叶简熙找到了他们所在的位置，又找到了黑狼星，两者之间的距离横跨半个宇宙。他再去找找其他星球，不知道点到了哪里。投影突然开始转动，星球之间出现一条线，像是个密密麻麻的网，连接在各个星球中。这是什么？叶简熙问。虎穗随意看了一眼，自己试着理解一下。叶简熙把宇宙放小，这些连线不是毫无规律的随意连接，它们形成了一个弧形，几乎是最好的一个防御雏形。不管是从哪个方向，其余的星球都可以一起承担。为什么要做这个？叶简熙问了一下。虎穗没有回应。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走过去，打开门。这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他来到走廊的尽头，房门紧锁，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房间里站着2个兽人，一黑一白，白色的是虎穗，黑色的是黑曼几蛇。蛇修，路易说，在宇宙的另一端有一个很强大的星球，他们不会干预其他星球的行为，就像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如果拉拢他们，就可以完全地方黑曼几蛇的进攻。但是路易没有说白虎族和黑曼几蛇之间还有联系。他进来的时候，2个兽人面对面平静地说话，和普通的商讨一样，他们是合作很久的伙伴。他不是，你们认识？叶简熙说。虎穗2步冲过来，你怎么来了？就是平平常常的询问，没有任何解释的意思，也没有心虚。你在做什么？叶简熙又问。商量一些事。虎穗说，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这里的，结果你和他有联系。叶简熙右手攥拳，深吸2口气，压下心里的烦躁。你生气了？虎穗有些疑惑。叶简熙闭上眼睛，慢慢平复心情，默念3遍不能动手。如果他和白虎族决裂，他会向黑曼几蛇靠拢，那样他们就彻底没有希望了。他再深吸1口气。前段时间他还说不用忍耐，精神力在手中凝结，他就要扔出去。为什么生气？虎穗好像真的不懂。叶简熙没有扔出精神力，继续凝结，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用力打在虎穗腹部。他完全没有抵抗，闷哼一声，微微弯腰。叶简熙转身离开了，房门就这样敞开着。虎穗看着他走到了尽头，听到了后方阴险的笑声。你没有告诉他？虎穗皱眉，告诉他什么？你和我联合起来了。蛇修嘴角带着笑，手指按着脸上的粉色猫猫脑袋，看着叶简熙离开的地方。虎穗冷哼一声，跟着离开。出门的瞬间，叶简熙的身影已经消失了。虎穗调出当时的监控，只拍到了一个叶简熙的衣角。只要他不想，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他在哪里。躲藏的地方很多，虎穗猜不到他会去哪。旁边一声巨响，他停下脚步，武器库方向，一团巨大的黑烟升起。他忍不住笑了。个人系统响了一下，他接通，是副将的通讯。族长，武器库受到了攻击。虎穗并不在意，但是武器的另一层防御没有击破，只损坏了一个隔间武器。可以防御一下，别伤到他。副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总之还是很离谱。武器库方向，爆炸声接连响起。虎穗不紧不慢，一步一步走过去。叶简熙驾驶着黑狼星带来的飞行器，视野中出现一个兽人，比周围的兽人都要高大。一出现，周围的兽人都要给他让路。攻击系统瞄准他，没有一点犹豫，直接发射。那一瞬间，虎穗抬起头，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他不躲不闪，站在原地，迎着攻击。在攻击快要落下的时候，副将连忙抵挡，在虎穗的前面，刚刚好拦下。族长，你怎么不躲？虎穗来到飞行器正下方，只是抬起头，攻击迟迟没有落下。他知道叶简熙并没有完全出气，他在顾及种族之间的利益。他的攻击落下来，别说白虎族，就是周围的星球也会去攻打他们合作的星球。下来，我和你说一下。虎穗说。叶简熙换了一个攻击，正对着地面。
双方就这样僵持。他手指轻轻放下，最小的攻击发射出来，穿过空气，没有遇到任何防御，落在了虎碎脚边。土地炸裂，地面出现一个大坑。就算是最小的攻击，范围也是非同小可。视野中只有一个大坑，不知道虎碎跑去了哪里。叶简熙轻轻出了一口气，土堆下面出现红色的液体，汇聚成小小的流层，流到坑底。一块小土落下来，露出下面一块白色的衣服。虎碎撑着身体坐起来，嘴角流出鲜血，轻轻咳嗽2声。别管他，不用关起来，这些事都是他的事业。副将听懂了，也许这是族长和雌性之间上演的一出戏。他转过身，怒视飞行器，大喊一声：“你给我等着！”飞行器却慢慢降落。叶简熙出现在他面前，等着呢。副将后退，咽下口水：“你给我等着！”他转身跑了。几个医生带着担架，抬着虎碎的身体放在上面。几个医生用力抬起来，抬着离开了。叶简熙也上了飞行器，开到了一个角落里，把飞行器收起来，转身往回走。他还回到了原来的房间，推开门，没有看到虎碎，只是空空的房间。他居然会感觉到一股失落感。后面房门突然打开，他回过头：“你现在都不叫我小黑虫了？”叶简熙冷笑：“出去，我对你不好吗？”哲修走过来，想要去抓他的手。叶简熙后退，让他落了空：“我亲手给你做饭，把我的东西都分给你。”哲修再次向前，强硬地抓过他的手，贴在胸口的位置：“这里有你。”叶简熙从不怀疑他这方面，但是也不怀疑他的目标。脸上的粉色印记早就应该消失了，但是现在仍然像是新的一样。是他后面加上去，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可以给你世界上最好的。叶简熙抬头，这是要一个雄性独占他，他们也可以让他们来。蛇修低着头，眼睛里像是受伤了。这么久不见，你真的很进步很大。叶简熙笑了，蛇修也高兴起来，双手捧着他的脸。真的吗？对啊，演技提高了很多。叶简熙后退2步，和他拉开距离。蛇修脸上的笑容也消失，回想起当初的生活，那是多么难得啊！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哲修有他想做的，叶简熙也有想要阻止的，他不会因为蛇修的体贴就放过他。这个世界变化多种多样，你为什么不认为统一也是一种自然演变呢？蛇修说，如果你成功了，站在未来的角度，你是历史的推动者，毫无疑问，你是英雄。但是当下不是历史，他们是有生命的星球，不是摆弄的玩物。更何况你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叶简熙说，我不是。蛇修说，但是仍旧要当。叶简熙心里给他补充，哲修看起来和原来一样，眼神里藏着180个心眼，稍微不注意就会深陷其中。叶简熙也不想和他说话，转身离开，从外面上锁。刚好医生抬着担架走过来，虎碎躺在上面，紧闭双眼，不知道有没有清醒。他脸色苍白，眉头紧锁，呼吸也比平时快。医生路过他身边，叶简熙靠着墙，前面的医生走了过去，他手臂不受控制抬起来，拦下后面的医生。医生还没说话，躺在病床上的虎碎先把手搭在他胳膊上。还气吗？叶简熙抿唇，用力甩开，催促医生快点走。走廊里又只剩他一个兽人，白虎星和黑曼几蛇合作，就没有可能再和他们合作。他这次来的目的已经不可能达成了。虎碎没事，是好事也是坏事。如果就此离开，他有些不甘心，但是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也许是他来受试之后第一个没有达成的目标。没关系，总会有失败的时候，没有谁可以一帆风顺。叶简熙下定决心要离开后，脑海中就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方案。介于虎碎昏迷之前的命令，这里的兽人仍旧不会对他严加看管。他要在虎碎反应过来之前做好所有的事。先去武器库，把里面的东西暂时存放在空间，再去飞行器基地，驾驶白虎族的飞行器离开。就算失败，也不能空手而归。当天晚上，叶简熙就开始行动。然而，他的计划夭折于第一步。武器库门口，虎碎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他轻轻咳了2声。你能猜到我来这里，也能猜到我接下来的计划。叶简熙说。虎碎就那样挡在门口，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目的很清晰，不会放他进去。你应该先去飞行器基地。虎碎告诉他。叶简熙气笑了。到了现在，他还在告诉他怎么做，但是教出来的始终会把箭头指向他。你管我去哪？叶简熙反驳。武器库的大门打开了，后面是一张简易的地图，隐约可以看到里面分成了无数小格子，每一个格子里放了一套武器，这简直是针对他空间的一套利器。如果你能让白虎星易主，我就让给你。虎碎说完，周围的兽人无比震惊，虽然知道族长和雌性在演戏，但是万一变成真的了呢？虎碎还真能用族长的位置哄一哄雌性，但是现在时间不够了，不然能让你试试。虎碎说。叶简熙皱眉，什么时间？你先跟我过来。虎碎站起来，虽然身体不是很好，但正常的活动还是绰绰有余。叶简熙跟着过去了，这种小事上没有必要反对。如果虎碎真想拿他怎么样，他早就没有自由了。他们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这里是他当初撞见黑曼几蛇的地方，也是虎碎的办公室。后面的宇宙投影闪闪发光。虎碎关了房间里的灯，只剩下星球发出柔弱的光芒，各个星球之间连线，形成一张网。虎碎站在星球之中，我要给你道歉。我以为你应该按照我给你安排的任务，一步步成长，其他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否则也只是徒增烦恼。但是叶简熙自始至终都是他们重要的一环，应该让他知道，并且认同他自始至终做的事情和黑曼几蛇目的相同，过程不同。按照投影上的网状结构，是需要构成的星球间的合作，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星球之间相互合作，成为一张密不可分的大网。如果你愿意，哲修会放弃他的目标。叶简熙冷笑一声，我为什么要同意？
虎穗手掌按在叶简熙眼睛上，打开灯，过了一会放下来。你会的，在面对黑曼几蛇，你会让他们合作；在面对更大的威胁，你也会做。他说对了，但是叶简熙不想点头。虎穗每次都是胜券在握的样子，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虎穗解释，当然，这不是我猜的，是你告诉我的。你不忍心看他们被别人侵犯星球，你很厉害，又富有同情心，兽人们自愿听从你的话，你是最好的人选。叶简熙内心升起难以抑制的欣喜。虎穗也说他厉害，那他比虎穗还要厉害，单打独斗，没有兽人能比得过他。我们什么时候比试一场？叶简熙着急证明这个事实，最好全宇宙直播，让他们都知道他能打得过虎穗。这件事不着急，以后有的是时间。虎穗说着，轻轻推了一下投影，还是一个投影，是单独的，几个奇奇怪怪的形状组成，它们没有规则，没有一个具体的样子。如果非要说像什么东西，和神经元有些类似。这是你的话？叶简熙问。这是各个宇宙，我们在这里。虎穗指着其中一个很小的宇宙，放在这里，一点也不显眼。它们就像是单独的世界，互不参与。每一个宇宙占据一定的空间。叶简熙第一次看到真实的宇宙模型，白虎族的技术原来已经这么强大。如果他们为敌，那会是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你怎么敢肯定他们会对我们发起攻击？叶简熙说，他们都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虎穗抬起头，他来到办公桌旁边，像是陷入了什么伤心的往事。因为我经历过，你经历过，可是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他们曾经入侵过我。叶简熙说，星际时代记载的历史已经到了几十万年前，各种大小事都记录在案，除非有人私自更改了。时间过去太久了，如果真的是更改过，他们也找不到原来的样子。叶简熙不认为他会在这种事情上骗他。你还记得有一个传说，一个雌性死亡之后，他的雄性也跟着死亡的事情吗？虎穗问。叶简熙记得，那还是在红湖星上，听其他兽人口口相传，最多只能当一个故事听一听。就是在那场宇宙大战中，他们失败了，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他们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应对冲击。叶简熙看着宇宙的投影，伸出手抓了一下，手中空空的。这是假的，只是投影，和真实的宇宙一样，让人抓不住。是真的吗？他不敢确认，没有任何记录，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他们之外，有许多对他们抱有恶意的星球。你可以先试一试，如果答应，折休放弃。你要和其他星球形成合作，如果都是假的，你也不会吃亏。叶简熙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这个世界太大，他一个人撑不起所有，把兽人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这个任务太重。他一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回家。没关系，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会尽力，你不用有太大的压力。虎穗揉了揉他的脑袋，回到房间。叶简熙还在想着这件事。不得不说，虎穗很了解他，叶简熙没有办法拒绝，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叶简熙也很喜欢这个挑战，如果成功了，千万年后还会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就连其他宇宙也会记录在册。他可以挑战前所未有的困难，做到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件事很危险。系统，我不会出现危险，对吗？过了一会，系统才回应，我可以保证宿主的安全，仅限于这个宇宙。所以真的有其他宇宙的存在，他们要保护自己所在的家园，就算没有他，也会有其他兽人，只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等他们真的进攻了，那时候像他们这样的兽人会越来越多，带着紧张和不安。叶简熙入睡了，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还是有些困，他趴在床上，今天的日子和昨天一样，仍旧是睁眼吃饭睡觉，然后普普通通的一天过去。今天的他和昨天的他不一样。叶简熙跳起来，今天的他要变成救世主了。叶简熙跑出去，外面黑压压的天空让人喘不上气，周围看不到一个兽人。他快速走到了虎穗的办公室，仍旧没有人。天空中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出现，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什么，但叶简熙一眼就能认出来，那不是这个宇宙的东西。他推门跑出来，来到大街上，房子化为废墟，地面坑坑洼洼，看不到一个兽人。天空中的东西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地面开始震动，随后地面开裂。叶简熙快速跳去了另一个地方，地面紧接着出现裂缝，他接连不断地跳去另一块地方。这个东西并不是为了占领他们的地方，而是彻底摧毁上面所有的生物。他分神的瞬间，脚下一空，整个人落入深渊。叶简熙睁开眼，原来是噩梦。虎穗坐在床边，见他醒了，着急过来，陆毅在哪？叶简熙问。这种梦比白鹿星上的还要真实，就像是发生过。他在白鹿星。虎穗说，这么长的距离，他的能力不会生效，也许就是一场普通的梦。休息一会，虎穗说。叶简熙坐起来，有点头晕，他喝了一口水，闭上眼睛。梦是现实的映射，你在担心还是想做什么事？虎穗说。叶简熙假装在睡觉，过了一会还是睡不着，他睁开眼，你好像知道很多事，经验比较多。虎穗回答。你多大了？叶简熙问。虎穗没有说话，他手指轻颤，好像要说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他探头，你不会比我大很多吧？虽然对于兽人来说，年龄不是问题，但也不代表完全没问题。叶简熙又问，你比我大多少？没有多少。虎穗说。过了一会，他又补充，没有多少，按照身体的年龄，只有几年。叶简熙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话，虎穗的年龄看起来比他遇到所有的兽人年龄都要小。他偷偷看了一眼，看不出来啊，这么年轻，看起来这么老成，也不知道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按照身体的年龄是什么意思？你心里年龄多少？叶简熙问。虎穗没有直接回答。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叶简熙想了一会，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想得很好，成功了的话，他就是救世主。
但是真的到了要承担起一切的时候，他还有点害怕。我再想一想，3天之后给你答案。叶简熙说，要联合整个宇宙和抵抗黑曼脊蛇，并不是一个层面上，抵抗黑曼脊蛇只需要几个星球，而现在的工作量太大，他还要回家，这里有他在乎的人，家里也有，他想回到地球，却不知道地球在哪里，也许在其他宇宙，在某个角落。叶简熙来到办公室，重新打开投影，密密麻麻的星球互相链接，他随意的清点兽人居住的星球，还有没有生物的星球都在这里，只是有些并不需要链接。一个蓝色的星球出现在眼前，和他印象中的一样。他拉近星球，上面有一些微小的生物，有树林，有草地，还有水，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兽人，更没有人。叶简熙叹了口气，看到了那个星球的编号 M344602151B， 星球所有人。叶简熙，星球类型初级，也不知道这是谁给他的。叶简熙叹了口气，不太可能是狼裔，一个新生的种族很难拥有星球，洪墨轩也不太可能，这不符合没落的贵族的审美。叶简熙想来想去，只剩下蛇修和虎穗。忽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他推开门跑了出去。黑压压的天空中有一个金属的庞然大物，这个东西和梦中的一样，下方有一个黑黝黝的挡板，打开之后是他们的攻击系统。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都和梦中的一样，和梦中不一样的是，这里有兽人，和梦中不一样，这里的兽人站在他旁边，也跟着他，看着天空中的庞然大物。去避难所，别在这里看着。叶简熙说着，兽人们互相对视，不知道应不应该听他的话。叶简熙只提醒了他们，就要离开。这时候一道攻击落下来，落在了防护罩上，兽人们才开始听从叶简熙的话。你去哪？这么危险，你和我们一起去啊？就是啊，这里太危险了，跟着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保护你。不用。叶简熙径直离开，在他们的注视下，直接去了组长办公室。办公室里根本没有人。叶简熙又来到了会议室，兽人们正襟危坐，两排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他们面前展开蓝色投影，正在总结会议的记录。叶简熙进来的时候，所有兽人都朝他看过来。你好，会议的邀请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叶简熙走进去，虎穗只是坐在主位，静静地看着他，没有出言阻止的意思。外面的攻击是其他宇宙的兽人，他只是疑问的语气。房间里的兽人却严肃起来，一个个盯着他，仿佛听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他们都开会说这种事了，应该不会还不知道敌人是谁吧？叶简熙抿唇，是不是说漏嘴了？刚才拦着他的兽人离开了，从外面关上门。一个雄性站起来，轻轻地鞠了个躬。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其他宇宙的攻击，而不是其他星球吗？叶简熙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虎穗和他的属下们说了多少，他会不会说漏嘴，到时候引起恐慌？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虎穗不仅没有帮他解释，反而也跟着疑问。叶简熙抬起头，反正我就是知道，正常人遇到攻击会认为是其他星球，就算你知道有其他宇宙的存在，怎么会直接认为是他们在攻击？虎穗疑惑的是这一。叶简熙清了清嗓子，刚才不应该直接说那么多，他们飞行器上的标志不是我们任何一个星球上的形状，而且体型庞大，我们也没有那么高超的技术。叶简熙说，一些兽人勉强相信，还有一些兽人对他的说法保持怀疑态度。其中一个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又被其他人拦下了。有兽人搬过来一把椅子，让叶简熙坐下。组长，我记得这个雌性是跟你一起来的，他知道这么多，你怎么没有让他加入我们的会议？虎穗沉默了，试探性的朝他看过来。叶简熙扭头看向其他地方，是这样，他不是白虎族，本来打算征求你们的意见。虎穗说，他也是随机找了个理由。叶简熙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是想让他靠自己，让这些下属认同他。叶简熙现在和他的想法一样，希望虎穗靠自己的能力解释过去。一个组长怎么可能会被这点困难为难？他脸上带着笑意，静静地看着他，以后会叫他。兽人们点点头，他们白虎族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们组长，但是他也会偶尔听从属下的建议。叶简熙刚刚坐下，有一些兽人想要和他调换位置，让他去前面坐着。好了，其他的小事先不要介意，我们来应对一下攻击。虎穗说，他们都能看得出来，双方的差距很大，所以迟迟不敢出去应对，只能躲在防护后面。但是防护罩失效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出去。兽人们一个个严肃以待，这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必须要拿出所有的应对方法。我们很难抵挡他们的攻击，这是事实。一个兽人说，他叹了口气，他并不看好直接抵抗的方法。他继续说，我们能不能和他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和平解决？这个兽人看起来在白虎族中的位置很高，并没有人来反驳。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脸上都露出不赞同的目光。只有叶简熙一个外人，敢不畏惧族内的弯弯绕绕。他们出现之后，第一时间就是攻打。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和我们商议？如果有半分可能，他们也不会二话不说直接开战。他们认为没有沟通的必要，他们自认为站在高高的位置，俯视他们。攻打白虎星这件小事，白虎星只需要承受就可以。兽人脸色有些不太好，没想到会有反驳的声音。确实，这是我没有想到。虎穗这时候也说话了，没关系，你年龄大了，难免有些想不到的地方。倒是这个雌性不分场合的指责，是不是有点逾越了？作为组长，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了白虎星的意见，这样当众表明了态度，谁都能看得出他是什么意思。组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个雌性怎么就是逾越了？他是实话实说，倒是你只知道维护自己族内的兽人，把整个星球的安危都放下了。大敌当前，我们内部的事情应该放一放。组长，你也应该公正一点，不管他现在是哪个种族，
只要在我们的星球上，为我们的星球着想，他和我们就是一家人。叶简熙按着太阳穴，低着头，假装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估计再来一次，这些白虎族的兽人就要拥护他当族长了。既然这样，那先制定专门的负责人，应对这一场战争。你们这么为他说好话，那就让这个雌性当负责人。叶简熙，他虽然知道最终是类似的结果，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早。下面的兽人也不敢说话，他们刚才夸这个雌性，现在这样的结果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没有拒绝的理由。那是不是有一个副负责人？一个兽人提议，所有的兽人都接连点头。有一个从旁辅助的，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还能做一下补救。我来，虎岁说。这一下，他们的心都稳稳地放在了肚子。在白虎星最高的露台上，叶简熙双腿垂在外面，外面的防护罩还稳稳地阻挡他们的攻击。他看过防护罩的工作原理，奇怪的是，这种防护罩只适用于一种攻击，刚好还是其他宇宙对他们的攻击。如果几十万年前的那场战争，所有的资料已经消失，那白虎族是怎么研究出来？刚好针对他们的防护，资料可以消失，但是记忆不会。虎岁说。叶简熙跳下来，所有的工作安排都已经做好了。下面的兽人也在着急的应对。什么意思？你到底活了多久？我的年龄不是很大，这是我的出生证明。虎岁展示出一个投影。叶简熙才不看这个。如果这次防御成功，我希望你能说出以前的事情。虎岁笑了笑。叶简熙和他擦肩而过，进入了房间里面。敌人的情况清楚的展现，他们只出动了一个飞行器，这个飞行器却异常庞大，外表十分坚硬，足以应对所有的攻击。防护罩总会有失效的时候，他们一直等在原地不是办法，放出一些飞行器试探一下。叶简熙说。在星球的另一端，飞行器穿过防护罩，这些飞行器只需要他们的程序控制，里面并没有兽人。在飞行器到达他们周围的时候，控制系统突然失去了作用，直接变成了废物，在太空中漂浮，最后互相撞击。叶简熙又放出了一个飞行器，和刚才同样的位置发生了一样的事情，在飞行器周围一定距离有无限干扰。又放出去一个飞行器，试探了一下另外一个方向，也是同样的距离。敌方飞行器的投影就在眼前，但是他们只能看到一个黑色的壳，里面是什么情况，他们并不知道。叶简熙看了他们的外表，转身问：你知道他们的大致结构吗？虎岁想了一会，在投影上简单的画了几条线，又在上面标注了功能区，大概就是这样。叶简熙点点头，大致情况和他们的飞行器差不多，但是所有的位置都刚好相反，尾部才是他们的控制区。我有办法。叶简熙说。虎岁皱眉，什么办法？他冷哼一声，高高抬起头，拿起他负责人的姿态，你帮我去代为管理，我要去研究一下新型的飞行器。虎岁表情严肃，站在门口，就是不让开。你做什么？叶简熙问。说清楚，你要去干什么？叶简熙叹气，想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干扰他们的信号，破坏指挥系统。虎岁依旧不放心，非要跟着他一起过去。叶简熙没办法，带着他来到了研究所。研究所内一切都是尽精密的设备。叶简熙在前面走着，后面看着虎岁，小心一点，别踩到了。他们来到了主要的位置，叶简熙找到了初级版本的干扰器。这个干扰器是白虎族的其他兽人发明，有效距离是30米，强度也不够，我需要加强一下。叶简熙坐在椅子上，小心翼翼地拆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零件，让人眼花缭乱。叶简熙从中挑选出用处不大的，更改位置。干扰器并不罕见，基本上哪里都会，但是干扰的强度有大有小，强度越大，对他来说就会越安全。以前没有用这个来对付黑曼脊蛇，是因为他们飞行器数量庞大，这个只能针对一个系统，如果是作用于多个飞行器，作用一定会减低。一整天的时间，叶简熙没有离开过座位，后面的虎岁也跟着在他后面。到了现在，他才知道营养剂的作用在哪里。紧急情况下，可以一次性食用1支，3天都不会感觉到我有点累了。叶简熙说。我陪你睡。虎岁说。叶简熙点点头。旁边有一个值班室，是一个兽人的床位，他躺在上面，虎岁坐在椅子上，上半身趴在旁边，他的体型很大，这样蜷缩在角落，就像是被人欺负。叶简熙笑了一下，闭上眼睛。如果没有来到这里，他应该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一个普普通通只知道为生活打拼的人，在万千人中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但是既然来到了这里，变成了这里的一份子，他就应该做一些事，他要留下痕迹，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曾经出现过。有一个名叫叶简熙的人，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虎岁睡着了，他坐起来，变成了原形，直接跳了出去。系统，你确定我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任何危险，对吧？宿主，我确定，只要你还在这个宇宙，就不会发生任何危害到你生命的事情。叶简熙乘坐飞行器，直直的飞向天空。干扰器做出来了，但是范围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大，他必须近距离接触到干扰器才能做到。飞行器很快冲破了防护罩，没有受到任何攻击。如果直接驾驶进去，会和其他的飞行器一样的结果。他需要用一道冲击力，在进入无线电区域之前把它推进去。飞行器都有自爆的程序。叶简熙调整好了方向，让逃生舱对准了控制中心的位置，设定了好了时间。坐在逃生舱里，他默默的倒数，虽然知道不会死，但是面对这么大的冲击力，说不害怕是假的。还没开始恐惧，一股巨大的力道出现，他看不清周围。逃生舱迅速向前，不知道撞击到了哪里。叶简熙睁开眼睛，启动了干扰器。然而敌方的飞行器并没有任何变化，强度没有问题，那就只能是距离有问题。他预估错了飞行器外壳的厚度，没有任何犹豫，他打开了逃生舱。叮，检测到不是环境，已自动调整，任何一个飞行器都不会和外面无交流。他来到了一条堵塞的管道中间，打开这道阻碍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他顺着管道爬了进去，一个圆形的东西出现在眼前，原来是抛弃废物的管道。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爬进去，也没有想到他会破解这些阻碍。前面一点微弱的光亮，管道到了尽头，他要进入飞行器内部。前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叶简熙一动不动，先出现的是一个人脸，随后是整个身体，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兽人的样子，好像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他趴在原地一动不动。几个人走过去，过了一会又过去了几个，他们的一个特点是身上没有兽形，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他们是人，他还要不要做下去？他们从外表看，从衣着看，都和普通的人没有区别。他生活了很久的地方，他也曾经是人。叶简熙爬出管道，轻轻落下，他按照脑海中的方向往控制室走，控制室很容易找到。他们不相信会有兽人进入飞行器内部，因此也没有更多的防范。他变成圆形，轻轻地踩在地板上，减小声音，藏在门后的死角。在一个人进入房间的时候，迅速躲藏在角落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亲自来，这么个小星球，上面很重视这个星球，不能出半点差错。想不通，那些兽人说好听点是兽人，明明是一群动物，非要变成我们人的样子，技术水平这么落后，真不知道上面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地方很奇怪，我们曾经把他们打下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出现了兽人。叶简熙确定了，这些是人也不是人，他们是人，是在生物学上的人，不是他认知中的人。也不知道他们那种技术怎么设计出来防御力这么高的东西。碰巧了吧，刚好撞到我们的攻击。叶简熙不再犹豫，变成人形的一瞬间，他们也注意到了。你是谁？叶简熙拿出干扰器，不重要。他按下上面的启动按钮，房间里的灯光骤然消失，陷入一片黑暗。旁边又立刻出现一道光线，有个人打开了应急灯。叶简熙躲藏在角落里，他的原型本来就小，在光线不充足的情况下很难发现，但是白色的物体在黑夜中异常显眼。前面脚步走来走去，他蜷缩着，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这些人没有打开房门，生怕一不小心让他溜出去。他们自大，看不起兽人，也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有个人拿起了扫描的设备，对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探索，找出他只是时间问题。叶简熙主动走了出去，好可爱的小猫，谁养的？说话的人一声痛呼，被人打了一巴掌。动手的人说，据我所知，我们攻打的星球是白虎星，你是哪来的？叶简熙变成了人形，你们的宇宙有一个叫做地球的地方吗？什么东西？他们没有犹豫，那是武器。叶简熙跳上了操作台，一道巨大的光线袭来，他清楚地看到光线距离他越来越近。在这个时候，时间好像都放慢了，其他人说话的声音也慢了。当光线撞到他身上，周围温度急速上升，一股剧烈的灼烧感。叶简熙好像闻到了什么东西融化的味道，他和整个操作台一起融合在一起。灼热感之后，紧随其来的是另外一种冰冷，好像坠入了冰窟，机体失去动能，连眨眼睛都要耗费所有的力气。再睁开眼，周围一片黑暗，只有他附近有一点光亮。往后退了一步，身体撞到了什么东西，是他们的操作台系统，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这里好像隔绝了外面的空间。他再往前一步，脑袋直接撞到了封闭的墙面，他轻轻推开，这是一个封闭的小房间，有几米的空间。叶简熙敞开着门走了进去，房间没有门锁，好像谁都能进来。像这样的隔间还有很多个。他尝试用个人终端给虎碎发信息，消息就像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回到操作台前，因为被攻击过，操作台上出现蓝色的烟，他的个人终端连接不到虎碎，或许这个操作台可以。叶简熙点击屏幕，上面亮起一层蓝色的光，操作系统并没有因为攻击而损坏，试探着运行了2个功能。叶简熙发现了2个奇怪的接口，在高温高压下，操作系统中的一些材质发生变化，在某个地方呈现出超过他原来的功能。他们用过的东西，叶简熙不放心，反反复复的清理后，重新做了许多新的，再次去除几次之后，他才开始寻找兽人的信号。如果能对接上随便一个兽人就可以。他应该怎么从这里离开？没有任何答案，至少要让他们知道他是安全的。确认发送，屏幕上显示正在寻找。第一次并没有寻找到匹配的信号，第二次还是没有找到，波段很难被接收，他有很大的可能永远留在这里。一次次重新发送。叶简熙闭上眼睛，这场人类和兽人之间的战争，不出去也好。想起出门前，他站在门口，头也不回，换上鞋子离开了家。父亲正在修理卫生间的马桶，母亲和他说路上慢点，他却不知道那次再见就是永别。总以为来日方长，意外却总是不等人，早知道他就不会那么快的离开家。他要说一声再见，他要说不需要为他伤心，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他也可以活得很好。在他们不知道的世界，他已经一个人驾驶飞行器拯救星球了，也不是那个被烫到都要掉眼泪的小孩子了。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遇到了很多兽人，他们性格虽然不一样，但是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对他好。他们有的弱小，有的强大，他们很喜欢他，也在用最好的方式生活。他取消了搜寻信号，建立了一个新的程序。他虽然不能出去，但是系统的东西要让兽人们知道，那些东西不能跟他一起落在这。文字输入完成，他在上面画了一个简易的猫猫脑袋，就算他不出现，也要让人记住这是他做的。额头的红色印记也要加上，还要多放一点颜料，不然到时候掉色了，别人认为是雪山猫就不好了。成功了，以前从系统那里学到的所有东西，叶简熙都写在了里面。无敌机械手却很难全部写出来。叶简熙坐在原地，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只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最多的东西留下来。这些东西这么简单，应该会很容易学会。他躺在地上打了2个滚，
脑袋撞到操作台上，后面一个机械手出现，轻轻按着后背，好像在安慰他。叶简熙突然想起来，他也可以做成系统一样的机械手，不需要别人去学习，只需要输入指令就可以自动完成。纸面上的东西都留下来，叶简熙还想留下更多，比如哲修的蛇毒，毒是害人的东西，也是救人的良药，如果适当的使用，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喝下了很多哲修的血，解毒丹只是让他不再受到毒性危害，完全清除可能有些困难。叶简熙轻轻在手指上划了一道伤口，血液滴落在地面。这时候操作台后面出现一道闷声，他跑过去，操作台连接着打印的机器，把他做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了纸质版。叶简熙很开心，这样的话可以流传出去的渠道又多了一个。一个人的时光很无聊，他每天只知道留下这些东西，有时候也会想这些东西到底会不会传出去，他做的这些到底有没有用，他来兽人世界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他不出现，另一个宇宙攻击的时候，他们也会形成联盟，不是他也会是其他兽人。世界的进程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暂停，发送出去的信号像是石沉大海，不知道会不会困在哪条鱼身上，但是发送的多了，总会遇到鱼。叶简熙又继续写，黑狼族族长是一个幼稚的兽人，有时候需要哄。红狐族少主是一个审美能力奇怪的兽人，但时间久了也能发现其中的美妙。黑曼脊蛇虽然很强势，但是他很听话，是一个纸老虎。白鹿族大祭司看起来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兽人，就是一个绿茶。白虎族族长就是一个爱教导的中年兽人，听我的，他的年龄绝对不止那么大。叶简熙写完了，这些东西可以让他快速接触到星球的首脑，更快的发挥作用。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所有的经验留下来。做族长最好的办法，打个巴掌，给个甜枣，或许可以给2个。当你们有共同的敌人后，你们就是坚不可摧的盟友。外部矛盾可以很好的解决内部矛盾，如果他有坏心也没有关系，他可以再另外更换。又是一本书出现，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他无聊的时候变成圆形，在书本间跳跃，把它们摆放到高处，一跃而起，还是太高了，爪子不小心勾到了一点，他拿下来，封面完好无损，前爪不小心掀开了，第一页上面有一条长长的印记。他合上书本，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在这里的时间，他已经把系统做了很多次的升级，都快要变成了人工智障，和他一样的爱睡觉，动不动就要死机去休息。还好他设定了自动寻找，一旦匹配不成功，会立刻去寻找下一个。不过他很快取消了，这是他在这里为数不多的可以做的事情了。想留下来的东西都已经完成，他每天的生活内容只剩下这个了。忽然有一天，他捕捉到了兽人的信号，不知道是哪个兽人用个人终端发送的消息，明天要不要一起出去？叶简熙随机回答，替别人回答，当然要去。你知道去哪里吗？你就答应。叶简熙想了一会，别说了，我们怎么去？除了我们还有别人吗？对方很快回复，甚至有些着急，这是我们2个的事情，你居然还想带着别人，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叶简熙抿唇，看来这2个兽人的关系不一般。翻看以前的沟通内容，2个兽人以往出去的时候都是一起的，有时候是对方邀请，有时候是他邀请。既然有意，叶简熙就知道怎么回答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和别人交流，他只想和别人说2句，那只有我们2个去。叶简熙回复，当然了，只能有我们2个，谁都不许带，我们是最好的搭档，也是关系最亲密的兽人。叶简熙不确定他们双方的关系有没有这么近，于是忽略了这个问题，直接去问了下一个，我们今天晚上去哪里？叶简熙问，为什么是晚上？白天就可以。叶简熙看着屏幕上的字，因为洪墨轩每一次约他都是吃晚饭，他还以为这个人真的在找他。好吧，那我们几点？去哪里？大概下午3点。红湖星的原始森林。叶简熙皱眉，第一次约会就要去那样的地方吗？这2个兽人的爱好是不是有点奇怪？他停下手，只看着对方说话，我敢肯定那里边肯定有大家伙。之前听说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兽人要去里面探险，我们运气好的话一定能遇到他，如果运气不好还能遇到一点其他东西，说不定我们还能遇到雌性，我们2兄弟就要飞黄腾达了，整个猎狗族都要高看我。一瞬间，叶简熙呼吸停滞，整个人像是陷入冰窟。与此同时，屏幕出现新页面，已匹配到新宿主，请确认是否绑定。屏幕上方，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猫躺在草丛里，最惹人注目的是它额头的红色印记。小白猫迷茫地睁开眼，好像在怀疑人生，它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到了这，它以为在做梦，重新闭上眼睛，希望睁开眼的时候一切恢复原样。绑定，叶简熙说。与此同时，白色的小猫脑袋一动，额头上的红色印记也跟着移动，它好像看着前面不存在的东西。叶简熙回头看向他准备好的东西，从系统那里学习过的东西，又补充了新的东西。叶简熙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东西，虽然不理解，但是他留下去只能多不能少。星球护理手册，他随意掀开一页，没用的星球随便扔着就行。虽然他没有用到，也放在了里面。因为好奇，他又往后面翻了一页。如果他有了系统，已经成了定局。如果可以避免这一切，就是最好的。想给他留一段话，如果能让现在的叶简熙看到，也许可以老老实实的和白虎族一起，不会想那么过激的办法。他打开最上面的一本护理手册，打开第2页，看到了一句，算了，你看到了也不一定听我的。叶简熙笑了一下，屏幕上的小猫猫已经来到了黑狼的基地，不管他留下什么话，那时候的他都不会相信，只能听天由命，只能尽量避免他一个人进入飞行器内部。如果能有一个距离更远的干扰器就好了。叶简熙看着操作台，突然想起来，虽然他不能直接制造，但是可以把数据放在这里，用他们的操作台
很容易设计出来干扰器所需要的数据。叶简熙好好的存放，忽然上方出现一道裂缝，白色的光线从中照射进来，裂缝越来越大，巨大的风裹挟着雪落在身上。叶简熙看不到周围的情况，他的系统之前出现过这种事吗？他怎么不知道？他忽然睁开眼，这里是白虎星的研究所，他正坐在床上，周围的一切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几乎以为之前的那些都是一场梦，但是旁边的时间显示并不是这样。虎穗推门进来，面上平静无波，径直走过来，坐在床边，简易的医护设备检测了一遍他的身体，又看了看周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虎穗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又严肃起来。他体型就比普通的兽人大，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让人觉得威严庄重，不敢反驳。他逐渐逼近，周身好像带着负面气压，让人喘不上气，最终只说了一句：“怕了吗？”叶简熙实话实说，点了点头。虎穗抱着他，好像在抚摸珍贵的宝物，连呼吸都变得轻柔，生怕弄坏了。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叶简熙也承认，下次不会了。如果在此之前，他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天大地大，总会有难到他的事情。叶简熙没有办法追求十全十美，只能尽力而为。虎穗抱着他离开床面，一脚踹开房门，外面充斥着各种仪器，这些东西叶简熙从来没有见过，好像比他认知中的白虎星的技术水平要高很多。这些是从哪来的？叶简熙趴在他肩膀上，提前准备好的。虎穗说，是提前多久准备好的？叶简熙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在他离开之前，也可能是更久。白虎星在某些时候异常强悍，科技水平点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地方，很多疑惑堆积在心里，他还没来得及问，直接躺在了床上。这是他的房间，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不在你的房间吗？叶简熙问。你以为这里是哪？虎穗轻声说，这个房间从一开始就是他在住。叶简熙扭头不看他，没想到来的第一天就把组长的房子占了，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虎穗说。叶简熙点点头，他轻轻在心里喊了一声系统，没有人回应。他伸手抓住了虎穗一缕头发，太短了，抓不住，不像路易那样随他摆弄。不管到什么时候，叶简熙都需要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仿佛没有光线就能让他舒适。但是晚上他也能看到所有的东西，只是和白天相比没有那么亮。系统不见了，不知道以前留下的东西还在不在。如果没有的话，他还能不能带着兽人们往前走，或者换一个兽人来做这些事？你不专心。一道声音从上方响起，叶简熙抿唇，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想这些。虎穗单手放在他脚上，轻轻揉捏，低头轻轻亲吻。他的舌头带着猫科动物的特征，皮肤有些细微的疼痛，还有一点痒。叶简熙知道他们喜欢别人的时候，这种是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叶简熙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推开大猫的脑袋，又轻轻揉了揉。从某些方面来讲，虎穗是和他生活习惯最相近的兽人，他能感受到他所有的不适，也能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调整房间的温度，每一点都恰到好处，让他忍不住沉溺其中，身体起起伏伏。叶简熙张口咬在了他的喉咙上，虎穗的动作也停下来，他抬起头，眼睛里没有光线，只能看到一个大概。叶简熙忍不住往后躲，他的本能告诉他虎穗的状态不对。忽然身体一空，整个人架在他身上。等等，激动的时候兽人的原型会忍不住冒出来。叶简熙见过很多，虎穗却很少出现，或许兽人的特征出现在他身上有些不匹配，大多数时候他都能控制的时候。叶简熙没想到，第一次明确的认识到虎穗的兽形特征是在这个时候，手里抓着老虎尾巴，在忍不住的时候用力拽一下，时不时的还能咬上一口。叶简熙深吸一口气，眼睛有些湿润。虎穗贴过来想要帮他擦干净，被他一巴掌推远了。我困了。叶简熙说。虎穗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从床头拿来一个东西放进他嘴里，清凉的液体流入肚子，困意驱散。叶简熙又咬了他一口，早知道就不说话了，他一个人偷偷的也能睡着。第二天，叶简熙坐在治疗舱前，上面显示他已经有了崽崽，却没有任何系统的提示。叶简熙垂眸，他回过头，虎穗进来了，带着热气从后面袭来，双手放在他腹部。怎么这么快？语气听起来还有点委屈。你还不愿意了？叶简熙皱眉，没有，绝对没有。虎穗立刻说。他立刻打开个人终端，对着治疗舱上那个还没有雏形的一个小圆点拍了个照片，然后宣布了下一任组长的人选。叶简熙。虎穗的身体年龄很小，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比崽崽活得都久。这个继承人的位置没有太大用处，不过叶简熙也从来不是为了继承什么。兽人生存危在旦夕，种族之间的问题都要放在后面，更别说个人的事情。等事情结束了，我会辞去白虎族族长的职位。虎穗说。叶简熙有些惊讶，我更希望能在你身边做一个保镖也好。叶简熙打了个哈欠，顺势躺在了治疗舱上，有点困。虎穗有些苦涩笑笑，你先睡。他并不是在说谎，只休息了那么一小会，身上到处酸疼，没有一刻比现在更想睡觉了。虎穗就在他旁边，坐在椅子上陪着他一起。那个空间里一直只有他一个人。叶简熙不想一个人在房间里，伸出手轻轻勾着他的手指，然后闭上眼睛。他一个人去干扰敌人的飞行器。叶简熙以为这件事没有谁会知道，为了兽人社会的稳定，他以为不会对内公布其他宇宙的事情，没想到一觉醒来，外面大声呼喊，他们哭着叶简熙的牌子，叫着他的名字，救了白虎星所有兽人的雌性。他不是白虎族担任负责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有一点反对，但是他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些。他们见识到了其他宇宙的力量，也明白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要尽可能的弱小比例抵抗对方的进攻，他们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叶简熙打开窗户的时候，
外面的呼声更大。他静静地看着下面的兽人，回过头来，虫洞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白虎族和兔子的虫洞一起建设，最快3天就能完成。虎穗说。这时候叶简熙收到了一条公开通知，是白虎族关于下一届继承人的消息。下面的兽人安静了一瞬间，随后剧烈沸腾。一个是他们的族长，一个是他们敬佩的雌性，他们的崽崽继承族长的位置，他们不会有任何意见。一个兽人深吸一口气，大吼一声，2只宽大的手放在他耳边，随后几个兽人也吼了一声，他们要打架。叶简熙问。虎穗关上门，脸色不耐，他们在求偶。叶简熙又锁上窗户，外面的声音太大，房间的隔声效果很好，但白虎族独特的声音能传播很远，再加上叶简熙听力本来就好，虎穗仍旧把手放在他耳朵上。叶简熙摘下来，可以按照规定时间动工，记得和红湖星那边沟通，已经说过了。黑曼几蛇上的我也一起见了。叶简熙犹豫了一会，勉为其难点点头。只有他们几个星球远远不够，等这件事传播开来，就会有更多的兽人想要加入。可是虫洞的坏处也在这里，如果他们其中有人背叛了他，也可以通过虫洞很快到达，先不要通过其他星球的申请。叶简熙说。虎穗笑了一下，知道了。叶简熙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只是实施起来还有一段距离。每一个和他们合作的星球主要的掌权人都需要经过查看，其实就是一个拉拢的过程。如果失败或者不适合，就要更换成他们自己人。经过兔子和白虎，其他兽人恐怕也会很容易接收其他种族来管理。即使现在不想加入，等他们见识到了敌人的力量，会有越来越多的星球发出请求。有白虎星和其他的星球在，他们已经是现在宇宙中最大的一个联盟。叶简熙想了一下，我们就叫做联盟星。名字已经发出，他们接收到了很多星球发送来的请求，不过多数是弱小、饱受战乱的星球，他们本来就已经无法生活，就算换了一个掌权人，也不会比现在更差。叶简熙掀开他们的资料，厚厚的一捆纸质版，如果一个一个看，要花费很久的时间，还要除去处理星球上内乱的时间。这时候门打开了，一道黑色的身影逆着光走进来。哲修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指。叶简熙在他碰到之前按在桌子上。我知道，我听话。哲修说着收回手，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叶简熙点点头，继续工作。第一个星球是麻雀星，这个星球在宇宙中间，危险系数不高，算是比较容易的星球。族长胆子很大，只臣服于绝对的力量，只要有一个人比他厉害，麻雀族长一定会临阵倒戈。你不该一个人去。叶简熙叹息，抬起头，这才注意到他脸上的粉色已经快要掉光了。我的体型可以缩小，我去才是最合适的。叶简熙摇头，他才是最合适的，只有他才能终结这个东西。见蛇修不再说话，叶简熙查看麻雀的资料，他们这个种族惹到了太多比他们弱小的兽人，如果舅舅这样同意，恐怕会出问题。不需要休息吗？哲修又说。叶简熙低着头，闭上眼睛，深呼吸。麻雀星球虽然可恶，但是他可以找一个更可恶的。叶简熙站起来，眼睛里好像在发光，直直地盯着哲修。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目光的哲修高高抬起头，带着淡淡的微笑。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叶简熙说。去这里帮我好好修理一下他们。叶简熙把麻雀的资料递过去，蛇修的眉头越来越深，神情也越来越严肃。我把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了。叶简熙疑惑，但是点头。所以你还是要把我支开。叶简熙确实没有想到还能有这样的好处。你做不做？哲修回答得很快，张嘴就说我做。按照麻雀星球的性格，哲修是最好的人选，只是叶简熙提醒一句，不能吃他们。蛇修低着头，不知道在憋着什么坏主意。抬起头的时候，眼睛里一片清纯。即使在食物链上，我们也不会吃兽人。他坐在叶简熙旁边，斜着靠着桌子上，上半身朝着他倾斜，左边拿出一个食盒。经过这么一会的时间，温度应该差不多了，放在桌子上。叶简熙放下手中的资料，东西很好吃，但是他还没消气。为难别人的时候，不能为难自己。他绷着脸，谁让你来这里的？蛇修愣了一瞬，我都来这么久了，出去。叶简熙说。哲修看起来有点委屈，现在立刻出去。叶简熙说。哲修看他越来越生气，没有犹豫，立刻转身离开。当房门关上的一瞬间，叶简熙拿起餐具，哲修做的东西越来越好吃了。他没在的这段时间，看起来练习了不少。虽然他没有说想要吃哲修做的吃的，但是叶简熙每天都可以在门口看到不同的食物，只是没再见过哲修，没有正面见过。每一次他拿取食物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视线落在他身上。提交申请的星球越来越多，他们的联盟是他一手促成。如果每一个星球都由他亲自管理，工作量十分巨大。他们急需一个稳定的建设结构。蛇修除了要管理麻雀星球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较为混乱的地方。他虽然善于处理这些，但是每天处理一样的事情也会厌烦。所以叶简熙把兔子星给了他。他们胆子小，你不要吓他们。蛇修板着脸，尽力挑起一点微笑，看着屏幕上的叶简熙。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叶简熙抬头，我没有把你关在那，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只是一片星球的管理者，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个人的生活时间，想去哪里都不是叶简熙说了算。蛇修听到这里，脸上露出笑容。叶简熙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立刻提醒，前提是把你工作内的事情做好。蛇修带着笑容点头表示知道了。有了虫洞距离不是问题，因此他们区分的时候不需要按照地域划分。叶简熙还是按照兽人的性格，建设一个稳定的结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叶简熙只能先搭一个架，这次不是过家家，如果出现一点问题，就会酿成大祸。整个宇宙的事情
没有人会为了他的错误买单，他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做决定。没过多久，叶简熙见到了蛇修，到达白虎星的第一时间，直奔他的房间。你说的，我可以来。蛇修说。叶简熙笑了一下，他倒是会发散思维。我是不是第一个处理好所有星球的？叶简熙点点头。就连虎岁现在还被那些星球缠着脱不开身，哲修的星球难度是最大的，能这么快处理好，出乎他的意料。那你能不能再画一个？哲修指着他的脸。叶简熙没忍住笑了出来。你确定要这样去面对他们？哲修无比正式的点头，颜料都已经拿过来了。他躺在桌子上，叶简熙一手撑在脸庞，笔上的颜料滴落，不小心染到了他眼睛旁边的位置。猫猫的脑袋越来越清晰，一个很完美的图形出现。叶简熙双手交叉，满意的点头。这时候，外面又有人来了，是狼裔，一只巨大的黑狼扑过来。叶简熙眼前一黑，身体不由自主的往前，黑狼脑袋搭在他肩膀上，轻轻蹭了蹭，又变成了人形，整个人挂在他身上，像是两块磁体，紧紧的粘着。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好想你。叶简熙揉了揉毛茸茸的脑袋，旁边传来一道巨大的响声，蛇修不小心把杯子掉在地上。这是谁？黑狼伸长了脑袋，好奇的看着，然后憋着笑了出来。他脸上是什么东西？你不会惹到什么人了吧？这是鸭子吗？房间里一阵安静，只有黑狼的笑声。狼裔笑了一会，突然停下来，清了清嗓子，脸上有点红，低着头，仔细看也挺好看的。这个鸭子，这是猫。叶简熙微笑着，狼裔咽下口水，蜷缩着脑袋，小心翼翼地看着叶简熙，又快速移开眼神，声音很小，我审美太差了，回去让洪墨轩给我上课。倒也不必，叶简熙说，让兽人安排好了这2个兽人的房间。叶简熙也累了，这几天申请的星球很多，即使有人帮忙，也还是很累。他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还没睁开眼，就感觉到了脸上的凉意，甚至有些地方都被他的体温暖热。哲修趴在他身上，像是一条小小的宠物蛇，是他刚见到的时候那么大，头顶一块椭圆形的鳞片。叶简熙忍不住按了一下，小蛇的尾巴搭在了手腕上。我要去工作了，叶简熙说。黑蛇缠绕在手腕上，一动不动，不过也没什么影响。叶简熙直接带着过去了。办公室里，黑色的手环缠绕在左手，时不时的伸出分叉的舌头舔一下。叶简熙没想到，现在的蛇修比黑狼还要粘人。办公室的门又打开了，陆毅也回来了。叶简熙正要起身，蛇修也抬起蛇脑袋。他忽然想起来，那2个蛇蛋孵化出来的蛇仔仔好像还在陆毅那里，也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带着仔仔过来。果不其然，哲修变成人形，在他身后。叶简熙看不到他的表情。他们2个，给你，我不要了。蛇修从后面抱着他。叶简熙，那么大的2个仔仔，说不要就不要了。不过他们目前的情况复杂，最好还是把仔仔们留在原地。白鹿星风景宜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只是黑曼几蛇的幼崽可能会不适应。兽人们来到了白虎星，他的工作确实少了很多。联盟星进行的如火如荼，各地也有想要加入的兽人，他们的队伍只会越来越庞大。就算他们和其他星球的技术相差很大，对方进攻的时候也总要顾忌一些。晚上，虎岁来到了他房间。我经常来陪你，对你好。虎岁说，他的意思是因为肚子里有白虎仔仔，这个借口很好用。叶简熙突然说，你的防护罩可以大规模使用吗？当然可以。虎岁说，这也是叶简熙奇怪的地方，从他回来到现在，关于白虎星的疑惑都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科技水平出现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他会知道那么多东西？现在兽人们达不到的水平，未来总会有一天能够成功。虎岁说。叶简熙猛地抬头，所以说你是未来的兽人？叶简熙问。虎岁摇头，我是现在的兽人。所有的东西连成一条线，其他宇宙的人所说的，他们明明已经攻占了这个宇宙，却发现没有。时间在各个宇宙中的流速不同，如果只控制一个宇宙的时间，对其他的宇宙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假如他们所在的宇宙在很早之前已经被攻占过，虎岁能清楚地记住他们的飞行器，并研究出专门针对他们的，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如果他们所在的宇宙时间发生过回流，回流到了哪里，未来的进程又到了哪里？其实故事说错了，那个雌性死亡之后，并不是所有的雄性都跟着他离开，他们报了仇，总要想一想补救的办法。有一些认为根本无从寻找，还有2个在宇宙之间寻找。不管是再造出一个一样的兽人，还是重新回到战争发生之前，他们用了所有的办法。这个传说一开始就不是出现在档案里，叶简熙当然找不到，因为这个不是几十万年前的事情，而是在当下发生的。几十万年是当时的虎岁，看现在的视角，除了你还有谁？叶简熙问出口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大祭司，其他兽人的性格可能会以为找回雌性只是让他们活着的借口，让他们的雌性死亡的事情，就是那次他一个人去对抗飞行器的时候，这是虎岁知道的事情。但是叶简熙想到了一些他不知道的。他从地球来，为了救一个被车撞的小孩子死亡。汽车的速度并不快，人体的机能强大，就算再严重一点，他也会撑到医院才死亡，而不是当场死亡。叶简熙想，如果不是那场车祸，他可能也会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亡。因为他要来这里，他在地球上出生的唯一结果只会是出现在这里。他打开窗户，下面的兽人还在赶路，除了白虎族之外，还有其他星球的兽人。虫洞建好之后，也会有普通的兽人通过，星球之间的距离大大减少。他们不知道下一次进攻是什么时候，但是在进攻之前的时间是他们的和平时代，没有绝对的和平，所有的和平都是2次战争中间的时间。叶简熙并不会因为其他宇宙而忧心忧虑，他们唯一能做
只能是准备好下一次的对抗，用他们最大的能力，尽力而为。他不敢肯定以后还会不会和敌人同归于尽，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们会不会再次重来？希望不是。他要他们战胜敌人之后就不要回来了，他们好不容易拿来的胜利，不能弃之不要。第二天，叶简熙来到虎碎的办公室，后面的投影中，一些线条变成了红色，是已经建成的虫洞通道。随意勾勒，那个名义上属于他的星球上，没有出现任何线条，就像是独立于整个系统外。上面的信息显示，还在他的名下。叶简熙来到飞行器基地，几个兽人也跟了过来，他们脸色焦急，狼一的眼睛还红了。叶简熙就知道虎碎和他们说了，你去哪？哲修拉着他，叶简熙笑笑，随便逛逛，那我也要跟着去。狼一说，他没有拒绝，直接找了一个大号的飞行器。那个星球并没有虫洞，他们跳跃到了距离最近的星球，花费了1天的时间，在傍晚到达。他一脚踩上去，是一把破旧不堪的武器，旁边还有几个类似的。这些武器我们刚刚研制出来，但是看存放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叶简熙摸了一下，上面的金属掉下来，另外一个空间的时间流速不同，这个星球就是他空间里的星球，上面还能留下一些痕迹。一群灵长类动物从他们面前路过，他们大声呼喊，这些动物看起来很熟悉。叶简熙突然想通了，这个宇宙中有很多兽人，那为什么不能有人呢？星球的原住民围绕着他们，大声驱赶。狼翼站在他前面，拿出一把武器。叶简熙轻轻拉了拉，摇头，走吧。他说。飞行器离开了星球，叶简熙趴在窗户边，低着头。星球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小，蓝白色交互相映，像是宇宙中一朵绚烂的花。西西小姐如果喜欢，我们可以住在这个星球上。洪墨轩挑起他的一根手指。叶简熙摇摇头，如果不是上面的兽人，说不定西西还能多看一会。狼翼愤愤不平，然后一阵痛呼声，回头瞪着蛇修。叶简熙还是低着头。红色的光线照射进来，几个星球出现，是他记忆中的样子。原来系统说的获得积分还能回到地球，是这个意思。在他们和其他宇宙抗争的时候，一个星球悄然无息出现，上面会出现另外一个种族，那是他长大的地方，有喜欢他以及他喜欢的人，属于人类的文明正在开始上演。